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窦昭觉得自己这段时间有点杞人忧，吉永眉毛时急起，亥时才歇，不是读书就是写字，偶尔会在贺寿堂的院子里转一转，连贺寿堂的门都不曾出过，更不要说闯什么祸了。或者正是因为他对学问这么认真，所以才会小年纪就考中了解员的吧。窦昭猜测，不时嘱咐素心多多留意季勇的饮食起居，尽量给他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这样也利于他举业。季勇很快感到了待遇的变化，开始要求素心，我不喜欢吃鸡皮，以后烧鸡把皮都去掉。又或是道，白菜怎么会有梗？这些都是小事，素心一一满足。季勇摇着扇子去了法源寺，窦昭甚是奇怪。素心皱着眉道，季公子说快到中元节了，他要去找涂印方丈论佛法，出去散散心也好。窦昭笑道，他还在这闲工夫。被窦昭派去服侍季勇的小丫鬟快口无心地道，季公子每天在屋里研究佛法，说这次去法源寺定要把握涂印方丈说的哑口无言，跟着他还俗不要。窦昭愕然道，他这些日子难道没有读四书五经吗？小丫鬟哪里分得出来，只知道季勇每日伏案几个时辰，嘴里常念着什么妈呢，什么大自在之类的话。窦昭气倒，吩咐素心，以后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母鸡没有皮，那怎么长一身鸡毛？素心也很气愤，觉得他辜负了大家的一片诚意。结果季勇在法源寺住下了，据说每日跟涂印方太把附近圣寿寺、舍利寺、崇阴寺、弘济寺，甚至是隔壁灵璧县的大方寺等几家禅院的长老都吸引了过来。法源寺热闹得像庙会似的，窦家做什么菜饭与他一点影响也没有。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是圆通法师？窦昭忍不住地想，他没出家之前要引诱人家的长老出家，等他出了家又要引诱着皇上出家，这还真就符合他的性格。只是不知道前一世是谁让他出的家，或者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像他这么能闯祸的家伙，想必季家也会对他三缄其口吧。他接到了陈曲水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季勇还没有号，但他从小就很聪明，读起书来一目十行，宜兴无人能及。小年纪就有神童之称，季家上下对他十分的宠溺，他一路顺风顺水地长到了今天。要是他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就是特别的顽皮，别的孩子最多上树掏个鸟巢，下河摸个鱼之类的，他看了《山海经》就要去登天台山，读了《出师表》后就要做木牛流马，听了徐福带着500童男童女去蓬莱求仙的故事，就有家里炼丹，差点把季勇给炸了。那时候他才9岁，季老太爷打又舍不得，骂又没有用，左右为难，只好进了他的族。关和季勇叹约法3章，只要他能考取进士，以后他想怎样就怎样。但在没有考取进士之前，要按部就班的在家里读书写字做学问，哪里也不能去。他欣然答应，花了3年功夫就考中了举人，人虽傲气，却也稳重多了。季老太爷这才让他带了护卫，小厮四处游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窦昭不由额头冒汗，窦家老太爷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给了季勇怎样的承诺呀？宋末用一副杂武赢了董其一副双额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都。蒋氏走进仪志堂的时候，宋末正在练习射箭，他身若轻松，手若磐石，拔剑、引弓、发箭，矫健有力同，一气呵成。蒋氏不由咦了一声，目光落在了儿子手上弓箭。弓身乌黑，形成古朴，看不出是什么材料，弓臂上绕着粗粗的牛筋，弓弦却细若发丝，闪着暗哑的光芒，一看就知道此弓非凡品。你怎么把你大舅送给你的射日拿了出来？他的目光扫过弓身，仿佛看到的是已是兄长面容，声音都柔和了几分。你平时不是说这弓太打眼了吗？宋墨从描金箭壶里抽出一支凋零箭，铮的一声射中了靶心，这才缓缓地放下弓，轻声道，这张弓比较随手，我得保证随心所欲才行，用这张弓更有把握。什么叫随心所欲？蒋氏微愣，正想问个仔细，见宋墨已将手中的弓交了一旁服侍的陈桃，并接过了陈河地上的帕，一面擦着汗，一面道，您怎么过来了？您今天可好些了？又道，天恩呢？他不是说陪着你的吗？怎么没见他的人影？哪有那么娇贵？蒋氏道，我不过是一时太过劳累，如今吃了杨玉医的药，又休养了这几天，早就好了。宋墨扶着蒋氏在一旁老槐树下的石桌坐下。天恩去了学堂。蒋氏接过儿子亲手奉上的茶，笑盈盈地道，我又没有什么大碍，总不能为了我耽搁了天恩的课业吧。说到这里，他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
不由面露几分迟疑。宋默笑望着母亲，耐心地等着母亲说话。蒋氏斟酌再三，这才委婉地道：我听说张宗耀承袭世子的时候，张家请了广联班来唱戏。宋默大笑，直言道：娘亲，您是想问我和董琦赌钱的事吧？您放心，我知道分语的。说着，他笑容见脸，你若允文戏武，朝野称赞，皇上只怕会担心的睡不着觉，可你若是事事推不上前，皇上又会觉得你太窝囊。这中庸之道，的确是天下第一难事。蒋氏不由沉思。宋默陪坐在旁边静静地喝着茶，风吹过树梢，沙沙作响。宋默思绪飘得有点远，他想到前几天陈和跟他说的，陈先生在查云南抚巡王行仪，王行仪是窦昭继母的父亲，他为什么要查王行仪呢？他是不是要好好查查窦昭呢？念头一起，立刻被他压了下去。朋友贵在相知，他若是去扎窦昭，那他变成什么了？可为何这个念头是如何的诱人呢？他有些不安地喝了口茶，却不知道怎地被茶水呛得连连咳嗽起来。小心点！蒋氏拍着儿子的背，心痛道：你练剑是不是为了过些日子的秋闱皇上每年会在秋季举行狩猎，勋贵之家都会选了15岁以上的子弟随行，皇上也可趁机考核他们的旗舰，以此来提拔人才。宋默生下来没几天就被封了个世袭的4品指佥事，还没有学会走路就开始参加春秋2季的狩猎，不过直到9岁的春天才开始参加狩猎骑射。第一次参加秋闱，他骑马得了第2，射箭得了第5，勋贵子弟中他排名第1，而且是所有参赛者中年纪最小的，而且也是这几年来贵勋子弟最好的成绩。皇上十分的高兴，觉得勋贵之家后继有人，赏了他一座50亩地小田庄，他的风头盖过了前3甲。接下来的2年他都得了第1。太宗令皇上的叔父裕王喝多了，曾在皇上面前嘟囔，我看不应该再让英国公世子参加骑射的比赛了，免得坠了其他子弟的士气。皇上听了哈哈大笑，却将腰剑块和田玉的玉佩丢给了宋默，还道：宋默，给我把他们都死死地压在后面。又高声对在座的王公大臣道：谁能比过宋默，朕赏他一个金吾卫副徽使。听到母亲问起，宋默点了点头，沉声道：皇上到底对我们家怎么想的，要试试才能知道。蒋氏听着顿时眼眶微湿，都是娘亲连累了你们，语气中带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娘亲，您说的是什么话？宋默忙揽母亲的肩膀，您只看到我现在的艰难，怎么不想想大舅在的时候带给我的荣耀？不说别的，就是我这张弓还有齐的飞度，身边的护卫。蒋氏心中大慰，娘亲再不可说这样的话了。宋默轻声对蒋氏道：有3舅在，最多10年，蒋家就会东山再起，我们要帮着舅舅他们打气，帮他们重回朝廷才是，可不能说这样的丧气话。蒋氏重重的点头，眼泪却忍不住扑扑落下。过了8月15，风吹在身上就冷了起来。今年秋收的围场设在了怀来。宋默他们到达的时候，皇上的亲卫已扎好了营帐。太子打着喷嚏走了过来：天赐，你今年怎么样？要不要我帮你找把好一点的弓？他比宋默大12岁，长得高高瘦瘦，白白净净，有双和皇上一样的浓眉和高挺的鼻子，每到秋天就喷嚏不断，到了围场就更厉害了。秋闱对他来说不是乐趣，而是在受罪。在宋默看来，他的性格有点绵柔，像个教书先生，而不是个太子。跟着太子身边的是太子的表弟，会昌伯16岁的世子沈清。他调侃宋默：金吾卫副指挥使5万两银子一个呀。皇上说出谁要能赢了宋默，就赏他一个金吾卫副指挥使的话之后，他们这些人就曾在私底下开玩笑，不如贿赂宋默，让他在秋闱上输给自己。宋默笑道：赢了我容易，问题是这赛场上不止我一个人啊。沈清气馁。太子呵呵的笑，对宋默道：你别管他，他这几天绞尽脑汁就想着怎样在秋闱上的个名次，若是那名次那么好的，你们又何必扬言5万两买宋默书？正说着，有人慢慢的走了过来，恭敬的给太子行礼。殿下。宋默循声望去，看见了广恩伯世子董琦。他身材修长，相貌英俊，戴着凤翅盔，穿着件青织金云柱丝群蓝鱼鳞叶明甲，全副戎装，倒也颇为威武。太子望着他身上的盔甲，奇道：你这是？他微微垂手，恭谨地道：臣今年也参加秋闱的骑射。董琦在金吾卫里领了个闲差。太子点了点头。沈清笑嘻嘻地围着董琦打量：你这身盔甲不错。沈皇后出身寒微，沈家是因外戚封侯，京都的勋贵子弟都没有把沈清放在眼里，沈清因而也不大和那些勋贵子弟来住。
但有2个人例外，一个是宋墨，他待人有些淡漠，待谁都一样，沈清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一个是董其，他八面玲珑，与谁都交好，沈清和他的关系也就比一般人要好很多。这是特意从田州给我定制的。董其笑道，你要是喜欢，赶明帮你定制一副就是了。广西田州所产的甲，素来都供军中的，沈清想要弄一件很麻烦，但对其父5军都督府任右军都督任都督，分管广西卫所的董其来说，却是件易如反掌的事。沈清闻言一喜，毫不客气地道，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太子眉头微微地蹙了蹙，和沈清说说笑笑，好像并没有注意太子的董其却笑道，我这可是打了我老爹的旗号，私下偷偷定制的，你到时候可别说漏了嘴。太子听着面色果然好了很多。顾玉看着撇嘴，宋墨瞥了顾玉一眼，顾玉立刻又恢复了之前的恭敬。只有沈清什么也不知道，盔甲还没有到手就在那里发着愁。那我怎么说好？顾玉望了望天，董其促狭地笑道，就说是从宋大那里顺的。太子、沈清和顾玉都愣住，宋墨却淡淡地说了句可以。他一本正经的，硬生生的把个场面弄得无比严肃，没有了一点调侃的味道。沈清不由吟深，天赐，你就不能随意点？难怪别人都叫你宋大。太子呵呵的笑。一群衣饰华美的年轻人穿过正要巡防的军士结伴而来，他们都是勋贵之家的子弟，因为秋闱没有平日那么的拘泥，众人纷纷给太子行礼。太子温声和他们寒暄着，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每个人的情况都了解。谈话的内容包括了，听说你们家太夫人摔伤了退好些了没有？在金吾卫当差还习惯吗？成亲的日期定了没有？每个被问到的人都一副如沐春风的样子。宋墨就看了顾玉一眼，顾玉冲着宋墨嘻嘻笑。大家拥护着太子去了太子的营帐，宋墨的帐前只剩下了顾玉和董其，3人鼎足而立。7、8个穿着胖袄挂着锁子假腰佩大刀的年轻军士朝这边走过来。这里是英国公世子爷的营帐吗？我们是5军营右少和右少的，今年奉诏参加秋闱的骑射，特来拜会英国公世子爷。说话的人目光在3人之间转了一圈，最后落在了董其的身上。早就听说英国公世子少年英雄，今天一见，果真名不虚传。那人的话还没有说话，董其脸上已是白一阵红一阵的，正要说什么，有人高声喊着宋子氏，把董其的声音压了下去。你好像比去年又长高了一点。今年我老阴没资格参加秋闱的骑射了，带了几个后辈莫学来给您打声招呼，您可小心了，别把皇上的金吾卫副指挥使给输了。说话的人身高8尺，浑身的横肉，走起路来一抖一抖的，壮得像头熊似的。他声若洪钟的哈哈大笑着，身后还跟着5、6个因为踌躇满志而神采飞扬的年轻人。此人名叫马有明，是宣统总兵马一超的儿子，在神书营当差。4年前秋闱他得了第1，结果9岁的宋墨却成了众人注目的据点，他这个头名被孤零零地撇在了一边。第2年他以1箭之差输给了宋墨，再次被人无视。第3年他再次屈居第2。他今年升神书营副将，怎么还好和这些年轻人争名次？看见顾玉，马有明嘿嘿笑道，小姑娘，你又跟着世子爷来看热闹了。顾玉气得脸都歪了，跳起来就骂，污言秽语，把这些军营里摔大的汉子都听得目瞪口呆。马有明全当没听见，径直上前给宋墨行了个礼，揪了身后一个17、8岁的小伙了，道，世子爷，这小子叫江仪，是登州卫指挥使的儿子，家学渊源，我们神书营就指望着他夺冠了。宋墨还了礼，朝着江仪笑着点了点头。先前跟董其说话的人顿时有些呆滞，过了片刻睁大了眼睛望着宋墨，你就是英国公府世子爷？宋墨点了点头。马有明倚揽了宋墨的肩膀，我们难得见一次，去你营帐里喝酒去。目下无尘的从董其身边走了过去。5军营的人炸了锅，怎么会这么年轻？真的假的？瞧他那样子，只怕从来没有做过重活，怎么会得了第1的？少年出英雄啊！董其脸色阴沉沉，像快要下雨似的，悄悄地离开了宋墨的营帐。接下来连着2天的狩猎，宋墨教只是在一旁观战，直到第3天的旗舰比赛开始，他这才换了戎装出现在了教场。宋墨的坐骑飞度是匹千里马，先天就占了优势，再快出第2名3个马身的成绩毫无意义，也毫无悬念，半夺得马术的第1名。射箭开始，他排在了最后一轮出场。另一头站着董其，他沉静地朝着宋墨微笑着点头，目光却凛冽如霜。宋墨笑了笑，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射箭上。很快，内侍吹响了牛角号，比赛开始。
一开始宋墨很稳，渐渐中靶，可越到后来，他的失误越多，还有支箭堪堪地射在了靶子上，略一晃神，只怕就会落空。看台上的人都不由得咦了一声，坐直了身体，神色紧张地注视着教场，这其中也包括了皇上和英国公广恩伯。宋墨可能也感觉到了自己的状态不好，他没有继续射下去，而是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几口，这才开始举弓张弦。之后的几箭都射得很好，尽管如此，结果出来，宋墨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一的是董琦，他是继宋墨之后60年来第2个取得第1名勋贵子弟。排第3的是江怡，江怡望着宋墨，很替他惋惜宋墨只输了董琦一箭，而董琦气宇轩昂地站在那里，眉宇间难掩其意气风发，耳边又想起父亲的话：从前我不让我参加丘维的骑射，是因为你没有击败宋墨的把握，去参加丘维的骑射也不过是给宋墨做踏脚石罢了。这次却不同，蒋家出事，宋墨不可能不受影响，能否夺魁，能否一举击败宋墨，就全看你的了。现在自己终于站在了宋墨的前面，看台却传来皇上气急败坏的咆哮，把宋墨那个小兔崽子给拎进来。他是怎么比试的？朕闭着眼睛都能比他射得好。宋墨被叫了进去，臭小子，你这些日子都在家干什么？皇上的声音震耳欲聋地回荡至教场上，你这些日子都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把朕的金吾卫副指挥使给输了？宋墨低声认着错。教场内外一片寂静，皇上会骂太子，骂辽王，骂汪渊，甚至会骂皇后娘娘，却从不骂内阁大臣、厚薄公卿，可这次却骂了宋墨。所有人的目光都艳羡地落在了宋墨的身上。董琦呆若木鸡，他取得了第1名又有什么用？此时皇上关心的，诸位王公大臣眼中的却是宋墨。回来的路上，宋宜春和儿子同坐一辆马车。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商量我？他又急又气，面孔涨得通红。要是皇上以为是我教唆你去试探皇上的，我们父子今天还能走出得怀来吗？你今年也有13岁了，你怎么还像个3岁的孩子似的，不懂事啊？宋墨朝着父亲歉意的笑。宋宜春叹了口气，道：以后再也不可如此了，知道吗？你舅舅们出了事，我们理应帮忙，可也不能把自家给搭进去。什么事都要有个度，一路啰啰嗦嗦回了英国公府。刚踏进上房的门，就听到了蒋氏一阵压抑的哭泣声。蒋氏遇事一向刚强，宋宜春和宋墨都神色一紧，快步进了上房。蒋氏伏在飞柜榻上，哭得气若游丝，贴身服侍他的丫鬟和媳妇子也哭得伤心欲绝。听到动静，他抬起头来，眼泪落得更急了。三哥他病逝了，如晴天霹雳，劈得宋墨耳朵里嗡嗡作响，半天才听清楚周遭的声音。号称智囊三舅去世了，没有了薪火相传的人，留下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五舅，蒋家怎么办？那些随着三舅一起流放铁岭卫的年轻弟子又该怎么办？恍惚中，他听到父亲略带几分犹豫的声音：你看，要不要让天赐去一趟辽东，借口奔丧去会会辽王，请他对武帝多关照关系。蒋家5岁以上的男童都流放到了铁岭卫，其他的人都跟着梅夫人回了老家，连个能服官的人也没有。蒋氏感激地望着丈夫，重重地点了点头。蒋兰孙的死讯是陈曲水传给窦昭的，他在信中不无遗憾地道：蒋家以后将会很艰难。窦昭明白他的意，一个家族得以传承，是因为有长辈的指点。蒋伯孙作为幼子在京都侍奉梅夫人，不仅从来没有上过战场，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京都。他的哥哥们在福建与人浴血奋战的时候，他却在京都锦衣玉食；他的哥哥们在和朝堂上的阁老们斗智斗勇的时候，他却犬马声色，纵情声色，否则也不会在外面偷偷的养外室了。现在有经验，有见闻，身受重伤却以无比的毅力坚持到铁岭卫的蒋兰孙病逝了，从来不曾上过战场，没有见识过战争残酷的蒋伯孙却少了下来。蒋家在他的带领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传承中断，这个家还会重新站起来吗？窦昭没有陈曲水那么多的伤感。前一世，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谓的谋划部署全被碾成了齑粉，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这一世，蒋家得以保全一部分人的性命，从此退出杀戮场，做一个普通的富户，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他只担心宋墨，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迟迟不把陆明招回去。他是因为陈先生的缘故装聋作哑，他又是为了什么呢？要说对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蒋家的事早已告一段落，他还有什么值得他关注的？想到这些，窦昭心里就有些烦躁。明年他就要开始全心全意地着手和魏家退亲的事宜了。他没有精力，
也没有时间和宋墨这样耗着。窦昭把信收了起来，吩咐素心：“你去跟车夫说一声，半个时辰之后我们启程去田庄。今年的小麦颗粒无收，玉米却大获丰收。田庄里的人一商量，派了几个长者来和祖母商量。玉米他们不缴租子，留着做口粮，夏季种的冬小麦全部都归窦家所有。玉米不管怎么做都粗糙的难以下咽，小麦却不同，磨成面粉，是做馒头、包子的上好食材。这是田庄雇农的一片心意。”祖母十分的感动。这几天正是种小麦的时候，他老人家决定和窦昭一起去田庄看看。祖母精神抖擞，穿了件沈香色素面细棉被子，脚上是方口青布鞋，鬓角略带几根银丝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挽了个圆髻，通身没带一件首饰，显得十分干净利落。看见窦昭，老人家的兴致更高了，挥着手：“走，我们去田庄。”又道：“天天只能在院子里试花弄草的，把我可憋坏了。”窦昭歉意的笑，心里却道：“若是能保住你老人家的性命，这不孝的罪名，我愿意背了大家说说笑笑的往二门去。”迎面对碰到了季勇，他不知道从哪里拉了大半车的书，正差遣着贴身的随从下车。崔姨奶奶、四妹妹，一般的情况下，他恭训有礼，亲切随和，人见人喜。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自从他在祖母面前说什么寺庙的主持都是些贪得无厌的虚伪小人之后，祖母见他如见妖魔，避着走。可今天阳光下的季勇笑容俊朗，目光真诚，又让他不免有心里嘀咕：难道夏天的讲佛会菩萨显灵，也把他收做了弟子？因而没有像往常那样怕季勇拉着他再说些有辱菩萨的话转身就走，而是和他打了个招呼，客气地和他寒暄了几句。从哪里弄回来这么多的书？让鹤鸣堂的小厮做个记号才行，到时候也好还回去。书是十分贵重的东西，季勇不过是借了他们家的宅子独收，总不能把人家的书也留在这里吧。季勇咧了嘴笑，雪白的牙齿在阳光下像贝壳似的闪着光泽。莫名的，窦昭生出股不妙之感，耳边就传来了他清朗的声音：“这些书都是佛经。”窦昭明显的感觉到了祖母的身子一僵。上次和涂印方太变法，说到般若心经所说的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此。我问他，既然12处与18界中的眼、耳、鼻、舌、身五根与色、声、香、味、谢五境都是色，那为何地、水、火、风也是色？他说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知道他过些日子肯定会来请教我，我准备好好跟他讲讲什么12处、18界。哦，祖母语气就变得有些干巴巴起来，季公子真是厉害，什么都懂。我们要去田庄看看，季公子请随意。带着红姑匆匆上了停在二门口马车，窦昭就低声的警告季勇，小心考个同进士回来。季勇挑眉，悄声回他：你以为我是你二堂兄？说大话的人通常看别人都是满面的轻蔑。窦昭毫不客气的地道：等你金殿传炉，再大声嚷嚷也是迟。这些日子竟然还有出家的来窦家拜访季勇，和季勇谈佛论道一说就是好几天。他不喜欢季勇把家弄得像寺庙，西窦是家宅，可不是你的寺庙。季勇这才明白窦昭恼火什么，他不由瞪大了眼睛望着窦昭：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把那些方外之人拉入红尘，人家是明镜本非台，何处惹尘埃？窦昭冷笑道：何来的红尘世俗之说？季勇神情震动，望着窦昭半晌无语。窦昭还要陪着祖母去田庄，见季勇没有说话，转身上了马车。到了田庄，大家都在抢播，抬头和祖母打声招呼，又低下头去劳作。祖母原是庄户人家出身，不仅不以为然，反而高兴大家一心抢播。由个因年事已高，不用下田的老农陪着在田里转了一圈，窦昭和祖母回了宅子，洗了手，净了脸，换了身衣裳。红姑已经准备好了热腾腾的饭菜，崔家庄那边派了个小后生过来给祖母请安，说好些日子没有看见您了，请您回去住2天。祖母不由异动，窦昭看了就笑着怂恿祖母：我们过几天再回去就是了。祖母想到自己娘家还是一个锅烧水，茶里都浮着层油，想了想，借口这边田庄没人看着，自己走开了，有些不放心。窦昭哪里想到这些，殷勤的劝道：平时田庄不也交给管事在打理，有什么不放心的？您有7、8年没回娘家了吧？这次难得回去一趟，我这就让人准备些糖果吃食什么的，到时候您也好打点那些孩子们。那人留在田庄吧。祖母趁机道：田庄里的人把这一季的庄稼都给了我们，我们总得有个人在这里照看照看，不然大家做起事也没有劲啊。行啊，只要祖母开心，
窦昭倒无所谓，让人准备了祖母回娘家的东西不说，还特意扯了几块齿头让给戴妥娘，给他儿子闺女做衣裳。妥娘去年又生了个女儿，过年的时候还曾特意抱给窦昭看，请祖母给那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长青，寓意长长久久的。红姑把东西收了，第二天一大早陪着祖母去了离这里20里开外的崔家庄。窦昭早上在田庄转了一圈，下午闲着无事，和贴身的丫鬟、宅子里的婆子整理院子里的花草。他这一世亲手种下的梨子树叶子已由绿转黄，眼看着就要凋谢了。窦昭笑道：赶迷在这里种枝茶梅，叶子树凋落了，茶梅花开，这也算是四季不败了。素兰嘻嘻笑。窦昭感觉有人在看在，他不由顺着感觉望过去，就看见了墙外骑在马上的宋墨。窦昭杏目圆瞪，宋墨却冲着他笑了笑。窦昭顿时头大如斗，既然彼此照了面，按道理应该请他进来坐坐才是。可若是真的请他进来坐坐，他又怎么向身边的人解释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呢？可若是不让他进来坐坐，以宋墨的脾气，多半是受不了这样的怠慢的，到时候若是惹出什么事端来了，反而更麻烦。他不由飞快是缩了眼四周，有几个婆子正直起腰朝这边望过来，显然已经发现了宋墨。算了，先请他进来再说吧。窦昭思忖着，正想开口相请，宋墨却抢在他之前开了口：在下有事路经贵庄，想讨口水喝，可否行个方便？他的声音低哑暗沉，好像非常的疲惫的样子。窦昭这才发现他满身尘土，一副赶了几百里地的样子。几个婆子看着他画样的人物，哪里还有不方便？没等宋昭说话，已纷纷道：方便方便，庄户人家，别的没有，茶水还是能敞开了喝的。又道：哥是哪里人？这是去哪里？窦昭只好保持沉默。宋墨笑，眼睛却瞄着窦昭：那就多谢了。眼角微微向上倾斜，衬着一双水光浮影般的眸子，漂亮的让人心悸。窦昭心里一跳。宋墨已下了马，墙头止于几根不安分的伸出头的爬山虎幼芽，在风中轻轻地摇拽。宋墨当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的身边还跟着4、5个随从，其中一个就是上次来给窦昭送礼的。他听见宋墨喊他陈和，另外几个则不认识。他到底有多少护卫？窦昭在心里挠嘟着。听说家里没有长辈，好仿佛看到宋墨目光像划过天际的流星般闪过一道璀璨的光芒。原想在这里寄宿一夜，他遗憾地道：这可如何是好？眉头微蹙，十分为难的样子。让几个婆子看着善心大发，又没有别人，哥只管住下就是了。在他们看来，宋墨这样一个面目精致的少年，哪能是坏人？仲秋的中午，太阳还是火辣辣的，照的人身上会有些燥热。窦昭觉和背心都冒出汗来。他看一眼还有些凌乱的庭院，笑道：大家先去用午膳，下午再收拾也不迟。窦家是提供3餐的。几个婆子笑嘻嘻地道了谢，由甘露领着去了厨房。素娟打了水给窦昭净脸洗手，水略带几分凉意，让窦昭舒服地长透了口气。用过午膳，小憩了片刻，他站在五廊下望着庭院，思索着怎样布置。身后突然传来宋墨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呢？窦昭并不奇怪，这个人既然能想法扮住进来，自然有办法和他说上话。我想在院子里种几株花树。窦昭看也没看他一眼，一直打量着院子，这样到了冬天也不至于院子里什么也没有，显得有些荒凉。宋墨没有作声，而是站在五廊的另一头，和他一样静静地望着院子。风吹过银杏树，金色的叶片飘落一地，即将到来的寒冬仿佛给多了一丝暖意。我三舅病逝了，他很突兀地道，病逝在了铁岭卫。他的声音不急不缓，好像斟酌良久才说出来似的，语气很郑重感。我五就在我大舅的余荫下生活了这么多年，八大胡同在哪里他一清二楚，家里有多人仆妇他一问三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蒋梅孙把蒋家在京都的信息网都交给了宋墨呢？我们谁也不敢告诉外祖母。宋墨的声音清越，但此刻透着几分茫然，让人感受到他的情绪很低迷。爹爹让我借口去祭拜三舅，到辽东走一趟，和辽王打声招呼，让他帮着照顾我五舅和几位表哥表弟。可前几天为秋，我得了第二，把皇上的金吾卫副指挥使输了，皇上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还扬言要把我丢到丰台大营去，男子15束发。但皇上素来是不管这些的，严先生怕皇上真的下圣让我去丰台大营，建议我在家里闭门思过，借此也可以看看皇上反应。我这2天应该就会启程去辽东了。宋墨的话语气不详。窦昭做了10几年的侯夫人，对勋贵之家的日常起居很了解，立刻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了。蒋家出了事，皇上还这样的宠恩宋墨。
而上一世，宋墨却是身败名裂，灰溜溜的离开京都的。正如严先生所说，这个时候最好是在家闭门思过。去辽东并不是个好的选择。英国公和蒋氏到底是怎么想的呢？那边是弟弟，可这边却是儿子。窦昭忍不住朝宋墨望去，宋墨正愣愣地望着院子里的银杏树，脸上有无法掩饰的伤感和落寞。不错，是伤感和落寞，就像上一世他半蹲着和女儿说话时的神情。那个时候他位高权重，身边美女如云，侍卫如林，他还是感到孤单。这一世他正值风华正茂，名满京都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感觉到孤单。还带着几分稚气的少年和成熟稳重的男子，在窦昭的眼中渐渐合成了一个人，或者从来都没有人了解过他。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不管是歌舞升平还是繁华落尽，他至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窦昭心中无端端地一疼，他高声地喊着宋墨道：我在后院种了很多的菊花，现在正是花季，我准备在院子里搭个菊山，你帮我搭把手吧。什么？宋墨错愕，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从来没有人这样理直气壮地使唤过他。可莫名的，他又感觉到一种率直的亲切。我说，你帮我把后院的菊花移种到花盆里去。窦昭的声音清脆悦耳，让人想听不清楚都难。然后把花盆搬到前院来，搭个菊山。他慢条斯理的又说了一遍。荷包粗的陶瓷花盆在宋墨手里不值一提，可如果装上满满土，再种上一株高大的开满了杜鹃花的杜鹃树，又不能伤及它的花叶时，就有点吃力了。宋墨忍不住道：不是说一再菊花吗？怎么又冒出株杜鹃树？如果仅仅是把菊花摆在圆锥形的架子上，就叫做菊山，杨进台凭什么称大师？窦昭头上搭了块蓝布头帕，站在花田里挖菊花，他头也不抬，悠悠地道。宋墨为之气结，他的一个护卫见状就要上前，却被陈和拦住。他狠狠地瞪了那个护卫一眼，示意他不要乱来。静默地站在一旁的素心眼观鼻，鼻观心，全当没有看见。倒跟着窦昭一起在花田里劳作的婆子哎呦地对宋墨道：看你这细皮嫩肉的，就知道没做过事，快放下，快放下，我们来搬就行了。他一个后生，难道还不你们？窦昭抬起头来望了宋墨一眼，又低下头去挖菊花。宋墨咬牙切齿，照着窦昭的吩咐搬完了杜鹃搬茶花，搬完了菊花搭木架。太阳偏西的时候，已是满头大汗，心里的那股狂戾之气却一扫而空。他愣在那里。窦昭是因为知道了他心中有难解的愤恨，所以才借口要搭菊山，用劳作让他发泄心中怒火的吧？宋墨垂下了眼睑，听到三舅病逝的消息，他心里好像有头暴力的野兽，上蹿下跳的让他撕心是肺，可他不能露出一丝的异样。娘亲等着他去安慰，爹爹等着他拿主意，弟弟等着他开导，严先生等着他做决断。他原来只是想围着护城河跑一圈，就像从前一样，等心中的怒气消了也就好了。谁知道等坐骑渐渐的跑不动的时候，他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去真定的驿道上了。京都早已遥不可及。陈和惊恐地问他，世子爷是回京都，还是在前面的驿站住下？他还记得他是怎么回答的，在驿站住下，明天回京都。但翌日清晨，他在头脑非常的清楚的情况下，却选择一路南下。是不是他的心里早已默认，他不仅冰雪聪慧，值得信赖，而且有颗包容坚韧的心。不管他的行为有多离经叛道，不管他的话有多骇人听闻，他都不会被他左右，更不会被他吓倒，而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去处置。就像他此刻站在他的面前，他既没有问他为什么来，也没有问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仿若他是天上舒卷的白絮，溪边流淌的清泉，该来的时候来，该走的时候走，根本不用问什么。而他相信他自有他有道理。宋墨朝窦昭望去，他正在吩咐那几个婆子摆弄花草，天边的晚霞给他的身影镀上了一层铂金，有种如幻境般的光彩。他这才发现他有双完善的杏眼，就像母亲养的那只波斯猫一样，眼角还微微有些上挑。当他睁大了眼睛的时候，纤细的睫毛卷曲着向上翘起来，把他的眼睛显分外的明亮，分外的瞪静，却又始终带着几分冷艳的妩媚。宋墨的心情前所未有的祥和、安宁、踏实，有一个能让自己畅所欲言的人，真好。他抬起头来，望着一碧如洗的天空，深深地吸了口气。仲季时节还带着几分温暖的空气在鼻尖萦绕，让人的心都跟着暖了起来。天还没有亮，宋墨就起了床。一下午辛苦的劳作让他胃口大开，不仅吃2大碗面条，而且倒头就睡，连身都没有翻一个，就像有甘露滋润了干涸的禾苗一样。
他神清气爽，心情前所未有的平和。他吩咐陈和，丢下10两银子，我们启程回京都。陈和愕然道：您还没有用过早膳呢，路上买点干粮吧。宋墨淡淡地道：辽东那边等不得了。陈和恭谨的应是，分了随身的护卫，给了守门的婆子10两银子，一行人悄然地离开了田庄。他们走的时候，窦昭已经醒了。寂静的早晨，一点点的声响都被无限的放大。他听着他们开门的声音，听着他们牵马的声音，听着他们和婆子小声说话的声音，听着马蹄声渐行渐远，周遭渐渐安静下来。然后窦昭用被子盖了头，把自己藏在黑暗中，开始睡回笼觉。祖母在崔家庄住了3天，回来的时候拉了一车东西，其中还妥娘为窦昭绣的几方帕子、几条汗巾。红姑道：他说他这几年只顾着照顾孩子，手都生了，别的东西不敢做这几方帕子和汗巾，您要是觉得好用就用，不好用来赏人好了。窦昭笑着点头。祖母问他：我不在的时候可有什么事来？没什么事。窦昭心不慌眼不跳地道：就是大家都盼着今年的冬小麦有个好收成，准备立冬那天在城隍庙里祭土地公，求土地公保佑下半年风调雨顺。是吗？祖母困惑道：怎么陈三的媳妇说前几天有个年画一样的后生在我们家投诉呢？窦昭不动声色地道：是有个人投诉来着，还帮我干了点活。至于人长得怎样，我还真没有注意。祖母不再说这件事，去田里看了看，又在田庄住了2天，和窦昭一起回了县城。真定县城人声鼎沸，马车刚驰过城门，窦昭就听见有人在高声喊：快去东豆领赏钱。祖母大吃一惊，连声问红姑：领什么赏钱？窦昭乍听也有些奇怪，略一思忖就明白过来，见祖母询问，笑道：估计是伯彦中了举人。是哦。祖母听着高兴起来，催着红姑快去问问。马车停了下车，红姑随便拉了个人问：窦家的5少爷中了举人，太夫人派了人在门口打赏，去晚了就没了。说话的人匆匆交代了一句，撒腿就跑。哎呦，这可真好。祖母喜上眉梢，窦家又要出大官了。对这个清待他多的人家没有半点的怨怼。窦昭不由紧紧地握住了祖母带着剪子的手。如果没有祖母，潜意识的他或许会变成一个尖酸苛刻，整天只知道恨天怨地的人吧。又怎么可能丢开窦家的种种，去过自己的好日子？回到家，窦昭准备了些笔墨自宴做贺礼，和窦明一起去了东府。窦启俊的母亲三奶奶穿了件崭新的宝蓝色如意纹的杭绸被子，脸上笑开了花，团团转着应酬来贺的女眷。窦明不屑地冷哼一声。窦昭告诉他：你不想来就别来，多的是借口。既然来了，就给我高高兴兴的。窦明娇憨的笑，凑到窦昭的耳边，低声地道：那天晚上我看见季勇去找你了。语气却十分的恶毒，透着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窦昭退后2步，仔细地端详眼前的女孩子。窦明，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大家不用矫情的演什么，我觉得这样挺好。他沉声道：你如果愿，当然也可以日日盯着我过日子，只要我赞同的，你都反对；只要我反对的，你都赞同。甚至是为了让我不痛快，让自己低贱如泥。可我却不会因为你而改变什么，这一点你要记好了。如果你觉得吉勇找我的事有损闺阁清誉，你可以站在西窦的大门口去嚷，我保证我绝不会拦着你。窦昭一在五郎的栏杆旁，豆绿色绣着鹅黄色4地纹的香裙洒在地上，姿态随意之极，却有种慵懒的轻蔑扑而来，像把利剑狠狠地扎在了窦明的心上。你别得意，他忍不住威胁窦昭，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哭着求我，威胁是建立在实力上的。如果说这样句的宋墨，他可能会瑟瑟发抖吧。念头闪过，窦昭在哑然失笑。如果是宋墨，他肯定不会说出这样幼稚的话来吧。他会直接做，让你哭着去求他。他的神色突然间有些恍惚。辽东离京都快马加鞭也有月余的路程，所以辽东总兵3年才回京述职一次。皇上既然训斥宋墨，可见对他还是恩宠有加的。若是突然间想起他来下旨召见，而他又不在京都，可真是件让人头痛的事啊。站在窦昭对面的窦明气得心间直哆嗦。窦昭竟然轻视他至此，他很可笑吗？甚至连应酬都懒得应酬他一下吗？总有一天，他会让窦昭后悔的。窦明的手紧紧攥成了拳，指甲扎得他手掌生痛。东窦的后花园，荷花已残，桂花余香，贴梗海棠冒出蕾来，一景过去还有一景。女眷们嘻嘻哈哈地在花厅坐下，纷纷恭贺已育有一子，如今正怀着身孕妻室有福气。妻室红着脸不停地道谢。
她的胞妹小七氏嫁给了吴奶奶的侄儿，此时和吴奶并肩而坐，眉眼间笑意盈盈，显然很为姐姐高兴。七堂哥窦繁昌的长子寇哥在花厅外探头探脑，窦昭悄悄地朝着他招手。他上一世和三伯父走得近，连带着和三伯父家的两位堂兄窦繁昌、窦华昌两家也很熟，寇哥更是他看着长大的，自然感觉到亲切。寇哥满脸兴奋地贴着花厅的隔扇跑到了窦昭的身边。五姑姑，他稚声稚气地道，安元哥让我给他找支香。窦昭一听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门外一直在放挂炮，孩子们淘气，常常会捡了那些没有炸开的炮竹，用香烛点了玩。因挂炮的信子比一般的炮竹都短，常常会有孩子炸了手或是伤到其他地方了，特别的危险。大人通常都不让孩子玩这些。安元这个名字有些耳熟，但肯定不是窦家的孩子，10之8、9是窦家姻亲的孩子。他们定是看着寇哥年纪小，又是窦家的孩子，所以怂恿着他向人讨香烛。那些被人丢在地上不要的炮竹有什么好玩的？他怎么能让寇哥跟着这群人玩？哄着他道，赶明五姑姑给你买一大堆炮竹就是了。今天有新鲜的秋梨吃，五姑姑给你削梨子吃，等会让素兰陪着你去林子看鸟，好不好？寇哥的口水立刻流了下来。他乖乖地坐在窦昭脚边的小屋子上吃梨子。小七氏看了就低声问吴奶奶，四姑姑说人家了没有？为了表示亲热，他跟着他姐称呼窦家的众人。他的小叔子到了说亲的年纪，吴奶奶是知道的，闻言不由哈哈大笑道，你可说晚了一步，我们家四妹妹可是要做侯夫人的人，一家有女百家求，何况窦昭已经定了亲，她并不忌讳有人看中窦昭，反而觉得这是窦昭的荣耀姑娘家嫁了人，就如同珍珠变榆木，耀眼的也就是这几年因而声音特别的大，满花厅的人都听得见。小七是这话问得可进可退，倒也不尴尬，又是个聪明人，凑着趣儿直道恭贺。窦昭向来不是捏扭之人，笑而不语，大大方方的随他们议论。众人就更无所顾及，我们四妹妹也是个有福气的，要不是自小和京都的几名后定了亲，恐怕就要嫁入阁老府了。二奶奶自从为乌家保媒不成，一直是块心病，如今有机会在众姻亲面前为窦昭证明，她自然是不遗余力，说话的声音一点也不比吴奶奶小。当初何家的人听说四妹妹早就定了亲，可是惋惜了很长时间。三奶奶娘家的嫂子就仔细地打量着窦昭，点着头道，四小姐的耳垂又大又饱满，是个有福气的。那是当然，三奶奶和窦昭的关系不一般，当然要抬举窦昭，笑道，你们是不知道啊，老几年后去世的时候，他们家姑奶奶派了人来，说要百日之内迎娶，把我们老太太气的直嚷着要退了这门亲事。谁知道这话音还没落地，济宁侯就派自己的乳娘来，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还直说是因为家里没有主持钟馗的人，并不是想怠慢四妹妹。然后中元节连灯，中秋节送粽子，重阳节送菊花，没有一个节气落下来的，我看到是真心实意的快点把四妹妹娶回去才放心的样子。大家都掩了嘴笑，神色间均露出或多或少的羡慕来。窦昭却暗暗叹气，前世今生魏廷宇喜欢的始终是她的颜色。想到这里，他又有些迷惑，男人不喜欢女人的颜色还能喜欢什么？难道还让她和你做知己不成？话是这么说的，心里也明白，可想想正经夫妻一场，最后还是色衰而爱弛，又有什么意思？到底还是小瞧了他。顿时有些意味阑珊起来，抬头却看见了独自坐在荷塘边的季勇。他穿了件青莲色直多，呆呆地坐在青石长凳上，秋日的阳光透过一块凋零的桂花树枝投在他的身上，形成了一片变化莫测的斑驳光影，让他冷漠而颓然，看上去显得那么遥不可及。季勇从来没有这样安静的时候，出了什么事呢？窦昭不由暗暗猜测，而坐在他身边的窦明心里却像揣了把火似的，他死死地咬着唇，生怕自己说出什么不应该说的话来。不就是要嫁给一个侯爷，大家用得着这样巴结他吗？那侯爷不过是个闲差，是能帮着窦家的子弟谋个一官半职，还是能帮着武伯父在内阁里说话？这些妇人每天只知道针头线脑的，没有一点见识。何况她还没有嫁进去，说不定哪天出点什么意外，这门婚事就会黄了呢。窦明眼底掠过一丝讥讽，就看见柳嬷嬷请大家一坐到二太夫人那里去，说是太夫人在自己的院子里设宴招待大家，这宴请的费用就是二太夫人的梯级银子了。众人少不得又恭喜三奶奶和七氏一番。三奶奶和七氏眉开眼笑，喜不自已，倒不是差这点银子，而是二太夫人拿了梯级银子为侄孙庆祝，体现了二太夫人的喜悦和爱护之情。
一群人又说说笑笑的往二太夫人那时去。时刻注意着窦昭的窦明就发现窦昭渐渐落到了众人之后，在他们拐过紫藤架时，窦昭突然不见了。窦明在心里冷笑，停下来折了几折紫藤花，见众人已走远，他匆匆往花厅去。中途他看见了站在荷塘边的季勇和窦昭。你怎么坐在这里？窦昭调侃着季勇，难道是因为我们家出了个少年举人，季表哥不能像从前那样风头无二，所以有些失落了？如果是平时，季勇听了这话会立刻跳起来毒舌地反击他道他无招架之力，可今天季勇却只是抬头望了他一眼，语气样样地道：我正在算账。窦昭听得发愣，隐隐有种自作聪明的感觉，他季勇是什么人，用得着人同情吗？一时的安静也不过是为了制造更多的喧嚣罢了。既然如此，那你就慢慢的算好了。他扭头就走，我还有事，先走了。喂，季勇却拉住了他的衣袖，你这人脾气怎么这么坏？我不过说了一句，你听都没听，扭头就走，立刻恢复了生龙活虎的样子。窦昭为之气结，甩着衣袖道：你不是在算账吗？我站在这里岂不是要打扰你？没有。季勇忙道，松开了手，请窦昭一旁坐，我正想找你商量商量。窦昭见他没事，哪里还有听他胡言乱语的心情，道：有什么话回去了再说，二太夫人在那老人家那里宴请家中的女眷。哦，季勇点头如捣蒜，那你快去，我们晚上再好好合计合计这事。在这些事上他一向很有分寸。窦昭转身离开，太石虎甲后面露出窦明的半张脸。到了晚上，窦昭和季勇在花园里碰面，大红的灯笼照在季勇的脸上，让他的眉目更显俊朗。他扳着指头道：我今年16岁，明年中个进士，17岁，庶吉3年庶散，20岁，然后到6部官正，3年以后混个从7品的又给事中，或是詹事府主簿厅主簿、太仆寺主簿厅主簿之类的，就23岁了。再3年升个7品，这样算下去，我要开到正2品，最少也得53。他说着打了个寒战，太可怕了，这考进士一点也不划算。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中举之后立刻参加春闱的，好也能节省几年。50岁的时候做到正2品。窦昭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不知道说他什么好，没好气地问他：那你准备怎么办？前一世他倒是不到30岁就做了礼部侍郎，升到了侍郎，正3品。我也正在苦恼。季勇说的是苦恼，眼睛却亮晶晶的，看不出一点苦恼样子。你说有没有什么捷径能让人不用这样苦苦的熬资历？能出家当和尚。念头闪过，窦昭瞪大了眼睛。难道上一世季勇就是因为这样才去当的和尚不成？可那也得遇到个因为圈禁了自己父亲，杀死了自己哥哥而问鼎大宝，每日寝食不安，因而开始特别信奉佛教的皇上才行啊。他觉得自己的额头好像在冒汗似的，要是知道他前世是什么时候出的家就好了。窦昭掏出帕子来擦了擦额头，道：听说梁清是43岁入的阁，孙怀44岁入阁，王姬46岁入的阁。他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家伙继续出家当和尚吧？六伯母提起来他来的时候，不知道多高兴多荣耀，好像他就是季家的希望，季家的未来似的，怎么也要哄着他考个进士之类的再说。我就知道，这话只能跟你说。吉勇听着，兴奋的一掌拍在了窦昭的肩膀上，窦昭身子一沉，肩头立刻火辣辣的痛起来。他不喝道：你说话就说话，动手动脚的干什么？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吉勇连声道歉，一弯腰从石桌下面摸出一大卷纸来，他把纸摊开来，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道：我近100年的阁内大学士的履历全都做了个表，你看看。灯光昏暗，窦昭哪里看得清楚，可他要不是不陪着吉勇疯，吉勇还不知道要祸害谁去，至少他不会被吉勇给蛊惑。他吩咐素兰去点盏灯来，素兰应声而去。吉勇却迫不及待地介绍起那些名人来。梁清是因为做过仁宗皇帝的师傅，仁宗皇帝一登基就把他从4品的詹事府少詹事提到了正2品的礼部尚书。皇上有6位皇子，最小的今年也有13岁了，我就是想弄个从龙之宫也有点晚了，这个不行。孙怀是因为显宗皇帝要整治官吏，他正好有刚直不阿、清正廉明之声，皇上让他做了刑部尚书。可在这之前，他在琼州做了整整12年的县令，我可不想为了个尚书跑到琼州去晒太阳，这个不行。王姬是仁宗皇帝还是太子时，太宗皇帝要废了仁宗皇帝，王姬在督察院御史的时候曾上书为仁宗皇帝辩护，仁宗皇帝登基后提擢他做了吏部尚书。他说着摸着下巴沉吟道：
王姬这一招倒可以试一试，当今皇上虽然有些喜怒无常，但总得来说还是个人君，对御史的弹劾什么的也能容忍，不过让皇上和太子有下戏，这件事有点难度。窦昭已经听得大汗淋漓，有这样求官的吗？他是不是太自大了些？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事都要照着他的意愿行事？你是只想出名，还是想做官？他问季勇，或者是要给家里人一个交代？这有什么区别？季勇两手一摊，道：想出名，自然得做官，做了官，也算是给家里一个交代了。我寻思着，得想办法40岁以前做到尚书，这样还有30年，我就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别人也不会因为你特立独生而对你匪夷所思了。窦昭实在是忍不住了，斜睨着他：你敢肯定会活到70岁？人生70古来稀。季勇大言不惭地道：我怎么也得活个差不多吧。又道：不过我觉得我最少也能活到81。窦昭觉得自己和他生气真是白费表情，道：这都是以后的事，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考个前3甲吧。考不中进士，你说的这些都是白搭。我也这么觉得。季勇很认真的点头，但想比怎么做最快的做到正二品，科举是件小事。窦昭气急而笑，道：那就做佞臣或是奸臣好了，这也是条路哦。季勇严肃地道：我还真没有往这上面想，看来多一个人商量就多一条路啊。窦昭语凝。季勇哈哈大笑，目光中闪过一丝狡黠。窦昭望着这样的季勇，只好长长的叹了口气。季勇忙道：四妹妹，你别生气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怕我胡来，可这世上的事真的是很无聊，我要不自己给自己找点趣事，只怕会被闷死。话说到最后也有几分唏嘘。窦昭哼道：所以说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吗？不错不错。季勇抬手就朝窦昭的肩膀拍去，又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把手缩了回去，大声道：就为四妹妹这一句话，也应当服一白。然后又不无遗憾地道：你怎么是个姑娘家，要是个小子多好。窦昭已经懒得理会他。花园的南边就传来了一阵喧哗。季勇站起身来。窦昭也有点奇怪，素兰去拿个灯，怎么去了这么长的时候？两人正在那里张望，就看见窦明搀着祖母，在一大群丫鬟媳妇的簇拥下走了过来。窦明的贴身丫鬟季红和红姑在前提提着灯，素兰手捧着盏宫灯，委委屈屈地跟在祖母的身后。窦昭冷笑。季勇更是额头青筋直冒，咬着牙低声对窦昭道：上次我看在她是你妹妹的份上，这样你不要说我不给你面子。窦昭没有作声，桌上摊着的一大堆的写着字的纸给了季勇借口，找四妹妹问问有没有这些人的生平。祖母和善弟点头道：有什么话白天说就是了，天色太晚，夜风又大，小心把灯给烧着了。两人齐齐应诺。在窦明得意的目光中，祖母让窦昭扶着他回了屋。只见一进门，还没等窦昭开口说话，祖母已道：我知道季公子虽然胡闹，却是赤子心肠，你更是事事心中有数，你们俩人断然不会做出什么让大人们操心的事。只是明姐既然找了来，她就可以找第二个人，你们总归是要避避嫌，以后有什么事就到我屋里来说。祖母的相认让窦昭眼况微是他恭敬的应试，服侍祖母睡下才离开。窦明却一直在外面等他。看见窦昭出来，他笑语阴阴地喊了声姐姐，道：您说我明天要不要也跟二太夫人说说？说吧。窦昭笑道：刚才季表哥跟我说，上一次他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不和你一般计较，这一次他谁的面子也不看了。窦明脸色微白，声厉内惧地道：他还敢打我一耙不成？窦昭微微一笑，和他擦身而过。接下来的几天，窦昭一直被祖母叫去做针线，季勇则乖乖的贺寿堂读书，窦明跟着婉娘学弹琵琶，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素兰不免有些嘀咕：季公子到底有什么打算？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素心告诫他：这是小姐和季公子的事，你不要从中搅和。素兰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趁着变天，主动请缨去给季勇换后被褥，悄悄地打量季勇。季勇当然没看见。素兰抓耳挠腮，最后只能沮丧着给季勇取西行礼，准备退下去。季勇这才慢腾腾地道：你放心好了，我正在想什么事能让你们五小姐一辈子都后悔不及。季勇的那句话是当着所有来给他换被褥的丫鬟们说的，自然很快就传到了窦明的耳朵里。他冷笑，闭门不出，吩咐周嬷嬷和季红：以后只要是送到我这里来的东西，全都要细细的查看，确定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再送到我的手里。我就不信了，我不出门，不随意吃喝，他还能要了我的性命不成？
周嬷嬷和季红原本担心着窦明要和吉勇硬碰硬，此时见窦明小心应对，不由松了口气。吃穿用度都要过了他们的手才会被送到窦明面前。不过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给窦明送来的秋衣里发现了一根针，在饭菜中发现了腹泻的药，在屋里发现了一条蛇、2只老鼠。窦明不屑地轻笑。不过如此，素兰则失望至极，说的自己好像很厉害似的，结果也只会这些雕虫小技。素心厉声呵斥妹妹：“你还想怎么样？我看季公子很有分寸，这样无伤大雅的闹腾一番，让五小姐受些磨难也就是了。若真是出了什么事，四小姐这个做姐姐的也难辞其咎。所以说，还是把五小姐送回京都的好。”在自己的内室，屋里又只有她们俩姐妹，素兰说话也就没有了顾忌。我就是不喜欢五小姐总是把四小姐当仇人似的。清官难断家务事。素心叹道：“我们听四小姐的吩咐就是了。”素兰点头，不然还能怎样？季公子又指望不上。吉勇确实有些指望不上了。窦启俊中了举人之后，决定再接再厉，参加明年的春闱。窦家的几位进士都游宦在外，唯一一位留在家里的童进士说自己学识浅薄，不能耽搁了他的前程，不愿意指点他致意。他想到江南一向比北方文风鼎盛，吉勇又是比自己高2届的南直吏谢元郎，遂拿了自己的文章来向季勇请教。季勇绝顶聪明，对那些有迹可循的东西更是有着别人望尘莫及的天赋。不过寥寥几句话就让窦启俊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加之他没有那些老儒的酸腐，窦启俊问什么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窦启俊受益匪浅。窦启俊开始还只是隔3差5地来一趟，后来就天天来，再后来干脆就住在了季勇的隔壁。他哪里还顾得上戏弄窦明，这也是大家乐于见到的结局。西窦慢慢的恢复了原来的宁静，窦明也开始每日跟着婉娘练琵琶。眼看着就要立冬了，家里的人都在准备立冬的祭祀，季红却悄悄地跟窦明道：“二表少爷身边的事儿悄悄跑了来，说有要紧的事要见您，我怕被四小姐看见，让她暂时躲在了柴房。”窦明吓了一大跳，这2年京都有什么事都是王谭给他通风报信，这次却派了自己的小厮过来。他琵琶也不练了，催着季红把少儿领进来。少儿不过11、2岁的样子，眉目清秀，穿了件丁香色的粗布衣裳，打扮得像个乡下小子。不等窦明开口，他已哭着跪倒：“表小姐，求求您救救我们二少爷吧！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王谭像庞玉楼，性情活泼，小孩子活泼一些也不是什么坏事，可坏在就坏在他上面还有个少年老成的王楠，他的活泼就变成了顽皮。为此他没少被母亲责骂，祖母呵斥。”听少儿这么一说，窦明想也不想地问道：“他又闯什么祸了？”少儿抹着眼泪道：“老爷请童年给大少爷写了份推荐，大少爷去国子监读看，二少爷不知道那文书那么重要，一下子给弄脏了。表小姐，他又哭起来，二少爷真不是有心的，可老夫人让二少爷跪祠堂不说，还要把二少爷送到老爷那里去，谁劝也不行。表小姐，您就救救我们家二少爷吧，听说云南那边都是些蛮夷，还人吃人，活该。”窦明骂道：“谁让他不长眼睛的？表小姐。”少儿闻言傻傻地望着窦明，连哭都不敢哭了。窦明倒也不是真的恼火这个表弟，见状道：“我就是想给他求情也不行啊，我在真定，他在京都。”少儿眨着眼睛道：“是于二送我来的。”于二本是灵璧县的一个泼皮，因为投靠了庞西楼而巴结上了庞玉楼，被庞玉楼带到了京都。既然是于二送上而来的，可见这是二舅母的主意哦。不过去京都，念头闪过，窦明微微一愣。去京都啊？他做梦都想去京都，那里有疼爱他的外祖父，有时刻转着他转的王谭，还有漂亮的娘亲。窦明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到时候了不起被爹爹骂一顿，说不定还能留在京都呢。窦明不由大声道：“你们打算什么办？”少儿道：“大慈寺是安堂，到时候表小姐去安堂上香，我们的马车在寺院后面的小道上等您。”窦明越发觉得这是庞氏的主意了。他想了想道：“那就这么说定了，后天我就去大慈寺上香。”少儿欢天喜地地走了。窦明把这事告诉了季红，季红很担心，要是四小姐知道了，那又怎样？窦明挑衅地道：“爹爹可是把我交给了他的。”季红默然，窦明就悄声叮嘱他：“这件事不要告诉周嬷嬷，窦昭肯定会派几个护院跟着我们的，到时候你帮我打掩护，等我回了京都再来接你们。”季红愕然：“您不要我随身服侍吗？去京都不过3、4天的路程，有少儿服侍，于二跟着，有什么好担心的？”
窦明不以为然，要是去的人多了，窦昭肯定会很快就察觉的。而且他还需要季红帮他打掩护。季红想想也有道理。第二天，窦明跟窦昭吵着要去大慈寺上香。窦昭还以为窦明是前些日子受了季勇的气，现在要发泄，没有放在心上，让段公义派了几个护院陪着窦明去了大慈寺。窦明在大慈寺上过香之后，就借口有些劳累，去了旁边的厢房休息。几个护院不好跟着，坐在外面的院子里闲聊。窦明又支开了周嬷嬷，换了件寻常的粗布衣裳，从厢房后窗翻了出去，偷偷摸摸地上了大慈寺后院的那条小道。少儿和于二果然驾着车在小道旁等他，他们匆匆上了车，离开了大慈寺。等周嬷嬷发现窦明不在了，已是1个时辰之后的事了。他吓得脸色发白，等知道了事情的缘由，趴地给了季红一耳光。那于二一个大男人，就算是避嫌，你也不能让小姐一个人跟着他们才是。急急地叫了护卫要去追窦明，却被季红一把抓住，求道：嬷嬷，小姐也不过是想回京都。周嬷嬷一阵犹豫，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这件事不妥，咬着牙叫了护卫。不过已是下午了，几个护卫大惊失色，一面沿着大慈寺的小道追，一面派人回去禀了窦昭。窦昭气得心绞发痛，找了段公义来，快马加鞭，无论如何也要在天黑之前找到五小姐。段公义知道厉害，一个未出阁的千金大小姐，身边没有一个贴身服侍的，带着个小厮，跟着个男人夜行几百里，传了出去，好说不好听。他朝着窦昭抱了拳，转身就退了下去。窦昭却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就算王许是要把王谭送到云南去，这也是为子孙成才的正经事，高氏劝不住，庞氏劝不住，难道窦明去了就能劝得住？窦明有时候就是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窦昭不由暗暗地叫了声不好。如果少儿说的全是谎话呢？他一时间冷汗淋漓。可如果于二说的是谎话，又有谁会下这么大功夫算计窦明呢？要让于二和那个少儿背叛王家，是要付出足够多的代价的，特别是像于二这种市井出身的泼皮，惯会见风使舵。想到这里，他不由朝贺寿堂的方向望去，应该不会吧？窦昭觉得是自己太多心了，把窦明骗到京都去，正合了窦明的意，这算是什么吓唬？他舒了口气。但如果不是吓唬呢？窦昭被自己骤然而起的想法给吓着了，只觉得头昏目眩，两腿发软，扶着身边的茶几才没有跌坐下去。快快！他满头大汗地喊着素心，把段护卫找来。素心看他脸色不对，急匆匆地找了段公义来。窦昭反而不知道如何开口了，想了想，这才道：如果于二要拐了五小姐离家，会往哪里去？段公义还以为窦昭发现了什么，听着脸色霎时比窦昭的还难看。他上前几步，低声道：那于二从前常做些坑蒙拐骗的勾当，只是不知道他会把人交给谁，若是王老七，就会卖到扬州的勾栏院里去，若是唐三，就会卖到京都去。窦昭刹那间心里凉飕飕的，说话都带着颤音。你快去查查。段公义应声而去。素心忙倒了杯热茶给窦昭，安慰他道：段大叔是地头蛇，哪里都熟，五小姐不过走了4、5个时辰，应该还没有出真定，肯定很快就能把五小姐找回来的。也知道窦昭担心什么，道：季公子虽然喜欢捉弄人，却从不伤人性命，又是读书人，肯定不会做这种事的，您就放心好了。想想又道：若是您不放心，不妨问问季公子。公子一向心高气骄，如果真是他做的，他不会不承认的。怕就怕不是他做的。粉彩茶中透出来的暖意温暖了窦昭的手，让他紧绷着的心弦也跟着有所松动。他做事向来标新立异，已是人人侧目，我们总不能因此出了点什么事就往他身上扯吧。心里却始终觉得有根刺横在那里。窦明坐在颠簸的马车里，不禁有些后悔，没想到这马车这样的简陋，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带了季红一起出门的。他不由撩开了车帘。于二，我们要多久才能到定州？快了，快了。赶车的于二回过头来，对着窦明谄媚地笑了笑，我们这是走的小路，要是走大路，他们单人匹马，我们很快就会被追上。哦，窦明情绪有点低落，缩回了车厢。晚上，他们在一户农家借宿，肮脏破旧的家具，干硬散发着霉味的被褥，表面还残留着烟灰的茶水，让窦明觉得自己无力足。他躺在炕上，闭上眼球，努力不去想自己身在何处，思绪就渐渐地转到了外祖母家。大舅母看见自己，肯定又是一通教训，二舅母就会护着自己，外祖母从前对自己真是疼到心里去了，可外祖父被人弹劾之后，外祖母对自己好像就没有从前那么好了。是因为窦家没有帮忙的缘故吗？
自己这次去了，外祖母还会不会像从前那样呢？窦明心里七上八下的，辗转反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或者是在陌生的地方，他睡得并不安稳，突然间惊醒过来。窗棂紧闭，清冷的月光从屋顶的明瓦里射进来，落下一方皎洁。外面好像有人在说话，窦明不由支了耳朵听。不行，最少也得50两银子，不说别的，就他身上那件玫红色西连翻纹的妆花被子就能当5两银子，还有他耳朵上戴的那对猫眼石的耳当。窦明顿时毛骨悚，他就穿了件玫红色西连翻纹的妆花被子，戴了对猫眼石的耳当。窦明本能是感觉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十分不妙，他轻手轻脚地爬了起来，身子软绵绵的，也顾不得穿鞋，套了双袜子，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门口。门破破烂烂的，根本就关不住，站在门前就可以透过门缝看到外面的情景。堂屋没有点灯，敞着门，月光从门外照进来，可以清楚地看见于二的影子。他正和一男一女2个陌生人站在厅屋里说话，因为光线的原因，2个人都看不清楚面貌，只是那男的身材特别的魁梧，站在那里厚实的像块盾牌似的，女的身材圆滚，耳朵上的金耳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像双噬人野兽的眼睛，让人觉得瘆得慌。既然那些东西你稀罕，你可以拿去。女的说道，声音有些嘶哑，却带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阴狠。我只要人15两银子，多的一个字也没有。莫二姑，于二不满的低声惨叫，您这也给的太少了点。那丫鬟可是千金小姐，我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她骗到手的。您看我这又是雇车的，又是打点的，您总给让我捞回点本钱吗？您这价也出得太低了点，您好歹给我加点。那莫二姑冷笑，今年都11岁了，已经记得事了，给你15两银子，还是看在你和我们当家的情分上。要是别人3两银子我都嫌多了。听到这个份上，窦明哪里还不明白，什么二表弟坏了大表哥的茶书，什么让他去向外祖母求情，全都是假的。这个于二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要把自己拐的卖了。他心里霎时烧起熊熊烈火，推开门就想把于二大骂一顿，可当他手搭在了门栓上，粗糙的门栓让传来的刺痛却让他很快就冷静下来。得逃，趁着于二还没有发现，他得赶紧逃走。等脱了困，不管是窦家还是王家，伸根指头就能捏死他。窦明咬着牙，顾目四盼，屋里只有一个窗棂，还通往外面的正院。他立刻决定从窗棂逃走，手脚发软地上了炕，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抽了窗楼的栓子，打开了窗扇，外面的铃子却是钉死的，任他如何的推搡，都纹丝不动。完了，完了！窦明坐在那里，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回过神来。那个莫二姑不就是要钱吗？自己许他钱不知道事了，想到这里，他又有了盼头，人也有劲了。他跳下炕，啪地一声打开了房门。门外的3个人不知道在说什么，笑盈盈的，一团和气。听到动静望过来，都露出诧异的表情。窦明很害怕，可从心里冒出来的怒火却驱散了他心中胆怯。于二，你这个被主求荣的东西，你竟然敢哄了我，把我卖人！我外祖父知道了，不把你五马分尸，也要把你千刀万剐，你就等着在官府衙门的大牢里烂掉吧！又嚷道：莫二姑，你不过是了求财，我许你500两银子，不1000两银子，你把我送回去，我让我外祖父好好感谢你。你知道我外祖父是谁吗？他是云南抚巡王右省。我伯父是文华殿大学士，刑部尚书窦元吉，我爹爹是翰林院学士，詹事府府丞。莫二姑笑着打断了窦明的情，移动着圆滚滚的身子走了过来。月光下，一双如豆的小眼睛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没有一丝暖意。小姑娘，没想到你出身这样尊贵，脑子却这么不好使。他说着，朝着于二咧开抹着厚厚口膏的大嘴笑了笑。于二，你这是做的不地道，只说是个千金小姐，却没说是个熟人，你可真是让我难做。原本来笑眯眯的于二此时显得有些畏畏缩缩起来，急声便道：二姑，我不是诚心不告诉您，刚才我们不是只顾着谈价钱了，有些事还没来得及说吗？于二，你这个不得好死的！窦明听着忍不住骂道：事儿呢？他是不是和你一伙的？亏我二表哥对他那么好，我二舅母这样信任你，你竟然做出这种天理不容的事来，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表小姐，我这也是没办法了。于二不以为然的嬉笑道：要怪，只怪你运气不好，我这也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啊。两人争吵间，那莫二姑却退几步，冲着身边一直沉默不语的男子使了个眼色。那男子仿佛没有看见似的，突然上前几步，靠近了于二，
一言不发，掏出把匕首就捅进了于二的胸口。于二连哼都没有哼一声，他不敢相信地瞪着那男子，然后又慢慢地转过头，目光落在了莫二姑的身上。窦明这才反应过来，他尖声厉叫，只是那声音还没有溢出喉咙，就被莫二姑一把捂住了嘴。窦明拼命地挣扎，莫二姑的手却像铁钳似的，让他不管怎样挣扎也挣不脱。于二，要怪只怪你运气不好。他阴森森的道，把刚才他说窦明的话还给了他，我们求财可不是求气的，这位小姐来头这样大，我们可吃不下，只好委屈你们做对私奔的同命鸳鸯了。于二死死地盯着莫二姑，眼中冒出不甘、愤怒、绝望，可那眼神最终也敌不过魁梧男子手中的匕首，渐渐失去了光彩。莫二姑吩咐那男子，还有个叫哨的，应该也在这附近，让兄弟们快去找找，不能留下祸根。说着，掏出块帕子堵住了已经无力挣扎的窦明的嘴，然后把他丢在了地上，把于二搬到炕上去，找个人把这女的奸了，丢在于二身边，做出被逼成奸杀人的样子。不！窦明撕声裂肺地哭着，发出来的声音却像小猫叫似的。他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怕，看着那身材魁梧的男子一副水波不澜的样子，平静的英式，脚步轻快地走出去的时候，求生的本能让他再也顾不得什么，跪爬着抓住了莫二姑的裙裾。你杀了我，求你杀了我！他不要死前还受那样的凌辱。莫二姑轻轻地摆动着裙子，裙裾从窦明的手中落下。窦小姐，这就是你的命啊！他叹息着，充满了悲悯的味道，却更让人觉得惊悚。谁让你自报家门的呢？你要只是个普通富户人家的小姐，我们至于要这样兵戎相见吗？说起来，我这次损失大了。做了你，我们这3-5年恐怕都要东躲西藏的避风头了，生意也做不成了，还得啃老本。他像个市井婆娘唠叨着。那魁梧的男子走了进来。二莫，那小子躲在草垛里，说是于二让他在那里放风，已经丢后面的井里了。笨蛋！莫二姑怒不可遏地骂道，要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你看过私奔还带着小厮，结果主人死在了屋里，小厮落进了井里的吗？还不快把尸体捞出来！又道，天快亮了，你赶紧叫个人进把事办了。魁梧的男子被训得像个儿子似的，却一点脾气也没有，乖乖的应是。我这就去办。莫二姑面色微煦，外面突然响起一阵马蹄声，两人俱是一愣。外面响起男子洪亮粗犷的声音，莫二姑，人还在不在你手里？有人好说话，没人，你就等着你的姘头王老七进法场吧。是段公义，是段公义的声音。窦明泪流满面，呜呜地叫嚷着。他从来没有像此刻盼望听到段公义的声音，他从来没有像此刻感谢段公义的出现。而莫二姑和那魁梧男子却脸色大变，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窦明脸色苍白，两眼发直地坐在床上，像个没有魂魄的泥塑似的，看上去死气沉沉的。周嬷嬷抱着他失声痛哭。窦昭站在窗前，冷眼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自从窦明被段公义救回来之后，他就变成了眼前的这副模样。世间的事就是这样的奇妙。如果庞氏行事堂堂正正，窦明又怎么会误会于二是庞氏派来的？又怎么会落入于二那破绽百出的圈套里呢？可世间的事就是这奇妙，他们总喜欢玩那些阴谋诡计，结果被那些阴谋诡计趁虚而入。这算不算是善求者溺于水呢？思忖中，素心疾步走了进来，低声禀道：小姐，段护卫来了。窦昭看了窦明眼，转身走出了内室。大家都没有发现窦明的手指微微地动了动。厅堂里，段公义正恭敬地给窦昭行礼。四小姐，我已经照你的吩咐交给了官府鲁知府说，这件事他一定会秉公处理的，绝不会让那王老七和莫二姑乱说，请您放心。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带着几分轻快，如果不是因为在窦家做护卫，鲁大人堂堂2榜进士，4品知府，哪里会那样客客气气地和他说话？这让他有种光明正大的感觉，比拿多少银子更让他觉得踏实。有劳段护卫了。窦昭感激地道，问起莫二姑来，他可交代了些什么？段公义苦笑，说了等于没说。于二在灵璧县的时候就和王老七私交甚密，这次只说是在王家犯了事，缺银子，半路上拐了个千金小姐，想换几两银使使。那个叫哨的小厮也被杀了。想要知道于二抽什么金，或者去京都能打听到些什么，这件事只怕还要麻烦段护卫走一趟。窦昭沉吟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就算是能把外面的流言蜚语压下去，可家里的长辈那里却不能不交代一声。五小姐这个样子也不太合适留在真定，我准备让素心带我去见见我父亲。
随便把这件事也跟王家说说，一来是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二来也要让他们知道，武小姐之所以上当受骗，就是因为信了于二的话，让他们以后行事大方一些，不要总是像上不了台面似的，说句话也要交头接耳。段公义本是个胆子大的，又有了在鲁大人那里的经历，对去云南巡抚家拜访坦然了很多。他沉声应是，想到窦昭待他非常的敬重。护卫方面的事从来都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每个月把给他10两银子的应酬开支也是从查账。家里出了这样大的事也是交给他，不由得生出知己之感，待窦昭也就诚心实意，少了些主仆间的尊卑，多了些朋友的爽快，提醒窦昭道：素心毕竟是个小姑娘家，王家的人会听她说吗？窦昭笑道：不是还有二太夫人吗？段公义不解。窦昭笑道：我暂且卖个关子，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正说着，2个孔武有力的婆子压着个面如死灰的丫鬟走了进来。段公义知道窦昭这是要处理内宅的事了，忙起身告退。季红木木地跪在了地上。窦昭道：忠心事主是件好事，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是非不明，善恶不辨。还好今天武小姐找回来了，要是没找回来，你准备怎么办？窦家不能再留你了，等慧牙婆来了，你带上你的东西跟她走吧。季红一愣，眼泪随即刷刷地落了下来。多谢四小姐，多谢四小姐。他咚咚咚地给窦昭磕着头，多谢四小姐不杀之恩。出了这样的事，如果换成是其他人，自己恐怕早就被乱棍打死。现在好歹捡了条命啊。窦昭挥了挥手，示意2个粗使婆子押着季红去见牙婆。2个粗使的婆子会意，屈膝行礼，推搡着季红离开了七甲院。周嬷嬷眼睛红肿的从内室走了出来，她跪在窦昭的面前，又羞又愧。四小姐，我知道我说什么也没用了，我也没脸再服侍武小姐了，只求四小姐能给武小姐找几个安分规矩的人在身边服侍，武小姐就是想做什么也做不成，我一辈子都感激四小姐。说完给窦昭磕了3个头。周嬷嬷和那些丫鬟婆子不一样，她是窦明的乳娘，对窦明有奶养之恩，而且她没有卖身契，只在雇佣文书，若是在雇佣期间要走，不过赔几两银子就行了。她之所以一直这么任劳任怨地照顾窦明，是真心把窦明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窦昭不由暗暗地叹了口气，嬷嬷还是留下来吧，我看窦明吓得不轻，只怕一时半会都要养着，他是你从小奶大的，有你在他身边，他能也好得快一点。周嬷嬷错愕。窦昭道：不过窦明身边的其他人却不再适合留在栖霞院当差了，我会和崔姨奶奶商量，看这事到底怎样办好的。周嬷嬷这才回过神来。四小姐，难怪别人都夸您是菩萨心肠。她抹着眼泪道：您大人大量，不和吴小姐计较，这是武小姐的福气啊。福气什么的不敢当。窦昭淡淡地道：我只盼着她经了这一件事能长为记性，以后行事不要总是先想着那些邪门歪道，要往正道上想，往正道上走。爹爹不让她回京，她想回去，只管想尽办法去求爹爹，求他外祖母，却不该这样不清不楚地跟着别人私自回京。要不她存着这点念想，那于二又怎么能哄了她上当？周嬷嬷连连点头。武小姐教训的事，我以后会慢慢跟四小姐说的。2人正说着，大夫过来了。因那大夫已年过5旬，又是从小在府家走动的，窦昭没有回避，等大夫给窦明诊了脉，窦昭请大夫到花厅里坐下，仔细地问了病情，将方子交给甘露去拿药，亲自送大夫到了二门，之后去了祖母那里，但没敢把窦明被拐的事告诉祖母，只说是窦明吵着要去京都。栖霞院那些服侍的人竟然帮着他在外面悄悄雇了车马，要不是周嬷嬷告诉他，窦明只怕就偷偷地跑回京都了，要处置栖霞院的人。窦明因不太瞧得起祖母，平日不过是隔3差5的来给祖母问个安，阴个毛，还没有去二太夫人那里去的勤。加之窦昭特意嘱咐，祖母并不知道明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叹息窦氏应造孽，好生生一个孩子被他养成不成样子了。又嘱咐窦昭，你是做姐姐的，就是他有什么错，你也要好生生的教他才是，不能让他放任自流。祖母事事通透，早就看出窦昭对窦明一直以来都是附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虽然觉这样不好，可窦昭是在他面前长大的，又从小就和他亲近，他不自觉的就有些偏袒窦昭，有些事也就装聋作哑，当是不知道的。窦昭心里也明白，颇为敷衍的笑着，应是不是他不想管，而是窦明父母俱在，轮不到他管。但这次他下定决心把窦明送回京都去，也许遂了窦明的心愿，窦明会承顺些从祖母屋里出来，他开始整顿栖霞院的人。
西豆又是请大夫，又是放人卖人的，东豆这边很快就察觉到了异样。二太夫人叫了窦昭过去说话。窦昭长红脸，把窦明的事告诉了二太夫人，并道：这样的话实在是说不出口，也不知道怎么跟您说，只好拖一天是一天。二太夫人气得差点闭过气去。二太太和柳嬷嬷掐了半天的人中，二太夫人才顺过气来。孽障，孽障！二太夫人骂道：我就知道他们王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又问窦昭，可查清楚了那个于二为什么要拐窦明没有？也不喊明姐了。窦昭把查到的都告诉了二太夫人，把自己的算让素心去拜访王家的人也说了。二太夫人连连点头，窦昭的手道：好孩子，真是难为了你。说来说去都是你父亲惹的祸，子不言父过。二太太忙在一旁干咳了几声。二太夫人也察觉到失了言，忙转移话题，安慰了窦昭半晌，还问窦昭有没有什么为难的，如果有什么为难的事，只管来找他。窦昭拿到了尚风宝剑，自然是谢了又谢。二太夫人就道：不过素心是个小姑，又是个仆妇，让她去跟王家的人说不合适，我看这样好了，我写封信给你五伯父，让柳嬷嬷陪着素心去京都见你五伯母，这件事就交给你五伯母去处理好了，你毕竟是做姐姐的，而且没有出阁，别把自己牵扯了进去。窦昭正等着二太夫人的这句话。二太夫人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善于审时度势。当初她为了儿子可以在曾一芬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可以和自己的小叔子僵持一天一夜，力挺王映雪扶正，等到王行仪有可能和儿子竞争内阁大学士的时候，她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寒碜王映雪。现在五伯父入了阁，王行仪从陕西巡抚变成了云南巡抚，正是他要报从前在王家人面前忍辱负重之仇的时候了。王家的仆人出了这样大的纰漏，他要是不趁机把王许氏踩得抬不起头来，他就不是窦家的那个二太夫人了。就像他一直记得乌太太似的，窦氏叔一入阁，他遇人就说乌善之所以得考中按手，全是因为窦家族学的杜夫人给乌善开小灶的原因，而杜夫子之所以给乌善开小灶，是因为当初窦氏叔落难的时候，乌松年虽然请窦氏叔喝过一顿酒的缘故，窦氏叔变成了一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而在儿子一考中按手之后，就和窦家渐行渐远，乌家则成了忘恩负义之辈。偏偏乌太太还不能辩解，还不能像从前那样领着儿子女儿常常去窦家串门。接下来的几天，窦昭把精力放在了窦明身上。大夫看过了一个又一个，方子换了一副又一副中，窦明却还是那副痴痴呆呆的模样，不说话，不吃东西，不理人。周嬷嬷急得直哭，这可怎么得了，这可怎么得了。窦昭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已到了京都的段公义派人送信来，说王谭根本没有弄坏王楠的推荐文书，而于二弟却是犯了是他和人赌博输了银子，怂恿着尚儿偷了王谭的古董笔洗卖，被王家的人发现，把他和尚儿赶出了王府，线索又断了。窦昭长长地叹了口气。二太太、三太太和几位在家的堂嫂、侄儿媳妇都过来探病。窦明被拐的事对窦家的声誉太坏，二太夫人、二太太和窦昭几个早就统一了说法，不管是谁问起，都只说是窦明闹着去京都找他母亲，窦昭不答应，他和窦昭生闷气，半夜三更躲在花园子里吓唬窦昭，谁知道却把自己吓着了。他这个样子，不管是谁看了都要帮着出主意，或介绍哪个名医，或推荐哪个道长。可东窦的女眷们不知道是相信了二太夫人的说辞，觉得这不过是件值得关注的小事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家纷纷都安慰窦明好好静养，却没有一个帮着窦明出主意的，那暧昧的态度好像都不过是碍着亲戚的面子来走个过场似的。反倒是窦昭不时被这个那个的拉到一旁说梯叽话，或被喊着傻孩子，或被喊着傻妹妹，道这事你可扛不住，快跟你父亲说一声，把交给他母亲是正经。窦昭只好一遍又一遍的解释，说段护卫已经护送柳嬷嬷和素心去了京都。说话的人松了口气的同时，均反复的叮嘱他，这次不管你父亲说什么，你也不能把明姐接在手里了，这孩子太不让人省心了。窦昭不住地点头，向给他提点的人道谢。好不容易应付完东府的亲眷，到了立冬日，窦昭把早就准备好的菊花、金银花赏赐给府中的个人，大家煮了汤，沐浴扫戒，整个府地都飘荡着菊花和金银花的香味。周嬷嬷也一早帮窦明沐浴，又看见天气晴好，想着窦明这些天一直窝在家里，禀了窦昭。和新拨过来照顾窦明的媳妇方生家的并几个大小丫鬟拿着坐垫，捧了茶水点心、锦物等，扶着窦明去了后花园。一面走还一走告诉窦明，这是金缕梅，这是广玉兰，这是石榴树，这广玉兰春天的时候开花。
石榴树呢，要到夏天开花，开完了花还结石榴，絮絮叨叨的，把窦明当个懵懵懂懂什么也不知道的孩子。窦明呢，木木的，仿佛这些全与他无关。方生家满脸的怜悯，在湖边的水榭歇下。周嬷嬷就吩咐几个小丫鬟，你们去玩吧。方生家的迟疑道，这妥当吗？他们都是新进府的，听说从前的人是因为服侍窦明不利被窦昭打发出去的。进来的时候又跟着家中的管事妈妈学了快半个月的规矩，才被拨到栖霞院来。大家循规蹈矩的照着管事妈妈说的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从前五小姐可喜欢热闹了。周嬷嬷怅然的道，你们欢欢喜喜的，五小姐在这里看着，说不定想起从前的事，并能有点起色也不一定。又道，四小姐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刻板的人，是从前栖霞院的那些人有过失，四小姐才换的人。你们要是不相信啊，可以看看四小姐身边的人，哪个不是欢天喜地一脸的笑。方生家想想也是，笑着吩咐下去。几个小丫鬟不过7、8岁的年纪，窦昭当初选他们服侍窦明，也是希望栖霞院的气氛活泼些，都不是什么心思重的孩子。开始还有些拘束，后来看着花园子里铺着彩砖的小径，一棚棚盛放的茶花，郁郁葱葱的老树，渐渐就放开了手脚。你和我斗草，我和你看花，欢声笑语，一派热闹，把被窦启俊缠了几天，借口要出去走走。坐在不远处的太湖石假山旁边的季勇和窦启俊给惊动了。窦启俊拉着季勇拿上了假山上的凉亭，正好看见几个小丫鬟笑嘻嘻的闹成了一团，他不由道，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惹得季勇直翻白眼，道，你看着哪一个千娇百媚似春莺的？一个个土头土地脸的，一句话没有说话，突地咦了一声，往山下走去。你去干什么？窦启俊急急地追了上去，就看见几个丫鬟簇拥着窦昭朝水榭走去。四姑娘，窦启俊喊着窦昭。窦昭回过头来，看见是窦启俊和季勇，笑了起来。季表哥和伯燕也在园子里子散步啊。窦启俊笑道，这几天天天读书到半夜，难得好天气，出来走走。然后看见了坐在水榭里的窦明，道，五姑姑的病好些了没有？暂时还没有什么起色。窦昭情绪有些低落。季勇却不以为然地道，关你什么事？你又不是他娘，就算是他娘，也不能天天把他拴在裤腰带上吧。窦昭苦笑，爹爹把他交给了我，我总归是有责任的。窦启俊也道，法理不外乎于人情，从法学上讲得通，从儒学上讲不通，所以儒家乱法，崩坏朝纲，未必太武断。若是人人都只守法不讲人情，那些为民除害的义士岂不都要被判罪？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情可讲，才有漏洞可钻。为民除害是官府的事，与那些江湖人士何干？窦昭不由打趣季勇道，季表哥，好像你也是儒生哦。季勇撇开撇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窦启俊和窦昭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三个人一起进了水榭，周嬷嬷等人忙上前行礼。窦昭问他们，五小姐今天怎样？还好。周嬷嬷含蓄地道，早上吃了半个包子，一小碗梗米粥，中午吃了几片春笋，几块红烧肘子，一小半碗面条。窦昭点头。窦启俊就笑着和窦明打招呼，五姑姑，您可还认得我？窦明木然地坐在水榭旁的美人椅上，呆呆地望着窗外，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我看他挺好的吗？季勇毒舌道，能吃能喝的，还不闹腾，比从前看着顺眼多了。季公子，周嬷嬷强忍着心中的怒火，沉声道，请您口下留情。季勇冷笑，难道我说的不对？像他这样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能这样好生生的待在家里，不生事闯祸，是他的福气。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是所有的事只人斗王两家的人出面就能摆平的。窦昭和窦启俊默然，周嬷嬷却眼睛一红，哑声道，就算如此，季公子也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五小姐才是。她才多大点？3岁看老。季勇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周嬷嬷的话，她是个什么德性，你还不知道？她有今天，你难道能撇得清？别出了事就赖别人，也不想想自己。季表哥，窦昭不悦地喊了他一声。算了。季勇挥了挥手，一副不和周嬷嬷一般见识的模样，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懒得理你。周嬷嬷脸通红。窦明突然捂着耳朵尖叫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转过脸来。窦明、窦启俊、周嬷嬷和方生家的忙跑，焦急地问他，怎么了？怎么了？周嬷嬷更是把窦明搂在了怀里，哽咽道，明姐儿，明姐儿，您这是怎么了？自从被段公义救回来之后，就神色呆滞的窦明却猛地指了季勇，尖声厉叫道，就是他，
就是他害的我，是他指使的于二。众人满脸的惊骇，除了窦昭和窦启俊之外，前者低垂着眼睑，后者面色冷峻。五姑姑，话是不能乱说的。他沉着脸道，你说季公子害了你，你有什么证据？我就知道。窦明凄厉地叫喊着，于二说了，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我只得罪过他，只有他会害我。窦启俊听着这完全没有理智的话，直接无视窦明的叫唤，而是满脸歉意地给季勇赔不是。五姑姑可能被吓得有些糊涂了，还请季公子多多海涵。季勇目露讥讽地瞥了窦明一眼，扬长而去。窦启俊匆匆地对窦昭说了句，季公子性情高傲，这件事我会和他好好解释的，您不用管了，拔腿就追了上去。是他，就是他。窦明目自尽裂地冲着急起的背影嚷着，对着周嬷嬷又是挠又是踢打的，想挣开周嬷嬷去追季勇，我要和他同归于尽。五小姐，周嬷嬷急得满头大汗，方生家的也上前帮忙。窦昭却走到了水榭旁，站在美人靠前远眺。吉勇和窦启俊说着话，消失在了曲径中。晚上他去找吉勇，如果段公义没能及时追上窦明，会怎样？吉勇笑道，给他个教训而已，实际上你根本不用管他，并没有明确的回答他有什么安排。夜风吹过，带着刺骨的寒意，窦昭不由紧了紧斗篷。吉勇却道，喂，你不会真的生气了吧？要怪只能怪他运气太差，遇到了我。不过如果不是遇到了我，就变成你的运气太差了。我知道。窦昭低低地道，灯笼从半空中落下来，很可能烧坏你半边脸，你就再也没机会入世了。吃了巴豆的马如果突然腿软，你有可能从马背上摔下来，落得个半身不遂。花里里那次如果他得逞，我们可能会身败名裂。说到这里，他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吉勇的眼睛，所以我没有指责你，可我也希望你做事能给人留一线生机。季勇听着勃然大怒，留一线生机？他可曾给我留一线生机？如果我是个毫无抵抗之力的人呢？他是不是可以随意的羞辱我，而我就得白白的被他羞辱？你刚才也说了，那灯笼落下来恐怕会烧了我的脸，马腿一软可能会让我摔下来。你明明知道他做的那些事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你还为他说话，说来说去不过是因为她是你妹妹罢了。窦昭突然明白窦家老太爷为何要季勇出来历练了。季勇心中没有是非道德观念，这样的人通常都是因为没人教导，没有读过书。他恰恰相反，他是因为太聪明，读了太多的书，知道太多的事，变得骄傲自负，而看清一切礼仪道德。别人做了坏事，至少知道是错的，或者还会忌惮鬼神和命运，但季勇他什么都不怕，他是真正的肆无忌惮，所以他不关心窦明的死活，他不在乎窦明的下场。不是。望着激动的吉勇，窦昭打断了他的话，不是因为她是我妹妹，而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变成一个和窦明一样的人。他的声音平静理智，带着一点点的痛心，让季勇愣住。你那么的聪明，那么的能干。窦昭认真地望着他，学什么都比别人快，做什么都比别人好。别人要琢磨半天的事，你不假思索就做到了，你理应比所有的人都优秀，都出色才是。可你看你现在，和方外之人斗法，和窦明论长短。你再看看伯彦，他花了1年的时候走遍了真定，希望能尽己所能让黎民百姓生活得更好些，他也许不如你，可他做的事却比你要更有意义。季表哥，他的表情真挚，你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不局限在这内宅里。以你的聪明才智，你一定能成为一个造福黎民百姓，让后辈敬仰的人。季勇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气氛压抑而沉重。吉勇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他这话教训的味道是不是太重了些？窦昭思忖着，露出个揶揄的笑容，道：到时候我就可以跟我的后辈们说，季建明季勇是我的表兄哦，当初他考进士的时候还曾借住在我们家读书呢。吉勇板着脸，一丝笑容也没有，甩袖而去。哎，窦明摇头。素兰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小姐，五小姐闹着要来找季公子。窦昭顿时心头冒火，恼道：他发什么羊癫疯？一面说，一面快步朝栖霞院去。素兰几个连忙跟上。栖霞院灯火通明，周嬷嬷紧紧地抱着在那里正上蹦下跳的窦明的腰，苦口婆地劝着：五小姐，您别闹了，闹开了，那天的事就包不住了，你以后可怎么做人啊？四小姐这几天为了您的事，忙里忙外，忙前忙后的，人都瘦了，您就是看在四小姐的面子上。我凭什么要看她的面子？窦明听着越发的暴躁，嘶吼道：他明明知道是季勇害了我，还包庇季勇，他把我当妹妹了吗？
包不住就包不住，大不了一死。周嬷嬷，你放开他吧。不知道什么时候，窦明已进了内室。他站在门口，冷冷地望着窦明。他不过是仗着现在回了家，要是闹过了头，窦家的人不会坐视不理，季建明不敢把他怎么而已。他既然要去找季建明，就让他去吧。不过我的话说在前面，你不给我面子，我也用不着给你面子。这次哪怕是季建明要把你按在湖里溺死，我也会袖手关旁的。他说着，目光从内室服侍的众人脸上一一扫过。至于你们，有谁帮着他胡作非为，从前栖霞院服侍的就是他的下场。丫鬟、媳妇立刻面如土灰，瑟瑟缩缩地挤在了墙角。窦明撑着窦昭，仿佛在把窦昭吃了似的。窦昭，你别以为我不敢。你敢？窦昭神色平静，好像窦明是在叫嚷着不吃青菜似的。我知道你敢，所以我让周嬷嬷放开你。把正你谁也不在乎，贴身的丫鬟季红帮你被卖了，你再换一个丫鬟好了。周嬷嬷护着你，那是她心甘情愿的，她死了也是活该。你胡说，你胡说。一向在窦昭面前强横的窦明第一次出现了惊慌失措的表情。我胡说了吗？窦昭反问，季红哪里去了？你再问问周嬷嬷，要不是我，她还能站在这里？一个连自己身边的人都维护不了的窝囊废，也就配在家里横行。你若真有本事，就别连累身边的人啊，自己去找季建明算账去说着，吩咐素兰，你传了我的话下去，把大门关了，五小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如果有人要帮五小姐，哪怕是帮着五小姐递了一根针，立刻乱棍打死。周嬷嬷把窦明抱得更紧了。五小姐，五小姐，我求求您了，你求求您了。窦明发狠地掰开了周嬷嬷的手，冲了出去。周嬷嬷立刻追了上去。窦昭一把拦住了周嬷嬷，你难道还想害她一次？周嬷嬷失声痛哭。窦明凭着心中的一股怒气，一股脑地冲到了贺寿堂。可当他站在贺寿堂门口的时候，却犹豫了。一路上遇到他的人果真都对他视而不见。莫二姑那冰冷如霜的小眼睛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由打了个寒战，双肘抱胸。有小厮从贺寿堂出来，公子这是怎么了？不吃不喝的傻躺在醉翁椅上，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跟太老爷交代啊？没事，听说从前公子要做长生不老丹，整整1年都没有迈出厢房一步，还不是好好的。窦明忙躲到了一旁的大树后，两个小厮说说笑笑的从他身边走过。他蹲在了树下，看着夕阳西下，四周渐渐笼罩在黑暗中，夜风好像能吹到人的骨头里。窦明冷得发抖。没有人来找他，月色如华，天空中疏疏落落地挂着几颗星子。窦明、吉勇，我要让你们好看，我要让你们好看。窦明双手握拳，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有个黑影猛地从旁边的花圃里窜了出来，落在了他脚边。他厉声尖叫，逃也似的朝栖霞院跑去。黑影吓了一大跳，弓着身子喵了一声。贺寿堂和栖霞院都安静下来。素兰长舒了口气，终于能安安静静地做点别的事了。立了冬，就要开始准备冬至节的祭祀了。仆妇们要冲年糕、弄扁食，窦昭得亲手做上鞋袜给长辈。一时间大家都忙了起来。段公义和素心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窦昭和素心在内室说话，七老爷气得不得了，没等我退下去就把手中的茶杯给砸了。柳嬷嬷更厉害，阴一句阳一句的，句句都说王家没教养，教不好女儿，连仆妇都教不好。王老太太听了差点闭过气去，王家的二奶奶就跳出来和柳嬷嬷吵，柳嬷嬷带去的那个马俊家的毫不示容，和王家二奶奶对骂。素心咋舌道，我平时看马俊家的待人挺和气的，没想到口嘴这样的锋利，难怪柳嬷嬷要带了他去，要不是他，我们这边还就真没有能接上王家二奶奶话的人。后来还王家的大奶奶出面，一面劝王老太太不要和柳嬷嬷一般见识，一面呵斥柳嬷嬷上下不分，没有尊卑，几句话倒是说得十分漂亮，只可惜柳嬷嬷奉了二太夫人之命去的，存心就是去吵架的，说起话来也毫不客气，三方两语就把王家大话堵在了嘴里。偏偏王老太太还嫌王家大奶奶说话绵柔，不让王家大奶奶插手。王家大奶奶在一旁干着急，堂堂巡抚司邸，比我们真定县的大街还不如，骂的那叫个响亮，也不知道隔壁的人家听不听得见，这也是在窦昭的预料之中。窦明毕竟是窦家的小姐，把事情闹开了，对窦家也没有好处，但就这样放过王许氏二太夫人，心里肯定不愿意，派了几个厉害的婆子去寒碜寒碜王许氏，给王许氏添添堵，也让自己解解气。不过王许氏选择了和柳嬷嬷他们对骂，还是让窦明有点意外。前一世窦昭梅少和王许氏打交道，
在他的印象中，王许氏还是个比较注重自己形象的人，可见这样是真的急红了眼。这些都不是他关心的事，他只关心父亲窦世英的反应。窦昭问素心：“你可把我的话带给了我爹爹？他是怎么说的？”七老爷很为难的样子。素心道：“说把五小姐交给别人他不放心，我就把二太夫人那天和您说的话告诉了七老爷。七老爷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我快回来的时候才把我叫了进去，说让我们过了冬至节就把五小姐送到京都去。不过我听高总管说，七老爷好像请了个从宫里出来的教习嬷嬷，准备好好的教五小姐规矩。这样也好。”窦昭点头。春兰笑盈盈的跑了进来：“段护卫来了。”段公义临行近，他曾悄悄嘱咐段公义找个机会和陈曲水见上一面。窦昭立刻起身去了内室。段公义的头发还湿漉漉的，显然是洗漱了一番才来见他的。厅堂也没有别人，窦昭直接问起他来：“陈先生现在怎么？”“陈先生一切安好。”段公义肃然道：“刚开始他去哪里还有人拦着，自从蒋家的事尘落定之后，只要不是梅公子的书房、内室、宴席室、账房这样的地方，陈先生都可以自由进出。”说到这里，他语气一顿，道：“不过蒋夫人10月26日病逝了。英国公夫人宋默的母亲病逝了。”窦昭有片刻的恍惚，前一世宋默的一切转变就是从他母亲病逝开始的。可那个时候蒋家满门被斩，极力营救母兄的蒋氏在自责和悔恨中多思多虑，郁于胸，缠绵病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这一世蒋家妇孺保住了性命，男丁被流放，虽说蒋兰孙去世了，蒋家可能失去了东山再起重返庙堂的机会，但后嗣还在。蒋夫人在蒋家的支柱蒋梅孙和战将蒋松孙去世的时候都挺了过来，之后也一直好好的。现在他成了蒋家最大的后援，照理说这个时候他应该更坚韧才是，怎么突然间就病逝了呢？难道之前就有先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发现。但宋默不可能不发现啊。蒋氏既然把托孤这种大事都交给了宋默，可见平日对这个长子的亲呢。宋默又是那种心细如发、缜密周全之人，他不可能不发现。如果蒋氏有异样，宋默又怎么会来给他送谢礼？还有上一世宋默是因为母校期间与丫鬟通奸成孕被御史弹劾的。一个14岁的小孩子，正是懵懵懂懂不懂事的时候，又一直娇生惯养的长大，出了这样的纰漏也是有可能。窦昭不过是有点奇怪英国公对这件事的反应，但定国公被定罪，英国公为了讨好皇家也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纵然英国公曾经有错，但在宋默做世子的那些年里，对宋默对是宠爱有加的，宋默最后却是父杀弟，而且是用那种血腥的手段，这才是窦昭对宋默非常的忌惮的原因。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父母的错误都不能原谅，可见他的为人有多偏激，心胸有多狭窄。可这一世，他和宋默有了结交，对宋默有了重新的认识。13岁就能逼得他只好用诡计抢孩子才有机会坐下来说话的少年，就算是母校期间和丫鬟通兼受孕，掌握了蒋家留在京都信息网的宋默，怎么可能会让事情发展到被御史弹劾的地步？窦昭是做过侯夫人的人，勋贵之家重长子更堪官宦之家，官宦之家以举科光耀门楣，长子未必就一定是读书最好的那个人，可子弟中一旦有谁能科举入仕，他就掌握了这个家里的发言权，甚至有些会重新开宗立派，从元宗祠中脱离而去。家族的兴衰常由此而来。勋贵之家却不同，爵位只有一个，只要你是嫡支的嫡长子、嫡长孙，就有资格继承。哪怕你像张元明那样木讷肥吃的连自己母亲都不喜欢，只要你不做错事，父母也没有办法随意剥夺你的继承权。而且你要是能干，就去谋个差事，不能干的就顶着爵位混吃混喝等死好了。反正有俸禄可拿，不过是多少而已。这样一来，嫡长子、嫡长孙延绵子嗣的责任就很重要的。他们诞生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是这个家族的荣耀能否继续下去的保障。男子15束发，宋默今年13岁，他是长子，而且还是请了封的世子。窦昭生了魏巍之后，田氏怕他不懂，都曾反复地嘱咐过他，男子过早接触男女之情会让其情缘早泄，不利于以后的生育。在魏巍15岁之前，屋里服侍的丫鬟最好是那种老成持重的，千万不可让魏巍被人勾引了。甚至没有丫鬟被拨到魏巍屋里服侍的时候，田氏都会把人叫去，威胁利诱一番。不过是谁要是和魏巍有了首尾，那就是狐妹子，不要说母凭子贵了，连人带孩子一块打死，丢到乱坟岗上去。如果听话，等魏巍15岁，自然会为他们做主之类的。连济宁侯府都知道的道理，英国公府不可能不知道。
况且蒋氏又是个明白人，对宋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不可能不管束宋墨屋里的丫鬟，宋墨怎么就会做出了那种事的呢？不想还不觉得，一想处处是漏洞，处处是疑点，窦昭顿时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他却全无防备的慌乱。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生是否会一一重演？这个时候宋墨在哪里？窦昭不由急急地问段公义：梅公子可回来了？为了保密，他们谈话的时候一直称宋墨为梅公子。他隐隐有种感觉，以宋墨的为人，既然走的时候来向他辞行，回来的时候肯定也会差了人告诉他一声的。果然，段公义道：梅公子还没有回来，不过听说已经让人去报信了。莫名的，窦昭心里咯噔一声，心弦紧紧地绷了起来。那英国公夫人是怎么死的？他急急地道。段公义和素心都感觉到窦昭的情绪不对，他听到了英国公夫人的死讯之后，好像特别紧张，甚至还带着一点点惶恐，这有点像他第一次见到宋墨时的反应。素心想到，当时若不是自己手急扶了四小姐一把，四小姐差点就两腿发软地一个剧烈了。段公义则奇怪，自己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英国公夫人是病死的，怎么四小姐还问是怎么死的？还能有什么死法？但窦昭既然问了，他总得回答吧。他想了想，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找到梅公子府上的时候，门前已是白花花一片，全是来吊祭的人。我趁机溜了进去。听陈先生说，蒋兰孙去世的消息传到府上的时候，夫人就有些不舒服。梅公子走后没几天，夫人就病了，御医进进出出的，夫人的病却不见起色。国公爷和二公子都在夫人床前侍疾，连太后和皇后娘娘都惊动了，皇后娘娘还亲自来探过病，可这病就是不好，拖了1个多月就不行了，全无异样。可听着为什么心里越发觉得不安了呢？送走了段公义，打发了素心，窦昭推开了书房的窗扇，大红灯笼把院子里照得通红，一阵刺骨的寒气涌了进来。窦昭却觉得精神一振，宋墨又是什么时候被赶出家门的呢？他忘不由暗暗自责，当时为什么不多留个心，现在也不至于忧心忡忡了。窦昭叹了口气，就看见素兰提着盏红纱灯笼匆匆地穿过院子朝这边走过来。怎么了？窦昭没他走近，就在窗口和素兰打招呼。素兰草草地屈膝给他行了个礼，没有应答，撩帘而入。窦昭不禁心中一沉，把屋里服侍的都遣了下去。素兰在旁边等2个丫鬟出了门，这才走到了窦昭的身边，低声道：陆明要见您。现在，此时二门已落了锁，窦昭一般是不见外人的，陆明也从来没有要见过窦昭。窦昭心里砰砰乱跳起来，忙道：快让他进来。素兰嗯了一声，神色凝重地走出去，不一会就带了陆明进来。陆明给窦昭行过礼之后，站在厅堂里不说话。素兰立刻遣了屋里服侍的，关上了厅堂的隔扇，守在了门外。陆明上前几步，悄声道：严先生奉公子之命去亳州给梅夫人报丧，梅夫人担心公子身边没有使的人，让徐青跟着严先生一起回京。路上他们遇人袭击，徐青身负重伤，严先生肩头也中了一箭，却始终无法摆脱追杀。严先生设了个声东击西的局，和徐青躲在了您的田庄，想请您帮着给英国公府送个信，让人来接应。窦昭的感觉很不好，先是蒋氏去世，接着是严朝清和徐青被追杀，这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知道是谁追杀他们吗？他问着，脸色不由得沉了下来。不知道是谁。陆明的脸色也很难看，对方如复古之居，怎么也甩不掉，就算被徐青活捉，立刻咬碎牙齿服毒自尽，是养的死士。严先生担心对方在进京的途上服了重兵，不敢再继续前行，只能府里派人接应。窦昭没有立刻回应，而是坐在那里，用指尖轻轻地敲起桌面来。陆明大气也不敢吭。认真的说起来，窦家四小姐和英国公府非亲非故，还和公子有下戏，又是一介女流，就算是袖手官旁也是正理。他们的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但对方既然敢对严先生和徐青动手，而且能让徐青受伤，能让严先生摸不清楚来路，可见厉害。只怕早就把他们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是公子的随从，如果有心，认识他不难。严先生怕他被人认出来，这才不得已向窦四小姐求助的。他正琢磨着，窦昭突然脸色大变，高声叫着素兰道：快去请了段护卫来。段公义是窦家护卫里身手最好的一个。陆明闻言也脸色大变，忙道：四小姐，您这是？窦昭没有理睬他，而是双手紧握的在屋里走来走去，显得有些急躁。段公义很快被叫了进来。
他的头发还有些凌乱，显然是被从床上叫醒的。窦昭也不管这些了，问段公义：你说你是趁机溜进国公府的，外院还好说，梅公子住的地方应该守卫森严，而且赵先生身份特殊，你怎么能顺利见到赵先生？段公义有些茫然道：国公爷太大了，我原本就准备先从后门装成搬菜运煤的仆人混进去，再随机应变的，因而穿了件和国公爷仆人一模一样的衣裳，见有人送祭品，我就装成国公府的家丁上前帮忙。来祭拜的人很多，那些门子什么的根本顾不过来，那些护卫好像也被叫去帮忙了，遇到的几个不过是寻常的巡防，倒是垂花门前的几个婆子让我费了番功夫。好在陈先生正在院子里侍弄花草，我很快就找到了陈先生。不可能。没等段公义的话说完，陆明已失声尖利地道：府里账房、回事处、马房都是各司其职的，不可能把护卫叫过去帮忙。要是能这样随意调动，府里岂不早就乱了套？说到这里，除了段公义，屋里的人都一脸的铁青。与此同时，远在京都的陈曲水却被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惊声，他悚然而起，听到哗啦啦，雨从天落，原来是下雨了。他捂着胸口，半晌心情才平复下来。在英国公府的这些日子，对陈曲水来说真可谓是枕戈待旦。虽然前些日子宋墨解除了他的监禁，可对他来说，一日不离开英国公府，一旦就如同在虎穴。他静静地坐了一会，雨越下越大，狂风吹动着树枝，发出噼里啪啦的撞击声，床头的安息香漂浮在空中，却给人种祥和安宁之感。陈曲水不由微笑，这个松罗什么时候点起了安息香？是怕他睡不好吗？宋墨派了2个12、3岁的小厮来服侍他，一个叫松罗，一个叫武夷，都是茶的名字。松罗活泼，武夷沉稳，但2个人都很灵敏，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句都不说。吃穿用度十分周到，还略通文墨，奉承他的时候都言之有物，让他不时感慨英国公府的赫轩随随便便就能拿出这样的2个小厮来，没有100年的沉淀怎么做得到？他想起书房的窗户没关，书房最怕湿气了。陈曲水喊当值的小厮：松罗，松罗。没有人答应。陈曲皱了皱眉头，不知道是因为奉命行事的缘故，还是英国公府的规矩如此，平时2个小厮从不曾离他左右，而今天他竟然换不到人。他暗暗奇怪，眼角的余光映入一件白布孝衣上，这是一个叫曾武的家丁送来的。英国公夫人去世了，英国公府的人都得戴孝。他向曾武解释，我只是客居此时，穿得素净些就是了。曾武翻了翻白眼，不耻地道：你既吃英国公府的，喝英国公府的，就得守英国公府的规矩。别以为你是严先生的知己就可以与众不同，就是严先生回来了，也得戴重孝。陈曲水是借口严朝清有救助进来的，他当然不会为这个和曾武一般见识，默默收下了孝衣。曾武趾高气扬地朝外走，一面走还一面嘀咕道：不就是个借口和严先生认识，哄了公子，跑到我们府里来骗吃骗喝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敢在老子面前拿，瞧，把我给惹火了。老子到国公爷那里去告你一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语气中充满了不屑和鄙视。陈曲水只能苦笑，英国公府不止一个人这样看待他，不过这样也好，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他从一旁的高柜里找了件袍子披在背后，去了书房。4扇冰裂纹的织锦窗在白天让书房里亮敞透气，可此时却关起来有些麻烦。陈曲水正要收了支架，就看见松罗头顶着片芭蕉叶朝这边跑了过来。他想到了屋里的那只安息火，水心中一动，躲在了窗后。很快五廊下就响起了轻盈的脚步声，一直走到了内室旁的耳房，那是松罗和武夷的睡房。这么晚了，他去了哪里？陈曲水思忖着，从窗后走了出来。有人冒雨朝这边跑过来，陈曲水定睛一看，竟然是武夷，他和松罗一样，径直去了耳房。陈曲水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寻常，他想了想，轻走轻脚地贴着房的门，听着里面的动静。你快点把湿衣服换了，小心被陈先生发现了。武夷的声音虽然小，但在这样的夜晚却听得十分清楚。真倒霉，怎么遇上了雨？松罗小声嘀咕道。武夷却问，你打听到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打听到。松罗的声音显得有些丧举，只知道是国公爷亲自嘱咐那王熙来抓的人，至于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只得等世子爷回来再处置。他说着，语带困惑地道，好奇怪，府里的那些护卫好多我都不认识，反复地盘查我的身份，要不是遇到了谢护卫，我差点回不来。
从前有新进的护卫都会由人带些日子，把府里的人认个七七八八了，才会让他们巡防。可这一次4个人里，我只认识谢护卫一个，所以我觉得不对劲嘛。武姨的声音显得很担忧，陈桃哥是世子爷近身服侍的，世子爷不止一次的夸奖他小心谨慎，连自己的梯级银子都交给了陈桃哥管。陈桃哥到底犯了什么事呢？还有文护卫，世子爷走的时候曾当着我的面跟他说，世子爷去辽东的这日子，让他多看护点我们的院子，还说让我有什么事就去找他。可我找了他好几趟都没有找到人，他到底在干什么？两人同时沉默下来。陈曲水忙回了房躺下。不一会，松罗走了进来。陈先生，陈先生，他小声地喊着陈曲水。陈曲水哼着翻了个身。松罗长长地舒了口气，在屏风外临窗的大炕上躺下。陈曲水却怎么也睡不着了。陈桃他认识，正如武姨所说的，是个很细心的年轻人，沉默寡言，又能察言观色，以他的性格，做个贴身随从再合适不过了。他能犯什么事呢？不知道窦昭怎样了。有段公义和陈晓峰在他身边，他应该很安全。那天的事真是惊悚，要不是小姐当机立断，他们恐怕都会死在田庄吧。可惜却要嫁给魏廷瑜，那个没脑子的，也不想他和宋墨不管是年纪还是身份都相差甚远，那宋墨凭什么礼贤下士的和他结交？要不要提醒一下魏廷瑜呢？田庄的事肯定不能告诉他，四小姐认识宋墨的事就得重新编个理由。可谎言就像个大雪球，会越滚越厚的。陈曲水叹着气，听了一夜雨。第二天早上，雨势小了很多。武姨笑着对他道：“我有事要去找文护卫，陈先生能不能放我一天的假？”陈曲水想到昨天晚上武姨和松罗的对话，不生涩地笑道：“你去吧，我身边有松罗就行。”武姨谢了又谢，欢天喜地出了门。他直到中午才回来，用过午膳，他再说出去找文护卫，或者出去有什么事去了。这位文护卫35、6岁的样子，是个求虚客，没有成过家，一个人住在英国公府东府那边的群房下午。武姨依旧没有找到文护卫。曾武撑着把伞，陪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过来。他向那男子介绍，这院子里只有3个人，其中一位老者是个落魄的秀才，是严先生的知己，被世子爷收留了，就住在这里。另2个服侍着秀才的小厮，一个叫武姨，原来仪志堂的书房扫地，一个叫松罗，原来仪志堂里照看花草，后来拨到这里来院子，顺利帮着陈秀才当个吃食，奉个热水什么的，倒也能派上用场。他说着叫陈曲水：“喂，你过来拜见常护卫，他老人家以后就是仪志堂的护卫了，你们以后眼睛发亮点。”陈曲水惊骇万分，在宋墨不在的时候，仪志堂竟然要换护卫，出了什么事？臣不敢流露半分，忙上前给那个堂护卫行礼。常护卫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在屋子里转了一圈。陈曲水心神震荡，这男子一双大手像蒲扇似的，粗糙有力，戴了个拇指上戴了个玉扳指。他在英国公麾下见过这样的男子，他们都是射箭的高手。他出了房门，由曾武撑着伞在院子里转悠。常护卫停下来的地方都是院子的要地，如果在那里布置了弩弓，整个院子都在射程之内。陈曲水冷汗淋唇，强忍着才没有露出异样的神色。但等那个常护卫和曾武一走，他立刻叫了武姨来，道：“世子爷留下来了几个护卫，你可知道他们这几天都在干什么？”武姨也感觉到了不对劲，仪志堂换护卫怎么能不通过世子爷？他虽然不知道陈曲水的来历，但却知道陈曲水是被拘禁在这里的，能被世子爷这样看重，想必也不是个简单的人。出于慎重，他没有告诉陈曲水宋墨留下了多少人，只是告诉他几个护卫我都没有看见人影。宋墨的去了辽东，宋墨的守卫幕僚严朝清去了亳州，身手最好的徐清留在了蒋家。仪志堂防守空虚，陈桃还被关押了起来，其他的护卫也不见了踪影。等宋墨回来，仪志堂早就落在他人之手。调虎离山，釜底抽薪，是皇上对付镇守边关的那些大将军们惯用的手法。那对付宋墨的人又是谁呢？他脑子里隐隐浮现一个人的身影，却又让他没办法相信。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什么理由让他这样？陈曲水突然间感到自己的脑袋好像有点不好使似的，他不由对武姨道：“我想写封信回真定，你能不能帮我送出去？”陈曲水常会写信去真定，都是由武姨帮送去一游的。武姨应好。自从世子爷答应陈曲水可以随时寄信回去之后，那些信都是严先生看过的。这次严先生不在，他也可以帮着看看。
陈渠水写的都是些神妖院子时的花开了，今天国公府了护卫，面目陌生，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认清楚之类家长里短的话。但武姨的信没有送出去，人却被关押了起来。陈渠水吸了口凉气，如果宋墨出了事，他住在宋墨的仪志堂，会不会把窦四小姐牵扯进来？她一个女孩子本来就不容易，如果因此而失去了窦长辈的欢心，她该怎么办？陈渠水咬了咬牙，低声吩咐松罗，以我的经验，这雨最迟半夜就会停下来，你能不能利用这雨天溜出府去？夫人去世，他们不是派人世子爷报信了吗？世子爷肯定会从安定门进城，你到安定门外守着，想办法截住世子爷，把家里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松罗脸绷得紧紧的，重重地点了点头。外面却传来一阵喧哗声，世子爷回来了，世子爷回来了。那声音如浪涛般一层层的在英国公府散开，击打在陈渠水的上，让他脸色一白，跌坐在了太师椅上。宋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他在回城行至兴隆时接到了母亲的病逝的消息。6天5夜，他日夜兼程，疾驰而回，身边的护卫全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只有于简跟了上来。跳下马背的那一瞬间，他两腿一软，要不是于简门口当值的管事扶了他一把，他可能就跪在了地上。世子爷，世子爷，满耳都是含着哽咽的声音，带着看到他回来的喜悦和如释重负。宋墨眼中噙满了泪水，沿着一路飘荡的记账朝灵堂奔去。哥哥，在灵前答谢的宋汉一般麻服扑在了宋墨的怀里，你怎么才回来？他的声音充满了恐惧和抱怨。是哥哥不好。宋墨抱住了弟弟，眼泪从他满是血丝的眼睛里溢出来，都是哥哥不好，回来晚了。宋汉大在哭起来，哥哥，哥哥。宋墨牵着弟弟走跪在了灵前，娘亲，我回来了。他满脸是哭的给母亲磕了3个头。旁边有人过来，天赐，把校服穿上。是大堂哥宋钦的声音。宋宜春对家里的人都很照顾，给大堂兄宋茂春在上林苑林横署谋了个签书的差事，过了几年，想办法把林横署的署正给挤走了，让宋茂春做了署正。堂弟宋逢春则在崇文门课税司任副使，另一个堂弟宋同春在内库以字库任副使。林横署署正好歹还是个正八品，崇文门课税司副使和内库以字库副使则不放流，可架不住油水丰厚啊，那林横署遂办进贡果品。崇文门课税司长收进京酒税，内库的以字库属于兵部，各卫所胖袄、战鞋、军事球帽都归他管。虽说官小位卑，可他们都是宋氏族人，就是侍郎、少卿们见了也要给几分薄面，上峰有了什么好处也不会少了他们的份，又有祖上留下来的田产，日子不知道过得有多舒服。所以宋宜春在宋家的威信很留，说是一言九鼎也不为过。宋钦比宋墨大7岁，去年春天成的亲。成亲之前，宋茂春带着儿子来见宋宜春，希望宋宜春能给儿子谋个好差事，却被宋宜春训斥了一通。鼠目寸光，敬之已经通过了府试，眼看着就能取得丙生的资格，应该把心里放在读书上才是。如果他能考个秀才，我就是在皇上面前也能说得上话，不给他谋个正常7品的营善所所正，也得给他谋个正8品的卫所之事吧。那前程可比你强多了，总不能像你一样一辈子做个不入流的虚吏吧。如果敬之没这运气，30岁之前还没有考中秀才，到那时候再给他谋个差事也不迟。又道，我们家人丁单薄，更要抱成团才是。宋墨就是有3头6臂，身边没有血亲相助，也是枉然。你们不要小富即安，能让孩子们迈一步，就要想尽办法让孩子们迈一步。宋茂春感激涕零，谢了又谢。就是宋钦也十分的感激，觉得二叔待自己十分的真诚。本就把宋墨和宋汉当自己家兄弟一样的他，待宋墨和宋汉就更亲近了。蒋氏去世是宋家的大事，好比是大厦倒了半边，宋家的人都来帮忙，宋钦更是当仁不让，头七那几天几乎没有合眼，这2天才睡了个囫囵睡。宋墨表情呆滞的任宋钦给了穿了孝衣。宋钦见宋墨瘦得厉害，神色疲惫，不由去携他，你先去洗把脸吧，二叔一直在上房里的内室，你也要去看看才行。宋钦的弟弟宋铎正好从外面走进来，他比宋墨大4岁，和所有的次子一样，他的性格比较活泼。看见宋墨，他喊了声天赐，意道：你快去歇歇吧，逝者已逝，你得好好保重才是，后面还有好多事等着你了。宋墨没想到他会说出逝者已逝这样的话来，要不是心中太沉痛，说不会扬眉一笑。看2位堂兄的样子都满脸倦色，知道这些日子2人帮了不少忙，他抓住宋铎的肩膀，望着宋钦说了一句多谢。自家兄弟
说这些做什么？宋钦谦逊道。宋默点了点头。宋汉拉了拉哥哥的衣袖，哥哥，我要跟你一起去。母亲的死一定让这个8岁还要和母亲睡在一起的弟弟很害怕吧。他眼中闪过一丝痛惜，想到父亲在母亲的房里，弟弟要是走了，连个答谢的人都没有，只得狠了狠心肠，低声对宋汉道：娘这里不能断人，我马上就来。宋汉林含泪点着头，反复地叮嘱哥哥：你一定要快点来哦，你一定要快点来。一定。宋默摸了摸宋朝汉的头，正要回忆制堂，迎面碰到了父亲贴身的随从吕正。世子爷，他看到宋默就抹起眼睛来，您可算是回来了。这几天公国爷不吃不喝的，把我们都急死了。听说您回来，让我带您去上房呢。宋默想到宋钦的话，没有犹豫，立刻跟着吕正去了上房。宋宜春盘膝坐在上房内适邻的大炕上，屋内的陈设如蒋氏生前，甚至镜台上的胭脂水粉都如蒋氏习惯的样子陈设着，一把蒋氏惯用的象牙镶金缕花的梳子还随意地镶在台面上。宋默眼眶一红，视线都有些模糊起来，耳边却响起父亲有些干涩的声音：你回来了，事情办得怎样了？你母亲生前就惦记着这事呢，见着辽王了。宋默恭敬地给父亲行了礼，在父亲的示意下坐到了父亲的对面。辽王早就知道了蒋家的事，三舅父伤势恶化后，还是辽王帮着请的大夫，倒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宋宜春微微颔首，叹了口气道：要是你母亲生前听到这个消息，该有多好啊。又道：你等会到你母亲灵前禀给她听。宋默应诺。宋宜春打量了风尘仆仆的儿子一眼，道：还没有吃饭吧？我让灶房给你弄点吃的，你也梳洗梳洗。你母亲最爱漂亮了，她要是看着你这个样子，不知道有多伤心。宋默的眼泪忍不住落下来，低下头去应了声是。吕正过来服侍他洗澡沐浴，之后有丫鬟来禀，说膳食已照英国公爷的吩咐摆在了上房的内室。国公爷肯定是想找您说说话。吕正黯然道：英国公爷这些日子心里不好过啊。宋默听了更是伤心。内室临窗的炕桌上摆了几道素菜，一大盘馒头，还碗的素面。快吃吧。宋宜春坐在儿子身边，看着儿子虽然很快，但动作依旧带着几分优雅从容地吃着饭菜。一晃眼，你都长大了。他感叹着，眼中闪过一丝怅然，我也老了。宋默没有作声，他并不是个擅长安慰人的人，不由得想，如果天恩在这里就好了。天恩最会逗人开心了，从小到大，只要有天恩在的场合，就不冷场。他静静地用着膳，宋宜春静静地坐在那时看儿子用膳。屋子里静悄悄，只听见瓷器撞击的声音，把这屋子更显静谧了。等宋默吃完，丫鬟们打了水来给他净手，端上他惯用的茶，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宋宜春望着宋默，神色有些复杂，依旧没有开口。宋默耐心地等着，安静而从容。宋宜春眼中就闪过一道异色，他沉声道：你还记得娘身边的大丫鬟梅蕊吗？记得。宋默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突然提起母亲身边的大丫鬟，但他还是很坦然地回答了父亲：她是母亲身边最得力的大丫鬟。你母亲去世后，我准备过了七七，就把服侍过你母亲的人都放借。宋宜春说着，端起了茶盅，眼睑微垂，目光落在了浮在茶中那如小舟般的绿色茶叶上。可就在27的晚上，梅蕊突然在你母亲灵前撞柱自尽了。宋默脸色微变，还好当时是在傍晚，人不多，吕正也处置得当，这件事才没有被传得沸沸扬扬。宋宜春道：我把你母亲屋里服侍的人全都聚了起来。他说到这里，猛地抬起了眼睑，望向宋默的目光如利剑般的锋利。你猜吕正发现了什么？没等宋默回答，脸色已变得铁青的宋宜春急道：那丫鬟竟然怀孕4个月，已经显怀了。这怎么可能？宋默失声道，神色间有掩饰不住的震惊，孩子显然不是父亲的。要不然以母亲的性子，临死之前肯定会有所安排，父亲也大可不必跟他交代，更不必这样的愤怒。母亲虽然御下甚严，或者是受了蒋家的影响，并不是个古板刻薄之人。梅蕊要是看中了谁，以母亲对他的喜欢，他大可直接跟母亲说，不必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来。孩子是谁的呢？这件事如果传出去了，母亲的名声肯定会受非议的。他目光一闪，射出一道寒光，耳边却传来父亲的声音。吕正去搜了他的屋子，在他的屋子里发现了几匹今年江南织造新上贡的尺头，还有几件做工精美的饰品，其中一块玉佩用上好的和田玉精心雕琢而成，四面雕着云纹，中间是指展翅的大鹏。宋默愕然，他出生时祖父曾送给他一块这样的玉佩。
据说是宋家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宋宜春已暴跳如雷，孽障，你做的好事！一巴掌就朝宋墨扇了过去。宋墨本能地偏过头去，避开了宋宜春扇过来的那一掌，不由自主地道：爹爹，怎么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儿子做的事让宋宜春太气愤，还是儿子躲开了那一巴掌，宋宜春怒不可遏，大声喝道：孽障，你还狡辩！说着一指脚下，你给我跪下！宋墨微愣，跪在了父亲的面前。杏芳亲口承认，看见你和梅蕊厮混，陈桃证实那玉佩就是你的东西，而且是在你去辽东时不见的。人证物证据在，你还说不是你做的。宋宜春气得直哆嗦，你3岁的时候，我请了教头告诉你习武；你5岁的时候，我请了翰林院的大儒为你启蒙，就是你弟弟，我也没这样费过心血。我和你娘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功夫，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还好你娘走了，要是你娘还活着，岂不是要被你给气死？你这不孝东西，英国公府的脸都给你丢光了。陈桃，怎么会？不可能！宋墨震惊地望着父亲。杏芳是母亲身边的另一个大丫鬟，她和母亲身边的丫鬟接触的不多，诬陷她还有可能。可陈桃是她的奶兄，是她乳娘的次子，她和胞兄陈和5岁即进府服侍她，这次去辽东，近身服侍的是陈和，谁都有可能背叛他，陈桃怎么会？静静地听着父亲的呵斥，他的表情渐渐变得复杂起来，直到父亲的怒火告一段落，他这才低声道：爹爹，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关。您想想看，那玉佩虽比不得府里的其他东西，可到底是老祖宗随身之物，是我百日时祖父当着众多亲戚朋友的面送给我的，我就是再糊涂，也不可能把它送给一个婢女。那岂不是昭然若揭地告诉别人我和他有私情？何况我身边从来不曾断人，做了什么事一问就知。就算是陈桃记得不清楚了，还要严先生还有于简他们，你还好意思提宋宜春？却一声冷笑打断鲍宋墨的话。你可知道杏芳是怎么说的？他骤然拨高了声音，大声道：他说梅蕊不敢不从，知道事情一旦败露，他将死无藏身之地，又怕你事后不认账，这才趁着和你欢好的时候偷拿了块玉佩，原准备是向你母亲求情的，谁知道你母亲突然病逝，她怀孕4个月，我又要把她许配人，他知道纸包不住火了，惊恐之下这才撞柱而亡的。他说着一掌拍在了炕脊上，蛮横地道：今天的事你说什么也没用，我要替你死去的母亲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他高声喊着粗使的婆子，把世子给我拖下去，打20大板。这上房当差的都是讲事的人，几个婆子闻言不由得面面相觑。宋宜春拿起手中的杯盅就砸了过去。狗东西，我就指使不动你们。宋墨只得对几个婆子道：父亲待母亲教训我，本是应该，一副束手就擒的模样。几个婆子这才慢吞吞地走了过来，低声说着世子爷得罪了，一面将宋墨架起来。宋姨看着大怒道：就在这里打，给我就在这里打。几个婆子望着宋墨，宋墨点了点头，几个婆子这才拿了春凳过来。宋墨趴在了凳子上，一个婆子上前低声说了句世子爷您忍着点，然后拿起杖长竹棍打起来。他们是内院的粗使婆子，平日里最多不过是奉蒋氏之命打打丫鬟，对宋墨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杀伤力，何况他们有意放水，打在宋墨身上更是不痛不痒。宋宜春看着气得满脸通红，上前推开几个婆子，夺过那婆子手中的竹棍，朝着宋墨就是狠狠的一下，屋里这才发出了第一声闷响。宋墨不由吸了口气，宋宜春犹不解似的，一面打一面骂：你这孽子，无法无天了，这要是传出去，你让别人怎么议论你死去的母亲？可怜他一生好强，从来不曾输过别人。宋墨听着，眼前一片水光。父亲一向不擅长处理家务事，母亲病逝，又冒出这种事来，父亲怕是气糊涂了，他要打自己出气，就让他打好了。他乖乖地趴在那里，任父亲打。噼啪噼啪的声音，何止20板。宋墨忍着，白色的灵裤上尽出血来。婆子们骇然，有仗着曾经的蒋氏青睐的婆子低声劝道：国公爷不能再打了，再打世子爷受不住了。宋宜春仿佛这才回过神来似的，他看着儿子灵裤上的血，愣了愣，啪地一下丢下了竹棍。宋墨和几个婆子都松了口气，谁知道宋宜春却一下子撩开了内室的暖帘，朝着外面喊着护卫。屋里的人都露出错愕的表情来。这里是上房，是蒋氏的内室，护卫是不能进垂花门，内院自有他们这些婆子巡夜。可更让他们惊讶的是，宋宜春声音一落，就有几个身材魁梧的护卫走了进来。
宋宜春指着宋墨，给我把他拖院子里去，给我狠狠地打。这几个人，宋墨一个都不认识。他心中一动，想起身，却觉得全身软绵绵，使不上力。爹爹，他睁大了眼睛望着父亲，父亲却像没有看见似的。几个护卫则手如电制般的上前用指拇粗的牛皮筋将他绑了起来，动作无比的娴熟，一看就是惯做这事的人。爹爹，宋墨满脸的不敢置信。他习的是那家养生功夫，虽不如外功夫看上去那样的雄武，也还只是略知一二，等闲人却休想动他。而他现在不仅全身松软，而且真气乱窜，显然已不受他的控制。几个婆子也感觉到了异常，瑟缩成了一团。宋墨沉下心来，想把体内的真气凝聚起来。几个护卫将他抬了出去，外面早已准备好另一张春凳。立在春凳旁的2个护卫手里哪也不再是竹棍，而是用来杖责充军之人的沙威棍。宋墨盯着父亲，宋宜春却看也不看他一眼，吩咐几个护卫：“给我打！”棍子落在宋墨的身上，宋墨仿佛五腑六肺仿佛都挪了位。很快，他额头上就冒出细细的汗。爹爹！此起彼落的噼啪声中，宋墨抬起头来，问站在五廊下的父亲：“为什么？”宋宜春的目光冷得如千年寒冰。孽障！你做的好事，还敢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宋墨望屋檐下的鸟笼，那个石水小罐用白玉雕琢的，是5岁时父亲送给他的。他望着墙角那株石榴树，那是他8岁的时候父亲和他一起手植的。他望着在寒风中荡漾的秋千，那是弟弟3岁的时候父亲和他一起给弟弟做的。为什么？宋墨问父亲，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香樟树旁有他曾经用过，现在送给了弟弟的醋球，葡萄架上还留着他给藤蔓牵引的红绳。为什么？他大声地问父亲。父亲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宋墨看着父亲，意识和视线却都开始慢慢地模糊起来，时间好像漫长的让人无法忍耐，又短暂只过去了刹那。耳边依稀传来父冷峻的声音：“把他给我拖到内室，好生看着。”落在身上的棍子停了下来，父亲的话却比棍子更疼地打在了他心上。吕正，你去请大老爷、三老爷和四老爷来，就说宋墨德行有失，我要开祠堂。开祠堂。宋墨软软地趴在身凳上，全身像被打断了似，痛不欲生的感觉让他的人开始有点恍惚。开祠堂吗？下一步是什么？先请旨废了他的世子之位，还是把他逐出家门？眼里的泪已干涩，宋墨的艰难地抬起头来。为什么？白色的光，绿色的影，刺眼的红色，暗沉的褐色，交组成一片光怪陆离的光影。身体受之于父母，您拿去好了。可为什么要这样？他看不到他要找寻的那个人，我只想问一句，为什么？没有人回答他。啪的一声，他被丢在了内室的烧着地笼的石砖上。安息香甜甜的味道漂浮在暖暖的空里，让人昏昏欲睡。宋墨咬着舌尖，努力的让思绪集中起来。他不能睡，这一睡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他不怕死，人迟上会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虽然他现在的死轻于鸿毛，可他也不想死。既然别人不告诉他为什么，那他就自己找出答应来。宋墨扎正着想爬起来，可他一动，口里就涌出腥热的血。他受了内伤。原来父亲是真的要他死啊！宋墨笑，他一寸寸地朝前挪，前面是临窗的大炕，他就是死也不会卑躬屈膝的死。宋墨经过之处留下一道血迹，他在想于简，想陈桃，他们恐怕都遇难了。早知道这样，就应该让于简和那些护卫一起返程的，也免得白白多丢一条性命。好在陈和没有跟着回来，乳娘只有他们兄弟俩，陈桃去了，还有陈桃能帮着养老送终。不过上房这么大的动静却没有一个人来，可见父亲早有安排，得想个办法通知他们才是。能逃就逃了吧。宋墨喘着粗气，靠在了临窗大炕旁。对面茶几上景泰兰花菇里插着的2株白色木芙蓉开得正艳，可他知道养在花菇里的花开得再好，过几天也会凋零。此时在仪制堂的陈曲水却神色焦急地在屋时转着圈。松罗之肘在旁边坐着，觉得自己的要被陈先生转花了。他忍不住：“陈先生，您要不要坐下来喝杯茶？”陈曲水闻言停下了脚步，却答非所问地道：“五姨还没有回来吗？你再去看看。”仪制堂突然换了护卫，他们都被拘在了仪制堂，哪里也不让去，连饭菜也是由婆子送到门口，再由门口的那些护卫送进来。只说是家里丢了贵重的东西，正要找，可是子爷回来不过半个时辰，门口的那些护卫就都不见了。
他们也可以自由进出了。陈先生却急得不得了，忙派了武姨去找世子爷，还说务必要把府里的异样告诉世子爷。可武姨已经去了快1个时辰了，还没有回来。被陈曲水这么一问，松罗也有些担心起来。他应声去了大门口，四周静悄悄的，整个仪制堂好像都没有什么人似的，倒是前面灵堂传来的阵阵喧哗，时隐时现的，映衬的这院落更安静了。松罗很想去找武姨，可想到他被派到服侍陈先生之前严先生的叮嘱，他又很快把这个念头按了下去。看样子陈先生和他想的一样，觉得府里发生的事很蹊跷，应该尽快告诉世子爷。武姨怎么还没有回来呢？他一边往回走，一边自言自语地道，世子爷回来了，肯定会先去见国公爷，然后到灵前守孝的，应该很好找才是。难道武姨遇到了什么事？而被松罗认为和他想法一致的陈曲水，此时却推开了书房的窗户，望着因被雨水冲洗过而显得格外翠绿的树叶，陷入了沉思。半个小时之内，就英国公府就恢复了原样，也就是说，结果已出来了，宋末是赢了还是输了呢？按道理，有心算计无心，又是血脉至亲，宋末必输无疑。可这个人太狠辣了，说不定让他死里逃生也不一定。当务之急是要知道胜负。如果宋末失败了，他肯定会被清算，虽然自己平时很慎重，和四小姐来往的书信之类的看过就烧了，从不保留。英国公府的人也把他当成了个混吃混喝的落魄文士，没放在眼里。可在严朝清的为人，10之8、9曾嘱咐过松罗和武姨些话，若是松罗和武姨向英国公府的人透露些什么，让他被英国公府的人注意到，那就麻烦了。如果宋末掌握了主动权，他最好还是乖乖的待在这里，不要动他们，不过是无意间撞破了他的行踪，他就要把他们10几个人全部杀人灭口。要是让他知道自己在他危难的时候逃走了，说不定会连四小姐一块恨上，那更麻烦。是留在这里，还是趁着英国公府混乱之时溜出府去，就看武姨能不能见到宋末了。想到这些，他不禁暗暗有些后悔，要是当初蒋家之事尘埃落定时走就好了。思忖间，他看见松罗一个人回来了，他难掩失望之色。松罗忙安慰陈曲水，武姨说不定顺便去打听消息去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陈曲水点头，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了2句话，武姨满头大汗的跑了回来。陈曲水眼睛也一亮，松罗却高兴地站了起来。武姨，你见到世子爷了吗？没有。因为一路疾走，武姨的声音有些喘，道，世子爷一回来就被国公爷叫去说话了，到现在也没有出来。神书营副将马有明来给夫人上香，大爷去请世子爷出来答谢，被吕正拦在了门外，说世子一路赶回来给夫人奔丧，有6天5夜没合眼，国公爷怕世子吃不消，所以把世子爷留在上房好好睡一觉，让大爷帮世子爷应付过去。还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国公爷和世子爷有要紧的事商量，谁也不许打扰，免得被别有用心的人传出去说世子爷不孝。大爷就是宋末的大堂兄宋钦。是这样啊。松罗一直紧绷的神色的松懈下来，露出欢喜的笑容来。陈曲水决定跑路，一个人起码跑了6天5夜，那不还得倒头就睡呀？别说宋家的那位大爷进去看一眼，就是在旁边放鞭炮，只怕也吵不醒，用得着把人拦在外面吗？他打发了松罗和武姨，把屋里自认为会留下什么破绽的地方全检查了一遍，将当初窦昭托断公义送来的1000两银票揣在了怀里，一边想着四小姐做事真是周到，一面拿了几两碎银子放在了荷包里，等着天色微暗，想着在花园里转一转，就到了前院，应该到了用晚膳时候，那时候最混乱了，正是走的好机会。他打开了内室的阁门，笑着对站五廊下说话的武姨和松罗道，既然世子爷没事了，我也就放心了，这雨后的天气真好，正好出去走走。冬雨过后的天气冷飕飕的，哪里好了？武姨和松罗困惑地交换了一个眼神，看着陈曲水朝一制堂的小花园走去。宋墨可以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虚弱，也许用不着麻烦父亲开祠堂，自己就会死吧。他眼睛有些发花，对面白色的木芙蓉变成了一团白影，让宋墨想起母亲光洁如玉脸庞。母亲肯定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死在他的房里吧。想到这里，宋墨莫名心中一动，母亲也是死在了这间房里，这是宿命还是巧合？他狠狠地咬着自己舌尖。木芙蓉恬静地开放在蓝色的花菇里，有种安详美的。外面传来霍霍的脚步声，父亲略带几分歉意的声音夹杂在其间。为了镊子，把几位都惊动了，真是惭愧，惭愧。来得还真快，想必父亲派了马车去接来的。宋墨眼底浮现一丝讥讽。
大伯父宋茂春带着困惑的声音传了进来。天赐，到底出了什么事？前几天不是有个丫鬟撞柱死了吗？父亲低声道。她是夫人的贴身婢女，我原来还以为她是忠心嗣主，准备让夫人收了她做义女，然后一同葬在宋家的祖坟里。谁知道那婢女已经怀孕4个月了。什么？四叔宋同春声音惊惶，这一尸两命，这可是大凶，万不能让她葬到我们宋家的祖坟。老四，听二哥怎么说？三伯父常年吓唬那些进城的商贾，声音里隐隐带着几分官威，既然二哥发现了，肯定不会再让他葬到我们宋家的祖坟里了。你不要总是没等人把话说话就开口。四叔父小声地挠嘟着，隔得太远，宋墨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但可以想到他的表情，肯定是又委屈又无奈。他不由又笑了笑。伯父和2位叔父依附父亲生活，父亲要开祠堂，难道他们还会反对不成？宋墨不想听，可外面的声音自有主张，时断时续时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不就是个婢女吗？天赐能看上他那是他的福气，死了就死了，用不着开祠堂吧。蒋家的事皇上不是已经盖棺定论了吗？而且秋闱的时候皇上还特意把天赐叫过去教训了一顿。您都不知道我们库房说客司的人有多羡慕我。真的，天赐手时有定国公留下来的人，我们正好可以捡了这个漏啊。反正定国公府都没有了，与其便宜别人，还不如便宜我们。天赐好歹是定国公的亲外甥，御史弹劾也不能不讲证据的乱弹劾吧。那个婢女不是撞柱死了吧？让那个叫姓什么的婢女也撞柱死了吧？正好可以让二嫂收她为养女，让她到地底下去继续服侍二嫂。3个人却好像有7、8张嘴似的，吵得宋墨耳朵里嗡嗡作响，头痛欲裂。他微微的笑，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眼帘不受控制的垂落下来。不行，他不能死。宋墨狠狠地咬了咬舌尖，视线清晰了一些。可这清晰很短暂，他眼前再次模糊起来。6天5夜的积极，一顿杀威棍，他的身体已到了极限。就算是这样又如何？宋墨冷哼一声，再次睁开了双眼。白色的木芙蓉正对着他盛放，他发现那花蕊是淡黄色，乍眼一看好像是全白的。为什么要插白色的木芙蓉？这个时候也是茶梅的花期，大红色的茶梅，艳丽似火，却又优雅超逸。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张面孔，白玉般的脸庞，入鬓的长眉，明亮的杏目，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睿智而飒爽。像茶梅，明明那样优雅，偏偏给让人觉得艳丽。明明应该骄傲，却平和率直。不知道他种的花开了没有？宋墨轻轻地念了一句窦昭，在心里道：我还知道你的乳名叫寿姑。他笑，屹立的五官如初升朝阳，温暖而和煦，而他眼前却是一片凄漠。宋宜春脸色铁青地望着他的3位堂兄弟，一言不发。宋茂春忙拉了拉坐在他下手的宋逢春，宋逢春不再说话，宋同春也沉默下来。3个人目不转睛地望着宋宜春，脸上充满了恭敬。宋宜春脸色这有所缓好，他干咳了一声，肃声道：我要把宋墨逐出宋家，你们怎么说？二弟你是族长，自然是你说了算。宋茂春忙道。宋逢春也迫不及待地道：开赐的确太让人失望了，二哥做什么决定我都同意。宋同春道。宋宜春脸色更好了，既然如此，那我们明天晨正开祠堂，大哥和3弟、4弟不要迟了，一定来，肯定不会迟的。3个人急忙表态。宋宜春站了起来，那我们明天再碰头。好，好，好。3个了鱼贯着出了厅堂，又不约而同地在五廊下站住。大红灯笼照他们的脸上，他们不由自主地彼此打量，然后回避着对方的目光。这个说还有点事，你们先走，那个说我要和儿子一起回去，各自找了条路出了英国公府。宋宜春阴沉着脸进了内室，屋檐下的大红灯笼透过玻璃窗扇照进来，地上有一道墨褐色的印子，却没有看见宋墨的影子。宋宜春睁大了眼睛，茶几上的白色的木芙蓉无声的开放，青色的帷帐静静的垂落，屋子里的安息香甜蜜而悠长。屋子里宁静无声。宋墨不见了，来人！宋宜春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内室，朝着外面的护卫咆哮着：快来人！轻围官叫慢悠悠地走到了顺天府学胡同前，2个护卫打扮的人悄无声息出现在了官轿后面，抬轿的人视若无睹。过了顺天府学，一个管事打扮的人屋檐下窜出来，走在了轿旁，带上了大街，提着灯笼的仆人出面在轿子的前。此时这官轿才算是有了2品大员轻车简从的模样，大红灯笼上写着个硕大的斗字。
黑暗中无比的显眼。巡夜的衙役看见，不仅没有上前盘问，还主动的辟到了一旁。轿子进京都最有名的风月场所之一的翠花胡同，几个衙役彼此挤眉弄眼，露出男人间心照不宣的艳羡。其中一个更是感叹道：看来阁老也一样啊。其他几个嘿嘿的笑，有多猥琐就有多猥琐。轿子里的人不知道，如果此时有人一直跟着他们，就会发现轿子的外面帷幕变成了宝蓝色，轿帘上的饰金银色螭龙图案的袖带也不见了。轿子摇摇晃晃地出了翠花胡同，绕了半个城，在安定门大街不远处鼓楼下大街的一间斗技笔墨铺子停下，提着灯笼的仆上忙上前撩了轿帘。一个穿着青色棉袍的老年文士下了轿，一面轻轻地敲着笔墨铺子的大门，一面边喊着：范掌柜。宋墨看见自己站在了大片雾里，凄迷浓雾一层层的卷起，看不到来时的路，周围的景致。他茫然地走在雾里，湿冷腻滞，带着刺骨的寒意。我怎么会在这里？他突然间停下了脚步，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他继续朝前走，如同穿过重重的薄纱，走过了一重还有一重，仿佛没有尽头。为什么？他问。没有人回答。他的脚步越来越快，雾越来越浓。为什么？他对着前方大声呵斥。浓雾好像也害怕他的怒火，在他的呵斥声中两边散开。他看见有人挑着盏灯笼走在他的前面，在浓雾中散发的莹润皎洁的光芒。原来他不是一个人。他一阵兴奋，心里立刻变得安宁镇定，从容起来。可那些浓雾又很快地聚在了一起，而且比从前更厚重，挡住了他的视线，让他看不到一点灯光。屈辱愤怒化成了不甘，如滔天的洪水把他淹没。他像大吼着为什么，一声又一声，一遍又一遍。浓雾散开又聚拢，聚拢又散开，莹莹的灯光时隐时现地出现在他的面前。那灯光化为心中的一股执念，眼前隆的一声，迷雾骤然间散去，出现了个朦朦胧胧太阳。橘黄色的光温暖而平和，占据了他整个眼帘。他努力地睁大了眼睛，视线慢慢清晰起来。雀鸟围绕的青绿色铜灯上燃着一团橘色火，身边有人长透了口气。世子爷，您终于醒了。他寻望去，看见了陈曲水清瘦而儒雅的脸。这里是哪里？他的声音嘶哑而虚弱，喉咙因干涩而刺痛，说话间目光朝着四周扫了圈。窄仄的耳房，糊着白色高丽纸的窗棂，简单的黑漆家具，没有第二个人，像下人住的耳房。陈曲水仿佛知道他的干渴似的，一面端了泡了蜜蜂的暖水喂他，一面道：这里是四小姐开的笔墨铺子，您神志不清，我们只好把您先带到这里来了。窦昭，竟然是窦昭救了自己。宋墨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四小姐怎么知道我出了事？陈曲水准备跑路时，遇到了带着陈晓峰几个翻墙而入的段公义，他已经从段公义那里了解的事情的始末。他把严朝清和徐清被人追杀的事告诉了宋墨，当时小姐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件事针对蒋家的，用豢养的死士一而再再而三的追杀两个既不是蒋家血脉又不是蒋家亲族的人，太不合理情了。然后四小姐一问路名，这才发现您身边几个重要的人都不在京都，隐隐觉得这件事是针对您的，就连夜让段公义带着几个身手最好的护卫赶了过来。没想到陈曲水想到自己看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宋墨时的惊骇，不由暗暗庆幸，还好四小姐没有迟疑，不然他就是保住了性命也会被碎出家门。想到这里，宋墨心神一凝，道：我昏迷了多长时间？6个时辰。陈曲水说这话的时候，看着宋墨的目光中第一次流露出敬佩之色。6天5夜的不眠不夜，伤筋断骨的折磨，丧母之痛，父亲的绝情，都没能消磨他的心智。一清醒过来，就开始了解自己的处境，一指之间，实属罕见。再过几年，何愁不能支起一个户门？想到这里，他就更奇怪英国公的行径了。这么优秀的长子，他为什么要放弃呢？这念头闪过，就被陈曲水压在了心底。英国公是显赫百年的勋贵，水深着了，不是他们这些人能触及的。也就是说，现在是第2天的4时。宋墨沉声道：父亲约了伯父和2位叔父陈正开祠堂，现在他人不见了，如果他只是英国公的长子，作为族长的父亲提议，长辈们没有异议，他在不在都一样，立刻可以把他从宋家除名。可他不仅是英国公府的世子，还有个世袭的4品千世，把他逐出门，就意味着要废世子，就意味要上折的皇上的充满。然后去吏部被报，没有听上去冠冕堂皇的理由，皇上根本就不会同意。
这也是为什么父亲会建议第二天再开祠堂的原因。为了万无一失，想必父亲还有些事要提前准备。现在他被人救走了，他不在场，不要说把他驱逐出家门了，就是之前的种种算计恐怕落空了吧。现在父亲一定很头痛吧。想到这些，宋墨锥心的痛。而陈曲水见他表情晦涩不明，立刻想起了窦昭的吩咐，忙道：小姐身边只有段公义、陈晓峰几个堪用的，实在是没有办法救于护卫和陈桃。说完，遗憾地叹了口气。宋墨神色一暗，闭上了眼睛。陈曲水心弦紧绷，四小姐怕宋墨心灰意冷之下主动离家出走，特意嘱咐段公义转告他，如果宋墨有迟疑之色，要想办法激起他的斗志。屋子里陷入了寂静，气氛则随着这寂静变得越来越压抑。直到快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宋墨才悠悠地睁开了眼睛，轻声道：你能帮我送几封信吗？陈曲水好不容易才压住了心里的喜悦，要和平时一样温和的声音道：四小姐说了，公的吩咐如同她的吩咐。实际上窦昭的原话是，如果能及时救出宋墨，你们就赶快让宋墨联系他信任的人，他如果拖你们跑腿帮着送个信什么的，你们帮也无妨，如果是其他的事，你们就说人力不够，有心无力，千万不要搅和进去。我们救他的性命已经仁至义尽了，犯不着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但他觉得既然已经决定帮宋墨了，不如做事漂亮一点。宋墨微微的笑，从眼底流露出来的一丝暖意让他的表情显得柔和了几分。他问陈曲水：我的伤怎样了？他感觉不到疼。陈曲水迟疑了一会，低道：您的伤势太吓人了，我们不敢请大夫，段公义给您用了他师门的疗伤药，不过最好还是请御医帮着瞧一瞧，那药里应该有麻沸散。宋墨笑道：是什么药？再给我几颗吧。又道：我也不能总躺在这里，有些事还得我亲自出马。可我知道。宋墨笑道：我的伤这么重，能让我感觉不到痛，这药肯定霸道，而且可能会有副作用，可总比丢了性命强。我又不是小孩子，我的事我自己能做主，你让段公义进来吧，我还没有谢谢他的救命之恩的。至于四小姐，她挑了挑眉，整个人好像飞扬起来，大恩不言谢，我就不说什么了。看见陈曲水从耳房里出来，段公义和陈晓峰立刻迎了上去，低声道：怎样？陈曲水扬了扬手中的信，段公义咧着嘴笑了起来，陈晓峰也松了口气。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他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如果宋墨还不为自己救条出路，那也太没意思了。段公义这才打了一个哈欠，疲惫地道：我负责送哪几封信？送完了，我也好去睡一觉。他风尘仆仆地从京都赶回真定，刚洗了个澡，又日夜兼程地赶到了京都，早就累得不行了。陈曲水忙道：你们去休息吧，不过是去送几封信，又不是要去打架，我和崔十三就可以了。然后把宋墨要的事说了。段公义沉默了半晌，道：世子爷的话也有道理，大丈夫宁愿站着死，不愿意跪着活。去了耳房，陈曲水和陈晓峰齐齐叹气，一个回去睡觉了，一个找了崔十三来安排送信的。远在真定的窦昭正站在五廊下，看着粗使的婆子们搬茶花，这些花是送给东窦过年用的。素心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担心地道：也不知道段护卫和陈大哥他们。宋宜春站在上房的旁廊下，看着院子里四处乱窜的护卫，只觉得全身发冷。宋墨竟然失踪了，他是从哪里逃走的？又是谁救了他呢？早知道这样，他就应该派个人在屋里守着的。可他这个儿子足智多谋不说，而且巧舌如簧，他要真的派人守在屋里，说不定会被他策反。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太阳穴一抽一抽的疼。常护卫面色阴沉地走了过来。国公爷，他抱拳行礼，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现，宋宜春顿时暴跳如雷，难道他还能飞了天不成？他的话刚说出口，两人精神均一振。宋宜春和常代尉交换一个眼神，两人急急地进了内室。内室的屋顶有几块城尘很明显的被掀开过。快来人！宋宜春一喜，大声地喊着人。不一会，常代尉就领着几个人爬上了上去。国公爷很快，他从城尘上伸出头来，屋顶的瓦被揭开了，还有铁爪留下来的痕迹，有人从东边的小巷爬了进来，就走了世子爷。东边小巷旁边就是仪志堂。宋春怡目光一凝，沉声道：把仪志堂给我围起来，挖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是。常代尉带着人去了仪志堂。宋宜春却颓然地坐在了内室临窗的大炕上。现在怎么办好？
他原本准备把宋墨把个半死，然后就这样把他在内室晾一晚，等到明天早上开祠堂，再把他赶出家门，到时候肯定有人来劝他，只要拖延几日，就算是最后把宋墨接了回来，以宋墨的伤势，只怕也活不了几日，根本不用上书皇上。如果宋墨被人救走了，这条路就行不通了。他之所以能顺利的擒了宋墨，完全是因为有心算计无心。等宋墨缓过气来，宋墨10岁的时间就曾上阵杀过倭寇。宋宜春打了个寒战，该死的蒋梅孙，都是他把他儿子教成了这样。这哪是他宋宜春的儿子，简直就是他蒋梅孙的儿子。他在屋里暗暗诅骂着自己的已经去世大舅兄，有护卫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国公爷，二爷来了。宋汉。宋宜春很是意外，想了想道，让他进来吧，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宋汉红着眼睛跑了进来，见屋里只有父亲一个，忙拉了父亲的衣袖。爹爹，我要大哥，我一个人守着娘亲，我害怕。说着大声地哭了起来。宋宜春看着皱头紧锁，大声地呵斥着次子，你都多大了，遇到事就只知道哭，难道你就不能懂事点？都是你娘把你给惯坏。说着一把将儿子甩依了一旁，你再哭就给我去跪祠堂去，显得很不耐烦。宋汉愣愣地望着父亲，嘴张得大大的，震惊的都哭尽了哭气。宋宜春看着心里更烦了，大声地喊着护卫，谁带二爷过来的？护卫忙道，是二爷身边的黎白，把他给我叫进来。宋宜春脸色铁青的把黎白教训了一顿，你要是再看不住二爷，我就把你的腿打断。黎白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只知道不停地给宋宜春磕头。宋宜春抬脚就朝着黎白的心窝踢了一脚，还不给我滚！黎白痛得额都冒出冷汗来，揽着被吓傻了的宋汉狼狈地逃出了内室。宋宜春觉得心里好像舒服了一点，他问护卫，常护卫那边还没有消息吗？那护卫十分的机灵，立刻道，我这就去看看。朝着宋宜春抱了抱拳，飞快地出了内室。宋宜春长吁了口气，坐下来喝了茶。宋墨应该藏在仪志堂，他身边几个能用得上的人，要么不在京都，要么被拘谨了起来。就算还有几个平时对他忠心耿耿的，可也都是些不足为耻的小人物，凭他们没有能力把宋墨救出府去。就算是救出了府，也没有地方安置宋墨。念头闪过，他不由坐直了身子，暗暗叫了声不好，背心里沁出一层汗来。自己怎么把顾玉给忘了？如果宋墨逃出去，最有可能的就是向顾玉求救，也只有顾玉那个250会不管不顾地收留宋墨。来人！他喊着，一个护卫恭谨地走了进来。宋宜春吩咐他，你立刻派个人去把云阳伯家的大公子顾玉给我监视起来。话音未落，又觉得不妥，改口道不，派4个人去，远远地跟着，一旦发现世子爷，立刻就派人回来禀报。护卫应声而去。宋宜春心中稍安，心中又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件事来。除了顾玉，还有谁可能收留宋墨呢？张旭明、陆家，或者是那个什么神书营副将马有明，他到底都交了些什么狐朋狗友？宋宜春心时像火烧似的。常护卫忐忑不安地赶了过来，国公爷，没有看见世子爷的踪迹，不过仪志堂一个叫陈波的幕僚不见了，我们还在东墙院上发现了铁爪的痕迹。什么？宋宜春霎时面白如纸，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你说什么？声音都变了。常护卫暗暗奇怪，怎么国公爷有些害怕世子爷的样子？他快速地把话又重复了一遍。宋宜春呆若木鸡，一下子瘫坐在了炕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喃喃地自言自语，一副惊慌失措，根本不知道怎么办的样子，以至于常护卫见他在那里反反复复地说这句话，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宋宜春咬个主意。他只好低声道，国公爷，您看我们要不要把服侍陈波的2个小厮拘起来问问？要。常护卫的话让宋宜春回过神来，他笨佛被点醒了似的，忙道，不仅要好好审审那2个小厮，仪志堂的其他你们也要好好审审，还要派人去打听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在胡同里进出。说到这里，他语气一顿，倒还有陈桃那里也要好好打听打听，看宋墨平时都和哪些人来往，那些人也要派人盯着，说不定宋墨会去投靠他们。说着又满脸懊悔地道，算了，陈桃那里就不用问了，问也问不出什么，说不定还会引起那小子的警觉，觉察到宋墨跑了出去，乱说一通，把我们引上了歧路。常护卫想到那个被打得奄奄一息却一声没吭的陈桃，心中百般不是滋味，应了声是退了下去。宋宜春在屋里转起圈来，他时而双手紧握，时而各攥成拳，直到天色发白，丫鬟们进来请他盥洗，
他这才发现已经是第2天了。宋宜春慌乱地喊着常护卫的名字，叫那丫鬟：“快去把他给我找来。”丫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紧紧张张地放下了洗漱用具，告知外面守着的护卫把常护卫找了来，到怎么样了。宋宜春急急地问那2个小厮说了些什么。1天1夜未眠，常护卫脸上冒出了清茶，神态因而格外的憔悴。2个小厮只说是奉了严朝卿之命去服侍陈波的。陈波和昨天一样，用过晚膳之后在院子里转了转，之后又说要去前院看看热闹，让他们俩人不要跟着，他们就在家里收拾书房。等到亥时，陈波还没有回来，2人在院前院后找了一圈没找到人，正奇怪着，我们就找去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可能？宋宜春勃然大怒，给我用刑，我看他们还说不说。用了。想到那2个小厮一用刑就又是哭又是嚎，可问他们什么却反反复复都是那几句，虽然和陈桃的一生步伐截然不同，却同样是什么也不说。常护卫就从骨子里透出浓浓的疲惫，2人一口咬定不知道陈波去了哪里。宋宜春啪地一声将茶盅砸在了地上，他英俊的面孔因为扭曲而显得狰狞道：“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再不说就给我全都打死。还有那个陈桃，他要是还说那玉佩不是宋墨的，就给我一起打死。”常护卫低声应诺，正要退下去，被派去监视顾玉的护卫走了进来。国公爷，刚才西大街古玩店的陈掌柜奉世子之命，给顾公子送了封信，说是世子要见皇上，请顾公子帮着疏通疏通，能尽快被召见。他不由停下了脚步，身后传来英国公气急败坏的怒吼道：“你们难道都是群饭桶吗？还不去把世子爷给捉回来的？”那护卫小声地辩道：“我们已经问过陈掌柜了，陈掌柜说是府里马房里的小厮何三让他送的信，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公子也不在他铺子里。一群笨蛋！”宋宜春气得暴跳如雷：“你们还是把那个何三给我绑起来，还傻站在这里干什么？”国公爷，那护卫硬着头皮到何三出府之后就没有回来。饭桶，饭桶，全是饭桶！宋宜春正骂着，被派去监视顾玉的另一个护卫回来了，看见屋里的情景，他小心翼翼地道：“国公爷，顾公子坐着轿子往宫里去了。”宋宜春眼神凶狠地撑了过去：“那你们还不把人给挡住？”2个护卫低着头，虽然没有说话，却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凭什么拦顾玉的轿子？宋宜春也觉察到自己说话了错，把宋墨骂了一通，气全教的是些牛鬼蛇神，然后又骂宋汉，除了吃喝什么也不能干。要是宋汉大几岁，就可以帮他去拦顾玉了。屋里的人都缩着身子，好像这样落在自己身上的怒火就会少一些似的。列表。常护卫看着，突然萌生股自只是不是跟错主子的感觉。还好宋宜春发了一通脾气之后，终于恢复了一点理智。他吩咐护卫：“给我准备车马，我亲自去找顾玉。”护卫火烧屁股似的跑了，又有不明情况的丫鬟进来禀道：“国公爷、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和几位少爷都过来了。”宋宜春顺手一个茶盅砸了过去，丫鬟头被砸得猛在那里，动都不敢动一下。直到宋宜春走近了，那丫鬟才眼泛起泪水，匆匆去给等在花厅的宋茂春等报信。宋逢春忙把身边服侍的丫鬟都赶了出去，凑到宋茂春的身边低声道：“大哥，您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宋茂春看了2个儿了宋钦和宋铎一眼，长子板着个脸，次子的眉头就没有松开过。他知道宋宜春的意思，将宋墨逐出宋家的理由根本就不充分。昨天晚上宋宜春把他们找去，不是商量他们，而是让他们在开祠堂的时候统一说法，不要出什么纰漏。老三和老四家的孩子都还小，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事，只有自己的2个儿子年纪相当，他的责任非常重大了，得让自己的2个儿子不要乱说话。谁知道他把事情的经过一说，2个儿子都竭力反对。大儿子的意思是他们不应该参与到这件事里来，虽然不知道二叔父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天赐又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也不能这样乱说话。二儿子的态度则更明显，这事是二叔父做的不对，您当时就应该劝劝大伯父的。以对于他好说歹说，最后拿出了做父亲的威严，这才把宋钦和宋铎镇压下去，却对2兄弟在开祠堂的事上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支持宋宜春没有半点的把握。听说宋宜春急急出了府，他不由得松了口气，回答起宋逢春的语气也就不像宋逢春那样透着几分紧张了，多半是天赐氏出了什么意外。他低声道：“我们得派个人去打听打听才是。”宋茂春说这话的时候，宋同春凑了过来，他闻言立刻道：“大哥，我去看看。”宋同春因是老幺，又因自己和宋宜春是一个祖父的，
总觉得自己和宋宜春关系比别人都要好，在英国公府有点大大咧咧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有人主动出面，宋茂春和宋逢春自然是乐见其成。几个人在花厅里焦急地等消息，门外传来一阵喧嚣声。这种情况，一点小小的动静都会让人风声鹤哝，何况这阵喧气声越来越大，好像直朝上房而去。宋茂春和宋逢春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跑出了花厅。他们看见面色苍白如雪的宋墨正神色凛冽的带着群护卫模样的人穿过正院进了垂花门。天赐！宋茂春的脸色一下子比宋墨还要苍白，国公爷不是说宋墨已经被他绑了起来吗？他神色惨淡。出了什么事？宋逢春道，神色惶恐。紧随其后的宋钦和宋铎也脸色凝重，宋铎更是道，难道天赐要去找二叔父算账？宋钦一听急了起来，我去看看，依依不能让天赐和二叔父起冲突，否则一个忤逆就足以将他逐出家门。宋铎连连点头道，大哥，我和你一起去，这是你们能管的事吗？宋茂春忙上前阻挡，两个儿子已经拔腿朝垂花门跑去。宋茂春一跺脚也跟了上去。宋逢春想了想跟了上去，几个人却被拦在了垂花门前。世子爷说了，家里来了盗贼4个，跟着宋墨一起进来的彪形大汉守在门口，刀已出鞘，为了不伤及无辜，所有的人不得入垂花门。太平盛世，朗朗乾坤皇城根下，竟然有盗贼跑到一等世袭英国公府来偷东西，说出来谁会相信？这就如宋墨婢女一样，经不起推敲。宋茂春等人的表情都变得怪异起来。上房传来一阵刺耳的兵器撞击声，其还夹杂着几声惨叫和慌乱的喊叫。你们是什么人？居然敢跑到英国公府的内院来杀人！杀人！事情发展到了杀人的地步，宋茂春等人不由两腿一软，惊惶不安地寻思着是不是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一个极其粗暴的声音像惊雷在他们的耳边炸开，你他妈的，老子正想问你是谁呢，你倒问起老子来了。那你就给老子听好了，老子是英国公府世子爷麾下的护卫，奉是子爷之奉前来擒贼。你说你是英国公府的护卫，我们世子爷怎么不认识你？你还敢冒充英国公的护卫，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声音响过，宋茂春就看见守在垂花门前的一个护卫咧着嘴无声地笑了笑。他一个哆嗦，拉着两个儿子就往外走。这不关我们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回去，快回去。宋钦和宋铎再也没有和父亲坚持的勇气，怯怯烈烈地被宋茂春拉着离开了垂花门。宋逢春和宋同春哪里还敢停留，慌不择路地跟着宋茂春父子离开了宋家。而此刻垂花门内一片恐慌，偏僻的墙角，假山的动物，美人椅的下面都躲着瑟瑟发抖的仆妇们。宋宜春留下来的护卫，除了几个身手特别的好的还在负隅顽抗想冲出重围之外，其他的不是跪在地上高举着佩刀喊着饶命，就是一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样子，惶然惊惧地嚷着，我们不是盗贼，我们真是英国公府的护卫。正在和宋墨护卫交手的常代卫更是骇然地道，你们到底是谁？怎么使的是鸳鸯刀？鸳鸯刀是定国公为了对付那些流窜上岸的倭寇而创的。围攻常护卫的人嘿嘿地笑，下手更狠了。宋墨对周遭的纷乱视而不见，径直走进了上院靠着最东边的一间后罩房。夏凤忙作揖让开，宋墨一眼就看见了屋子正那具被打得已经认不出面目的尸体陈礼。他顿时眼角湿润，双腿像被灌了铅似的，身子顿了顿，才慢慢地走了过去。陈桃。宋墨缓缓地蹲了下去，握住了陈桃已经僵硬的手势，眼角落下了一滴泪。夏恋看着不忍地别过脸去，半晌才回过头来，低声劝着宋墨，世子爷，您节哀顺变。他是那次随着宋墨前往真定的护卫之一，这次他随宋墨去了辽东，因为宋墨急着赶回来，于简身手比他好，随着宋墨一起回了京都，他则领护卫紧随其后。就在离京都不到50里的时候，他遇到了手执宋墨手书的陈小凡。宋墨沉默地望着陈桃，轻声地道问，找到于简了吗？找到了。夏随的声音里带着几分迟疑，还有无法掩饰的悲怆。不过手筋脚筋都被挑断了。宋墨站了起来，眼已没有了泪水，只有一点点无处可去的水分残留在了他的面颊，没有了温度。他柔声道，都杀了吧。夏凤一怔道，都杀了。宋墨点了点头，闲庭信步般从容地朝关押着上房的丫鬟媳妇婆子的厢房走去。家里来了贼吗？他淡淡地道，失手杀死了几个人，这也是常事。夏恋低头躬声应是。上院传来一阵凄惨的叫声。宋墨推开厢房门，丫鬟媳妇和那些婆子都哭着朝宋墨涌过来。世子爷，您可回来了。
世子爷救命啊！世子爷，你可回来了！却被守在厢房里的护卫把他们拦在了离宋墨10步的距离。宋墨扫了厢房一眼，都是些三流和不入等的丫鬟，婆子母亲身边服侍的谢嬷嬷和几个大丫鬟都在。照宋墨的吩咐，一进上房就控制住了这个关押着仆妇的厢房的护卫之一，立刻上前禀道：世子爷，夫人病逝之后没几天，谢嬷嬷也睡了，被国公爷送去了田庄休养。夫人身边的4个大丫鬟，梅蕊在夫人死后撞柱而亡，杏芳、竹君、冉墨几个前2天被国公爷叫去后就没再看见。宋墨低垂着眼睛，半晌才吩咐那护卫派个人去把谢嬷嬷接回来。也许已经晚了，但有一线希望，他就不会放弃。他走出厢房，有护卫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世子爷，我们在仪志堂发现了2个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小厮，他们一个叫武仪，一个叫松罗，说有要紧的事要禀告您，我让人把武仪带过来了。父亲既然要对待他，肯定不会放过和志堂的众人，何况这2人是服侍陈曲水的。陈曲水不见了，2人的下场可想而知。听说2人还活着，宋墨心里有些激动，忙点了点头。武仪是被人扶过来的。公子，他哭丧着脸看了看周围的人。严先生交代过，陈先生的事不除了他和世子爷，不能跟第3个人说。他谨记着严先生的嘱咐。宋墨单独见了他，陈先生不见了。武仪急得快哭了。那天快下午百时，陈先生说要在院子里走走，松罗在屋里收拾东西，我像往常一样站在台阶上看着，不曾想一眨眼，陈先生就不见了。我和松罗找了大半夜都没有找到。他说着跪下了下去，世子爷哭了起来。宋墨不由微微一笑，道：不见了就不见了吧，道你们2人诚心可嘉，下去好好养伤吧。他柔和的声音不禁让武仪困惑地眨了眨眼睛。陈先生不见了，世子爷好像很高兴似的，难道之前他们都想错了？陈先生是世子爷的对头，虽然被世子爷捉了回来，但一直不愿屈服于世子爷，世子爷也拿他没有办法。这次府里大乱，他逃了出去，世子爷正好找了个台阶下。武仪摸不清头脑，混混沌沌地跟着护卫退了下去。宋墨额头沁出细细的汗，他从怀里掏出个很普通的像走江湖卖大力药丸的瓷药瓶，从里面倒出鲜红如血，有颗莲子米大小丸子，吩咐身边的人给我倒杯水来。护卫不明所以的倒了杯水来。宋墨服下药丸，感觉人好多了。走进来的下练看到，脸色大变，急步上前，忧心忡忡地道：世子爷，您要不要歇歇？不用。宋墨挥了挥手，淡然地道：那些护卫都清理干净了，有几个逃了出去。下练愧疚地低下了头，我已经派人了人去追。不用了。宋墨笑道：我们总得给我父亲留几个使唤的人吧。然后倒把尸体都给我堆在正院的间，我们在仪志堂等我父亲。说这话的时候，他掸了掸衣襟，显露出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望着正院央整整齐齐码放着的尸体，宋宜春胸一滞，哇地一声，把早上吃的那点东西都吐了出来。和谢护卫一起逃出去了的几个人，此时也夹杂在宋宜春随身的护卫间，他们都脸色发白，有的和宋宜春一样呕吐起来，有的则不知道所措地站在那里，还有的暗暗后悔，应该想办法躲一躲。只有常护卫看上去还比较镇定，可那也只是表象，他的心里一片冰凉。完了完了，难道顾玉那么好说话？原来是世子爷的调虎离山之计，如今英国公府已经落到了世子爷的手里了吧？现在该怎么办呢？他的目光不由落在了被2个护卫搀扶继续在哪里呕吐的宋宜春的身上。国公爷做事优柔寡断，10之8是指望不上了。好在英国公府到底是国公爷的，这护卫死了还可以再招募，他们还有英国府豢养的死士，并不是全无反击之力的。只是国公爷和世子爷毕竟是父子，国公爷不能随意要了世子爷的性命，世子爷也不能以下犯上。这件事闹大了，国公爷脸上固然颜面尽失，世子爷一个忤逆罪名也逃不脱，所以世子爷才会趁着国公爷不在府里的时候，把这些忠心于国公爷的护卫全都杀了。只要世子爷还有所顾虑就好。英国公府毕竟国公爷的。常护卫心稍安，上前向宋宜春抱拳行了个礼，低声道：国公爷，您看是不是尽快把这件尸体都处理了？听说是一回事，落了眼是另一回事，时间长了被外人看到就不好了。逆子，逆子！宋宜春失魂落魄地骂着，虽然心有不甘，却不得不承认常护卫的话有道理，只得点了点头，并道你去办这件事抚恤什么的都好说，有这句话就好办了。常护卫松了口气，躬声应是又到您看世子爷那里。
那个孽障，他还想怎样？宋宜春跳着脚，眼底却闪过一丝惊慌。他杀了这么多的人，我没有把他绑了，交给顺天府就是好的了。他还想怎样？却没有拿出个章程来，到底怎么办？常护卫不禁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国公爷对世子爷不过是外力内忍罢了。他只好道：世子爷既然敢杀人，想必还有后手。您看要不要想个对策？对策？宋宜春茫然道：什么对策？显然心里是糊涂的。常护卫低声道：要不要通知孟护卫带几个人来？再就是世子爷那边，不知道国公爷有什么打算。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如果世子爷不管不顾了，除了顾宇，三公主也常常出入宫闱，若是跑到皇上面前去告御状，就算皇上不喜世子爷忤逆，只怕也会过问几句，到时候怎么说？国公爷要早拿主意才好。他的话虽然说得委婉，宋宜春却听明白了。孟护卫负责管理英国公府的那些死士，现在他们只剩残兵败将，如果不把孟护卫那些身手高超的人调过来，宋末万一借口家里有盗贼继续杀戮，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对手。再就是这件事怎样收场？若是决定收拾宋末，宋末被逼急了，肯定会去找皇上哭诉，他就必须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据宋末失德。若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就得想办法尽快把这件事平息了。想到这些，宋宜春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万皇上母仪天下之后，有小人在皇上面前谗言，说太子不孝。皇上勃然大怒，说教子不言父之过，教女不言母之过。难道你是在指责朕不成？把说这话的几个人全都拖到菜市口斩了。事后还曾对他恨恨地道：这些人不过是欺负太子自幼失势，朕最恨这种事了。皇上对沈皇后十分的敬重，沈皇后病逝后5年，才蓄立了温柔敦厚的淑妃万氏为皇后。蒋氏刚刚去世，宋末要是去皇上面前告诉御状，他拿不出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恐怕在皇帝上面前不好交代。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宋宜春擦着额头的汗水，忙得吩咐常护卫：你快通知孟护卫，把他的人都带过来。至于宋末那里怎么办？他抿着嘴，表情晦涩。能够成为宋宜春的心腹，常护卫自有其过人之处。有些话能说不能做，有些事能做不能说。宋氏父亲的关系就属于能说不能做。他可以提醒宋宜春，却不能插手他们父子之间的事。常护卫恭谨地给宋宜春行礼，派了个人去通知孟护卫，然后带着几个护卫去处理那赤裸如挑战书似的尸体去了。正院的血腥让宋宜春觉得整个英国公府此刻已成了修罗场，他有几个护卫护着，在教厅旁原来给轿夫、马夫们打陈的厢房里歇脚。掌灯时分，孟护卫带着20几个护卫赶到。这些明显对处理尸体比常护卫等人有经验，有了他们的帮忙，当传来咚咚咚3更鼓时，英国公府如果忽略满地水渍隐隐透着的血腥味，忽略仆妇们战战兢兢的神色，勉强算是恢复了正常。盖着被子穿着单衣趴在床边的宋末笑吟吟地望着宋汉：这么晚了，你还不去睡？宋汉在哥哥身边扭着身子：哥哥，我要和你睡。不行。宋末笑道：我现在疼死了，你要是半夜碰到我的伤口了怎么办？宋汉听着，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哥哥的手，道：下次爹爹要是再打哥哥，我就去帮哥哥求情。好。宋末笑容温柔，再次道：快去歇了吧。陪着宋汉一起来的黎白就笑着上前牵了宋汉的手，道：世子爷也要歇息了。黎白从前是蒋氏身边的大丫鬟，因为温子平和又沉稳持重，这才让她做了宋汉的大丫鬟。她一早就陪着宋汉在位于上房东边的灵堂。宋末冲进来的时候，就派了得力的人守在灵堂的四周。他知道出了大事，一直哄着宋汉守在灵堂里。宋末把西至堂清理干净后，立刻让黎白送宋汉过来，只说是自己惹了父亲生气，被父亲打了一顿，自己的护卫和府里的护卫起了冲突。宋汉半信半疑，但也没有多问。听黎白说宋末也要休息了，他乖巧地点了点头，随着黎白退了下去。下脸端了茶沫沏沏的汤药进来。仪志堂从前服侍过宋末的人都被打得不能动弹了，能动弹的都是些3、4流的人物。下脸不敢把熬药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别人，只好自己动手。宋末一饮而尽，问下脸：父亲的人把外面都收拾干净了？是。下脸应着，眼睛红肿，神色憔悴的陈和走了进来，他手里端着碗粥。宋末看着叹了口气，道：我不是让你回去陪陪乳娘吗？你怎么还在这里？这些事有人做。世子爷陈和没有争辩，只是将粥放在了一旁的屋子上，低声道：武姨和松罗都挺不错的，等他们2人的伤养好了，我再回去看我娘也不迟。
又倒是子爷今天都没怎么吃东西，我照您平时喜欢的，在粥里放了些山药，你尝尝。眉眼间流露出几分倔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坚持。宋墨不再说什么，趴在床边喝粥。被派去找谢嬷嬷的护卫回来了。世子爷他低着头，谢嬷嬷10天前已经去世了，说是不小心从台阶上踏空了，折断了脖子，当场就去了。宋墨顿住，面无表情地望着调羹里的白粥，任那微弱的热气扑在自己的脸上。良久，他才慢条斯理将粥吃了下去，吩咐下脸，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把我母亲身边的几个大丫鬟找到。他们一直没找到那几个丫鬟。下脸肃然应是，把宋墨交给了陈和，退了下去。宋墨又开始写信，宋宜春却坐立不安地在屋里打着转。这是一个机会，一旦失去，就再遇到。可如果坚持下去，皇上面前又该怎么说呢？他正头痛，常护卫过来了。国公爷他低声道：“二爷如今在仪志堂。”两个儿子本就十分的亲近，宋墨怕宋翰受到惊吓，接去仪志堂，这很正常。宋宜春一时没明白常护卫的意思，常护卫只好上前一步，悄声道：“国公爷，要是世子爷对二爷不利，那……”宋宜春听得眼皮子一跳，他怎么没有想到，宋墨把英国公府的护卫杀了，还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把尸体摆放成了那样。他已经不是自己原来熟悉的儿子，他已经成了第二个蒋梅孙。宋宜春倒息了，冷气道：“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国公爷还是想想怎么和世子爷御前对峙吧。”常护卫眼底闪过一丝异色，他已经和宋墨结下了生死之仇，一旦宋墨成为英国公，他的下场可想而知。宋宜春问他：“你有什么好主意？”这种事得那些熟悉典籍的士才想得出来，他怎么知道？常护卫硬着头皮出了几个主意，都被宋宜春否定了，隐隐的传来4更鼓。宋宜春一咬牙，吩咐丫鬟：“去，把陶先生请来。”陶先生名迟，字器重，是他最得力的幕僚。他原本想请他帮着想个万全之策的，结果陶器重满口的知乎野者，把什么进宫、汉武帝都拿出来说了一遍，说得他心头冒火，不曾想最终还是得请他帮着善后。这些武人虽然听话，却像狗肉，始终上了不了正席啊。宋宜春那边的动静很快就传到了宋墨的耳里。陶先生吗？宋墨嘴角露出处略带讥讽的笑，吩咐下脸：“你派人把这几封信送出。”有给三公主的，有给陆家的，也有给景国公府三爷张旭明、神机营副将马有明等人的。下脸应声儿。宋翰由李白陪着来给宋墨请安：“哥哥，你好好在家里养伤，他很懂事地道，我给母亲守灵。”宋墨沉吟道：“还有3天，就是母亲的7-7了吧？”宋翰点头：“守过了7-7，就要引发下葬了。宋墨是长子，应该由他打翻。如果他真如父亲所愿，被打得不能动弹了，母亲出殡，作为长子，他竟然不在场，那些亲戚朋友会怎么想？”宋墨冷笑，温声问宋翰：“你用过早膳了没有？”“用过了。”宋翰乖巧的道：“早上吃的素炒什锦、酱茄瓜、素馅包子，还有1大碗面条。”平时蒋氏问他，他就是这么回答的。宋墨听着要落下来了，他打发了李白，低声对宋翰道：“娘亲死的时候我都不在家，你给我讲讲母亲的事好不好？”一副如沐之情。宋翰不疑有他，抹着眼角哽咽道：“你走后没多久，娘亲就病了。开始只是样样的没有力气，渐渐的就不能下床了。父亲请了杨秀山来给娘亲瞧病，但吃了他的几副药都不见好转，父亲就换了黄历。结果娘亲的病地越发的重了，正恰皇后娘娘来探望娘亲，推荐了任遂明。娘亲又改用任遂明的方子，还是不好，父亲做主又换成了杨秀。黄历和任崇明都是名动天下的大国手，一个是灌给皇上看病的，一个是灌给皇后娘娘看病的。黄历还是太医院的院正，若是杨秀山的方子有什么问题，两人不可能毫无察觉，父亲也不可能同时让3个御医以他的意志来开医。也就是说，母亲是真的生病了。宋墨思忖着问宋翰：“娘亲病了，是谁在床前待急？”“是我。”宋翰道：“竹君和清李轮流帮娘亲熬药，我在床边服侍。”说到这里，他像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似的，抿着嘴笑了起来。原来娘亲和我一样怕苦，每次喝药，如果不加很多的冰糖，就要吃1糖。说着，眼眶里开始蓄满泪水。每年过春节，娘亲都会亲手给我做新衣裳，还会给我金豆豆做压岁钱的。他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宋墨也眼角湿润，他用帕子帮弟弟擦着眼泪：“好了，天恩，别哭了，哥哥给你金豆豆做压岁钱，让谁能带头母亲给宋翰做新衣裳的呢？他又没有娶亲。”脑海里就突然浮现窦昭敦在花田里挖菊花时的神态大方自然，荣辱不惊，
如果换成是他会怎样安抚弟弟呢？宋墨没来得及细想，这个念头就一闪而过。他哄着宋汉，哥哥让李白给你做新衣裳，好不好？我不要新衣裳，宋汉抽泣道，我要娘亲，我要娘亲。宋墨神色暗暗，默默无语地给宋汉擦着眼泪。宋汉哭了一会，心情慢慢平和下来，他对宋墨道，哥哥，我以后再不要新衣裳了，也不要金豆豆了。几句话说的宋墨更是酸楚，他轻轻地拍了拍弟弟的手。两兄弟默然相对半晌，宋墨才轻声道，娘亲临死之前可曾嘱咐过你什么？宋汉摇头，母亲临终前已经不会说话了。宋墨愕然，母亲一生坚强，就算临终前不能说话了，之前缠绵病榻也应该有所准备才是，不可能一句话都不嘱咐他们兄弟俩就这样走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不由勃然大怒，尽管他不知道当着弟弟的面发脾气，极力的把这种情绪压在了心底，目光迸射出来的愤懑还让是宋汉吓了一大跳。那天天气好，谢嬷嬷带着丫鬟做了很多桂花糕，她磕磕巴巴地道，爹爹陪娘亲坐在五郎的下赏局，我跑帮谢嬷嬷端桂花糕，回来的时候，爹爹和娘亲都板着脸不说话，娘亲勉强吃了一口桂花糕，就说天气有点冷，让黎白带我回换件衣裳，我知道他们肯定是有话要说，不想让我听见。我走到半路就折了回来，谢嬷嬷和娘亲身边服侍的都站在院子里头，我趁着谢嬷嬷不注意的时候跑到了五廊上，娘亲和爹爹在吵架，吵得好厉害，我还没有听清楚，就被谢嬷嬷一把抱到了葡萄架下。谢嬷嬷还叮嘱我，娘亲和爹爹吵架的事谁也不能说。她说到这里，惊恐地望着宋墨，哥哥，我谁也没有说。笨佛一个巨浪打来，把浇了个透心凉。他知道这个时候弟弟很需要安慰，可他实在是笑不出来。草草地摸了摸宋汉的头，他沉声道，后来呢？后来我被黎白带回了屋。宋汉垂着头，眼泪赖赖地落在了他青涩的浮头鞋上。再后经理来叫我说母亲不行了，让我快。我跑过的时候，看见母亲大口大口地吐着血，她伏在了宋墨的床头，呜呜地哭得不能自己。父亲上前，却被母亲一把推开。宋墨眼前一片模糊，原来母亲是在和父亲吵架之后吐血而亡的。是什么事让母亲和父亲之间有这么大的分歧？会不会与舅舅们有关？他仔细地思量了一番，否定了这个想法。舅舅们的事已经有了定论，并没有伤害到宋家的利益。母亲是个明白人，就算是当初舅舅们遇难，父亲没有尽力帮忙，甚至是敷衍了事，母亲也不能因此而责怪父亲。父亲代表英国公府，英国公府一向以皇上马首是瞻，母亲一向分得很清楚，不可能因为这件事就气得吐血身亡。那这件事与自己被陷害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是什么事能让父亲谋害自己的长子呢？如果能知道母亲和父亲为什么起争执就好了。现在谢嬷嬷不在了，那几个大丫鬟就成了关键。母亲和父亲吵架的时候，他们几个虽然立在院子里，宋汉说母亲和父亲吵得很厉害，他们多多少少能听到只言片语。还有陷害自己逼奸的，也是这几个大丫鬟。要说这其没有什么关联，只怕谁也不会相信。现在他做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样子，写了几封信给三公主等人，请他们帮着他疏通关系，尽早的见到皇上。父亲如果没有一个站得着的理由，御前那一关未必就过得。这一点相信父亲也是很明白的，要不然父亲也不会在强制他不成的情景下急急的招了淘气虫前往。一旦父亲决定妥协，为了不被抓到把柄，父亲肯定会把那些用来陷害他而投靠父亲或是被父亲收买的证人灭口。到时候他只要派人紧紧地盯着父亲的那些手下，就可以找到那几个大丫鬟的下落了。想到这里，宋墨觉得有必要再叮嘱自己的属下几句。安慰了宋汉一通之后，他喊了几个护卫护送宋汉和黎白了灵堂，然后叫了夏琏进来，吩咐他派专人负责找蒋氏身边的几个大丫鬟。夏琏躬声应是，有护卫进来禀道，陶先生求见。宋墨眼皮也没有抬一下，淡淡的说了句不见。屋外的淘气众笨佛早已知道了答案似的，没等那护卫转身，已高声道，世子爷，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萧卫您杀就杀了，也应该消消气了。再过3天就是夫人的七七了，死者为大，您总不能让夫人这最后一程走得不安稳吧？我这次就是奉了国公爷之命来和世子商量夫人下葬之事的。世子爷心里就是再气再怨，看在夫人的面前，也把这几天过了再说。您看如何？宋墨听着只觉剜心的痛。事到如此，父亲还要利用他对母亲的敬重。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这才稳住自己的声音，不至于变调。你进来吧。宋墨对着窗外的那个身影淡然地道。
陶器重忙恭敬地朝着宋墨的内侍行了个礼，这才走了进来。陶先生请坐。宋墨已经恢复了从前的风轻云淡，让护卫给陶先生上茶。到仪制堂的仆妇都带着伤，只好委屈先生了。哪里，陶器重忙欠了欠身，恭谨地道：说起来，这件都是小人作祟，国公爷受了蒙骗，你也受了冤屈。这么说来，父亲已经觉得查他做错了。宋墨淡然地打断了陶器重的话，目光灼灼地盯着陶器重的眼睛。陶器重没想到宋墨这样的犀利，他不由苦笑。如果他承认英国公错了，接下他们就得对宋墨割地赔款，可如果不承认英国公有错，他想到来时一路见到的5步1人10步1哨，想到宋墨送出的那几封信，想到昨天堆在院子央的那些尸体，想到把宋汉团团围住的护卫，他有些不自在的轻轻咳了一声，只好喃喃地应了一声是。既然如此，宋墨似笑非笑地望着陶器重，那就请父亲维护我作为世子的尊严，把那些小人的头颅割下来以尽孝游吧。陶器重骇然地望着宋墨，如果英国公把对他忠心耿耿，因为执行了他的命令而被宋墨迁怒的护卫都杀了，以后谁还敢为英国公卖命？但与宋汉相比，这个要求又变得有些微不足道起来。他沉吟道：能让二爷回上院歇息吗？宋汉一直跟着父母住在上院。原来如此。宋墨暗暗在心里自嘲，父亲之所以这么快就妥协，怕自己拿宋汉来威胁他，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在父亲的心里，自己不过是个无情无义，连手足也不放过的无耻之辈罢了。或者失望到了极致，也就没有了期望。宋墨的心突然变得很平静，他默然地道：母亲逢妻，我来主祭；妻妻发饮，我来打翻。这样一来，从前的种种都变成了笑话。宋墨重新成为被英国公承认的继承人，父子之间的矛盾也将会被淡化，甚至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误会就可以接过，英国公也就不可能去追究宋墨的杀人之罪了。这对英国公来说肯定是很难受的。可来日方长，当务之急是要确保宋汉的安全。国公爷只有这2个儿子，他已经和长子势同水火，若是再失去了次子，难道还让国公爷从堂兄弟那里过继儿子来继承英国公府的爵位不成？这对于向来重视传承，对能成为英国公而倍感骄傲的国公爷来说，恐怕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吧。陶器重想也没想，就替宋宜春答应了。世子爷是长子，理应由世子爷主祭打翻，难道还有别人能替代您不成？只怕从今天起，父亲就会日日夜夜地想着怎样让宋汉取代他吧。宋墨并不害怕，他在心里冷笑数声，道：从今以后，英国公府的事我不管，但仪制堂的事英国公府也不要管。自从大舅出事，一桩事接着一桩事，他需要时间梳理大舅留给他的那些人手，也需要时间了解父亲陷害他的真正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解除他的危机。陶器重和宋墨想的一样，死了那么多的人，英国公府需要时间消化这种损耗，需要降低别人的关注，短时间内的安宁是非常有必要的事。雄鹰就要让他翱翔天。陶器重笑道：是子爷大了，也应该学着掌管国公府的事务了。从仪制堂做起是最好不过了。从前国公爷还是世子爷的时候，也是从管理仪制堂开始的，是吗？宋墨浅浅的笑，既然如此，母亲七七过后，就请父亲把母亲的陪嫁分给我和天恩吧。陶器重一愣，宋墨已道：父亲正值壮年，想必很快就会续弦。在新人进门之前，把母亲的陪嫁交给我们2兄弟，也是为了显示父亲没有私心。天恩有了母亲的陪嫁傍身，跟着父亲再上院过日子，我也放心些。夫人进门时有近1万两银子的陪嫁，这些年又经营有道，粗略的算算，至少也应该有3、4万两银子的样子。宋墨和宋汉都是半大不小的年纪，又都没有成亲，夫人的陪嫁由国公爷管着无可厚非，宋墨怎么会想到要分夫人的陪嫁呢？不过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并不过分，主要是国公爷还正值壮年，2个儿子也都没有到娶亲的年纪，英国公府又没有主持馈的人，英国公府必然是要续弦的。如果续弦，提前把夫人的陪嫁分给2个儿子，恰恰是尊重夫人和夫人所生的2个儿子的表现。特别是宋墨身边早有掌管太夫人陆氏陪嫁的人，这么多年都没出过什么纰漏，把夫人蒋氏的陪嫁交给他，在外人眼里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听宋墨的口气，是要等分了夫人的陪嫁之后，才会把二爷交给他们。陶器重笑道：分财产是件很琐碎的事，只怕一时半会没有结果。他徐徐地道来，观察着宋墨的表情，颇有些试探宋墨的味道。宋墨更觉得腻味，既然宋汉那么重要，父亲又何必在乎母亲的那一点陪嫁？他水波不兴地听陶器重把话说完，道：那就慢慢分好了。
反正我们兄弟俩都不急。陶器重这样就很肯定宋墨的想法了，他不由暗暗叹了口气，笑道：世子爷身体为何，我就不打扰了，待我回了国公爷，也好安排3日后的出殡。宋墨已经提了自己的要求，至于父亲答不答应，什么时候答应，那就看谁更沉得住气了。他微微颔首，让护卫送了陶器重出门。有护卫来禀，杨太医来了。宋墨找杨秀山给他看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向他打听母亲的病情。杨秀山见了他的伤，惊讶的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一回过神来就急急地问：这是怎么了？宋墨早想好说辞，半真半假地道：母亲去世，父亲心情不好，我心急如焚地赶回来，怪父亲没有早日给我报信，顶撞了父亲，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也打得太厉害了些。杨秀山连连摇头，让宋墨把黄丽也请来他家祖传是看骨伤的。宋墨正想着怎样给父亲施压，杨秀山给出了个好主意，他从善如流，立刻让人去请黄丽，然后和杨秀山说起母亲的病来。主要还是心情郁结，杨秀山叹道：这种心病还得心药医。他是常在英国公府走动的，知道宋墨和母亲非常的亲近，本想说宋墨当时应该守在蒋氏身边的，但想到宋墨的伤，又把这句话给咽了下去。黄丽还没有到，顾玉提了一大堆的药品补品先到了。看见宋墨的样子，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杨秀山也常给云阳伯家的女眷瞧病，和顾玉相熟，两人寒暄几句，杨秀山就很有眼色的借口要去写药方，将地方让给了顾玉。顾玉待杨秀山一离开，就阴沉着脸坐在了宋墨床前的锦物上。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我尽量把伯父留几个时辰？以心换心，以后只怕还需要顾玉帮着他牵制父亲。宋墨没有隐瞒，把事情的经过简明扼要的说了一遍。顾玉神色大变，惊呼道：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宋墨表情显得有些苦涩，如果我能找到原因，也许就能解开这个结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顾玉面露嘲讽，人人都当我是傻瓜，我却知道，敢当着我姨母教训我的人，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他说着，神色一肃，森冷地道：天赐哥，你说吧，要我干什么？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什么以下犯上，不孝忤逆，一概不问，就这样站在了宋墨这一边。宋墨顿时眼睛湿润，半晌才道：暂时没什么要你帮忙的。把和陶器重的谈话告诉了他，先把伤养好，然后想办法自保，查清楚父亲为何要如此待我。效期过后，再谋个一官半职。入了仕，宋宜春就不可能用如此拙劣的手段对待他了。顾玉点头道：你放心，效期之间我会隔三差五就来看看你，不仅我自己来，还会偶尔带1-2个在京都颇有影响的勋贵子弟一起来，也会不时在姨母和皇上面前提到你的。多谢。宋墨很是感激。哎呦，说这些做什么？顾玉脸色微红，他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这样郑重地向他道谢，而且还是他非常尊重的宋墨，我也帮不上大忙。时间最是无情，3年守制过后，谁知道皇上还记不记得他？有顾玉帮着时常在皇上、皇后面前提他，效期过后，就算父亲想阻止，他也有办法谋个差事，这对我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宋墨再次向顾玉道谢。我们别说这些了。顾玉不好意思地挥了挥手，到你这边缺不缺护卫？我身边还有2个身手不错的，是姨母赏给我的，你若是要，我就送给你好了。那是皇后娘娘送给顾玉的保命符，要不是有这2个护卫，单凭他，怎么可能在藏龙卧虎的京都城里闯出小霸王的名头来？不用了。宋墨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我还有舅舅留下来的人，我怎么把这给忘了？顾玉拍着脑袋，又道：那你要不要银子？我没多少私房钱，不过我有很多没有上册的古董字画，到时候可以拿出去当了，怎么也能凑个1-2把银子。都不需要。宋墨心里暖暖的，你自己留着用吧。知道他是诚心实意，又道我如果需要，再向你开口也不迟。顾玉不住地点头。那你一定要记得跟我说。一定。宋墨笑着，有护卫进来禀告，皇太医来了。顾玉忙带宋墨将黄丽迎了进来。黄丽50来岁，身材十分高大魁梧，乍眼看上去像个武夫，虽然粗壮，可一双蒲扇似的大手却十分的灵巧。他给宋墨把了脉，然后摸了摸宋墨受伤的地方，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外伤好说，养个3-5个月就能痊愈，可这内伤……顾玉吓了一大跳。怎么？治不好了吗？也不是。黄丽山道：没有3-5年，只怕好不了。顾玉长舒了口气，能好就成。你只管说要用什么药吧，不行我就向皇后娘娘讨去。纨绔之气立现，让宋墨忍不住笑着摇头。偏偏黄丽也是个有脾气的，
绵里藏针的笑道：“用的全都是些寻常的药材，就是需要用无根之水煎服，有些麻烦。无根之水就是雨水，这一年四季下雨总是少数，特别是京都这样气候干燥的地方。”顾玉喃喃道：“难道要搬到江南去住？”宋墨知道这是黄历在调侃顾玉，却也被顾玉的一片赤诚感动，笑道：“下雨的时候用桶接着就行了。我怎么没有想到？”顾玉哈哈大笑，宋墨却心一动。3年前，皇上曾赏给他一座小田庄，就在离京都不到10里的大兴。也许那个地方可以用得着。此时的真定正是大雪纷飞。前几天有田庄的管事来送年试货，进了2张雪貂皮，做笔夹少了点，香裙边又怪可惜的。窦昭思来想去，决定祖母做个风领，做个挖云秋香色的昭君套，过年的时候用。天气冷，也没有什么事，甘露几个就陪着窦昭坐在内窗的热炕上做针线。素心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小姐，她朝着窦昭眨了眨眼睛，笑道：“前几天田庄送来的账目有些不对。”甘露几个一听，立刻退了下去。素心这才从怀里掏了出封信出来：“小姐，陈先生让人送回来的。”窦昭有些紧张地接过了信。事情已经过去8天了，京都那边却一直没有什么消息过来。他看似悠闲，实则心里时时惦记着，晚上常常辗转反侧睡不着。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窦昭情不自禁地长长松了口气。在旁边忐忑不安地盯着他的素心见了，表情也不由得跟着松懈下来，旋即露出了一个愉悦的笑容。“小姐，段护卫他们是不是平安无事了？”窦昭点头，示意素心将旁边的羊角宫灯点起来，一面烧着信，一边悄声道：“梅公子已经平安无事，3期的时候主持了蒋夫人的祭祀，陈先生和段护卫他们过几天就会回来了。”素心这样沉稳的人，听说陈渠水很快就能回来了，禁不住欢喜雀跃。“这就好，这就好。”窦昭看着他高兴的样子，也忍不住露出欢快的笑颜，道：“你去跟陆明说一声，免得他们担心。”素心欢天喜地去了。窦昭却望着烧成了灰烬的封纸，发了半天愣。宋墨果然不是那逆来顺受的人，父亲要陷害他，他一样的抗其反抗。自己连夜派段公义和陈晓峰等人去营救宋墨，这个决定是很冒险。可他只要一想到前世宋墨的遭遇，就无法做事情再次重演。不过英国公为什么要陷害自己长子，不管是前世今生，窦昭都没有找到答案。前世蒋家被满门抄斩，蒋氏缠绕病榻，不久之后就与世长辞。宋墨刚失旧失，又逢母丧，想必心神俱疲之余，心也有些许的怨怼之色。他不可能，也没有心情和精力去关注身边的事，这才让英国公有了机会从容布置，以被御史弹劾的方式拉开残害宋墨的序幕。而这一世，蒋梅孙等人虽然被害，可梅夫人等妇孺却活了下来。宋墨为了保护蒋氏族人，不仅没有因为蒋梅孙等人的死而消沉，反而更积极地融入到京都的贵族圈，甚至为了试探皇上的用意，有意输了丘为的狩猎，重新确定了在皇上心目的位置。名声在外的宋墨，让英国公如烫手的山芋，最终只好选择了在宋墨奔丧回来的那一刻突然发难。自己的市井，英国公的无奈，都给了宋墨一线生机。有时候身份也是一种束缚，这次他能够顺利脱险，希望保住了世子之位的他能够不像前世那么的疯狂。窦昭悠悠地叹了口气。黄昏时分，陆明来向他辞行，他一言不发，先跪下来给窦昭磕了3个头。“四小姐，您的大恩大德，不仅世子爷，就是我们这些人也都不会忘记的。”然后道：“世子爷受了伤，需要人照顾，又没有个帮衬的人，严先生和我商量，准备今天晚上连夜赶回京都。徐青的伤势太重了，只怕还要麻烦四小姐让他在田庄多养几天。”陆明来窦家小半年，一直对窦昭很尊敬，却不像现在，尊敬带着几分恭谦，显得很有诚意。也许是因为自己救了宋墨的原因吧。“你起来说话吧。”窦昭思忖着道：“田庄里也没有别的人，你就放心让徐青在那里养伤好了。然后让素心送了他50两银子的诚意，你们一路上要小心。我的人还没有回来，没办法护送你们回京都。”陆明没有客气，把银票揣在了怀里。“这里离京都不过5的路程，有我护着严先生，定能平安到达。”他说话时的那种笃定，越发让窦昭觉得他是个高手。窦昭叮嘱了几句，端了茶，送走了陆明。甘露进来禀道：“小姐，高兴回来了。”1个月前，高升禀窦世英之命来接窦明回京都，窦昭派了高兴随行。他在厅堂见了高兴：“小姐，路上很顺利。”高兴的身上还残留着雪花融化后的水渍，一看就知道他还没有落屋就先来见窦昭了。
七老爷还把我叫去问了小姐的很多事。他咧着嘴笑，窦世英这样关心窦昭，显然很看重长女，他很为窦昭高兴，让我带了很多京都的特产，说是给小姐过年的。窦昭向他道了声辛苦了，让素心去清点东西，问了问父亲的身体。七老爷很好，高兴笑道，每逢木修都会去庙里和大师傅们讨论佛法，大家都夸七老爷佛法精深，连我们都跟着沾了光。他说着，从腰间的荷包里拿出张平安符，这是我去大相国寺玩的时候，那个知客和尚德福知道我是北楼窦家七老爷的人，送了我一张主持大师开光的平安符呢。窦昭愕然，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当年大相国寺的主持福德方丈和大龙善护国寺的圆通法师是京都最负盛名的2位禅师了，一个能把死人说活，一个就能把活人说死，一个相貌堂堂，一个仪表出众。每当元节的法会，大相国寺和大龙善护国寺前就挤满了去听佛法的妇人。据说等到2寺收香钱油的和尚抬着功德箱出来的时候，铜钱就会像雨点一样的落下来。现在大相国寺未来的主持还在做知客，但已经知道打点窦阁老家亲戚的下人了。而未来的大龙善护国寺的主持圆通法师呢，则暂住在窦家贺寿堂，正准备参加明年的春闱呢。原来命注定的人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已经有了交集。不过吉永这些日子到底在干什么呢？自从那天他拂袖而去，他没有理他，他也没有再出现在他的眼前。窦昭犹豫着要不要去看看季永，外面突然传来甘露的声音。季少爷，话音刚落就转为了惊慌，您这是要干什么？只见暖帘一晃，季永大大咧咧地闯了进来。他只穿了件青色的锦袍，头顶和肩膀还有落下的雪花，要不是他的表情异常的严肃，他只怕就要皱着眉大声呵斥他一番了。小姐。紧跟在季永身后的甘露委屈地望着窦昭。窦昭做了个手势，示意下去奉茶，然后淡淡地指了指身边的太师椅，道：季表哥，请坐。季永好像根本没有觉察自己有什么不妥似的，他点了点头，没有坐下，而是身姿笔直地站在那里，淡漠地道：我决定了，明天就启程去京都，在顺天府学那边租个宅子，闭门读书，参加明年的春闱。他来势汹汹，窦昭根本没有想到他是来告诉自己他接受了自己的劝勉，不由得愣了片刻才回过神来。那很好啊，他神色如常的道，我在这里先祝贺季表哥已有心想事成，金殿转炉，心里却很想笑。这个季永就是认错也要用父纡尊降贵般的口吻。季永见状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窦昭别过脸去，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才忍住了快要到嘴边的笑意。甘露跑了进来，小姐，小姐，陈先生回来了啊！窦昭喜上喜烧，匆匆对季永说了句你先坐会，迎了出去。穿过风雪的抄手游廊，穿着青衣的陈曲水等人渐行斩进。窦昭不由眼角闪动着水光。小姐。一行人在五廊下站定，陈曲水心情激动地望着窦昭，深深躬身，向窦昭行了一礼。陈先生，窦昭嘴角含笑，您终于回来了。又仔细地上下打量着站在陈曲水身后给他行礼的段公义和陈晓峰，见两人红光满面，不由满脸笑容地点了点头，平安就好。然后招呼他们，大家进屋说话。重逢后喜悦让大家都满脸的笑容。几个人簇拥着窦昭正要进屋，暖帘一撩，吉永走了出来。陈先生等人都有些意外，吉永却眼睛微眯，眼神犀利如风般的落在了陈曲水的身上。陈先生，他挑了挑眉，听说你去京都访友了，不知道贵友先居何方？怎么去了京都也不去拜访一下窦七爷？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语气带着几分讥讽。陈曲水并不知道季永在查自己，如果是从前，他肯定会有些不悦，但在经历了英国府的那些事之后，他突然觉得相比宋末的遭遇，这些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的朋友住在大兴，他平静地笑道，我习惯性地称为京都，倒让季公子误会了。七爷那里也曾去拜访，只是没有遇到季公了罢了。言简意赅，没有一句多的话。吉永更觉得陈曲水可疑，但望着神色兴奋的窦昭，他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忍了下去。那我就行告辞了。他甩着衣袖出了西斗的上房，外面传来子上气喘吁吁的声音，少爷，少爷，你还是披件斗篷吧。窦昭不由莞尔，和陈先生他们进了屋。甘露等人上过茶之后，静静地退了下去。陈先生说起了这些日子在京都的遭遇。英国公真的把几个逃出去的护卫全都杀了，还让人把尸体抬到了世子面前。陈曲水唏嘘道，可能是听到了些风声，37那天，英国公府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
世子应对代替，根本看不出来身上还带着伤。英国公神色肃穆，提起蒋夫人就面带凄色，只有宋二爷一直跪在蒋夫人面前哭泣，眼睛都肿了。晚上席散，英国公留了3驸马和陆家的人说话，准备请了陆太夫人的胞弟陆副理做中间人，将蒋夫人的陪嫁分给世子和宋二爷。如今英国公府看上去一团和气，仪志堂和英国公府实则已是泾渭分明。世子甚至悄悄派人将一些人安置在了自己在大兴御赐的田庄里了。狡兔三窟。窦昭很认真地听着，知道宋墨和宋宜春还在众人面前维持着父慈子孝的假象，为自己达到了目的欣慰之余，也有几分感慨。他们父子以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口，父子相残的事会在英国公府上演很长一段时间。众人听着，心情都十分失落起来，屋里的气氛也变得有些压抑。窦昭笑着打破了众人的沉闷，道：好在这些都不关我们的事了，我们能做的都做了，该做的都做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他们父子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们毕竟是外人，既不能插手，也未必知道。他的话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段公义虽然笑了笑，但表情依旧有些沉重，倒是陈渠水明白窦昭的用意，笑道：世子要杀我们，我们反救了世子的命，说起来我们是以怨报德，这段公案也应该能了。这些日子大家陪着英国公府的事吃不好睡不着的，现在回了真定，那些事就不要再想了，大家都下去歇了吧，小姐也能早点休息。段公义等人闻言笑着起身告辞。窦昭嘱咐段公义：你们这些日子都辛苦了，安排着轮流回去休几天假，和家里人聚一聚。段公义几人笑着道谢，和陈渠水结伴出了内院。窦昭让素兰去打听季勇什么时候启程，我们也好准备程仪。素兰笑盈盈的应了，傍晚的时候来回话，说是明天晨正就走，武少爷也和季公子一起去京都。虽是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窦昭吩咐素心，给他们各准备200两银子的程仪。素心应声而去。第二天一大早，窦昭和窦家的女眷们一起送季勇和窦启俊。二太夫人反复地叮嘱窦启俊，不要急，这次只是去见识一番，只考中固然是好，不然向你五叔祖讨教学问也好。又对季勇道，你们路上小心，有什么事要互相商量，平平安安的到京都，也让我放心。两人恭敬的应是。二太夫送了2人到大门口，小厮们服侍着2个上马车。季勇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的窦昭，他戴着个月白色素面装花雪和昭君套，又围着大雪雕风领，耳边缀着珍珠此寒风中，如莲的面颊如泛起层胭脂色，如朵雪中盛开的寒梅分外的明艳。季勇不由握了握拳，这次一定不能让他再小瞧自己。他转身进了马车，大声吩咐子熙，启程，我们去京都。载着2人的马车消失有风雪中，大家笑语殷殷地往厅堂去。窦昭和窦启俊的妻子妻室并肩而行，耳朵听着九堂嫂说儿子的去世，心里却想着自己的事。翻过年他就要疾病了。延安侯汪清怀的胞妹汪清源比他只小2个月，当年若不是自己及时出现，田氏又念着旧情，魏廷瑜就由着魏廷珍做主娶了汪清源了。汪家好像也有意把汪清源嫁给魏廷瑜。他还记得自己刚嫁入济宁侯府时，汪清怀的夫人胡氏看自己时那异样的眼光，如果不是多年之后魏廷珍因为一件琐事对他又气又恼，激动之下说了漏了嘴，他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只是不知道以魏廷珍的性格，温婉柔顺的汪清源嫁过去了之后，他不会像嫌弃自己强势那样的嫌弃清源太懦弱。窦昭很怀疑，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从这方面下手。他记得汪清源最后嫁给了魏州魏都指挥使华堂的长子，不到1年就守了寡，又因为没留下子嗣，小叔子强势，在华家过得很不如意，还是汪清怀心疼这个妹妹，强行把她接回了延安侯府。从些以后，汪清源古佛青灯，做了居士。如果能凑成这桩婚事，也未必不是件好事。窦昭想做就做，趁着崔13回来过年的时候，让他留意延安侯家的事。崔13有些不解，道：延安侯世子汪清怀精于术务，延安侯对世子又十分的信任，家中事务尽数交于他管理。延安侯府看上去不出奇，日子却过得颇为富走。不过是因为素来低调内敛，对家中子弟管束颇严，不显山不露水罢了。我们小本经营，就算是和汪家搭上了话，恐怕也没有什么收益。他这2年在京都放印子前，确实应了那句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的话。不仅京中的官吏要借银子，那些簪缨世家的子弟借得更频繁，而且官吏借了银子，
一有银子就会还了。那些簪缨世家的子弟就是有银子也不还，实在是被逼个没办法了，就拿了祖上传下来的物件来当。范文书看着都替那些人家的祖宗们心疼，商量着不如暗中再做些倒卖古玩的买卖。汪家的情况，窦昭自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魏廷珍看中汪清源，也与汪清源的陪嫁丰厚有很大的关系。只是这件事不好对崔十三明说，他只得笑道：“我得到了个消息，说开春皇上就要整治河宫，这可是笔大卖卖，那延安侯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你到时候只管盯着他们家，说不定他们吃肉，我们能喝点汤了。”崔十三觉得这主意很烂，可他此时还年轻，纵然心里觉得不对劲，却也找不出窦昭的什么破绽来，郑重的应了，去找赵良弼去商量这件事。你说四小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赵良弼已经是窦家在真定州的粮铺的掌柜了，他瞥了崔十三一眼，道：“就算是四小姐有事瞒着你，你知道了就能改变什么不成？”崔十三认真的想了想，道：“不能。”那不就是了？赵良弼笑道：“四小姐让你做什么你就帮好了，等到了那一天自然就知道了。”然后邀他：“我要去趟东向街，你去不去？”“你去东向街做什么？”崔十三已经放了年假，专程来真定帅找赵良弼玩的。我在这时只认识你，知道是要一起去了。赵良弼笑道：“小姐把别家武馆和陈先生的宅子都托了我照顾，那边虽然有2个老苍头帮着照看，可眼看着要过年了，总要过去看看才行。”崔十三不疑有他，跟着赵良弼厮混了一天，才回崔家庄。四嫂妥娘正领着刚刚进门的九嫂在厨房里忙着一家人的晚膳，四哥的儿子仲元和女儿长青正坐在厨房的小屋上帮摘黄豆，打了豆腐好过年。看见崔十三回来，妥娘笑着问他：“可见着四小姐了？”他托崔十三给窦昭去了自己做的2双鞋，仲元和长青则乖巧地喊着13叔。崔十三笑着摸了摸2个孩子的头，怀里掏出1包饴糖递他们，2个孩子高兴地欢呼起来。崔十三这才道：“送去了。四小姐说穿着很合脚，让你下次再给她做2双绣折枝花的就行了，还让我给仲元和长青带了2匣子点心回来。听甘露说是宫里御赐的，是七老爷特意从京都捎给四小姐的，和四小姐赐给家里的东西放在了一起。”妥娘听着脸上就露欣喜的笑容来，连说了几声不应该，细细的问起窦昭有什么样的鞋来。过几天就是四小姐的疾病礼了，我怎么也要带着仲元和长青去给四小姐磕个头。家里这几天都在说这事，崔府还为此把崔十三几弟兄都叫在一起商量送什么东西好。崔十三因为在京都待了这2年，这件事就交给了他，他正在头痛着，听了妥娘的话，不由嘀咕道：“还是四嫂好，2双鞋就打发了。”话音未落，心中一动，干脆不走了，坐在那里和长青一起摘着黄豆。“四嫂，您是在四小姐身边服侍过的人，四小姐喜欢什么？”妥娘和崔十三说着话，手里却一点也不慢。只要诚心诚意送四小姐的东西，四小姐都喜欢。不由就讲起窦昭小时候的事来，一丁点小人，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全都装在心里。为人又大方，从来不都计较什么。崔九的媳妇看着妥娘款款而谈，不由露出艳羡的表情。崔四有几个兄弟里最木讷，就是因为娶了妥娘，崔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敢怠慢他的。就是公公和婆婆见到了他们2口子，也带着几分客气。窦家四小姐更是隔3差5的赏了东西下来，家里的人也都跟着沾光。还好妥娘的性子好，从不因此心生骄纵，论到她下地送饭就去送饭，烧火做饭就烧火做饭，妯娌间都服她为人厚道。她上管得住丈夫，下管得住亲戚，10里8村妇人提起她来，9个人是羡慕，还有1个人是嫉妒。想到这里，她的目光不由落在了年纪还小的仲元和长青身上。有了四小姐这层关系，这2个孩子还愁什么前程啊？列表。且不去说崔九媳妇的这些小心思，崔十三从厨房里出来，碰到了大堂兄崔大。崔姨父亲崔家老太爷还在，几兄弟都没有分家。到了孙子辈，就按照出生大小叫了大郎、二郎、大郎、二郎。出生的时候，崔家还只是刚刚能吃饱，都没读过书。等到崔家日子渐渐过起来了，地契上要画押，担保要按手印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郎字实在是不好写，索性就叫了崔大、崔二。从兄弟几个论下来，等崔13能在离村20里的私塾启蒙时，大名就叫了13。看见崔大，崔13很是惊讶。崔大自从帮着窦昭管理田庄之后，全家都搬到了田庄上居住，不是逢年过节不回来。这年冬盘点的日子早过了，小年还有10来天的，他不由道：“大哥，您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崔大嘿嘿的笑道：“
这不快到四小姐及笄里了吗？我回来和咱爷爷商量商量，看我们庄子送些什么东西好。又扬了扬中一条2尺来长的大青鱼，指使崔13提到厨房去蒸了，给咱爷爷下酒。你也来陪着喝2盅。窦昭一共有12个田庄，全归崔大管。他及笄，有田庄的庄头听说他铺子的管事们都在寻思着给他送及笄礼，一下子坐不住了，纷纷来找崔大。同在四小姐手下当差，没道理那些铺子的管事送礼，我们不送。崔大觉得有道理，只是这方面一向没有什么主见，崔大媳妇就给他支招。回去问老爷子，而且崔13也在家，他这才匆匆地赶了回来，有了让崔拾着喝酒的话。崔13还不知道主意又打到他身上来，只是想着回真定前被范文书拉着把京都的古玩铺子都逛了个遍，就觉得脚好像又开始隐隐生痛，不由嘀咕道：怎么走到哪里都在说这件事。崔大没有听清楚，还以为他不愿意自己指使，虎着脸就朝着他的头拍了一下。怎么在京都住了2年就翘起尾巴来了？大哥都使唤不动了，还不快去？没有，庄稼把式的手搁在什么时候都有劲。崔13被打得呲嘴咧舌的，忙接过了青鱼，我这就去。崔大望着崔13的背影，露出了个憨厚的笑容，转身去了崔老太爷住的正屋。崔老太爷抽着汉白玉嘴的铜烟斗，半晌才道：那些庄头都怎么说？说什么的都有。崔大无奈地道：有的说到银楼兑20两银子打副头面，还有的说最好买些古玩字画什么的，还有的说不如各送个的，一起去就行了。崔老太爷这几年才不用下地了，平常庄户人家走动也就是送2尺青布红布什么的，哪里有什么好主意？想了想道：要不去问问你大姑？崔大摸着头：去问过了，大姑说不用这么麻烦，送2双鞋袜就够了。崔老太爷也没辙了。正好崔13进来，崔老太爷忙拉了崔13炕上坐，问他：你都说说看，京里的人遇到这种事都送些什么好？崔13笑道：难怪京里就没有小户人家呀。这倒也是。崔老太爷失笑崔13对崔大道：我看大哥不如就让那些庄头各送个的，你总不能挡了别人的风头吧？崔大点头：是这个理。看着崔13的目光越发的殷勤，崔13窘地咳嗽了一声，这才道：大姑奶奶说的话也有道理，我们家不如就做几双鞋袜，再送2件稀罕玩意算了。什么稀罕玩意？崔老太爷和崔大目光炯炯地盯着崔13。崔13回房拿了个锦盒过来，这是我从记事的铺子里淘的，叫万花筒，然后拿出来示范给他们看。崔老太爷顿时两眼发直，问：这得多少银子？30两。崔13道：范文书在京都的古玩店里淘了尊莲花翡翠玉玺，花了30两银子，他也照着给窦昭准备了这件礼物。崔老太爷一哆嗦：这么贵啊？东西却抓在手上不放了，而且迫不及待地喊着崔4他媳妇把妥娘给招来了，这东西你收送。崔老太爷连锦盒一起塞给了妥娘，这是我们家送给4小姐的及笄礼，你再带着你几个嫂子弟妹帮4小姐做2身衣裳，银子找你母亲要，到时候你和你大嫂带着老九的媳妇一起去城里给4小姐请安。崔九的岳父曾经在县衙里做过几年的门子，崔九媳妇在崔家算得上是有见识的人，崔老太爷这才让他跟着去给窦昭祝贺。崔大和崔13做梦也没有想到崔家老太爷会中途蓝湖，目瞪口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可惜那东西已经被妥娘手脚麻利地收拾好了。爷爷，崔13欲哭无泪。崔老太爷却老神在地道：不就30两银子吗？你等会向你奶奶要就是了。你们年轻小伙子的，明天跑趟州府就行了。然后大手一挥，吩咐妥娘：快摆饭吧，下地的人也该回来了。崔大和崔13还能说什么？草草扒了几口饭，连夜往州府里赶。好不容易抢在记事铺子关门过年之前买了一对琉璃碗和一尊巴掌大小的玳瑁香炉，两人这才松了口气。待到了正月初9，崔大、崔13驾着马车，带着崔大媳妇、妥娘和崔九媳妇去了县城。路上，他们看到了好几辆做工精良的黑漆齐头平顶的马车。崔九媳妇在城里住过几年，奇道：今天怎么这么多的马车？这种马车可不是人人都坐得起的。崔大媳妇和妥娘也挤在车窗旁朝外张望。哦，妥娘看到个熟悉面孔，笑道：那是鲁知府家的马车，想必是鲁夫人来参加4小姐的及笄礼了。4嫂连知府家的人都认识啊。崔九媳妇不掩自己的羡慕，道：鲁夫人肯定是来帮4小姐簪差的，我不过是上次来给4小姐问安的时候遇到过鲁大人的车夫而已。
妥娘忙解释了一番，道：四小姐及笄，未必会安排鲁夫人簪差，不安排鲁夫人安排谁？在崔九媳妇撑大了眼睛，在她的心里，能让鲁夫人帮着簪差，已经是很荣耀的事了。窦家的夫人多的是，妥娘只是觉得凭鲁夫人还没有资格帮窦昭簪差，她含含糊糊地道：谁知道会安排哪位夫人帮着簪差？说话间，马车已到了窦家的侧门，妥娘和崔九媳妇就听见一向不太说话的崔大突然骂了一声，道：这个田富贵竟然弄了对锦鸡给四小姐做贺礼。几个人不由齐齐望过去，就看见个大胖子一左一右提着2个鎏金鸟笼，鸟笼里各装了只色彩斑斓的雄鸡，在众人的注目下，满脸得意地跨进了窦家的侧门。真的是锦鸡！崔大媳妇惊呼，旁边的人也都嗡嗡地议论着，这人是谁啊？竟然送了对锦鸡，好像是东头田庄上的庄头田富贵，他从哪里弄得？真有办法！崔大呵呵地笑，对崔13道：这下田胖子出名了。崔13也笑了起来，看不出来这胖子挺会办事的，想着要不要把这人给拎到京都的铺子里去，他的生意越来越好，得找个得力的帮手才行。念头闪过，身后传来一阵咕噜噜的马车声，赶车的人有些嚣张的大声喊着：让一让，济宁侯府的马车，前面的让一让。那声音如巨石投入了小河里，侧门前立刻喧闹起来。是四小姐婆家来人了，不愧是侯府，你们看那马真雄壮，一共来了3辆马车呢。大家一面议论纷纷，一面忙着给魏家的人让道。那边窦家得了信，打开了大门，马车停在了大门前，青衣的家丁捧着锦盒一件件的往里搬，不知道送的是什么。侧门的人踮着脚伸着脖子朝那边张望，好多啊。那当然，旁边的人接了话茬，也不想想那是什么人家。侯府啊，我们四小姐以后可是要做侯夫人的人。那是。这边的惊叹还没有完，那边有人嚷着：快看快看，又有马车过来了。众人的目光被吸引过去，在院的窦昭却是雀跃地出了正房，一把就抱住刚刚走进垂花门的六伯母季氏。六伯母，他眼角眉梢都是掩饰不住的欢喜，您怎么来了？之前怎么也不说一声？季氏望着又长高了些的窦昭，满脸宠溺地揽住了窦昭的肩膀。我要是提早说了，你能这么高兴吗？窦昭嘻嘻地笑，旁边的丫鬟、媳妇、婆子们也都笑了起来。15岁的生辰还没有到，窦家已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季氏侧了侧身子，把身后的一个少女介绍给窦昭。这是我的侄女，闺名令泽，比你大3岁，我特意把她带来引荐你们认识认识。窦昭顿时如闻雷击，季令泽就是那个和窦德昭私奔的季家表姐。他不由眨了眨眼睛，这才看清楚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如墨的青丝，只有一根香楠珠的钗簪挽着，肌肤温润如玉，容颜秀丽如风，更有种空山灵雨般淡雅的气质，让人见之难忘。季表姐，窦昭屈膝给季令泽行礼，心里却苦笑不已。这个时候的季令则还没有嫁人，但已与湖州韩氏的六公子定亲列表。见窦昭打量他，季令则落落大方地朝着窦昭点头微笑，趁机也将窦昭看了个清楚。高挑的身材，穿着件半新不旧的墨绿色杭绸小袄，鹅黄色镶蓝边的马面裙上绣着蛙云纹。她身姿如松地站在那里，一双眼睛寒星般流光溢彩，璀璨夺目，如珠凌寒盛放的眉，而不是那娇柔桃李杏里。女孩子少有这样的风姿。季令则不由在心里暗暗地赞了一声，对窦昭生出12分的好感来。他屈膝还礼，笑道：不速之客，打扰打扰。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一个女子可以置名声、性命于不顾，和一个比较自己还要小1岁的男子走？虽然知道窦德昌为他止步于翰林院，也不曾有过半分的后悔，虽然知道季令则嫁给窦德昌之后夫妻恩爱，幸福美满，但在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时候，他肯定是看不到以后的路的。窦昭一直对前世那个只见过几面却无缘深交的12嫂非常的好奇，没想到今生竟然会在自己既然举行及笄礼的时候认识。他热情地将六伯母和季令则迎到了祖母去。祖母拉着季令则的手，不停地称赞：这闺女长得可真好。又问她多大了，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平时都做些什么消遣。季氏则悄声对窦昭道：你的辈分高，平日又没有什么走得亲密的姐妹，我特意带了令泽来，让她做你及笄礼的赞者如何？六伯母待她真如亲生女儿一样。窦昭自然是连声称好。季氏笑道：那我晚上跟她说。多谢六伯母。窦昭向他道谢。季氏拍了拍他的手，颇为感慨地道：
一直担心你在真定过得好不好，现在见了面才知道是我多心了。有时候女孩子不要太要强，该软的时候就软。有句话她没有说出来，明明有父有母有亲眷，却像那地里的野菜自己长，看着太让人心疼。你六伯母的话有道理。不知道什么时候，祖母已经和纪令则说完了话，笑着接腔道：魏家的来给你送吉机礼，你一句多谢就把人给打发走了，侯爷知道了，心里怎么好过？平时那么机灵的人，怎么关键时候就糊涂了？既然已经决定和魏家撒清了，不如趁早让两家的关系淡下来。窦昭笑着敷衍祖母：知道了。祖母哪里看不出来，无奈的摇头：你这孩子。纪令则就在一旁劝着祖母：妹妹年纪轻，面皮子薄，你也不必这样求全求满，等过2年就好了。祖母连夸纪令则懂事，纪令则展颜微笑听着，大家闺秀的端秀扑面而来。窦昭不由在心里道：难怪窦德昌会喜欢上纪令则，不知道前世窦德昌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纪令则的。他们私奔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今生他们还会互相喜欢吗？窦昭有些争冲，情不自禁地道：季表姐，12哥他们怎么没有跟着你一起回来？说完才惊觉自己说错了话，不由打量六伯母和纪令则的神色，两人都没有露出任何的异样，特别是纪令则笑道：你12哥本来是要回来的，结果姑父听说建明到了京都，还在顺天府学附近租了个宅子刻苦攻读，就带着你11哥和12哥过去，让你11哥和12哥也在那边读书。窦昭连忙点头。纪令则笑道：我早听姑母说这边有座花房，不仅茶花开得好，剑兰、牡丹也有一品，不知道能不能去看看。因为花房是窦昭的，因而祖母最喜欢别人说这花房了。他老人家闻言立刻两眼笑得眯了起来。这是我们寿姑养着玩的，得不得你这样称赞。你要是有兴奋，让寿姑陪你去就是了。说着喊了窦昭：你陪着季小姐去走走，看季小姐喜欢什么花就搬些过去。祖母又开始送花，巴不得所有得了花的人都夸奖他几句才好。窦昭抿着嘴笑，和纪令则去了花房。此时虽已开春，天气却依旧寒冷，花房里却郁郁葱葱，长满了绿色花木，几株早开的迎春花、牡丹花更是把花房点缀的春意盎然，让人看着精神一振。窦表妹的花果然种得好。纪令则在一株刚刚挂苗的赤丹面前站定，姑母送给老太爷的那株18学士，想来就是窦表妹的手笔了。养着好玩，没想到真能存活。窦昭谦虚道。纪令则笑道：可见这世上真有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说法。窦昭一愣，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纪令则已向他讨教如何种花的事。妹妹这株杜鹃开得真好，我家里也有一株，长得乱七八糟，若是修剪，却很容易就不定芽，不知道妹妹有什么窍门没有？也让我学了，去在家里的长辈们面前显摆显摆。窦昭听他言语幽默，把刚才的困惑丢到了脑后，反正也想不明白，多想无益。该知道的时候总会知道的，也没什么窍门。他笑着和纪令则走到了杜鹃花前，不过是每年花后的5、6月份修剪。纪令则不住地点头。两人正说着，有小丫鬟兴奋地跑了进来：四小姐，四小姐，舅太太带着3表小姐来了。窦昭听着微愕，有些不敢相信地道：你说什么？小丫鬟口齿伶俐地道：是远在西北的舅太太带着3表小姐回来给小姐过吉机礼了，现在正陪着崔姨奶奶说话呢。啊！窦昭心砰砰跳，高兴的都有点失态了，急急的向前走了2步，这才想起来自己还陪着纪令则，又匆匆的转过身来。好在纪令则也是个聪明体贴的，忙道：既然贵客远道而来，我们还是快去迎迎。反挽了窦昭的胳膊往外走。窦昭也不和他客气，疾步出了花房，去祖母那里。寿姑。舅母看见他进来，就含着眼泪抱住了他：您可还好？好。窦昭一个字说出口，眼泪赖赖的落了下来。他有10年没有看见舅母了，两人抱头痛哭。旁边的人也都悄悄地抹着眼泪，还是赵章如跑上前去拉了母亲和窦昭。明明是件高兴的事，怎么到了你们这里就哭上了？嘴里这么说，眼泪却不比窦昭掉的少。窦昭噗噗的笑，满脸都是泪，喊了赵章如一声：3表姐。从前的小姑娘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窈窕，相貌清丽，如果在路上碰到，窦昭肯定认不出来了。倒是舅母没怎么变，反而因为气色更盛，从前显得年轻了很多。赵章如佯做出不嫌弃的样子，丢了条帕子给窦昭，还不快擦擦眼泪。还好没有涂烟抹脂，不然岂不是全花了？那顽皮的神色，欢快的话气，一如小时候。时光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他拉着自己去看蚂蚁搬家。窦昭不由拉了赵章如的手。赵章如嘻嘻笑，祖母笑着招呼他们坐下来说话。丫鬟们换了茶水点心。窦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只是紧紧地拉着赵章如的手。季氏看着就笑道：寿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舅舅升了庆阳知府。真的？窦昭惊喜地望着舅母。舅母轻轻地点了点头，谦逊地道：你舅舅为官勤勉，这次升迁庆阳。窦昭忍不住心里称快。前世舅舅直到年过5旬才升了庆阳知府，之后再无所进，这事却提前了10年，而且就在王行仪调任云南巡抚之后，可见没有了王行仪的压制，舅舅终于能够出头了，这事终于有所改变。舅母，窦昭眉开眼笑地道：我们应该为舅舅的升迁好好庆祝庆祝才是。有什么好庆祝的？舅母向来低调，笑道：也不怕人笑话，就是想祝舅舅仕途越来越顺。窦昭笑道：就家里人吃吃喝喝一番好了，然后吩咐丫鬟好好的整桌席面，再去拿2坛上好的金华酒来，不过是升了个正4品而已。季令则觉得窦昭表现得有些轻浮了。赵章如则跳了出来：我去帮忙。章如。舅母板了脸。祖母忙出面打圆场：难得寿姑也这样的闹腾，都是为了他舅舅高兴，你们就随他们好了。季氏几个都宽容的笑。赵章如这个自来熟，就拉了刚刚见面的季令泽。季家表姐也一起去。他低声和季令则嘀咕：寿姑那里很多好东西，我们今天怎么也要吃喝拿药一回。把个向来端庄的季令则说得忍俊不禁，笑着和赵章如、窦昭一起出了崔姨院子。路上遇到素心，他有些犯愁的道：您嘱咐过只收家里亲戚6卷的礼，可那些田庄的庄头和铺子里的管事实在是说得诚心。窦昭不是那不知变通的人，这样硬邦邦的把礼物拒之门外，不免破坏了气氛。他想了想，道：礼品都收下，看看值多少钱，然后给每人打赏个和礼品差不多的分红就行了。这样好，又不用挺了别人的面子，又彰显了窦家的气派。素心高高兴兴地应声而去。赵章如和季令则耳语看到了吧？我说的没错吧？的确。季令则笑着点头，却若有所思地低下了头，高一脚低一脚地随着他们去了窦昭的正房。列表：晚上只被允许喝了1盅酒的窦昭和舅母、表姐赵章如睡在一起。他们说着别后情，虽然常有书信来往，但能这样挤在一张床，看着那日夜思念的脸，却是书信没办法满足的愉悦。很快，耳边传来了3更鼓声，赵章如已经歪着脑袋睡着了。窦昭正问得起劲，全然没有一丝的睡意。这么说来，新任的布政司和舅舅是同科了，所以你不必再担心我们了。他的话题全围绕着舅舅，舅母自然知道他的心意，道：不仅如此，当初李大人参加春闱的时候，还和你舅舅住一家客栈，2人性情颇为相投，之后也常有书信来往。这次李大人上任，第一个就召见了你舅舅，治下事务也多和你舅舅协商，你舅舅能这样么顺利地升了庆阳府知府，与李大人的推荐也有很大的关系。王一行在陕西抚巡上滞留了这几年，整个庙堂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陕西了，舅舅的仕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窦昭的高兴溢于言表，他笑道：那李夫人那边，舅母还要常常走动才是。舅母呵呵笑道：我们寿姑真的长成了大姑娘，连这个都知道了。窦昭抿了嘴笑，问起3位表姐来，她们都挺好的。舅母泛泛地说了说，然后问起窦昭的及笄里来，谁来给你插笄？司者和赞者是谁？二太夫人准备帮我插笄的。司者和赞者原定是叔姐儿，再从亲戚里面随时找一个。窦昭笑道：当时没想到您和六伯母都会回来，六伯母还怕我这边没有司者或是赞者，把季表姐带了过来，既然您来了，不如您帮我插笄吧。相比二太夫人，窦昭更希望由舅母来做正宾，而且舅母远道而来，窦家出于对窦昭外家的尊重，只要窦昭透个风出去，应该会主动提出让舅母插笄。竟然是二太夫人亲自帮窦昭插笄，舅母很是意外，更多的却是欣慰。能让在真定德高望重的二太夫人帮着插笄，会提高窦昭的身份地位，对窦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赵章如回来原也是怕窦昭的及笄里没有合适的司者或是赞者，如今事情都安排妥当，他也放下心来，提也没提赵章如的事。还是让二太夫人帮你插笄吧。舅母笑道：难得他有这片心，倒是你六伯母那里，你要好生孝顺他才是，他可把人亲生的闺女一样。窦昭连连点头。舅母再无牵挂，笑着催窦昭：我们准备在真定待2个月，有什么话够问的了。
现在你快睡觉，明天还要举行及笄礼呢。这么重要的日子，要是精神不济，那可就糟了。然后帮他掖了掖被子。窦昭像孩子似的嘻嘻笑，哪里睡得着，但想到舅母那么老远的赶回来，想必也很累了，不再说话。很快他就听到了舅母平稳的呼吸声。静静的夜里，这平日略显冷清的屋子里突然间就有了温馨的暖意。窦昭翘着嘴角闭上了，就沉沉的睡了过去。翌日还是在素心的推搡之下才醒过来。他急急地坐了起来，耳边就传来舅母沉稳中带着几分笑意的声音：不急不急，还早。我说让你再睡会，可素心说了，你让他卯正就叫你起来，我倒也不好拦着。这才卯正吗？窦昭松了口气，这才发现赵章如还睡得像小猪似的，这样一番动静都没有把他惊醒。卯正过3刻了。素心忙道，再过半个时辰，二太夫人他们就要过来了。窦昭在心里算了算，还来得及，人就更松懈了。他由着请来的嬷嬷帮他装扮，舅母则去把赵章如叫了起来。赵章如哇哇大叫，塌了鞋发现没有穿袜，穿了袜找不到了汗巾了，急得直叫：寿姑，把你的金汗借一条给我用用。把屋里服侍的逗得都捂了嘴笑。舅母又好笑又好气，呵斥道：你看你比寿姑还大2岁，却没有寿姑的一成稳重，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把你嫁出去？赵章如脸色绯红。窦昭听着这话里有话，趁着舅母如厕，悄声地问三表姐：我是不是又有喜酒喝了？赵章如推了窦昭一把，赧然地低声道：爹爹要把我留在家里。前世的记忆在窦昭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舅舅一直没有纳妾，始终只有3个女儿。大表姐和二表妹都嫁给了他游宦之地的书香门第，大表姐夫还中了进士。3表姐是招婿在家的，只是除了大表姐之外，其他2个表姐他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有什么交情。3表妹到底嫁给了谁，他并不清楚。他望着嘴巴嘟起的赵章如，笑道：怎么，你不愿意留在家里吗？我愿不愿意有什么用？赵章如嘟囔道：总不能让爹爹和娘亲老无所依吧？有志气的好男儿，谁愿意入赘？窦昭能明白赵章如的心情，可正如他所说，总不让舅舅和舅母老无所依吧？一时间气氛就有些沉闷。赵章如忙笑道：算了，不说我的事，今天可是你的好日子。不过舅舅家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事传出来，想必日子还过得不错，何况来日方长，现在赵章如也没有定亲。窦昭笑着挽了赵章如的胳膊去了厅堂。不一会，东府的女眷和一些官里的太太们就都到了。二太夫人很隆重的穿了3品夫人的礼服，还淡淡的敷了些粉，戴着祖母绿的头面，看上去非常的精神。她进门就拉了舅母的手，笑道：今天我来给寿姑插鸡，让你们家闺女给窦昭托盘，季家小姐作赞者。随后不待舅母推辞，已道：这件事我做主了，你们谁也不要说什么。你千里迢迢来给庆祝寿姑及笄，这份情谊不仅寿姑记得，我也记得，什么事情都是变化的。从前二太夫人为了窦家，自然是要压着舅母，现在为了压着王映雪，就得抬举舅母。窦昭心里明白，更乐于见到这样的场面，拉着舅母衣袖，央舅母答应。被当成一般的宾客，连个座位都没有安排的庞金楼老婆的脸色就非常的难看。舅母想着窦昭孤零零一个人在窦家长这么大，不忍心让他伤心，很快就答应了。厅堂一片祥和。到了吉时，赵章如拖着窦氏因为窦昭及笄礼特意送来的赤金镶红宝石的步摇，由季令则协助二太夫人将步摇插在了窦昭的发间。金凤步摇栩栩如生，红宝石熠熠生辉，映衬着一身大红色遍地金镶宝蓝色西番莲蓝边锦袍的窦昭雍容华贵，光彩照人，与平日的英姿飒爽又是另一番风仪，让季令则不禁侧目。他望着在席间给大方又不失热情的给长辈们筛酒的窦昭，几次欲言又止。赵章如却和他低语：寿姑今天可真漂亮，你说是吗？季令则点头，踌躇道：他真的和纪宁侯定了亲？当然了。赵章如笑容如花：我娘这次来，除要祝贺寿姑及笄，再就是要看看寿姑的嫁妆都准备的怎样了。那济宁侯府不是派了人来说要寿姑100日之内嫁过去吗？我娘觉得济宁府有点瞧不起人，寿姑的嫁妆就更不能怠慢了。季令则嗯了一声，有些心不在焉的听着。过了2天，来贺的宾客都散了，舅母带着赵章如回了娘家，既是难得回来一趟，在二太夫人面前尽孝，窦昭这才有空清点那些礼单。咦，严先生、徐清和陆明都送了贺礼过来。是啊，礼单素心之前已经清点过一遍了，谁送了什么东西，心里大概都有数。不仅他们3个送了贺礼过来，谭家庄也送了尊万寿无疆寿佛做贺礼。
啊！窦昭很是惊讶，失笑道：“我又不是作寿。”却也让他有些好奇，吩咐素心：“我们去看看。”素心和窦昭去了放鹤里的库房，礼品太多，正在上册。素心和甘露带着几个小丫鬟找了半天才找到。那寿佛不过3尺，却是羊脂玉雕成的，雕工精美，通体无瑕，一看就价值不菲。窦昭笑道：“这下谭家庄做什么好事，我们得送重礼了。难得的是这份体面。”素心笑道：“谭家庄在灵璧县，那也是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窦昭点头，却纳闷着怎么没看见季勇的贺礼。以他的性格，不应该错过这热闹才是。他回去又重新把清单看了一遍，的确没有季勇的贺礼，也没有宋墨的，却看见了乌善送的一幅赵伯驹的仙山楼阁图，夹在窦德昌送给他的汝窑菱花笔洗中。窦昭不由得叹了口气，嘱咐素心把仙山楼阁图好生心再相抵。没几日，六伯母带着季令则来告辞，9月份就要下聘了，家里还有一堆的事等着我，并试图通过祖母说服窦昭跟他一起去京都，他以后要嫁到京都去，早点过去熟悉情况才好诱窦昭，到时候跟我住在猫胡同，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请了你过去帮忙，最多去柳叶胡同那边打个招呼，还能强要你留在不成？就是招呼，他也不想和王家的人打。窦昭笑着摇头，他会去京都，但不是现在。列表。窦昭的态度极其坚决，最后既是失望而返。季令则不由轻声地问姑母：“窦表妹和继母的关系很差吗？”既是待季令则来真定参加窦昭的疾病礼，还有一个用意。季令则已与湖州韩氏的六公子定了亲，韩家六公子一直在京都读书，季令则的婚期定在了今年的10月，这也是为什么季令则会提前到京都的原因之一。季令则出阁之后会和韩家六公子旅居京都，魏家明年7月除服，到时候魏家肯定会很快和窦家定下婚期。窦昭上京都之后也有个伴，况且季令则聪慧过人，从小跟着季氏那位学识渊博、大归于家的姑母读书，待人处处落落大方又不失伶俐。韩家亦是官宦世家，如今有2位老爷入仕，一位在湖广人现今，一位却在工部清吏司任郎中，掌管着天下河工。窦昭与季令则交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今听季令则说话间对窦昭似于颇有些不解，他不希望季令则因此而误会窦昭不孝，遂悄声将当年的恩怨一一告诉了季令则。季令则听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叹道：“若是我，只怕也很难心平气和。”是啊，季氏叹道，所以有些事也不能全怪寿姑。又道：“看样子我只好明年回来些日子，也好帮着寿姑打点出嫁之前的事宜。”季令则听了笑道：“姑母待窦家表妹可真好。”那当然。季氏笑着比划道：“从那么一点点看着她长到这么大，和亲生的没有什么区别。”又道：“她从小孤苦伶仃一个人，你以后可要把她当成你嫡亲的表妹一样的看待。”知道了。季令则挽了季氏的胳膊，打趣自己的姑母：“你也太偏心了点，让建明认了她做表妹还不够，还让我也认了她做表妹，还好孟春不在，若是孟春在，您是不是也准备让她认了这个表妹？”季孟春名季阳，是季勇的堂兄，虽比不上季勇的名声大，却胜在和蔼可亲，行事稳重，在季家的小字辈里比季勇的威望更高。季氏理直气壮地道：“那是自然。”季令则忍不住哈哈的笑道：“那您知不知道，建明他如今写了张窦四的字条压在案前，每日都要看上几眼，念叨上几句才开始读书。”季氏大吃一惊道：“出了什么事？是13叔去探望明的时候看见的。”季令则道：“13叔不敢问建明，抓了子上和子熙打探消息，他说着神色渐肃，子上和子熙也没有隐瞒，说是建明下决心参加科考，都是因为受了窦家表妹的嘲讽，还说建明不管是遇到谁都不曾吃过亏，却屡屡在窦家表妹这里受挫。13叔听说我来真定，还托我打听建明和窦家表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怕建明一时兴起捉弄起窦家表妹来，亲戚之间因此生出什么下隙，让您在窦家不好做人。还有这回事。”季氏眉头紧锁，回到京都，第一件事就是把窦正昌、窦德昌兄弟叫来问话。窦正昌一听就急起来，道：“这件事要不要跟爹爹说说？建明那脾气，未必就是四妹妹惹了他。”窦德昌却不以为然，笑道：“若是季表哥占了上风，他又何必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我看我们暂时还是装作不知道的好。反正这些日子我们都在顺天府学那边读书，他要是有什么动静，只要我们留心，肯定能发现。眼看着就要下场了，若是因为这件事让季表哥又生出什么波折来，
反倒是我们的不是了。季氏觉得次子说的很有道理，微微点头，反复的叮嘱两个儿子，你们多多留心，等见明会事之后再说。这个结能解开最好，若是不能解开，少不得要去求你们曾外祖父。两人点头，平日都不动声色地细细观察着季勇。季勇却似一无所知，每天刻苦攻读，闻鸡即起，半夜才睡，把5年间的识文卷子都略读了一遍。等到2月初9，也不祭拜季家的祖先，子上、子熙两个上街挑了做工考究的考篮，带了惯用的笔墨纸砚，装了些吃食，就进了考场。等到季琦等人赶到的时候，哪里还有季勇的踪影？季琦不由跺脚，呵斥子上、子熙不懂事。子上、子熙不知道为季勇背了多少黑锅，哆哆嗦嗦地跪在那里求饶，心里却并不害怕，知道季勇不点头，除非是惹了老太爷，否则家里的其他人是不会惩罚他们的。季琦果然只是叹了几口气，就让子上和子熙起来了。3场考完，季琦不敢问他考得好不好，依依如果儿子觉得好，结果却名落孙山，儿子在自己面前跌了面子，只怕以后更不愿意见他了。如果儿子觉得不好，他这段时间这么用功，岂不全都白费了？儿子一样会带得在自己面前跌了份。依依索性什么也不提，只说他母亲韩氏知道他下场，特意从宜兴赶了过来，亲自下厨做了他喜欢吃的东西，在家里等着他。季勇想了想，跟着季琦回了玉桥胡同。季琦松了口气，季勇生下来就被季家老太太养在了身边，再大一点就跟着季家老太爷。韩氏见到儿子的机会还不如季勇身边的小厮多，他对儿子的感情很微妙。他以季勇为荣，可有时候又觉得他生的这个儿子并不属于自己，是属于季家的，不过是借着他的肚子生了出来，偶尔会冒出如果儿子不是这么聪明就好了的感觉，但这感觉他从来不敢跟人提及。季勇的事他更不便过问，只是拉了他的手问他这些日子的吃穿用度。他们俩口子尚且如此，季家的其他人就更不会自讨没趣，全都当季勇是出去串了趟门回来了似的，问这问那，就是不提科举的事。实际上季勇觉得自己考得挺不错，怎么也能进前5，很想和人说道，可别人都不提，他总不能自己主动提及吧。主要是就算他提及，他们也只会是笑着敷衍地说些你肯定会金榜题名之类的话。要是窦昭在这里就好了，他肯定会问他考了些什么，他是怎么答的，说不定还会问他为什么这么答。想到这些，他就想到了窦昭那双亮晶晶的杏眼，不管什么时候都精神抖擞，没有个疲惫的时候。母亲小心翼翼的问话，顿时让季勇觉得特别没趣，而且还有种深深的无力感。他又不是那种委曲求全的人，干脆站了起来，不耐烦地说了句我回屋了，然后扬长而去。韩氏叹气，他和这个儿子实在是没什么话说。季勇躺在床上，却想着顺天府学宅子里放在书房的那个香樟木的小匣子。他吩咐子上，你去把那个匣子拿过来。子上应声而去。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韩氏，韩氏心里不舒服，叫了季令则来说了会话。见子上这么晚了还出去，就问了一声。子上能受季勇看重，自然不是那不知道深浅的人，闻言忙恭谨地上前答了话。韩氏心里奇怪，却也并没有多问。第二天一大早，他去儿子屋里帮儿子收拾东西，儿子已经去了顺天府学那边的宅子。怎么这么早？韩氏很是失望。季勇屋里服侍的丫鬟忙道，太太，少爷说顺天府学那边的五经识文制意，反正他以后也用不上了，要把书都送给姑太太家的2位少爷，约了姑太太家的2位少爷去搬书，并不是要在顺天府学那边住下来。韩氏听着面露喜色，问那丫鬟，这么说来，少爷考得很好罗？这样的话，那丫鬟怎么敢答，只得知无道。奴婢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少爷回来，一直在家里转悠，直到子上回来才歇下。韩氏听着一愣，眼角的余光不知怎地，不经意间扫过季勇床头的青布方枕，发现枕头下露出个香樟木匣子的一角。他不由走了过去，抽出匣子打了开来，里面是支香樟木的簪子，简简单单的长簪样式，通体镂空雕着各式各样的茶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还只是个花蕾，还有的却是恣意盛放，做工不见得如何精致，用料不见得如何的讲究，样子却非常的新颖。不仅如此，木雕的器物多透着古朴自然的大家气度，可这只簪子上的花簇拥在一起，却朵朵都带着几分竞相盛放的争先恐后，竟然给人种流光溢彩之感。这个雕簪子的人手艺十分平常，设计簪子的人却画技高超。韩氏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的办啊，接着就浮现出季勇小时候用小痦子垫脚，伏在花园凉亭里的大画案上，对着家中的茶花作画的情景。他不禁地倒吸了口凉气，啪地一声关了匣子，
急急地问那丫鬟：“这是？”丫鬟笑道：“这就是昨天子上送来的匣子。”说着，目露困惑：“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少爷把它收在了香笼里，怎么就放在了枕头下面？”韩氏脑袋一嗡，莫名地生出胆战心惊之感。他把匣子重新放好，匆匆地交代了那丫鬟2句别让少爷发现有人动了他的东西之类的话，匆匆回了内室，叮嘱自己的乳娘韩嬷嬷：“你在垂花门前等着，少爷一回来就立刻来禀了我。”列表。季勇直到掌灯时分才回到玉桥胡同。韩嬷嬷还不敢说是韩氏找他，朝着走在他身后的子熙使着眼色。子熙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韩嬷嬷这才回去禀了韩氏：“少爷已经回来了，我跟子熙说了，子熙瞅着功夫是要过来回话的。”韩氏心中稍安，笑盈盈地陪着季氏父子用过晚膳，打发了季琦去，自己则在厅堂里一边喝茶一边等着子熙。过了大约半个时辰，交了差的子熙来给韩氏请安。韩氏安排韩嬷嬷守在门外，拉了子熙在暖阁里说话：“少爷在外面有没有相好的女子？”韩氏的声音压得有些低。子熙微愣，片刻之后才反应过来韩氏问的是什么。“没有，没有。”他连声道：“少爷向来不逛秦楼楚馆的。”韩氏松了口气。照理说，儿子年纪不小了，早就应该说亲了。可当年儿子刚刚中了解员的时候，江南大户人家闻风而动，说媒的人都要把季家的门槛踏破了，儿子却冷哼一声，谁也没商量，写了附上联贴在大门口，还扬言道：“谁家的小姐能对出了我中意的下联，谁就是我季建明的良配。”江南女子多识诗书，不知道多少女子想成就这一段佳话。对出来的下联中出类拔萃的不知凡几，有几句就连老太爷看了也忍不住捏须颔首，却没有一句能入得了季勇的眼。时间一长，大家也都品出味道来。季勇这哪里是在挑老婆，这是在变相的拒亲啊！那些写过下联来的女子固然觉得受了羞辱而花容失色，明白了季勇意思的季家大爷更是一身冷汗，亲手将那上联给接了下来。若是任这件事继续发展下去，季家恐怕要把江南略有名头的世家都要得罪完了。那些有女待字闺中的世家太太们对季勇是又爱又恨，他的婚事自然也就无人再主动提起。韩氏是怕儿子被什么风尘女子唬弄住了，以季勇的性子，不养在外面也要带回家来的，到时候他们怎么办？不认，季勇会依吗？认了，就算是他们装聋作哑，不说穿那女子的身份，那些被季勇拒了婚的人家，只怕也不会放过季家，到时候季家的颜面何存？他想想就觉得坐立不安。如今听说儿子循规蹈矩，他顿时喜上眉梢。可这喜悦不过维系了片刻，韩氏立刻意识到不对，那木簪分明是给女子用的。季家虽称不上富可敌国，可这碧母绿、猫眼石甚至是金刚石都不是稀罕之物，季勇放着这些东西不用，巴巴地葬了枝木簪，而且那木簪石枝还是他亲手雕的。如果说那收簪的人与季勇不过是点头之交，那还不如说是铁树开了花更靠谱些。他的笑容就凝在了脸上，急急地问子熙：“少爷自从离开宜兴，都去了些什么地方？见了些什么人？”自从季勇亲手雕那只木簪开始，子熙就像在火上烤。公子待窦家四小姐太好了些，他有心跟韩氏提个醒，又怕韩氏不以为然。可如果任少爷这样下去，哪天少爷闹出什么事来，他们这些近身服侍的可就不是待季家的长辈恭谨不恭谨的问题了，而是品行不端，教唆着主子学坏。就算是有少爷护着，季家也不可能再容得下他们。此时韩氏问起来，他真是又惊又喜，扑通一声就跪在了韩氏的面前，把季勇怎么想到去真定拜访季氏，怎么认识了窦昭，窦昭怎样对付庞坤白，季勇又是怎样对窦昭另眼相看，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韩氏。韩氏听得心惊肉跳，半晌才回过神来：“你是说建明是为窦家四小姐才亲手雕的这只木簪？”子熙点头：“少爷亲自画的样子，亲手雕的，花了快1个月的功夫。”韩氏奇道：“那他为何不送给窦家四小姐？要是我没有记错，窦家四小姐的及笄礼是在正月初10，季令则去参加了窦昭的及笄礼。”子熙神色忐忑：“少爷说，若他这次不能金榜题名，又有何资格给窦家四小姐送贺礼？”韩氏神色大变，那窦家四小姐在儿子的心目中竟然有这么重的分量。既然是如此，他为何不跟自己说了，名正言顺的去提亲？难道是怕那窦四小姐嫌弃他不成？念头闪过，韩氏心里五味杂陈。自家这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天之骄子，不知道多少人艳羡，不知道多少人巴结奉承着要和他结亲家的儿子，竟然有一天会低声下气的去讨好一个女孩子。
那窦家四小姐有什么好？不仅是丧父长女，而且还心性冷傲，说要把人往死里打就往死里打。这要是真娶了回来，儿子都这样小心翼翼的讨好，她又有什么资格摆婆婆的款？岂不是如同娶了个活祖宗回来？可若是他们不答应，除了老太爷，这家里还就真没有第二个人管得住儿子了。老太爷年事已高，总不能管儿子一辈子吧？照子熙所说，那窦四小姐虽然手段很辣，但好歹也是个有主意的。儿子这次能乖乖的参加科举，也是因为被窦四小姐讽刺了一顿的缘故。娶妻娶德，能管着丈夫，让他上进，光宗耀祖，那就是做妇人最大的贤德了。这么一想，韩氏心里就有了微妙的变化。就算儿子不娶窦家四小姐，难道就会和自己亲近些不成？但如果儿子娶的是窦家四小姐，这女人的天地在内院，她若是能留得住儿媳妇，也就能留住儿子了。韩氏不由暗暗觉得自己这主意不错，看样子得向姑太太仔细打听打听窦家四小姐的事。她拿定了主意，吩咐子熙，今天这事出了你的嘴进了我的耳，就不能说给第三个人知道了，你可明白？太太放心，子熙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发誓道，出了这门，我若是再提及，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韩氏点头，让子熙起来，道，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自有我做主。眉宇间露出几分欢喜。子熙一看就明白过来，他暗叫一声糟糕，忙硬着头皮道，太太，窦家四小姐已经定了亲。你说什么？韩氏骇然失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小的没有半点隐瞒太太的地方。子熙知道韩氏误会了吉勇和窦昭的关系，将两人之间的一些事又细细地说了一遍。韩氏的表情阴晴不定，半张着嘴，过了半刻钟才喃喃地道，这么说来，是建明剃头担子一头热了。子熙低下了头，没敢搭腔，这可怎么办啊？韩氏想到儿子的为人，急得快要哭了出来。出了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几奇走了进来，是不是建明又闯什么祸了？他一看这阵势就很是担忧。不是，韩氏让子熙退了下去，强打起精神服侍几奇更衣，是我把子熙叫来问问建明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几奇只是溺爱季勇，有些事就睁只眼闭只眼，并不代表他为人粗心大意。他扳着妻子的肩膀，正色地道，你可知道为何祖父不让建明在我们身边长大？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建明从小就异常的聪明，祖父怕我们对他太宠溺，只知道让他读书，而忽视了他的品行。如果建明做错了事，你千万不可帮他隐瞒。他现在小小年纪，已经没人能管得住，你如果一味的纵容，他就是高中了状元，也未必能成为名垂青史的名臣。几奇不说还好，他这一说，韩氏再也忍不住，眼泪雨点似的落了下来。建明，他看上别人家的媳妇了。他一面哭，一面把前因后果，吉勇帮窦昭亲手雕了眉目簪的事全告诉了季奇。季奇听着，脸色渐渐凝重起来。你说的可是真的？这又不是什么好事，我难道还骗你不成？韩氏抹着眼泪道，那木簪如今还放在建明的枕头底下呢。季奇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自己的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有消停过。这件事一个不慎，不仅会让窦家四小姐身败名裂，而且还会让季勇从此与仕途绝缘。他想了想，毅然地道，这件事得告诉祖父他老人家，请他老人家帮着拿个主意。又道，现在建明不过是在心里惦记着窦家四小姐，你就不要打草惊蛇，别让他半夜三更的突然跑到真定去就行了。一切都等祖父拿定了主意再说。韩氏应是服侍丈夫写了封信，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了梯骑的仆妇亲自送往宜兴。吉勇知道子熙被母亲叫去问话，他身边的人3天2头就被人叫去问话。吉勇自认为没有什么怕别人知道的，并不放在心上。把顺天府学宅子里的书都送给了窦正昌和窦德昌之后，他本想去大兴走一趟，但想到没几天之后就是廷试了，如果他廷试能取得个好名次，就可以指使季家的管事帮自己办事了。自己这样没头苍蝇的乱跑一通，既辛苦又打探不到什么消息，不如等到廷试放榜。遂搬回了玉桥胡同，把这10年的底报都找了出来，又请教了伯父和父亲，揣摩上意，把廷试可能遇到的情况都琢磨了一遍。等到2月底会试结果出来，季勇会试得了第4。季家的人再也掩饰不住喜悦，也无需再掩饰喜悦。以季勇的年纪，廷试就算发挥失常，也能点得探花。季勇却神色如常，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心里却嘀咕着，难道真被窦昭给猜中了不成？只能金殿传炉。韩氏看着心急如焚，私下对丈夫道，难道这样都不能给窦家四小姐一个交代不成？
惹得季琦直瞪眼，忍不住斥责妻子：“你胡说些什么呢？”列表。韩氏知道自己说错了话，闹了个大红脸。季琦不想妻子尴尬，转移了话题：“祖父那边可有什么消息？”韩氏自在了些，嘟囔道：“信才送出去了几天，哪有这么快？那建明那里你就要多多留心了。”季琦嘱咐了几句，去了衙门。韩氏想了想，去了季令则那里。正巧韩家的四少奶奶刘氏和韩家的十小姐韩素在季令则那里做客，一屋子的韩家人，气氛因此而格外的亲密。那刘氏更是宜兴刘氏的姑娘，又嫁到了湖州韩氏，自小就和韩氏熟，见了面就拉着韩氏高声道着恭喜，接过丫鬟们的茶，亲手奉上，亲亲热热的挨着韩氏坐了，说了几个句头话，就问起季勇的婚事来。姑母也不能就这样任着表弟的性子，该强硬的时候还是要强硬些。季令则抿着嘴笑着和韩素交换了一个眼神。刘家的姑娘多，刘氏更是有2个嫡亲的妹妹没有出阁，其中一位还曾对过季勇的对子，得到过季家老太爷的赞赏。韩氏正为季勇和窦昭的事头痛着，闻言心中不悦，皱了皱眉道：“建明从小在老太爷屋里长大的，他的婚事自然得由老太爷做主，我一个内宅妇人，不论是见识眼光都不能与老太爷相提并论，这件事我也就撒手不管，安安心心的等着做婆婆了。”心里却想着，若是老太爷为了断了儿子的念想，快刀斩乱麻的给儿子定下一门亲事，可千万不要是刘家的姑娘，不说别的，就凭着刘家姑娘这多嘴多舌的样子，儿子就肯定不会喜欢。旋即生出几分遗憾来。他本是想来打听打听窦家四小姐的事，刘氏在这里，看样子是问不成了。韩氏耐着性子和刘氏寒暄，吉勇则正在和窦启俊说话。这次会试，窦启俊名落孙山，何必这样急得赶回去？吉勇极力挽留窦永俊，不如等庭试的结果出来，你也可以看看那些状元的实文，对照之下，你也可以知道自己到底哪里欠缺。又道：“我也有事要去趟真定，到时候我们一起回真定好了。”季氏已经在京都寓居，他还有什么事要去真定？窦启俊很惊讶。吉勇笑道：“四妹妹及笄，正逢着我大比，连个贺礼都没有送。庭试之后就要考述集试，到翰林院官正之后，恐难有机会离开京都，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出去走走。”他说的十分坦荡，大家又都知道窦昭已经定亲，窦启俊不疑有他，笑道：“你要溜出去玩，却拉了我垫背。算了，谁让你是我的长辈，我就吃点亏好了。”答应了和季勇一起去真定。季勇十分的高兴，轿子上摆桌席面，两人一边吃一边说着这次会试，直到月上中烧才散。没几天就到了3月初1，季勇换了件崭新的宝蓝色杭绸直多，去了西院。一天庭试下来，季勇果不其然地点了探花，季家的三姑六舅都来恭贺。季勇却觉得一口郁气在心里难以消散，脸阴沉沉的。他拿出给窦昭雕的木簪凝视良久，啪地一声将匣子丢在了床角，躺在书房的醉翁椅上假寐，任外面的宾客迎门，眼角眉梢也不动一下。仔细几个急得团团转，却没谁敢去催他迎客。穿着大红色遍地金被子的韩氏走了进来，见子熙几个都立在书房的门低，他不由得放低了声音：“怎么了？”子熙悄声将吉勇把装木簪的匣子丢在了床角的事告诉了韩氏。韩氏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果然对窦家四小姐十分的上心，喜的是说不定儿子因此不好意思出现在窦家四小姐的面前，长远来看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他正想吩咐子熙几句好生照料吉勇，就听见吱呀一声，书房的扇门大开，吉勇从里面走了出来。看见母亲，他并没有惊讶。今年都来祝贺他高中的人，他不出面，母亲担心的来看他，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朝着母亲点了点头，说了声“我这就去前院招待客人”，然后将手中的香樟木匣了递给了子熙，道：“这是我给窦家四小姐的吉吉贺礼，你快马加鞭，亲自送到真定去。”那样的落落大方，反让韩氏和子熙都有点不自然起来。还好子熙是个机敏之人，很快将那一点点的迥然敛了去，恭谨的上前接过了匣子，应声而去。吉勇心中有事，也没有太注意母亲和子熙的样子。待子熙走开，他问母亲：“你要不要到我屋里坐会？我换件衣裳就去前院。”“好啊。”儿子这是唱的哪一出？韩氏心里没底，跟着儿子进了厅堂。窦昭接到季勇的事，已经是5天之后的事了。他看过香樟木匣子里的信，不由得哈哈大笑。正巧素心端了厨房新做的桃酥进来，见状笑道：“季少爷都在信里说了些什么？”窦昭一面将信收起来，一面笑道：“他说这次庭试开始的时候，皇上曾在大殿里逛了一圈，见他年轻最小，
还仔细地打量了他2眼。他怀疑皇上根本没有看他的文章，不过是因为他年轻最小，所以点了他做探花。他仔细看过状元蔡顾源的文章，根本就没有他写得好。素心也忍不住大笑起来。窦昭尝了尝桃酥，道：季表哥这个人还像个小孩子似的，明明知道我的生辰，却偏要等自己中了探花郎才送了贺礼来。要是他这颗落地，只怕好几年都不会理睬我。说到底，还是记得我说他和窦明胡闹的话。素心点头，帮窦昭斟了杯茶，道：季少爷这个人虽然十分的骄傲，却为人坦荡，反而好相处。谁说不是？窦昭笑着去了书房。我来他回封信，估计天下的人都觉得他此刻定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恐怕只有他认为这个探花郎是重羞辱，连提都不想提起。素心想想，觉得季勇还就真是做得出这种事的人。他不由抿了嘴笑，在一旁帮着窦昭磨磨。季勇接到我窦昭回信的时候，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去翰林院任职。季勇的伯父季颂和父亲季琦急得团团转，季琦更是抱怨道：祖父怎么到今天也没个消息？建明的事到底怎么办？他老人家不拿个主意，我们也不好行事啊。季颂苦笑，子熙求见。两人都有些迫不及待地让子熙进来回话。少爷吩咐我去跟教厅的人说一声。子熙喘着气，显然是一路小跑过来的。他明天一早要用轿子，要去吏部备报。季颂松了口气，季琦却是啊的一声站了起来，忙道：建明怎么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子熙匀了匀气息，这才道：少爷刚刚接到了窦家四小姐的信，窦家四小姐不知道在信里写了什么，少爷看着扑哧的笑了起来，然后就让我去跟教厅的人说一声。季颂和季琦面面相觑，季琦犹豫了片刻，小声地问子熙：窦家四小姐的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子熙摇头。季颂捏着胡子轻声道：那就想办法看看窦家四小姐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子熙愕然，不由抬头朝季琦望去，却见季琦轻轻地咳了一刻，低头喝了口茶，仿佛没有听到这句放肆的。子熙暗暗苦笑，却不得不答应。第二天趁着季勇出门的机会，找出窦昭给季勇的信，匆匆瞥了一眼，匆匆地去给季颂和季琦回了信，也没有说别的。窦四小姐不过是在信中写了些养花的心得。养花的心得？季颂愕然。是。子熙垂着手，恭敬地道：窦四小姐在信里说，要布置一个庭院，除了要养常绿的黄杨、冬青之久，还要建种些四季常开的花树和草木，庭院的景色才宜人。春天常开的有水仙、剑兰、茶花、杜鹃、迎春。水仙清雅，剑兰幽芳，茶花芳姿绰约，杜鹃花灼如朝阳，只有了迎春花最为寻常。树边亭角，只要天气放暖，就开得灿若云锦，最让人忘记不了。不管是谁提起春天，就要说说这报春的花。要见这花不再有多名贵，而是在于什么时候开花。纵然是那街头驴巷之物，若是占了早春第一抹颜色，就是世间最好的花，又何必拘泥于它是什么样的花？季颂皱眉不言。季琦头痛的沉吟道：要是能知道建明给窦四小姐的那封信里写了什么就好了。子熙满头大汗。两位老爷不会让他去探少爷的口风吧？要是引起了少爷的警觉，那就麻烦了。正当他有些惶恐不安的时候，季颂却朝着他挥了挥手，道：你下去吧，这件事不要和其他的人提起。子熙忙躬声应诺，退了下去。季颂不无担忧地对季琦道：你也不要乱猜了。窦四小姐信中所说的显然是个比喻，鼓励建明要奋发上进。按理说10年寒窗苦，像建明这样已算是功德圆满了，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宁愿和窦四小姐说，也不愿意和家里的人说。窦四小姐又怎么知道这样劝能有效？他们也经常劝季勇要好好读书上进，可越劝季勇越离经叛道，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敢再劝他。是啊，季琦道，如果能知道窦家四小姐为什么能劝动建明，我们也不至于对他束手无策了。季颂叹气，回屋之后立刻给祖父季老太爷写了一封信。列表。季勇当然不知道自己伯父和父亲为自己的事操碎了心。他既然决定入仕途，从前的种种倦怠自然都要放下。去吏部备过道，他立刻去拜访了师作这次会试的总裁官礼部侍郎杨森。杨森是松江人，和季勇的伯父季颂是好友。早在季勇关在家里纠结着要不要入仕的时候，季颂已亲自上门向杨森解释，说季勇受了风寒，卧床不起，待人能起床，即刻就来拜会恩师。杨森虽然早年进京游宦，但季勇是他们江南数得招的天才，多多少少听说过季勇的事，知道他3天2头常常生病，因而并没有放在心上，看在季杨两家面子上，
还差人送了些药材去探望，因而他见到纪勇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病好利落了没有。纪勇下决心做一件，就会把它做到最好。感激涕零地向杨森道谢，谈着杨森最感兴趣的架色之事。杨森突然觉得这个学生不仅博学多才，而且语词恳切，虽有青涩之处，却不失青年的人锐气，让他十分的喜欢。纪勇告辞的时候，他破天荒地将纪勇送到了书房门外，还叮嘱纪勇没事的时候就来我这里坐坐。纪勇再三作揖道谢，这才上了马车。之后他又一一宴请那些同科，不过几日功夫就和今年的新科进士们混了个脸熟。等到他去翰林院上任时，几乎是一路被人拍着肩膀撑着闲职走到掌院学士面前的，让和他一起上任的状元蔡固元的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纪勇全当没看见，在那些老翰林面前低眉顺目，很快就博得了个谦逊甚谨的评价，让季颂和几奇不由得目瞪口呆，几奇更是擦着额头的汗道：建明这是怎么了？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季颂却想到了窦昭，他叫了子熙来问。之后建明给窦家四小姐回信了吗？回了。子熙悄声道：少爷说窦家四小姐的话很有道理，说不管皇上是看着他年轻，还是看着他文章写得好才点了他做探花，这也是因为他有这个本钱和实力，实在不应该拘泥于是什么花。季颂不由得暗暗点头，吩咐他以后建明和窦家四小姐的事你要多多留心，就是让他当耳报神嘛。子熙在心里嘀咕，哪里敢露出丝毫的不悦，连连应是。正在此时，季老太爷的信到了。季颂把信递给季琦看，苦笑道：让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建明虽然喜欢新奇之事，但只要是他答应的事，却从不半途而废。这次既然入仕，就不会丢下来到处乱跑了。他和窦家四小姐一个在京都，一个在真定，时间长了也就淡了，让人悄悄地注意一下就行了。至于建明的婚事，他老人家自有主张，让我们不要自作主张。几奇已匆匆将信看了一遍，闻言叹道：也只有如此了，语气颇为沮丧。季颂想到纪勇这些日子像变了个人似的，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和几奇商量，又写了封信给季老太爷，又叫了人注意问纪勇的行踪。在得知窦启俊来向纪勇辞行，纪勇因为入职翰林院而没办法履行前诺和窦启俊一起回真定的时候，季颂还是长长的松了口气，和季琦感慨道：姜还是老的辣，难怪只有祖父能管得住建明了。季琦不住的点头。纪勇却写信向窦昭抱怨：本想去找你玩的，结果却去不成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是个尽头。窦昭笑得不行，回信给他听说越是大官越不容易治事，你不如想办法找点趣子，不然真的会被闷死的。纪勇很快给他回信：翰林院素未裹尸的多，却也不乏真才实学之妃。我近日跟着杜嘉年在学制古琴，到时候送你一张。杜嘉年名伦，善琴，是当朝有志琴大师，又因出身翰林，所制之琴万金难求。窦昭道：你不如帮我求一张杜嘉年亲手制作的古琴好了。纪勇勃然大怒，定要叫你后悔今日狂言。可没几日，纪勇就从京都给他送了张杜嘉年制作的古琴，还在琴尾落了桑林的款。窦昭大爱，请了江南大家在家里教自己抚琴。纪勇又给他找了几本古琴谱，两人书信来往，很快就到了秋天。在田庄里养伤的徐青求见，世子爷就住在东城门口的那家高升客栈，想来拜访小姐，不知道小姐何时方便。窦昭大吃一惊，失声道：出了什么事？产害宋墨的事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按理说宋墨应该正和宋宜春斗得正欢，怎么会跑到他这里来？徐青则被窦昭目露惊恐的样子吓了一大跳，他忙道：没出什么事，世子爷如今已牢牢掌了局势，这次是专程来给您道谢的。之前之所以没来，是怕被国公爷发现您和那件事有关联，连累了您。窦昭舒了口气道：既然你们家世子爷平安无事就好，你跟他说一声道谢什么的就不用了，我们也不过是适逢其会，我一个内宅女子实在是不方便见客，他的好意我心领了。又道：来的都是客，我这就跟段公义和陈晓峰说一声，让他们带我招待世子爷吧。徐青睁大了眼睛，满脸不置信地望着窦昭。世子爷来向他道谢，既然吃了闭门羹。他不由道：四小姐，您可能不知道，世子爷之前为了给夫人送葬，一直能好好的养伤，伤势一直反反复复的。御医说，世子爷要是再这样折腾，就是大罗神仙也治不好世子爷的伤了。现在好不容易局势稳定了，大伙都以为世子爷会好好在家里养伤，世子爷却借口要用无根水煮药，兴师动众地搬去了大兴的田庄居住。
只要世子爷能静心的把伤养好，在仪志堂也好，在田庄也好，大家都只求世子爷的是伤能早点好，谁知道世子爷却是打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主意，要亲自登门给您道谢，您见都不见，世子爷的多寒心。说着，眼圈一红，扑通一声就跪在了窦昭的面前，四小姐，我求求您了，您去见见世子爷吧。然后咚咚咚的给窦昭磕起头来。你快起来。窦昭有些狼狈，素心忙上前扶徐青，可他哪是徐青的对手？徐青咚咚咚的给窦昭磕着头，大有窦昭不答应他就不起来的架势。窦昭啼笑皆非，可他真的没有让宋墨道谢的意思，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希望能和宋墨两清而已。结果事情却向了相反的方向发展。窦昭尊重徐青是中仆，朝着素心使了个眼色，回了内侍厅堂，就不时地传来素心劝徐青的声音，以及徐青磕头闷响。眼看着漏中的沙细细地落了一个时辰，徐青的磕头声依旧咚咚咚的像鼓点般的打在窦昭的心上，他实是受不了。素心也进来道：四小姐，这样不行啊。徐青满头都是血，他脸色灰败。窦昭苦笑，只得重新转回厅堂，沉着脸问徐青：你这样强迫我，难道是你们家世子爷的意思不成？徐青或是怕额头的血吓着窦昭，低着头闷声道：小的不敢，只是想着世子爷一片诚意，于心不忍。说着又磕起头来，求小姐成全。素心不忍看徐青的样子，别过脸去。窦昭叹气，徐青也是奉命行事，他又何必为难徐青？你跟你们家世子爷说，明天就在田庄见吧。他淡淡地道，不过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四小姐。徐青又惊又喜，忙道：小的再也不敢了。一句话没说话，人摇摇晃晃倒在了地上。真是的。窦昭直跺脚，转去了崔姨奶奶那里，把徐青丢给了素心。祖母乃知道窦昭要去田庄见陈先生，笑着问他：你那笔墨铺子的生意如何？能够维持开销？窦昭笑道：这次去田庄也是想和陈先生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有什么好办法让铺子盈利。祖母点头，问起那个在窦昭及笄礼上给窦昭送锦鸡的田富贵来。13把他要了去，他没有给您惹什么麻烦吧？老人家觉得人既然是崔13要去的，若是不好，这责任就全在崔13的身上了。窦昭不由抿了嘴笑，这个田富贵还真就是个做生意的料子，去了京都没几日就上了手，比崔13做的还要好。你就放心好了，崔13引荐的还有错。那就好。祖母听了很高兴，翌日亲自送了窦昭出门。晴朗的秋日，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澄净中透着高爽。窦昭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气。马车在进村的拐角处被人拦了下来。四小姐，向他抱拳的是他上次见过的陈河，世子爷后山的河边等您。那里曾是他和父亲垂钓过的地方。山下有条小路通往后山，却不适合走马车。路很近，拐过山头就到。窦昭由素心扶着下了马车，旁边停了辆软轿。陈桃上前撩了帘子，窦昭上了轿，轿子晃悠悠地上了小径。平日里了无人影的树林，此时却每隔几步就能感觉到若有若无的锋芒，隐隐截住了通向后山的小路。窦昭走在平日熟悉的小径上，却仿佛走在深渊峭壁边。列表：后山的小河，河水清澈，河底的白色鹅卵石清晰可见。宋墨站在河边，静静地注视着潺潺流水中倒映的树影。石青色的锦袍，碧玉簪子，挺拔的身姿，静谧的气息，他仿佛化成了他身后那片树林里的一棵树，融入那清风碧空之中。辽寂苍茫中透着秋高气爽的邓静下了软轿的窦昭不由脚步一滞。宋墨闻声已转过头来，笑道：你来了。他的目光温和，笑容真诚，窦昭却骤然失声：你怎么瘦得这样厉害？原本精致无瑕的五官因为削瘦而更加分明，让他纵然面带微笑也显得肃穆冷峻。是吗？宋墨笑道：我怎么没觉得？窦昭在心里悠悠地叹了口气，不管是谁遇到他这样的事，恐怕都要辗转反侧，寝食难安，何况身上还带着伤。他能站到他面前，已实属不易。他不由道：你的伤怎样了？还好。宋墨显然不太愿意谈及，简略地道：让顾玉帮着请了太医院最好的御医，都说不能心急，只能慢慢的调养。我这些日子就躺在床上混吃混喝的，哪里也没有去。然后笑着问他：听说集集里很热闹，可惜我不能来道贺，眼中流露出淡淡的遗憾，倒是真的觉得可惜。窦昭却忍不住腹诽：就算是你没遇到这破事，就算你身上没伤，你能来吗？你以什么身份，什么借口来？念头闪过，又觉得自己多虑了。宋墨想干什么还有干不成的。
说不定他不能来道贺还是件好事。若是让他找到了借口和自己正大光明的来往，那以后宋家的事他怎么能避得开？然后想到了吉勇，怎么他遇到的一个两个都是这样的性子？然后又想到乌善和魏廷瑜，只觉得宋墨和季勇都叫他头痛。他索性什么也不想，左右看了看，指了不远处的一块大青石，对宋墨道：“我们过去坐坐吧。”话音一落，就觉得这话有些不妥。据说宋墨的伤很严重，也不知道现在怎样了。又忙道：“算了，还是站着说话吧。”心里不禁嘀咕，也不知道他这样站着吃不吃力。宋墨望着窦昭笑，笑意一直从眼底深处流淌到了眼角眉梢。他轻轻地道：“我没事，外伤早就好了。内伤，我大舅觉得学外家功夫过于霸气外露，我们宋家是皇上近臣，我学这个不太好。早年特意寻了师傅，告诉我练习内家养生功夫，这功夫本就如小火温茶，要慢慢的来，倒也不急于一时。”那就好。窦昭想到段公义第一次见到宋墨时就说宋墨好像学过什么特殊的武技，想着蒋家和宋家都是百年望族，肯定有外人不知晓的防身保命之术，就随口应了一句。宋墨微微的笑道：“你上次跟我说田庄有野菜，是不是就长在这后山上？我怎么一株也没有看见？”窦昭忍不住道：“你认识野菜吗？”“认识啊。”宋墨笑道：“我从前不认识，回去之后让人采了些回来，很稀有的不认识，一般的都认识了。”“不至于吧？”窦昭眨了眨眼睛，宋墨却很认真地朝他点了点头。窦昭朝四周望了望，拔了一株长着椭圆形叶片植物折了回来。“这是什么？”“这宋墨没见过，顿时额头冒汗，喃喃地道：“应该是叶疗，还真是用过功的。”窦昭心里嘀咕着：“不对。”他肃然的道：“这是酸蘑。”酸蘑和叶疗长得十分相似，不过一个的叶子长窄长些，一个的圆润些。宋墨迥然地擦着汗，窦昭哈哈大笑，那笑容带着几分促狭，几分狡黠，因而有种恣意的飞扬，明亮了宋墨阴郁的心。他不由跟着笑起来，笑容让宋墨的眉眼变得柔和起来，显露出些许少年的毅力。窦昭在心里暗叹可惜，这么漂亮的一个少年，宋宜春却硬生生把他变成了个杀戮者。这也叫酸溜溜。他摇晃着手中的酸蘑，是长在夏天的野菜，摘下来之后用清水洗干净，放入滚水中略微焯一下，捞出来就可以吃了，有清热凉血的功效。宋墨接过窦昭手里的酸蘑，笑道：“上次吃的是秋葵，你好像很懂这些事的。”“嗯。”窦昭抬头望着河对岸的三株野桃树，笑道：“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小时候常和村里的孩子一起上山摘野菜，还下河摸鱼。”他指了小河边的一处拐角，“看到没有？到了夏天，那里就会有很多的野鱼。”窦昭回过头来，笑着问他：“你走得动吗？”“嗯。”宋墨点头：“走得动。”“走，我带你去个地方。”窦昭笑着朝前走，道：“你要是觉得吃力，就说一声。”语气微顿，道：“不要硬撑着，那样没意思。”“我知道了。”宋墨笑着，跟窦昭踩着石头过了小河。窦昭手脚麻利地爬上了野桃树，宋墨没有犹豫，紧跟着爬了上去。他看到大片的庄稼地和两个村落，东边那个是窦昭的田庄，一座青砖瓦房立在村子中间，一些低矮的泥草房围在旁边。另一个却很陌生，两个村落的大小布局都差不多，他甚至能看清楚在田里劳作的农人和青砖瓦房中走动人的影。窦昭指了那个让他觉得陌生的村落，笑道：“那是郎家的田庄。郎家的人很少到这里来，打理田庄的是个瘦瘦的老庄头，他有个白白胖胖的老婆，很喜欢喝酒，每次喝多了酒就追着老庄头打，老庄头一边骂一边往田里跑，田庄里的人就都跑出来看热闹。”宋墨忍俊不禁，他仿佛看到小小的窦昭，眉眼弯弯地趴在这里看郎家的庄头夫妻打架，那种可笑的喧闹如同股暖流，漫过了他冷漠的心田，温暖了他的心。窦昭的神色却突然变得很凝重，他凝视着宋墨的眼睛，沉声道：“我不知道令尊为何要陷害你。”宋墨的笑容凝结在嘴角。窦昭转过头去，目光重新注视着两个看上去相隔不远的村落。“你知道我母亲是投环自尽的吧？上一世她常站在这里眺望两个村落，这一世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我常常想，她为什么一定要投环自尽？难道我就不值得她留下来吗？这世上有谁会把我放在心上？有谁会不计生死地维护我？我难道连村头的赖三也不如吗？他每天在外面被人欺负，他娘还把他当宝贝似的。”他的眼底闪过一丝茫然。有时候我想得快要疯了，就会在山上乱跑一通。有一年的中秋节，三伯父给我送来一匣子京式月饼，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很乱。待三伯父一走，我就跑到了山上，猛地抬头，看见这3棵野桃树。当时我穿了件新衣裳，我就像村里的孩子一样，爬到了树上，衣服被挂破了，却看到郎家的老庄头被老婆追打。或许是想到当时的情景，窦昭翘着嘴角笑了起来，然后指了郎家庄最西头的一户人家道：那屋里有2个女儿，他们的父亲每到农闲时节就会挑着杂货挑子走村串户，回家的时候总会给他们带2个烧饼回来。接着指了另一户人家，那家的婆婆很厉害，媳妇手脚略慢一点就会站在屋檐下骂。可有一次他媳妇病了，他立刻去城里请了大夫，还帮媳妇熬药。窦昭凝望着宋墨，目光炯炯有神。你看，这世上有不好的，可也有好的，若是多见识些人或是事，就会发现还是好的比不好的多。他是在劝自己不要把父亲对自己的陷害放在心上吗？宋墨的视线有些模糊，不知道是为了窦昭所说的那些话，还是为了他对自己的用心。我只是不太相信我自己的父亲。窦昭的声音时高时低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所以听说严先生和徐青被人追杀，就留了个心，让段公义和陈晓峰他们进京去打探一下消息。如果你真如我所料的被令尊陷害，就伸把手；如果没有，小心驶得万年船，就当我杞人忧天，多此一举好了。宋墨笑得苦涩，还好你多此一举，不然我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窦昭没有说话，他朝山下的2个田庄望去。已近晌午，村中升起袅袅炊烟。宋墨顺着窦昭的目光望过去，送饭的妇人3、3两两地打着招呼，笑嘻嘻地结伴往田里去。安静的村落因为这笑声而平添了些许的热闹，让人感觉到的却不是喧嚣嘈杂，而是勃勃生气。宋墨感觉到自己的心也像这村落似的，变得宁静而轻快起来。他扭头望着身边的窦昭，轻轻地说了声谢谢。不用客气。窦昭笑道，你会发现光阴如箭，前一刻让你痛不欲生的事，只要过了那一刻，你很快就会忘记，甚至连那伤痛也会一起忘记。躲在树林后面，远远地望着宋墨和窦昭的下脸，却满腹的忧虑。世子爷和窦四小姐到底要说什么？怎么爬到树上去了？陈和想到窦昭对自己下不为例的警告，不由抿了抿嘴。窦四小姐肯定是要和世子爷说他为什么会发现英国公对世子爷有企图，他因此而有些心不在焉，道：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在树上谈，肯定是不想被人偷听是吗？夏莲很怀疑，这后山连纸蚊子都飞进来，谁能偷听世子爷和四小姐说话啊？自从英国公府发生了盗贼抢劫之事，不管是英国公还是世子爷，身边都增加了很多身手高超的护卫。就算是来侦定，世子爷依旧是带了足够的人手。列表。宋墨觉得窦昭的话很有道理。他被父亲杖责之后，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母亲烧着地笼的内室地砖上的时候，心如死寂，只希望一睁开眼睛，所发生的事不过是场梦罢了。父亲还是原来那个对他有些唠叨但很严厉的父亲，弟弟还是那个有点懦弱但事事对他言听计从的弟弟。那一即刻，他觉得死不过如此。可他被窦昭救了。他的乳兄陈桃因为不愿意出卖他被打死了，他的幕僚和贴身护卫被追杀，他不得不站起来，麻木地和父亲对峙。那时候他觉得人间惨绝，不过如此。可窦昭派去的护卫帮他及时把信送到了。他不仅重新确定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争取到了母亲的陪嫁，仪制堂的管辖权。就算戴着孝顺这顶大帽子，他也有办法和父亲一争高低了。每当他觉得自己走到了死胡同的时候，总会柳暗花明，又有了新出路。宋墨想到窦昭和他说这话时的表情，笑容一点点地从他眼底消散，闪过些许的伤感，些许的悲凉，些许的无奈，些许的唏嘘，但又很快地一一敛去，重新变得神采奕奕，顾盼飞扬，奔佛长途跋涉的旅人，孤单寂寥的漫漫长夜中，终于敌不过万水千山的疲惫，这才流露出几分掩饰不住倦意，坚韧而又脆弱，顿时让他心痛难忍。他是那么的美好，生活对他却是如此的不公平。他突然间很想见到魏廷瑜。陈和，宋墨吩咐道，我们立刻回京都去。啊！陈和错愕，您不回大兴的田庄了？我已经出来7、8天了，也应该回去了。宋墨淡淡地道，回到京都之后，你咬我的名帖去济宁侯府，我有事找济宁侯。陈和应是，不由和夏脸交换了一个目光。世子爷原本准备在真定待3天的，这才第2天就急着要回京都，而且在见过窦家四小姐之后，济宁侯可是窦家四小姐未来的夫婿。夏脸忧心忡忡，一回到仪制堂，他立刻去见了守留在家的严朝清，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他。如果被国公爷发现异样，那可就不得了了。窦四小姐可是窦阁老的侄女，
颜朝卿事前并不知道宋墨会去真定见窦昭，等他知道的时候，宋墨已经出发2、3天了。他也觉得宋墨这个时候不应该和窦昭有过多的接触，免得被英国公府捉到什么把柄。现在听夏琏这么一说，更觉得事态严重了。他沉吟道：窦四小姐对世子爷有救命之恩，世子爷亲自登门道谢，是对窦四小姐的尊重，你也不要大惊小怪的，以后注意一点就是了。若是世子爷去得太频繁，我们再提醒世子爷一声也不迟。夏琏心中略定，和颜朝聊说了说去真定的事，就回房歇了。颜朝卿在屋里转悠了半天，去了宋墨那里。宋墨刚刚盥洗了一番，正坐在临窗的大炕上，听着武姨禀着这几天仪制堂里发生的事。自从武姨和松罗养好伤后，宋墨就让2人做了自己的贴身随从。见颜朝卿进来，武姨忙朝着颜朝卿笑着点了点头，直到把话说完，这才上前给颜朝卿行了一个礼。宋墨请颜朝卿炕上坐，笑道：正准备等会去拜访颜先生，没想到颜先生先来了。然后吩咐武姨泡壶碧螺春来，这个季节喝碧螺春最好。颜朝卿笑着道谢，和宋墨面对面的坐了。武姨上了茶，轻手轻脚的退了下去。颜朝卿这才道：这么说来，世子爷已经知道了。他刚才进门的时候听了个尾音。宋墨点头道：我听武姨说了，父亲给天恩请了2位翰林院的老儒在家里做管，亲自督促天恩功课。如果是往日，他回府，宋翰早就急巴巴地跑了过来，今天却直到此时也不见宋翰的身影。颜朝卿踌躇道：那您的意思是？宋墨笑道：我已经这样了，如果天恩能得到父亲的欢喜，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可是这样下去，宋翰必定会和宋墨离心离德，若是英国公再别有用心的从中怂恿一番，只怕英国公就要上演兄弟萧墙的故事了。无妨。宋墨道：天恩今年才10岁，而父亲之所以能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多多少少沾了些祖父的余音，你不必担心。老英国公足智多谋，又善于揣摩上意，被皇上视为左膀右臂，这才能为刚刚出生不久的宋墨求得世袭指挥佥事的恩印。宋宜春比起老英国公可差远了，又有宋墨在前，他想抬举宋翰，也要有那个能力才行。颜朝卿一想就明白过来，的确是我多虑了。他笑道：这才说出了些行的来意，我是担心您除服之后，到时候您就16岁了，我怕国公爷在您的婚事上做文章。蒋氏病逝，蒋梅孙等人或死或流放，梅老夫人也远在亳州，就算宋宜春为宋墨定下亲事，有什么不妥之处，也无人能及时的阻拦。宋墨冷笑：不过是个内宅妇人，若是顺从也就罢了，若是有二心，放弃自生自灭就是了。父子之间形同水火，这是父亲目前唯一可以咬捏他的事了。父亲不可能就这样轻易放弃不用，他早有心理准备，自己的妻子绝不会是什么良配。颜朝卿望着宋墨英朗到俊美的面容，不由暗暗地叹了口气。宋墨早有了准备，也早下定了决心，觉得这个话题再说下去不过是浪费口齿，遂转移了话题，道：我父亲那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自从局势稳定下来，宋墨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理了一遍，却始终找不到父亲要陷害自己的缘由。他虽然偶尔会冒出如何窦昭以旁观者的清醒看出点什么来就好了的念头，却并没有把这种希望全寄托在窦昭的身上。诸葛亮不出卧龙岗而知天下事，也是因为他结交有识名士，见古通今。英国公府的家事恐怕还不足以成为人们的一资，窦昭从未到过京都，又怎么会知道？宋墨去见窦昭，更多的是向他道谢，为他补贺及笄之喜。颜朝卿苦笑：定国公出事的时候，国公爷四处打点，没有一点敷衍。宋墨思来想去，觉得父母口角的原因只可能是舅舅们的死。他闻言释然之余，又有点失望，喃喃地道：会不会是从前的一些旧事，母亲先前不知道，因为大舅的去世被重新翻了出来。在宋墨的印象中，大舅骨子里好像有点瞧不起父亲，像是怕父亲把自己给养坏了似的。他那么的忙碌，还常常亲笔写信给自己，插手自己的功课，就是大舅的儿子，也不曾享受过这样的亲昵。父亲因此也对大舅很是不满。他思忖着，没等颜朝卿说话，已道：若真是陈年的旧事，恐怕只能去问问外祖母。宋墨的打草惊蛇，让宋宜春把那些在陷害宋墨曾经插过一脚的人都杀了，特别是从前服侍过蒋氏的旧人，3等的丫鬟都没活下几个来。话音落下，他和颜朝卿商量，这件事是关英国府的密信，只怕要请您亲自去一趟亳州了。世子爷放心，我这就回去收拾衣裳。颜朝卿也是个干脆利落的人，连夜启程去亳州。英国公府发生的事，宋墨没有敢告诉外祖母，
外祖母年事已高，接连失去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他哪里还忍心让老人家为他的事担惊受怕？但外祖母又精明干练，想让他老人家不起疑心，只有的严朝清去最合适。他叫了夏琏进来，让他给安排几个身手高超的护卫护送严朝僚。夏琏躬声应是，陈和回来复命。世子爷几年后说他在家守制，不方便见客。屋里的人俱是面色一沉，就是未尽之时，也没几个有能照着周礼守27个月的孝，只要不声色犬马就行了。魏廷瑜这样，分明是要和宋墨划清界限。往当初宋墨对他兄弟似的，见他喜欢骑射，还把府中的那匹红玉送与了他。宋墨也神色不渝，看样子英国公府发生的事已经悄然地传了出去。魏廷瑜这样没有主见，没有胆识，以后窦昭嫁了过去，岂不是要跟着他受委屈？他暗暗为窦昭担心，寻思着要不要找个机会碰碰魏廷瑜。虽然是为了窦昭，可想到魏廷瑜有点扶不上墙的样子，他就觉得十分糟心。宋墨强忍着心头不快，吩咐陈和，这件事以后再说，你帮我留意魏廷瑜的动向就行了。难道世子爷还和那个什么破侯爷来往不成？陈和等人都脸色微变，只有严朝清望着手中的茶盅，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而就在离英国公府不远的济宁侯府，魏廷瑜正被回娘家探望田氏的魏廷珍教训着。宋家的事要你操哪门子心？难道那宋墨被宋宜春杀了之后，宋宜春还要上杆子的来杀你不成？你怕什么怕？宋墨是什么人？连他父亲都斗不过他，你算哪根葱，竟然敢甩脸给他看？你是不是脑壳坏了？要不是被我偶然发现，你是不是准备从此和宋墨绝交？魏廷瑜从翠真阁出来，直奔景国公府。魏廷珍听说宋墨邀请魏廷瑜参加运河的书郡，如天上掉馅饼似的，喜不胜喜。这件事是真的吗？宋墨是怎么跟你说的？都说了些什么？要多少银子？分哪一段给你？把屋里服侍的丫鬟遣了，拉着魏廷瑜在临窗的大炕上坐下。魏廷瑜激动把两人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告诉魏廷珍。魏廷珍的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河工这种事，价钱由工部定，钱子由户部出，人力是各府县的徭役，他们能做的也不过是包销些食材，又不是惯做这食材生意的，自然要找个实力很强的商贾，4个核断。可是100万两的大生意，让那些商贾垫付一些，想必都会有人争破了脑袋。若是只嫌中间的差价，虽然钱少些，可稳当，又不用操心。他笨佛看到了成堆成堆的银子源源不断地落入自己的腰包，人极度地兴奋起来。弟弟，这件事你一定要住了，只要能做成这笔生意，以后我们家就了本钱，不管是开铺子还是做石库的生意，都有了银子，你就是想和宋墨疏远也不打紧了。提起这件事，如瓢冰水从头上淋了下来，让魏廷瑜满腔的热血都冷了几分。这不大好吧？过河拆桥，人家也是好心，邀了我入股。你不是说那宋墨心狠手辣，不是什么好人吗？魏廷珍被魏廷瑜揭了底，脸上有些挂不住，不由喝道：这也是你说的，那也是你说的，你到底要怎样？我也没说什么。魏廷瑜喃喃地道，想起宋墨那清冷的眸子，突然间心里发寒。要不我们还是别沾这生意了。我听说河工上的事，一个不小心就会闹摊墨案来，不知道有多少朝廷重臣为此被萧官砍头，的确不是什么好生意。要不然那顾玉和宋墨都不是缺银子的人，怎么就想到了要拉我入伙？他越说越觉得自己有道理，语气也变得坚定起来。我们还是少和宋墨交往的好。娘也说了，平平安安才是福，不是我们的，我们也别强求。魏廷瑜的话给魏廷珍也降了降温，他开始认真思索这件事。弟弟说的不错，别人强求都无门的事，怎么就突然间落到了弟弟的头上？或者是那边也要出事了，宋墨想找弟弟背黑锅，否则怎么也说不通宋墨为何主动和弟弟结交。他越想越觉得这件事蹊跷，难道宋墨和弟弟交往之初就打定了这个主意不成？你说的对。魏廷珍皱着眉头对魏廷瑜道，这件事他原想说就这样算了，可一想到泼水般的银子就这样流进了别人的口袋，他又心痛不已，说出来的话又变，我们得从长计议，最好是和你姐夫商量商量，你呢也要不动声色地打探打探，万一那宋墨不过是想扶你一把呢？我们岂不是白白错过了机会？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过了这村未必就有这店，我们得仔细想想。和姐夫商量，魏廷瑜倒觉得这是个事，忙催着魏廷珍去把张元明请来。魏廷珍却心中一动，笑道，你急什么？你姐夫正和家里的管事算账，宋墨不是也说了吗？这是八字只有一撇，你难道想这时候就嚷得人皆尽之啊？自然要等你姐夫忙完了，我再和他好说。
又交代魏廷瑜，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千万不要和其他人的说起，就是汪清海那里也要瞒得死死的，知道了吗？这有些不大好吧？你这个榆木疙瘩，汪家就是接工部的何公起的家，那汪清海也是个心里装不住事的，要是无意间漏了口气，以汪清怀的精明能干，要硬插一手，恐怕就是宋墨和顾宇，恐怕也会伤脑筋。可这话魏廷珍却不能这样跟魏廷瑜说，他把朋友看得太真。魏廷珍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才道，要是这件事黄了，你到时候怎么跟汪清海说？汪家的人又怎么看你？你能不能行事稳重点？也是哦。魏廷瑜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向姐姐保证了几句，又说了会憧憬的话，说了会担心的全，患得患失的。眼看着到了用晚膳的时候，他惦记着母亲一个人在家，拒绝了姐姐的挽留，回了济宁侯府。张元明被父亲留在了外院用膳，魏廷珍草草地吃了些，歪在炕上想这件事。她出嫁的时候，父母竭尽全力地为她准了120台嫁妆，虽然看上去花团锦簇的，却经不起推敲，几个妯娌间她的底子最薄。要不是公公常常底下里贴些银子给他们，就是这日常的人情往来也会让他们捉襟见肘。这件事若是能成，他手头也不必如此的紧张。可宗耀如果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告诉公公的。锦帛动人心，公公如果从中插一手，哪里还有魏家的遐事？那魏廷瑜怎么办？魏廷珍决定不把这件事告诉张元明，自己只要留心，未必打听不到消息。到时候赚到了钱，他们姐弟平分。不，弟弟的大头，他得小头也成。他只要有能应酬亲眷的梯级银子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给弟弟。魏廷珍从这件事上想到魏廷瑜的亲事，夫妻本是一体，他打了窦昭的脸，弟弟也颜面尽失，这个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之所以提前100日之内迎娶窦昭，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打探窦昭在窦家的地位。二太夫人亲自出面拒绝了这个提议，可见窦昭在窦家还是较受重视的。不知道窦昭到时候有多少陪嫁。像窦家这样的大户人家，说起来好听，但因为子弟众多，能分到个人头上的银子就十分的在线。何况窦昭之母出身平常，窦昭的继母王氏未必会一心一意地帮衬窦昭。想到这里，他再次深深的叹息。当初和窦家交换更帖之前，父亲应该好好和他商量商量的。魏家虽然称不上钟鸣鼎盛，可胜在家世简单，弟弟又顺利的成了爵，想找个出身相貌都十分出挑的，未必是件难事。说来说去，只怪父亲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太过急切了。魏廷珍颇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屋里突然传来丈夫张元明的声音：“怎么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已听说魏廷瑜来过了，遂笑道：“是不是廷瑜有什么事？”“他能有什么事？”魏廷珍笑道，敷衍道：“我就是在为他除服之后的事犯愁。这件事张明远也无能为力。”他想了想，道：“要不请宋墨帮帮忙？我看宋墨很看重就地。”魏廷珍把魏廷瑜对宋墨的顾忌告诉了张元明，并道：“这孩子就是有点犯浑。”张明远听了笑道：“就地的确是有些多心了，你想想，若是那英国公占着道理，宋墨杀了自家的护卫，还摆出那样的贱态，英国公只怕早就告到皇上面前去了，哪里还会这样的忍气吞声？你让就地不必多想，宋墨这个人还是很值得一交的。”魏廷珍听着眼珠直转，看样子这何公的事可以做。他如同看到银子流水般的流进了他的荷包。魏廷珍忍不住满面笑容，亲手给张元明沏了杯茶。英国公府的仪制堂，顾玉则帮宋墨亲手沏了杯茶。宋墨就打趣地向顾玉道了声多谢。不用谢。顾玉不以为然地咧着嘴笑了笑，然后道：“你真的准备让那个什么魏廷瑜插一手啊？我们不缺银子，魏廷瑜又不是个做事的人，吃独食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宋墨笑道：“何况这天下的银子怎么能赚得完？”顾玉不解：“可你正是要做银子的时候，就像两国交战，粮草先行一样。宋墨和宋宜春斗，没有银子是不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宋墨决定参与到河工之事上去的原因，让他占一小股好了。”宋墨道说：“就当我们多打点了工部和户部的人。”顾玉不再说什么。宋墨就问他：“我杀了自家的护卫，你的那帮玩伴们是不是都觉得我是个暴戾自衰之人？”顾玉一愣，宋墨笑道：“你照直说就是了，我只是想听句真话。”顾玉一向认为宋墨很坚强，他点了点头，道：“也不全是，有些人就是觉得很惊讶。”宋墨哦了一声，有片刻的发呆。顾玉问他：“怎么了？”“没什么。”宋墨含糊其辞地道，脑海里再次浮出窦昭那因为镇定自若而觉得内敛沉稳的面容，就是问问。
心里有种异样的情绪止不住地滋长。窦昭的护卫曾参与这件事，窦昭应该都早知道了当场的情景，可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流露出半分惊骇或是恐惧之色。他是怎么想的呢？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宋墨很想问问窦昭，而顾宇则在正式咬到那4处合弓的差事之后，问了魏廷瑜一声，让魏廷瑜象征性的舀了些银子出来，自己去了趟济宁，陪着知府县令们吃喝了好几天，这才把合弓的事定下来，然后又赶去了徐州，等顾宇从江南回来，已吃过了腊八粥。他梳洗一番，就去了英国公府。宋墨不在家，武仪告诉他，梅夫人去世了。顾宇大惊失色，梅夫人怎么会去世了？之前可是一点风声也没有听说。在他的印象中，梅夫人一向精神矍铄，怎么说去就去了。又想到跟着宋墨去蒋家的时候，梅夫人做了绿豆糕招待他们，他和协秀几个打闹，梅夫人也只是坐在五廊下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眼中充满了慈爱。他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母亲在世的时候，是个无忧无虑的孩童，那种温馨和踏实，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的。他泪水猝然而至，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顾玉哽咽道，泪水模糊了视线，天赐哥为什么不告诉我？不然我怎么也要赶回来，心中充满了遗憾。又问武仪，梅夫人是什么时候没的？天赐哥走了几天？他的情绪感染了武仪，武仪眼里瞬时充满了泪水，抽泣道，自蒋三爷走后，梅夫人就有些不舒服了，因怕我们世子爷和二爷担心，所以强忍着没露出什么端倪。施安又在外院，什么也不知道。要不是前些日子我们世子爷不放心梅夫人，派严先生带了些药材和补品去探望，恐怕还不知道梅夫人已经卧病在床好几天了。梅夫人只来得及嘱咐严先生一句要好好照顾世子爷就去了。顾玉忍心难忍，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大哥还没有从亳州回来吗？稚嫩的声音满是深深的担忧，竟然是宋汉。顾玉愕然，不由道，天恩怎么没去亳州？武仪低下了头，喃喃地道，国公爷说路途遥远，二爷还有很多功课都没有做，世子爷代表英国公府去就行了。顾玉勃然大怒，道，梅夫人可是天赐哥和天恩的外祖母，难怪伯母不在了，这血脉也断了不成？英公国这样做太薄情。话音刚落，宋汉都挠着走了进来。顾大哥，他看见顾玉眼睛有些眨红，你也是来找我大哥的吗？他润墨的眸子小鹿般的惊恐。顾玉心中一软，不忍责怪宋汉，点了点头，道，我刚从江南回来，没想到梅夫人去世了。宋汉眼泪雨滴似的落了下来，大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没能见外祖母最后一面，我想娘亲。顾玉眼眶湿润，有些笨拙地安慰宋汉，没事没事，天赐哥很快就会回来了，梅夫人也知道你有很多功课，不会责怪你的。宋汉呜呜地哭了起来。有护卫神色恭敬地走了进来，半是央求半是无奈地低声对宋汉道，二爷，国公爷到处在找你，你还是快随我回上院去吧，不然国公爷责怪起来，小的不好交代。宋汉抹着眼睛，顾玉却跳起来朝着那护卫就是一耳光，并骂道，他妈的，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那护卫名叫李大胜，他能被宋宜春派到宋汉身边，不仅是因为他对宋宜春忠心耿耿，而且还因为他身手高超，办事灵活。他虽然没有想到顾玉会突然发难，但顾玉不过是跟拳师练了几年的拳脚功夫，手脚比旁人要灵活些，和他这样自幼习武的护卫相比，差得远了。凭李大胜的身手，想躲开顾玉很容易，可顾玉这一招却是专门练过的，向来山无虚，李大胜竟然被结结实实打了个正着。他错愕地望着顾玉，顾玉已退后几步，挥了挥手，随他而来的2个随从闪电般地冲到了李大胜的面前，一拳打过去，屋里响起裂帛般的疯笑声。李大胜脸色大变，想到了关于顾玉身边随时有2位皇后娘娘御赐绝顶高手护卫的传闻，他一面匆匆后退，一面求助般的喊了宋汉一声二爷，却不敢全力反击。英国公曾经交代过，不要轻易和泽志堂的人发生摩擦。顾玉却看也没看宋汉一眼，面色冷峻地盯着自己的2个随从。2个随从会意毫不留情地朝李大胜挥拳。宋汉目光晦涩，欲言又止。李大胜身手本不如顾玉的2个护卫，又有所顾忌失了先机，不过几个回合就被顾玉的随从打得趴倒在地。顾玉犹嫌不解恨，在那里大声叫嚣着，你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话，你们给我狠狠地打，打死了算我的。2个随手继续打着早就鼻青脸肿的李大胜，可落下去的拳脚明显的不如刚才有力道。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响起来，人未到话先到，顾公子，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都是李大胜不懂事，冲撞了公子，还请公子看在我们世子爷的面子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随着说话声，宋宜春的幕僚陶器重急急地走了进来。顾公子，他笑着朝顾玉行了个礼。顾玉露出副算了，不和你一般见识的表情，朝着两个随从微挥颔首，两个随从忙起身到了顾玉的身后。人你领回去吧。顾玉纡尊降跪地道，以后要是再这样不懂规矩，可别怪我不讲情面。多谢多谢。陶器重连忙躬身作揖，示意身边的人扶了李大胜，牵了宋汉的手，和顾玉寒暄着。宋汉想要挣开陶器重的手，却被陶器重握得更紧了，他顺从停止了挣扎。陶器重带着宋汉和李大胜离开了仪制堂。顾玉的眼睛盯着宋汉和陶器重握在一起的手，面色阴郁。宋墨很快就知道了在仪制堂里发的这一幕，他撩了马车的车帘，望着车窗外面，良久无语。颜朝清目光微闪，他们正跟过真定县城，世子爷会去见窦家四小姐吗？宋墨静静地望着远处的城廓，直到遥不可见，这才放下了帘子，转身坐好，淡淡地对颜朝清道：这件事恐怕要麻烦颜先生以后多多留心了。梅夫人突然去世，他们并没有打探到宋墨父母之前的旧事。现在的蒋家，老的老，小的小，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有，还好是安江湖经验足，至少可以保证蒋家那些妇孺的安危。颜朝清恭谨的应是，安慰宋墨：世子爷也不要着急，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我们留意，迟迟早早能打探到些消息。但愿如此吧。宋墨微微地叹了口气，想到了窦昭，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冬日暖阳，他是在花房里刺弄他那些花草呢，还在端容坐在临窗的大炕上和管事的算着账呢。想到这些，他不禁会心一笑，问颜朝清：顾玉那边的事怎么样了？颜朝清则咧着嘴笑了起来，真没有想到顾玉嚣张的时候比任何人都嚣张，认真的时候比任何人都认真。工部的几个郎中被他奉承的都找不到北了，说工部主事罗维炳请皇上疏通开封城东面的故道，皇上已准许，让顾玉找工部尚书中及殿大学士木川疏通，以后工部再有什么事也好找顾公子。这可是汪家的生意。宋墨听了也笑了起来，他虎口夺食，可得小心点。所以说顾公子要是认真起来，也是个办事的人。颜朝清笑道：这些日子顾公子和延安侯世子汪清怀走得很近，开封断面疏通之事，他准备和汪清怀一起做。宋墨挑了挑眉，唏嘘道：顾玉真的长大了。语气欣慰中带着几分感慨，如同看到被贻学语的孩子丢失开了手的父母。颜朝清哈哈大笑，宋墨也跟着笑了一阵，然后神色渐凝，沉吟道：连着5年黄河都在开封决堤，工部几次想修建开封旧城，皇上都留中不发。这几年国库并不充盈，皇上怎么会在疏浚运河之余又疏通黄河开封断面？这件事十之八九涉及到几位阁老之争，梁继芳能力有限，不足以震慑其他几位内阁大臣，最后谁能左右内阁的意向，现在还不明朗，我们要多多留意才是。颜朝清肃然点头道：世子爷，我想向您推荐一个人。从前宋墨只是英国公府的世子，大事有英国公做主，他只要从旁边协助宋墨就行了。现在宋墨和英国公撕破了脸，事情骤然复杂起来，他一个人就感觉有些吃力起来。宋墨也有心培养自己的幕僚班底，只是没有什么好的人选。闻言笑道：颜先生请说。此人姓廖，名清，字避风，癸卯年的举人，与我是同乡。颜朝清说着，宋墨有点走神。陈渠水倒是个人才，可惜窦昭身边也少不了他。念头闪过，他很快收敛了心绪，仔细地听着颜朝清介绍廖避风的情况。而此时的陈渠水却正和窦昭说着宋家的事。认识到我的人多半都遭了宋宜春的清算，我乔装打扮一番，想必没人认得出来。不行，窦昭想也没想就否决了陈渠水的提议。在宋墨没有占绝对优势之前，您绝不能在京都露面。这件事我让崔十三去办好了，他现在有田富贵帮忙，闲得很。小姐，陈渠水神色一正，严肃地道：和魏家退亲，景国公府的世子夫人是关键，您觉得以崔十三的年纪，能摸得清世子夫人的心思吗？年少的崔十三怎么能及得上经历过沧海桑田的陈渠水懂心？况且有些话他能对陈渠水说，未必能对崔十三说。崔十三知道了，就等于是祖母知道了。他之前和乌家的婚事不成，又拒绝了何家的求亲，若是再和魏家退了亲，而且还是他主动退亲，那也太过惊世骇俗。因为如此一来，他将会与婚姻无缘，就算是一向疼爱偏袒他的祖母知道了，也肯定不会同意的。他根本就没敢在祖母面前透露一丝的口风。
可他又不想让陈曲水为了自己的事去冒险。这件事不急，窦昭敷衍着他，到时候再说，反正现在还早。陈曲水自然知道窦昭的心意，他不由正色地道：小姐，您是真的准备和魏家退亲吗？之前窦昭曾和他说过，和魏家定不过是权宜之计，但他发现窦昭见过魏廷瑜之后，就对魏廷瑜有种异乎寻常的容忍，而窦昭又不是那种盲目顺从的人，可见窦昭对魏廷瑜印象是很好的。可在陈曲水看来，魏廷瑜虽然相貌英俊，为人爽豪仗义，遇事却没有主心骨。如果做朋友是很好的，如果做丈夫却是个致命的弱点。他既会听从枕边风，也会因朋友起哄而改变主意，这样左右摇摆，最让人不踏实。而且窦昭嫁过去，只怕还要倒贴嫁妆来维持济宁侯府的日常缴用，别人还觉得是窦昭高烦了魏家，明讳而实不至。那魏府的姑奶奶要窦昭100日之内嫁入济宁侯府，就是一个证明。魏廷瑜除了有个侯爷的头衔，其他的实在是稀松平常的很。可这世上之事，只要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外人最好不要插手。窦昭既然看中了魏廷瑜，嫁过去也无非是银财上受些损失，这对窦昭来说不算什么，这门亲事勉强也算门当户对。没想到的是，老济宁侯突然病逝，魏廷瑜要守孝3年。窦昭虽然让他打听魏家的事，却又按兵不动，态度暧昧，让他一时摸不清楚窦昭真实的想法当然是真的。窦昭表情严肃，目光坚定，我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陈曲水不由点头，窦昭拿定了主意就好，他也不必瞻前顾后。就算这次达不到目的，两人齐心，其利断金，再接再厉就是了。何况窦昭有西窦一半的财产傍身，又有自己和段公义、陈晓峰等人帮衬，依靠着窦家这棵大树，就算是一辈子不嫁人，日子未必就比嫁入示威的济宁侯府差，何苦去看魏家人的脸色？就算要成亲，只要过错在魏家，窦昭找个寻常书香门第的敦厚子弟嫁了，反而能事事自己做主，未必不是件好事。而且窦世英膝下无子，刘长女在家招赘，也说得过去，不管走哪条路，都比嫁到济宁侯府强。他不由笑道：小姐，您等我一会。说着径直离开了厅堂。窦昭好奇地在厅堂里等他。不一会，陈曲水折了回来，他戴着顶半新不旧的毡帽，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身子，穿了身破旧的棉袍，垂着眼角，拢着手，一副落魄文士的潦倒模样，哪里还有半点刚才的儒雅矍铄。窦昭张口结舌，陈曲水站直了身子，人又变得神采奕奕，精神抖擞。怎么样？他笑道：我这手还不错吧，这是当年跟这个街头卖艺的学的。保管英国公府的人认不出我来，就算是认出来了，也只会认为是我离开英国公府之后衣食无着，沦落街头，断然不会想到当初的事。窦昭忍俊不禁，他问陈曲水：您有什么好主意？陈曲水知道窦昭妥协了，笑道：小姐原来有什么打算？既然把这件事托付给了陈曲水，自然应该坦诚相待。窦昭斟酌道：魏廷真为人贪婪，他身边的金嬷嬷和吕嬷嬷都是能说得上话的人，两人又素来不和，如果能好好利用两人之间的矛盾，再传出什么我与魏廷瑜八字相克之类的传闻，这件事一定会事半功倍的。此计甚好。陈曲水笑望着窦昭，不住地点头。这件事上两人倒是不谋而合，我这就尽快启程去京都。陈曲水笑道：再过几个月济宁后就要除服了，有些事得早做打算。有他在京都，断然不会让这件事失去控制。他语气一顿，道：只是这件事涉及到内宅的妇人，我想向小姐借个人。窦昭笑道：你是说素心？陈曲水摇头道：我想借红姑。窦昭微愣，陈曲水含蓄地道：不过是因为红姑年纪大些，和那些嬷嬷们更说得上话，加上她外表淳朴，更容易让人相信。如果说话的人看起来太精明能干，反而容易让人怀疑了。就是看红姑是一个乡下妇人，那些嬷嬷自认为自己是在侯府、国公府当差，见识高人一等，对红姑的提防就会少一些，更便于引那些妇人上当。只是崔姨奶奶那里，小姐放心。陈曲水自信地笑道：我不过是让红姑帮着在关键的时候递几句话，又不是要红姑去退亲，就算是漏了些蛛丝马迹，魏廷真知道自己这样算计魏廷瑜，以他对弟弟的疼爱，抵死都会退亲的，只不过那时这个退亲的过失就得自己背，反正一样能达到目的。窦昭不再犹豫，点了点头。那就劳烦陈先生了。陈曲水客气了几句，笑着和窦昭商量了一些细节，去着手准备上京的事宜。没几日，祖母就叫了窦昭过去说话。
陈先生来说，他过几天要去京都盘点铺子里的账目，想到魏家7月份就要除服了，他想带了红姑一起去，给魏夫人问个安，以后两家商量起婚事来，也有个从中递话的人。我怕红姑去了怯场，可陈先生却说魏家久居京都，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越是老实人，越显得我们实在，越好。我思循着陈先生的话也有道理，就同意了。你看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叮嘱红姑，等会跟红姑嘱咐一番。窦昭心有愧疚地向祖母道了谢，只吩咐红姑有什么事听陈先生的就是了。红姑连连点头，把压箱底的几件鹿绸、杭绸衣裳拿了出来，好好吃了一番，随着陈渠水去了京都。范文书和崔13早得了信，带着田富贵在朝阳门外迎了陈渠水。陈渠水闭了门和范文书说话，这么说来，延安侯下个月就要过寿了。陈渠水沉吟道。范文书点头。汪家的人这些日子为了给延安侯祝寿，都到处在找贺礼。他原是做古玩出身的，现在依旧和那些铺子里的伙计们常来常往，这种消息他十分的灵通。陈渠水就问，我上次让你结交景国公府世子夫人身边的妇仆，你可有什么眉目了没有？景国公府的世子夫人是济宁侯府的姑奶奶，四小姐即将嫁入济宁侯府，通过景国公府世子夫人身边的人巴结上济宁侯府的姑奶奶，这是那些经营有道的人惯用的手法。范文书并没有起疑，笑道，我们铺子里灶上的那位包妈妈就是景国公府世子夫人身边的金嬷嬷介绍的。陈渠水满意地点了点头，对范文书道，红姑难得来京都一趟，我看不如就让这位包妈妈带着红姑在京都城里转一转。范文书会意把包妈妈叫来叮嘱了一番，又赏了她10两银子，叫了辆马车，有个小厮陪着，让包妈妈领着红姑在京都城里转了一圈。红姑何曾见过这样的热闹，眼睛珠子都看花了不说，还大包小包的买了一堆东西。这个是给崔姨奶奶的，这个是给四小姐的，这个是给素心、素兰、甘露、素娟几个丫头的，让包妈妈看得眼都红了，对红姑越发的热忱起来。等到陈渠水置办好了东西，让红姑去给田氏问安的时候，包妈妈主动请缨陪着红姑去了济宁侯府。魏廷瑜和顾玉等人的生意很顺利，他们不过投了几千两银子，第一笔回款就把本钱收了回来。田氏算算，等到4个河段的工程完了，他们能挣几万两银子，到时候就能风风光光的给魏廷瑜办婚宴了。想一想，他心里都觉得十分的舒畅，这日子更有了奔头。听说窦家派了人来给自己问安，田氏十分的高兴，忙让人请了红姑进来，又见是个朴实的妇人，他心里更喜欢了，和红姑说了半天的话，赏了红姑一个上等的红包，又让身边的嬷嬷留红姑用了顿饭，这才送了红姑出门。魏廷珍听说窦家有人来见母亲，想到两家马上要订婚期了，他母亲糊里糊涂答应了窦家什么条件，亲自赶过来问是怎么一回事。田氏觉得女儿有些杞人忧天，笑道，人家不过是来京都办事，过来问个安罢了，偏你多心。然后吩咐丫鬟捡些新上市的果品端进来。被田氏派去招待红姑的嬷嬷就眼巴巴地望着魏廷珍。魏廷珍会意，避开了母亲和那嬷嬷说话。姑奶奶，窦家的那个嬷嬷是奉了窦家崔姨奶奶之命，来京都和窦家七太太商量四小姐嫁妆之事的。眼看着要出嫁了，真定那边还派了人到京都来要嫁妆，难道自己之前看走了眼？那窦昭在窦家根本就是无人理会的杂草。年少的崔13怎么能及得上经历过沧海桑田的陈渠水懂心？况且有些话他能对陈渠水说，未必能对崔13说。崔13知道了，就等于是祖母知道了。他之前和乌家的婚事不成，又拒绝了何家的求亲，若是再和魏家退了亲，而且还是他主动退亲，那也太过惊世骇俗。因为如此一来，他将会与婚姻无缘，就算是一向疼爱偏袒他的祖母知道了，也肯定不会同意的。他根本就没敢在祖母面前透露一丝的口风，可他又不想让陈渠水为了自己的事去冒险。这件事不急，窦昭敷衍着他，到时候再说，反正现在还早。陈渠水自然知道窦昭的心意，他不由正色地道，小姐，您是真的准备和魏家退亲吗？之前窦昭曾和他说过，和魏家定不过是权宜之计，但他发现窦昭见过魏廷瑜之后，就对魏廷瑜有种异乎寻常的容忍，而窦昭又不是那种盲目顺从的人，可见窦昭对魏廷瑜印象是很好的。可在陈渠水看来，魏廷瑜虽然相貌英俊，为人爽豪仗义，遇事却没有主心骨。如果做朋友是很好的，如果做丈夫却是个致命的弱点。他既会听从枕边风，也会因朋友起哄而改变主意，这样左右摇摆，最让人不踏实。而且窦昭嫁过去，只怕还要倒贴嫁妆来维持济宁侯府的日常嚼用，
别人还觉得是窦昭高烦了魏家，明讳而实不至。那魏府的姑奶奶要窦昭100日之内嫁入济宁侯府，就是一个证明。魏廷瑜除了有个侯爷的头衔，其他的实在是稀松平常的，很可这世上之事，只要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外人最好不要插手。窦昭既然看中了魏廷瑜，嫁过去也无非是银财上受些损失，这对窦昭来说不算什么，这门亲事勉强也算门当户对。没想到的是，老济宁侯突然病逝，魏廷瑜要守孝3年。窦昭虽然让他打听魏家的事，却又按兵不动，态度暧昧，让他一时摸不清楚窦昭真实的想法。当然是真的。窦昭表情严肃，目光坚定，我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陈曲水不由点头。窦昭拿定了主意就好，他也不必瞻前顾后。就算这次达不到目的，两人齐心，其利断金，再接再厉就是了。何况窦昭有西窦1半的财产傍身，又有自己和段公义、陈晓峰等人帮衬，依靠着窦家这棵大树，就算是一辈子不嫁人，日子未必就比嫁入示威的济宁侯府差，何苦去看魏家人的脸色？就算要成亲，只要过错在魏家，窦昭找个寻常书香门第的敦厚子弟嫁了，反而能事事自己做主，未必不是件好事。而且窦世英膝下无子，刘长女在家招赘，也说得过去，不管走哪条路，都比嫁到济宁侯府强。他不由笑道：小姐，您等我一会。说着径直离开了厅堂。窦昭好奇地在厅堂里等他。不一会，陈曲水折了回来。他戴着顶半新不旧的毡帽，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身子，穿了身破旧的棉袍，垂着眼角拢着手，一副落魄文士的潦倒模样，哪里还有半点刚才的儒雅矍铄。窦昭张口结舌。陈曲水站直了身子，人又变得神采奕奕，精神抖擞。怎么样？他笑道：我这手还不错吧，这是当年跟这个街头卖艺的学的。保管英国公府的人认不出我来，就算是认出来了，也只会认为是我离开英国公府之后衣食无着，沦落街头，断然不会想到当初的事。窦昭忍俊不禁。他问陈曲水：您有什么好主意？陈曲水知道窦昭妥协了，笑道：小姐原来有什么打算？既然把这件事托付给了陈曲水，自然应该坦诚相待。窦昭斟酌道：魏廷真为人贪婪，他身边的金嬷嬷和吕嬷嬷都是能说得上话的人，两人又素来不和，如果能好好利用两人之间的矛盾，再传出什么我与魏廷瑜8字相克之类的传闻，这件事一定会事半功倍的。此计甚好。陈曲水笑望着窦昭，不住地点头。这件事上两人倒是不谋而合，我这就尽快启程去京都。陈曲水笑道：再过几个月济宁后就要除服了，有些事得早做打算。有他在京都，断然不会让这件事失去控制。他语气一顿，道：只是这件事涉及到内宅的妇人，我想向小姐借个人。窦昭笑道：你是说素心？陈曲水摇头道：我想借红姑。窦昭微愣。陈曲水含蓄地道：不过是因为红姑年纪大些，和那些嬷嬷们更说得上话，加上她外表淳朴，更容易让人相信，如果说话的人看起来太精明能干，反而容易让人怀疑了。就是看红姑是一个乡下妇人，那些嬷嬷自认为自己是在侯府、国公府当差，见识高人一等，对红姑的提防就会少一些，更便于引那些妇人上当。只是崔姨奶奶那里，小姐放心。陈曲水自信地笑道：我不过是让红姑帮着在关键的时候递几句话，又不是要红姑去退亲。就算是漏了些蛛丝马迹，魏廷真知道自己这样算计魏廷瑜，以他对弟弟的疼爱，抵死都会退亲的，只不过那时这个退亲的过失就得自己背，反正一样能达到目的。窦昭不再犹豫，点了点头。那就劳烦陈先生了。陈曲水客气了几句，笑着和窦昭商量了一些细节，去着手准备上京的事宜。没几日，祖母就叫了窦昭过去说话。陈先生来说，他过几天要去京都盘点铺子里的账目，想到魏家7月份就要除服了，他想带了红姑一起去，给魏夫人问个安，以后两家商量起婚事来，也有个从中递话的人。我怕红姑去了怯场，可陈先生却说魏家久居京都，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越是老实人，越显得我们实在越好。我思循着陈先生的话也有道理，就同意了。你看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叮嘱红姑，等会跟红姑嘱咐一番。窦昭心有愧疚地向祖母道了谢，只吩咐红姑有什么事听陈先生的就是了。红姑连连点头，把压箱底的几件露绸、杭绸衣裳拿了出来，好好吃了一番，随着陈曲水去了京都。范文书和崔十三早得了信，带着田富贵在朝阳门外迎了陈曲水。陈曲水闭了门和范文书说话。这么说来，延安侯下个月就要过寿了。陈曲水沉吟道。范文书点头，
汪家的人这些日子为了给延安侯祝寿，都到处在找贺礼。他原是做古玩出身的，现在依旧和那些铺子里的伙计们常来常往，这种消息他十分的灵通。陈曲水就问，我上次让你结交景国公府世子夫人身边的妇仆，你可有什么眉目了没有？景国公府的世子夫人是济宁侯府的姑奶奶，四小姐即将嫁入济宁侯府，通过景国公府世子夫人身边的人巴结上济宁侯府的姑奶奶，这是那些经营有道的人惯用的手法。范文书并没有起疑，笑道，我们铺子里灶上的那位包妈妈就是景国公府世子夫人身边的金嬷嬷介绍的。陈曲水满意地点了点头，对范文书道，红姑难得来京都一趟，我看不如就让这位包妈妈带着红姑在京都城里转一转。范文书会意把包妈妈叫来叮嘱了一番，又赏了她10两银子，叫了辆马车，有个小厮陪着，让包妈妈领着红姑在京都城里转了一圈。红姑何曾见过这样的热闹，眼睛珠子都看花了不说，还大包小包地买了一堆东西，这个是给崔姨奶奶的，这个是给四小姐的，这个是给素心、素兰、甘露、素娟几个丫头的，让包妈妈看得眼都红了，对红姑越发的热忱起来。等到陈曲水置办好了东西，让红姑去给田氏问安的时候，包妈妈主动请缨陪着红姑去了济宁侯府。魏廷瑜和顾玉等人的生意很顺利，他们不过投了几千两银子，第一笔回款就把本钱收了回来。田氏算算，等到4个河段的工程完了，他们能挣几万两银子，到时候就能风风光光的给魏廷瑜办婚宴了。想一想，他心里都觉得十分的舒畅，这日子更有了奔头。听说窦家派了人来给自己问安，田氏十分的高兴，忙让人请了红姑进来，又见是个朴实的妇人，他心里更喜欢了，和红姑说了半天的话，赏了红姑一个上等的红包，又让身边的嬷嬷留红姑用了顿饭，这才送了红姑出门。魏廷珍听说窦家有人来见母亲，想到两家马上要订婚期了，怕母亲糊里糊涂答应了窦家什么条件，亲自赶过来问是怎么一回事。田氏觉得女儿有些杞人忧天，笑道，人家不过是来京都办事，过来问个安罢了，偏你多心。然后吩咐丫鬟捡些新上市的果品端进来。被田氏派去招待红姑的嬷嬷就眼巴巴地望着魏廷珍。魏廷珍会意，避开了母亲和那嬷嬷说话。姑奶奶，窦家的那个嬷嬷是奉了窦家崔姨奶奶之命，来京都和窦家七太太商量四小姐嫁妆之事的。眼看着要出嫁了，真定那边还派了人到京都来要嫁妆，难道自己之前看走了眼？那窦昭在窦家根本就是无人理会的杂草。魏廷珍得到了陈曲水和红姑1日之内拜望了静安寺胡同猫胡同和槐树胡同的消息，心都凉了。照你这样么说，陈曲水和那个红姑还住在铺子里？他问金嬷嬷，而且他们去静安静寺胡同拜访的时候，窦大人甚至没有留他们吃顿午饭。金嬷嬷点头，不仅如此，他们连七太太的面也没有见着。怎么会这样？魏廷珍的眉头紧紧地蹙在了一起。曾被窦昭毫不留情地呵斥过的金嬷嬷心里却有些幸灾乐祸，自然是希望窦昭越倒霉越好。他眼珠子微转，低声对魏廷珍道，不过他们从窦阁老家出来的时候，倒是提了几盒点心，一副打发叫花子的样子。魏廷珍的脸色更难看了。他想了想，去了济宁侯府。田氏听得目瞪口呆，显然没想到窦昭在窦家的境地这样的艰难，半晌才嗫嚅道，那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多双筷子吃饭罢了，就当是我多养了一个女儿的。魏廷珍不服气道，娘，您想过没有，王氏是继母，讨厌前头娘子所生的女儿，那是人之常情，倒也说得过去。可您看看，为了她的嫁妆，那个账房求了一家求两家，家家都是一副敷衍了事的样子，这可就不是简简单单不讨继母喜欢了。说不定那窦昭的人品都有问题，我们家庭于相貌堂堂，品行端良，爹和娘从小就请了先生在家里给他启蒙，告诉他做人的道理，稍大些了，又怕他和那些纨绔子弟搅和到一起，请了师傅告诉他射箭，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满京都的勋贵之家中，像我们家廷玉这样有几个？哪家的名门淑女配不得？凭什么要受这样的委屈？他可是我们捧在手里长大的。田氏听着哭了起来。那你说怎么办？难怪还能退了不成？要怪你就怪我好了，要不是我多事跑去探望赵氏，也不会有这门亲事了。我原想西窦人丁单薄，窦昭是长女，再怎么着，那窦万元也不会怠慢了他的。谁知道会变成这个样子？魏廷瑜却听着心中一跳，他坐到了母亲的身边，掏出帕子递给母亲，低声道，娘，要不我们退了这门亲事吧？田氏听得如遭雷击，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廷瑜守制，窦昭可是等了他3年的。
况且这门亲事当初是从何家手里夺过来的，这样是退了，怎么也说不过去啊。何况窦昭又没有什么过错。娘，您听我说。魏廷珍表情坚定，抓住了母亲的手，让田氏心神微定，静下来听着女儿说话。这天下的事，还不是任人说。您看英国公府的世子爷宋默，他杀了那么多的人，谁不知道他们家出了什么事？可父子俩出门还要亲亲热热的。有人问宋默杀人的事来，宋家的人还要一口咬定那些护卫是盗贼，就是皇上问起来，也不露半天的口风，硬生生的把这件事给糊弄过去了。廷玉还有2-3个月就出府了，他不是和顾宇、宋默他们在做生意吗？到时候当着窦家的人只说为这件事忙着，把婚期往后拖一拖。窦昭在家里如此不受待见，肯定有人不喜欢他高价。别人还不好说，那王氏，他说着挑了挑眉，我们只要想办法和王氏搭上话，我再许了王氏当朋友走动，王氏一个小妾扶正的，怎能不动心？到时候由王氏找个窦昭的过错，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娘，这件事只要有心，哪有做不成的？可这样一来，岂不是害了窦昭？田氏正答道，他在家里已经不受等见了，若是退了亲，哪还有活路？娘，这您可就错了。魏廷珍温声道，窦昭的五伯父是阁老，不知道有多少读书人家想和窦家结亲，氏族大家的子弟不成，难道那些寒门小户的也不行吗？说不定和我们家退了亲，他找个门当户对的，日子过得更好呢。田氏还是有些不忍心。魏廷珍生了气，娘，我当初为什么会嫁到张家去？您要是让弟弟娶了那个窦昭，那我算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着，想到这几年在张家受的委屈，不由得抽泣起来。我们家原来是没有家底，弟弟得了宋默的提携，眼看着就要日进斗金了，哪家的门明淑女娶求不来，我已经这样了，弟弟要是还没有个好姻缘，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说完，捂着脸闷声的哭了起来。田氏被说到了伤心处，抱着魏廷珍也哭了起来。一时间，田氏的内室成了水乡泽地。王映雪接到魏廷珍名帖的时候，十分的惊讶，和胡嬷嬷道，难道他不知道窦家的钟馗是由高生媳妇在主持？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忍不住露出讽喻之色。胡嬷嬷咬了个洗好的梨子地王映雪，笑道，四小姐要出嫁了，当着亲家的面，总不能说你现在不管事吧？王映雪冷笑，把帖子丢在了炕上，道，现在知道要我给他们做面子了，早干什么去了？转身对来禀的丫鬟硬邦邦地说了句不见。胡嬷嬷却朝着那丫鬟使了个眼色，然后劝王映雪，四小姐肯定会静安寺胡同出嫁，到时候五太太、六太太都会来帮忙，正是您的机会，您何必和四小姐赌这口气？五小姐今年也13了，到了说亲的年纪，如果窦家的人有心压制她，把家里的这些事透个风声出去，那些门风清白的大户人家谁会娶窦明？王映雪眼圈一红，眼泪赖赖落下。窦世英的心也太狠了，窦昭是他的闺女，难道明姐儿就不是他亲生的？当年要不是上了他的当，我何至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接着又怨起娘家的大嫂高氏来，当初父亲落难，我待他多好，南哥病得只剩一口气了，要不是我，早就夭折了。如今他日子好过了，娘家的哥哥做了封疆大吏，转过头来就不认人了。我不过是想让他帮着在高家子侄子里给明姐找门好亲事，他却推三阻四，生怕我赖上了南哥似的，急急地帮定南哥定了他娘家的侄女高明珠。胡嬷嬷默然。自从王映雪被夺了主妇的权利之后，王家也和王映雪渐渐疏远，这样的话他每隔几天就会说一遍，不是埋怨高氏，就是数落庞氏，要不就说起当初如何被窦世英哄骗做了妾室，哪还有半点当年做棉花生意时的利落爽快，像个典型的豪门院。想到这里，胡嬷嬷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她不由仔细地打量王映雪，枯黄的面容，怏然的神色，喋喋不休的抱怨，不管有没有人听，王映雪自顾自地说着。胡嬷嬷眼泪都快要落下，情不自禁地打断了王映雪的话，七太太，您是聪明人，从前那么难的光景您都能打开局面，这次也一定渡过难关的。王映雪听着一怔，无神的目光渐渐变得明亮起来，嘴角窸窸，正要说什么，有小丫鬟闯了进来，七太太，七老爷过来了。啊！他不由和胡嬷嬷交换了个眼神，窦世英已大步走了进来。听说济宁侯府的姑奶奶要来拜访你，她穿着朝服，神色匆匆，显然是刚刚得了信从衙门里赶回来的，她是芒姑的姑姐。我已经吩咐下去，让高生好好招待她，你到时候也要打起精神才是，务必要让她宾至如归。王映雪望着时到今日，待她依旧神色温和，纤纤如玉的窦世英，心中五味俱陈。
原来他以为这是窦世英待他的温柔体贴，现在他才知道，这不过是他的行事做派。他对谁都是这样的，如把软刀子捅在他的身上，他以为不会痛，却能折磨得你只眼着能一口气了结。王映雪很想端起手边的茶盅，将满盅的茶水泼在窦世英的脸上，可他想到了窦明，想到了窦明的婚事，手紧紧地握成了拳，最终却一点点地松了开来。我知道了。他听见自己用一种温顺的语气答着窦世英的话，定然不会泼了四小姐的颜面的。窦世英满意地点了点头，离开不久之后，让高升的媳妇送了个匣子过来。王映雪打开了匣子，珠光宝气，满是辉映。七老爷说，太太要见客，让我们家那口子赶再去玉宝轩买了这些首饰。高升的媳妇面如满月，笑的时候带着几分喜庆，俩口子都是聪明人，虽然长着静安寺胡同的大小事务，待王映雪却一如从前一样恭敬，让王映雪挑不出一点错。他笑着取西行礼，退了下去。王映雪啪地一声关上了匣子。这算是什么？我帮窦昭做面子的酬谢。他的脸色的铁青。胡嬷嬷在心里暗暗地叹了口气。在英国公府仪制堂书房里，和严朝清、廖碧峰说话的宋默接过陈和递进来的纸条，表情微愣，道：陈曲水什么时候到的京都？他来京都干什么？陈和低眉顺眼的躬声道：听说是为了四小姐的婚事来的，四小姐的笔墨铺子要盘点，到哪里出嫁要和七老爷商量，五老爷和六老爷那里也要去知会一声，看样子还挺忙的。有廖碧峰在场，他下意识地省去了窦昭的姓氏。宋默点了点头，道：我正好明天有事要去趟大兴的田庄，你给陈曲水下张帖子吧。屋里的人俱是一愣，刚才他们还在商量着去拜访三驸马10岁兰，怎么眨眼的功夫，宋默就改变了主意。廖碧峰初来乍到，自认还没有摸清楚宋默的脾气，看了严朝清一眼，见严朝清正垂着眼睑喝茶，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吭声。陈和应声退下。廖碧峰继续着刚才的话题，国公爷虽然有续弦之意，但世子爷已到治学之年，二爷也过了垂髫，好一点的人家未必愿意把女儿嫁进来，差一点的人家又起不到联姻的作用，与现在的局面无异。这次国公爷推了宣州卫都指挥使彭峰之女，求娶长兴侯幼妹，就可以看出国公爷的打算。公子趁机去拜访10岁兰，让10家知道世子爷有大志，以10家一贯的做派，多半不会答应国公爷的求娶，倒是个好主意。严朝清微微颔首，也称赞道：10家向来重利轻情，喜欢与豪门权贵结亲，要不然10岁兰也不会上了公主。国公爷想娶10家的姑娘，也是因为如此。世子爷的计策看好，如果让10家觉得这门亲事他们根本没办法从中获利，甚至有可能得罪了世子爷，肯定不会答应这门亲事了。官场上向来有不欺少年郎的说法，就是说少年人有无限的可能，说不定哪天就成了权贵。何况宋默的势头如此之猛，石瑞兰如果答应将妹妹嫁给宋宜春，就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站在到了宋默的对立面。宋默没有作声，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廖碧峰以为宋默在为宋宜春的婚事烦恼，想到宋默和宋宜春之间的矛盾，他不由欠了欠身，给宋默出主意：世子爷，府上没有主持钟会，国公爷要续弦，天经地义，谁也不能阻拦。可如果您成了亲，那就不一样了。国公夫人是田房，世子夫人原配，一个站着长幼，一个站着嫡庶，国公府的内务会落在谁手里？这个时候就看谁的身份更显赫一些了。他说到这里，又看了严朝清一眼，把两人之前商议好的话轻声说了出来。延安侯汪清怀的妹妹，太夫人娘家孙舅爷的次女，还有万皇后所出的景怡公主，都到了适婚的年纪，世了爷明年1月出伏，早做打算，正是时候。宋默嗤笑：我父亲恐怕打的也是这个主意吧？廖碧峰笑而不语。宋默却道：这件事以后再说，先让他去10家碰碰壁也好。一副不愿意多谈的样子。话虽如此，但10家不明确地拒绝英国公，这桩婚事就有可会成。廖碧峰忙道：那三驸马那里就安排在后天吧。宋默淡淡地道：会不会太晚？廖碧峰刚想再劝宋默几句，却感觉到衣袖被人拽了拽，接着就听到了严朝清的声音：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告辞了。世子爷也好休息休息，明天一早赶往大兴。宋默嗯了一声。严朝清和廖碧峰起身告辞，带出了正院。廖碧峰忙低声问严朝清：那陈曲水是什么人？世子爷竟然待他如此的客气，听世子爷的口气，他好像在谁家做幕僚，怎不请了过来？严朝清还真不好回答他，要解释陈曲水是谁，就得说到窦四小姐。显然
世子爷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把窦四小姐给牵扯进来，但又不能不向廖碧峰说明陈曲水的身份。廖碧峰现在是世子爷的幕僚了，若是世子爷的事一无所知，很容易判断错误，从而坏事。窦四小姐马上要嫁人了，就算是世子爷和魏廷瑜的关系再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的来往了。世子爷怎么认识窦四小姐的，以后有机会再告诉廖碧峰吧。严朝清很快就想好了说辞。陈曲水名波，从前是那个弃城而逃的福建巡抚张凯的幕僚，后来回了老家真定，在北楼窦家期房谋了个账房的差事，颇受窦大人的看重，帮着照看窦大人留在真定的长女世子爷出事的时候，他正好在京都，因受过定国公的恩惠，曾帮过世子爷的忙，又因窦家在他落难的时候收留了他，他念着旧恩，不愿请辞，所以一直留在窦家。他既然来了京都，世子爷肯定是要尽一尽地主之谊的。廖碧峰却觉得严朝清话里有破绽，若真是如此，世子爷应该关心陈曲水在窦家过得好不好才是，可听世子爷那口吻，却对那家小姐的婚事很在意。想到这些，宋墨那若有所思的表情浮现在廖碧峰的脑海，他心中微动，难道世子爷？但他很快就把这个念头压在了心底。他没有和世子爷一起经历那场劫难，想要得到世子爷和世子爷身边心腹的承认，还要有些日子。这件事不急，他迟迟早早会打听出来的。廖碧峰笑着问起严朝清宋墨去大兴田庄的事来，到时候要不要我跟着，看世子爷怎么安排的吧。严朝清也看出了宋墨的心思，想着要是被传出点什么话来，那可就不得了了。他打定了主意不让廖碧峰跟过去，因而说起话来就带了几分推脱。陈曲水毕竟是帮人做事，看他能不能走得开再说吧。廖碧峰嗯了一声，转移了话题，回去之后吩咐自己带来的小厮注意有没有陈曲水的拜帖。第二天下午，小厮来回道，没有看见有个叫陈曲水的拜帖，难道这个陈曲水拒绝了世子爷的好意不成？廖碧峰忍不住在心里嘀咕，陈曲水却已到了大兴的田庄，他怎么会以自己的名义给宋墨回帖？那岂不是把自己暴露在了英国公的眼皮子底下？宋墨的邀请既然不能推辞，自己直接来见他就是了。宋墨见到他兴致颇高，请他品茶，只不过寒暄了几句之后，话题就转到了窦昭的婚事上。陈曲水最佩服窦昭有识人之能，当初在田庄的时候，窦昭小心翼翼，甚至是有点敬畏的将宋墨送走了，他还有些不以为然，后来的所发生的事则一一印证的窦昭明智。他觉得和宋墨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完全有必要的，因而根本就没打算将自己的来意告诉宋墨。上次舅太太回来的时候，四小姐的嫁妆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只等着姑爷除服之后定日子了。陈曲水道，崔姨奶奶就让我们来问七老爷，看小姐是从真定嫁还是从京都嫁，请谁做全服人？京都的高门大户嫁女儿都有些什么讲究？小姐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添减的东西？林林总总，说起来都要2刻钟，更不要说的办的事了。他苦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感慨道，成亲可真是件麻烦事啊。是吗？宋墨突然间觉得有些失落。窦昭嫁人之后，心里装着的，口中叨念的，将是魏廷瑜，他再去见他，就算他再坦荡，魏廷瑜在不在意，恐怕也有些不合时宜了吧。他顿时若有所失，兴趣阑珊，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三驸马府的。而知道陈曲水来了京都的吉勇却是十分的兴奋，他问子熙，消息可靠吗？可靠。子熙拍着胸脯道，他就住在四小姐的笔墨铺子里，前2天还去拜访了窦家的几位老爷，今天去大兴拜访朋友的时候被我们发现的。吉勇大感兴趣道，查出陈曲水朋友的身份了吗？查出来了。子熙道，此人姓严，名云，字朝清，是英国公府世子爷的幕僚。吉勇很是意外，英国公世子爷的幕僚，那应该是在福建认识的。他想到前些日子听到的有关英国公府的传言，不由沉吟道，知道陈曲水来京都干什么吗？听说是和窦家七老爷商量窦四小姐的婚事。子熙道，几年后再2个月就除服了。吉勇不由撇了撇嘴道，难道窦昭还真的准备嫁给这个姓魏的不成？子熙冒汗忙道，这婚事是窦四小姐自幼定下的，窦四小姐不嫁给几年后还能嫁给别人不成？窦家不就是这样推了何家的求亲吗？吉勇却自顾自的道，我总觉得窦昭嫁给这个姓魏的太亏了。这么一说，他心里就很不舒服起来，好像看到有灰尘落在了窦昭原本纤尘不染的衣襟上似，不把那灰尘打落，心里始终横着根刺似的。他拍了拍衣襟道，走，我们去见见陈曲水。这不大好吧？
子熙跳起来就拦在了吉勇的前面。陈先生是来商量窦四小姐婚事的，您去见陈先生。怎么说呀？要是公子再做出什么路见不平之事，把这件事搅黄了，那可就糟了。只有没等他把话说完，就被吉勇鄙视地瞥了一眼。我是窦昭的表兄，我关心一下他的婚事，难道也不行吗？这算是哪门子表兄？行。子熙闻言一阵天昏地暗，道：不过问姑太太应该也是一样的吧。陈先生一来就去拜访了姑太太，窦四小姐又是从小跟着姑太太长大的，有些事姑太太说不定陈曲水知道的更多。在给太太通风报信之前，她无论如何也要把吉勇先拦下来。可子熙怎么拦得住吉勇？吉勇大摇大摆的倒穿过抄手游廊，到了前院，迎面一大堆人簇拥着个老者走了进来。那老者中等个子，须发全白，却面色红润，穿了件半新不旧的宝蓝色行绸直多，腰间缀着个红玛瑙的小瓶子，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却透着几分少年人才有的新奇。他一看见季勇就呵呵地笑了起来，道：建明，你怎么知道我来了？我还特意嘱咐他们，让他们不要告诉你。听说你在翰林院里干得不错，来，我瞧瞧有没有长进一点。曾祖父。季勇睁大了眼睛，回头狠狠地称了子熙一眼，一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的样子。子熙不由缩了缩脖子，忙道：是两位老爷吩咐的，说是老太爷的意思，想给您一个惊喜，我们才没有说的。我看京岛是有喜，可不知从何而来。吉勇嗫嚅着，板着脸走了过去，给季老太爷行了个礼，喊了声曾祖父。季老太爷习惯性的伸手去摸季勇的头，不曾想季勇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稚气的少年了，长得比他老人家还高了一个头，举起手来才摸到季勇的头，笑眯眯地说赞了声乖，场面不免有些滑稽。季颂和季琦垂下眼睑，全当没有看见，其他的人也纷纷别过头去。季勇嘴角微抽，季老太爷已拉了季勇的手，一面离走，一面和他说着话：你这是要去哪里？今年难得大家齐聚一堂，你就不要出去玩了，陪陪我老头子。我从江南带了几块砚台来，是你大伯父孝敬我的，其中有一块一水砚，一块龙尾砚，你帮我长长眼。说着回头扫了身后跟着的孙子重孙们一眼，笑道：等会你们一人拿一块去用。吉勇的几个堂兄听了，纷纷上前凑去的向季老太爷道谢，嚷着季老太爷偏心，道：有烟无墨有何用？您老家不如好人做到底，赏几块松烟墨给我们使使吧。就知道不能开口。季老太爷一副心痛肉痛的样子，开口就要大出血。要砚有一方，要墨没有，你们是要还是不要？大家都喜欢老顽童似的季老太爷，笑着起哄，自然是砚也要，墨也要。一群人嘻嘻哈哈的进了厅堂。季勇呲着嘴，牙疼似的跟着季老太爷身边。如果是别人，甩都不甩就会走人。可面对从小到大他都没有赢过的季老太爷，除了长幼之别，他还有种对强者的尊敬。虽然心中不愿，他还是陪着季老太爷在厅堂坐下。季老太爷就倾着身子对季勇道：你的房师杨大人对你赞不绝口，还特意写了封信给我，夸你通晓稼穑，非一般读书人可比。他如此看重你，我既然来了，怎么也人见见他。你明天陪着我一起去拜见杨大人。我们同为南直隶，远亲不如近邻，你平日无事，应该常去请教才是。有什么好去的？每次去都说要农事，害得他到处找懂农事的管事询问，这才没有穿帮。季勇闷闷地应了一声是。季老太爷脸上笑开了花，不再理会季勇，和季颂、季琦说着话。去找陈曲水的事自然就泡汤了。不仅如此，季老太爷还今拖着季勇去拜访这个，明天拖着他去拜访那个，美其名曰地要介绍些老友让季勇认识。季颂和季琦自然是全力支持，以至于季勇除了去翰林院，其他的时间都用来陪季老太爷了。转眼间就到了盛夏，季老太爷却没有一点回去的意思，反而兴趣更浓，要把年轻时走过的地方都走一遍，没有走过的地方更是要弥补遗憾，更得走一遍了。偏生他的人来禀说陈曲水过了几天就要起回真定了。季勇烦不胜烦，袖子一甩，不奉陪了。季琦青筋直冒，教训他：老爷子还有几天好日子，趁着他老人能吃能喝的时候，我们这些做子孙的不孝敬，难道等他老人家入了土再孝敬不成？你要是敢在他老人家面前横来，你就给我去跪祠堂去。季家的祠堂在宜兴，季勇索性跪在了供奉季家祖宗画像的佛堂。季琦气得差点闭过气去，到处寻鸡毛掸子要打季勇。韩氏也觉得季勇太过分，拦了来劝的季颂：百事孝为先，他若是连这都不懂，不如打死算了。季颂叹了口气。季琦把季勇打了一顿。季勇道：那我不用天天陪着曾祖父到处跑了吧？
记其半晌都没有说了一句话来。吉勇下了衙就去找陈曲水，陈曲水不在铺子里。田富贵十分殷勤地和季勇说着话，七老爷请了陈先生过去说话，回来的可能有点晚，不知道季大人找陈先生有什么事，要不要我传个话？要不我跟他说您来找过他，让他明天去拜访您，自己要不要去看看姑母呢？吉勇寻思着，心不在焉地出了铺子，有马车停在他身边，撩了车帘喊他：季建明，你在这里做什么？季勇抬头看见了一身锦绣坐在马车里的何玉。两人自从在醉仙楼打了一架之后，何玉觉得季勇性格豪爽，吉勇觉得何玉也算是各有担当的，两人反而不远不近地走动起来。季勇金榜题名，何玉送了贺礼过去，何玉成亲，季勇去喝了喜酒。没什么事，到处逛逛。他下意识的不想让何玉知道这是窦昭的笔墨铺子。何玉也没有在意，点了点头，道：我去醉仙楼喝酒，你要不要一起去？东道士陈泽熙、徐志纪、杨云霄还有蔡顾元几个都在场。陈泽熙是礼部都给事中，今年才32岁，原内阁大学士陈岩的孙子，是朝中有名的青年才俊，何玉娶的就是陈泽熙的堂妹。徐志纪和杨云霄则是季勇在翰林院的同僚，年纪也都不大。吉勇心里正不舒服，听说那个时时斜眼看自己的蔡顾元也在，立刻来了兴趣，不客气地上了马车。那就打扰了。何玉最欣赏吉勇这副桀骜不驯的名士风头，哈哈大笑着朝里让了让，和吉勇一起去了醉仙楼。季勇要是毒舌起来，还真没有几个招架的得。一顿酒没喝完，蔡顾元已是脸色铁青，徐志纪和杨云霄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陈泽熙瞧着这不是个事，朝着何玉使眼色，示意何玉和吉勇先走。何玉见这个蔡顾元十分的无趣，也无意继续在这里粉饰太平，悄悄地和季勇说了几句，两人喝完了酒盅中的酒，起身告辞。穿过走道的时候，他不禁抱怨道：不是说他才高8斗吗？我看也不怎么样。一句话没有说话，旁边的雅间突然出来一个人，差点撞在了何玉的身上。何玉不由推了那人一把，那人喝的有点多，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在地，顿时有些恼羞成怒，大声道：你走路不长眼睛啊！何玉哪里听得这样的话，立刻揪了那人的衣襟骂了过去：你说谁呢？你有种再说一遍，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我不信。何那个却咦了一声，醉醺醺的脸上堆起了谄媚的笑。季大人，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您。吉勇吐了糟，正心情大好的在一旁看热闹，没想到对方却把招呼打到他身上来了。他微微一愣，道：你谁呀？那人麻溜的站直了身子，笑道：在下郑兆坤，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季大人高中探花时曾去府上道贺，见过季大人一面。吉勇哪里认得他，想到伯父是工部侍郎，这人多半是为了巴结伯父，借着自己高中去送过礼。他哦了一声。何玉也不好和他算账了，不悦地道：算了，你给我赔个不是，这件事就这样算了。郑兆坤忙点头哈腰的赔不是，并热情的邀请：何公子、季大人，相请不如偶遇，请给个机会让我能敬两位一杯酒。把何玉说的笑了起来，打量着他道：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机灵人。他的话音刚落，就看见郑兆坤身后的雅间扇门大开，一阵丝竹声和女子的调笑声传了出来。有人走了出来，扯着嗓子喊了声郑兆坤，抬眼见郑兆坤就在旁边，大力地拍着他的肩膀道，醉意浓浓地道：你他掉到茅坑里去了。季勇和何玉的不由朝雅间望去，就看见雅间主位上坐着个比小姑娘还要漂亮秀气的少年，他身边坐着两个姿态妖娆的女子，一个正在给那少年倒酒，一个则和少年旁边坐着的个20出头、剑眉星目、英俊挺拔的男子调笑着。那男子好像有些不适应这样的场合，眉眼间带着几分尴尬勉强。感觉到有人看过来，少年抬起头来，似笑非笑瞥了他们一眼，神态间带着几分痞气。何玉皱眉，低声对季勇道：是顾玉，京都小霸王万皇后的侄子，云阳博顾全方的嫡长孙。季勇也听说过，可他的目光却落在了顾玉身边那个英俊的男子身上，眼神骤然闪过利刃般的寒光。郑大人盛情相邀，我们不去喝2杯，也太不给郑大人面子了。季勇淡淡地道，走进了雅间。何玉愕然，只好也跟着走了进去。雅间里重新布置碗筷，丝竹声也重新响起来。郑兆坤给双方引荐，这位是云阳伯府的顾公子。他笑指顾玉，然后介绍顾玉对面一个相貌平常却气质温和的青衣男子，这位是延安侯府世子爷，最后才指了顾玉身边的英俊男子，这位是济宁侯爷。何玉大吃一惊，
他虽然知道窦昭的未婚夫是济宁侯，自尊心却始终压制住了好心他并不认识魏廷瑜。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下见面，难怪季勇刚才的神色有些异样。何玉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那个抱着魏廷瑜的胳膊，几乎半挂在魏廷瑜身上的风尘女子一眼，这才把目光转向了汪清怀。文臣和勋贵是两个不同的圈子，偶有集结也是泛泛而交。就算是这样，他也听说过延安侯府世子爷豪爽仗义的名声，他怎么和顾玉搅到一起去了？他不由得多看了汪清怀两眼。郑兆坤已经向顾玉等人介绍季勇和何玉，这位是新科的探花郎季建明，如今在翰林院任编修，伯父是我上峰的上峰记事郎。他嘻嘻笑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戏谑，并不让人感觉到冒犯，反而有种亲切。父亲乃通政司左通政，淮安知府季大人，是季编修的九叔。季大人太多，只好以官职相称。汪清怀的眼睛不由闪了闪。淮安也是这次运河疏浚的河段之一，虽说与他和顾玉没什么关系，但漕运总兵府在淮安，他们若是想染指漕运生意，或者是江南的织造生意，少不得要和漕运总兵打交道，淮安知府也就成了不得不结交的人物之一。汪清怀顿时对郑兆坤知情识趣颇为赞赏。郑兆坤哪里知道汪清怀的心思，他只是觉得顾玉等人既然是接了运河的疏浚，多认识几个与河工有关的官员有是好的。他现在全副的心思都放在了何玉身上。刚才他和何玉起冲突的时候，季勇袖手旁观，可见这样自称姓何的公子完全有能力处理这样的纠纷。京都姓何的人家又长得这样的俊美，他想到了何阁老家的小公子，这引荐人的先后顺序是分长幼尊卑的。按道理，季勇是两榜进士出身，又贵为探花郎，是翰林院编修，没有功名在身的何公子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可世间的事就是这样没有道理，越是那些没有什么有耐的人，越是怕别人轻瞧了，越喜欢争这些虚荣。何公子也不能的罚呀。郑兆坤只好装糊涂，笑着朝何玉拱了拱手，对顾玉等人道：这位是季大人的朋友。然后望着何玉道：还没有请教怎么称呼？在下何玉。何玉淡然地笑了笑道：是建明的朋友的。其他的并不欲多说。汪怀清起身招待他们，态度热忱，但并不过分，很容易给人好感。顾玉却不同，一边包着花生下酒，一边低笑着和身边的女子咬着耳朵，举止乖张，与魏廷瑜欲拒不能的拘谨形成了鲜明的对。何玉不由皱了皱眉，怎么这姓魏的这样的小家子气？就算是再不自在，逢场作戏的把这场面应付过去就完了，何必如此的扭捏？可惜了窦家四小姐，简直是明珠蒙尘，巧妇扮拙夫。他寻思着要不要和魏廷瑜说上两句话，也好解了姓魏的迥然，却看见季勇端着酒杯第一个敬了魏廷瑜。几年后说起来，我们还是亲戚呢。他语不惊人死不休，让在座的诸人都面诧异。窦四小姐自幼失姓，由我姑母养大。季勇笑道：和我们家一向走得很近，论叙你得称我一声表兄才是。魏廷瑜恍然忙端起酒盅起身，倒也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表兄。季勇大笑，将盅里的酒一饮而尽。郑兆坤等人喝彩，嚷着季大人真是豪爽之话的话，几个陪酒的风尘女子则争先恐后的给季勇斟酒。季勇就笑吟吟地望着魏廷瑜。魏廷瑜刚才已经喝了不少了，可若是不喝，又有些不合时宜。他咬了咬牙，一口气喝了。好。季勇带着抚掌指了魏廷瑜的酒盅，满上。我再和济宁侯喝一杯。坐在魏廷瑜身边的女子帮魏廷瑜倒酒，人却快要坐到魏廷瑜怀里去了。魏廷瑜一把将那女子推开，不禁朝汪清怀望去。汪清怀也知道他今天喝的差不多了，怕他失态，笑着端起了酒盅，道：这一杯我和季大人喝吧。说着把酒中的酒全喝了，我敬季大人。坐在季勇身边的女子就媚笑着将酒盅端到了季勇的嘴边。季勇对那女子视而不见，夺过自己的酒盅放在了桌上，一把捂住，笑着对汪清怀道：一码归一码，既然这杯是你敬我的，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却和济宁侯是两回事。说完也把酒中的酒喝了，然后示意郑兆坤给我满上这杯，我和济宁侯喝一说，一面踢了何玉一脚。何玉管耳，想到陈家人来相看他的时候，大舅兄连出了10个对子给他对，见他顺顺当当地全对了出来，脸色这才好看些。感情季勇是要把魏廷瑜给喝趴下呀。他在家里是老幺，娶的又是陈家的幼女，通常都是被喝趴下的队伍，难得有机会把别人喝趴下，他立刻来了兴趣，端起酒盅敬汪清怀。延安侯府世子爷，我久闻大名，却是第一次见到，我敬世子一杯。说着也不待汪清怀有所反应，一口饮尽，又示意坐在身边的女子给世子爷满上。
那女子娇笑着给汪清怀倒酒，汪清怀只好应战。何玉又把顾玉给拖了进来，一人对待两人，却也不是蛮喝，喝中酒就要说大半天的风月，看着喝得多，闹得凶，却远不及季勇和魏廷瑜一口一杯，没多大功夫，旁边已摆了7、8个空坛子，魏廷瑜更是喝得双眼发直，问他什么说什么。何玉这才知道，原来顾玉几个接了运河的疏浚，工部负责核算工价，工部哪敢压他们的工价，汪清怀几个就请了评里帮着结算的几个主事喝花酒，几个主事还不跑得屁颠屁颠的。他不由感叹，难怪大家都说汪清怀值得一交，就凭他这一手礼贤下士，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何玉倒真心萌生初和汪清怀喝2杯的心思，酒渐渐的慢了下去，话却越来越多。顾玉觉得无聊，又见魏廷瑜喝的已经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工部的几个主事更丑态百出的和身边的女子调笑着，衣衫都快脱尽了，是把空花米壳往桌上一丢，站了起来。今天就到这里吧，改天我们再聚。魏廷瑜傻傻的点头。汪清怀的管事出面陪着郑兆坤等人吃喝玩乐，顾玉几个出了醉仙桃。吉勇道，我们家老太爷来京都了，我今天好不容易才溜出来，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呢。他提议，我们不如去赵子书那里继续喝酒。赵子书是京都屈指可数的名伶，住在千佛寺胡同3进的院落，收拾得整整齐齐，带了几个眉清目秀的徒弟住在那里，请了京都的名厨在家里烧菜，等闲之人进不了门。何玉精通音律，善写词话，素被赵子书视为座上宾。他几次邀请吉勇去千佛寺胡同听曲，吉勇都不感兴趣的推了，这次难得他主动提起，何玉当然是连声称赞好。汪清怀正想和吉勇拉近关系，也笑着应了。顾玉是个喜欢玩闹的，彼此又身份相当，见汪清怀都答应了，他自然是随波逐流了。吉勇就拽着魏廷瑜的肩膀上了马车，一行人去了千佛寺胡同。赵子书忙迎了出来，魏廷瑜一下子就看傻了眼，纤细的身健，吹弹欲破的腹肌，如画的眉目，落落大颜笑容，目光流转间却隐隐流露出几分千转百回的妩媚。他不禁舔了舔有些干涸的嘴唇，悄声问季勇的衣袖，他是男子还是女子？季勇翻了个白眼，道，你见过女伶人吗？魏廷瑜善然，却也松了口气，和季勇等人进了宅子。竹树掩映着大红的灯笼，给静谧的院落平添了些许的旖旎。赵子书在花厅里设宴招待何玉等人，而此时景国公府魏廷珍的院落却灯火通明。明天是大相国寺1年1度的法会，大相国寺的主持会在偏殿亲自宣讲佛法，到时候不仅他们这些信奉佛教的贵妇人会去，那些官宦人家的女眷也会去。他屋里的丫鬟媳妇们正在准备明天出行的衣饰。金嬷嬷望着魏廷珍手中的茜红色绣着10样锦交布甲，奉承道，这件衣裳好看，夫人明天就穿这件衣裳去大相国寺吧。魏廷珍没有说话，而是问身边的吕嬷嬷，你觉得呢？吕嬷嬷笑道，我看还是穿件素净点的好，这都仲夏了，月白、湖蓝都是极好的颜色。魏廷珍摁着点了点头，吩咐丫鬟，就那件月白色竹叶纹的杭绸甲吧。丫鬟应声而去。吕嬷嬷却不无得意地看了金嬷嬷一眼。金嬷嬷心头大恨，自从这老货说什么窦家4小姐八子硬，小年纪就死了母亲，又没了祖父，夫人就待她另眼相看起来。早知道这样，自己当初就应该狠心，也这样把窦家4小姐说一通。现在却是悔之晚矣。夫人处处给她体面，自己这时候和她争，岂不是自讨没趣？看来只有在明天的大4国寺找回场子了。想到这些，她心中稍顺。魏廷珍的心情有点烦躁。几个月前，他主动去拜访王映雪，和王映雪上了话。接着又今天派个嬷嬷送点这去，明天派个嬷嬷送点那去。端午节的时候，更是请了王映雪到三圣庵踏青。王映雪还的礼颇为讲究，和他一起出去踏青的时候，更是出手大方。他这才很隐晦地表达要退亲的想法，谁知道王映雪却装作听不懂的样子，不接招。他心急如焚，让金嬷嬷找上了王映雪贴身服侍的胡嬷嬷，想透过胡嬷嬷递话给王映雪。胡嬷嬷回了话过来，王映雪正愁着亲骨肉的婚事，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管窦昭的事。魏廷珍立刻承诺，只要这件事成了，他负责给窦明门好亲事。那边却笑而不语。魏廷珍知道王映雪这是见了兔子才撒鹰，他不得不仔细考虑起窦明的亲事来。照理，窦、王两家都是高门大户，窦昭虽是妾生子，但王映雪是扶正了的，勉强也算得上是嫡女。虽然和名门望族的长子长孙联姻有些困难，许个一般官宦人家的次子、幼子也不是什么难事。
难怪王映雪还想让他的女儿做宗妇不成。魏廷真派了人去打听窦明的亲事，他这才发现王映雪自来了京都之后几乎不出门应酬，而且没有交到什么梯级的人。他想打听窦家的事，竟然找不到能问的人。魏廷真心生疑窦。金嬷嬷却道：窦家怎么和济宁侯府、景国公府这样的簪缨之家相提并论？夫人不认识和与他们家相熟的人也是自然。不如我帮您打听一下，我认识一个人，在窦家的铺子里当差，大户人家都是一样，很多事是欺上不瞒下的。魏廷真欣然同意。金嬷嬷去了窦昭的笔墨铺子，找到了铺子里在灶上当差的婆子。那婆子对静安寺胡同那边的事也不大清楚。我们铺子里的账目都要往真定报，七老爷那里从来不曾到我们铺子里拿银子，偶尔派了司过来买些纸墨之类的，也都是照价给钱的。到这里，他想起了陈曲水，忙殷勤地道：要不您见见我们铺子里的账房先生，他正好从真定过来查账，不过我看他样子挺和善，应该很精明。我们铺子里的大掌柜和二掌柜见了他都有些发怵，或者是向那红姑打听打听，听他是看着窦家四姐长大的，又是个乡下妇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不过他这压低了声音，我陪着他出去转的时候，3两银子的头面买就买，连个价都不还一下，他在窦家肯定是有几分体面的。金嬷嬷连连点头。那婆子称了金嬷嬷为姐姐，做了几个菜招待金嬷嬷，请了红姑来作陪。一坛金华酒下肚，满脸通红的红姑话也多了起来。启四姐，红姑眼泪连连，怎么没了母亲？怎么跟着季氏长大？怎么讨人喜欢？怎么聪明能干？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都了。临了还送了2条疟疾的汗巾给金嬷嬷做见面礼。金嬷嬷满意而去。红姑忙跑回屋里，咕噜噜灌了2杯凉茶，去了陈曲水那里。我这样能行吗？能行，怎么不能行了？陈曲水笑吟吟地道：金嬷嬷隐瞒了身份来找你打听四姐的事，多半是受了济宁侯府的姑奶奶之托。你这样，济宁侯府的姑奶奶听了，肯定会对我们家姐又怜又爱的。红姑连连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把我们家姐怎么体贴人，怎么和善，怎么会当家都跟那金嬷嬷了。他呵呵笑道：原来京都的豪门勋贵也和我们真定户人家一样，会悄悄地打听姑娘家的相貌人品啊。陈曲水笑着颔首。所以你也别以为京都的这些人都3头6臂似的，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心里却道：定亲之前悄悄地打咱那才是相见好不好？像魏廷真这样纯属没安心好。红姑却放下心来，还寻思着要是那金嬷嬷再来，自己是不是把前2天在隔壁铺子里买那匹秋香色的尺头送给金嬷嬷，而金嬷嬷呢，传给很有魏廷真的话就变成了王映雪怎么逼死了窦昭的母亲，却在王行仪起复之后依旧被扶正了。窦昭是怎么被送给了窦家的六太太抚养，寄人篱下，又是怎么讨了长辈的喜欢，一听就是个工于心计的。我舅窦家的太夫人怎么会给他出头呢？金嬷嬷只要一想到自己在窦家的遭遇，就气不打一处来，巴不得窦昭被魏家退亲。魏廷真听了直皱眉头，看来这个王氏与不是个好相与的，这样岂不是更好？金嬷嬷笑眯眯地道：若他没这本事，夫人托他的事，只怕他还办不成。这可不是什么事。不错。魏廷真道：只是那窦明的婚事，怕是要从长计议了。他之前也不过是而已。金嬷嬷笑道：王氏怕我们话不守信用，难道我们就不怕那王氏话不算数？二太太娘家的弟弟不是要亲吗？你只要放出话去，要为二太太娘家的弟弟保个大媒，王氏听了还能不动心吗？至是到时候您想为谁保媒，还是不全凭您喜欢谁，看中了谁。他所的二太太是景国公府二爷张继明的妻子石氏，石氏是长兴侯时瑞兰胞弟的长女，父亲任神机营佥事，还有各上公主做了驸马的胞叔，石氏兄弟又没有分家，石氏的胞弟也算得上是个金龟婿。魏廷真笑着点头。王映雪得了信，却急得团团转。他早就被削夺了主持钟会的权利，照有这个能力去破坏窦昭的婚事。先前之所以沉默，不过是力所不及而已，至于窦明的婚事，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没想到魏廷真还真的就帮着窦明找了户好人家，这样的机会可是稍纵即逝的。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他满脸的急切。我们的魏廷真都做到了，现在轮到我们兑现了，若是还没有动静，不仅是这件事会黄，我恐怕也会被魏廷真怀疑。魏廷宇守孝3年，窦昭就等了他3年，临到要成亲，魏廷真却要退亲了，可见这人的心肠有多狠毒了。到这样里，他不由停下脚步，实在的，我倒希望这桩婚事能成有这样的一个姑子，只怕窦昭睡觉都要睁着一只眼睛。
王映雪冷笑了2声。胡嬷嬷不由道：那我们别管这件事好了。王映雪在窦家根本没有地位，话根本没有人听，怎么可能拆散窦魏两家的婚事？那怎么能行？王映雪道：若是魏廷珍知道了，定会以为我们是在逗他玩。以他的秉性，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他当着人我几句不是，或是几句明姐的不是，明姐的婚事就更艰难了。他不禁有些后悔当初答应了魏廷珍的条件，可心里隐隐又有些明白，能让窦昭退亲，让窦昭栽个大跟头，这诱惑太大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拒绝。现在只好想办法先拖着了童。王映雪不禁喃喃地道：只能看事情有没有什么转机了。吩咐胡嬷嬷，如果魏廷珍来问，你指这件事七老爷不答应，会让窦家颜面尽失，要他别急，待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胡嬷嬷应诺，通过金嬷嬷把话传到魏廷珍那里。魏廷珍安心等了2个月，静安寺胡同却始终没有动静，魏廷瑜却行了除府礼。当时延安侯夫人也去参加了祭礼，他望着英俊挺拔的魏廷瑜，笑着恭维魏廷珍，也不知道哪家的姑娘有这福气，嫁了你们家廷瑜做媳妇。者无听，听着却有意。汪清源也正急着找婆家，魏廷珍坐不住了，催着金嬷嬷去找胡嬷嬷。王映雪只好模棱两可地反问魏廷珍：我只能好心的劝七老爷，如果夫人有什么好主意，教我就是。魏廷珍有些傻眼，让金嬷嬷帮着出主意。连魏廷珍都没有办法，他能有什么办法？这话却被吕嬷嬷记在了心里。正好红姑派灶上的婆子给金嬷嬷送去2匹红色的下布，吕嬷嬷心中一动，趁机和灶上的婆子搭上了话。过了2天，她提了胡金华酒去了窦家的笔墨铺子，只是探望灶上的婆子。红姑得了陈曲水的指点，热情地款待吕嬷嬷。酒过2巡，外头有人找红姑，红姑只好抱歉地对吕嬷嬷笑了笑，吩咐灶上的婆子好生招待，自己去了铺子里。不一会，陈曲水找了过来，见吕嬷嬷和灶上的婆子在喝酒，咦了一声，道：红姑呢？怎么等了这么久也不见人影？灶上的婆子忙起身道：红姑刚刚出去。怕陈曲水责怪她在厨房里摆席口，把吕嬷嬷介绍给陈曲水，这位是景国公府世子夫人贴身的嬷嬷，特意来看红姑的。又指了陈曲水，这位是我们真定的账房先生，来查账的。吕嬷嬷笑着扶了扶，并不见惧色。陈曲水哦了一声，转身走了。半盏茶的功夫，红姑折了回来，却神色凝重地拉了吕嬷嬷到厨房后的退步话：你可知道济宁侯爷的生庚八字？吕嬷嬷一愣，摇头道：我不知道。红姑肃然道：你能不能帮我们打听打听？这塞了个荷包给吕嬷嬷。吕嬷嬷入手一沉，凭着经验掂量，最少也有10两。她的心也跟着一沉，脸上却不露分毫，笑道：你好歹给我交个底，我才知道怎么办啊。红姑犹豫了好一会，才低声道：陈先生就是你刚才碰到的账房先生，他认识个龙虎山的真人，随便给济宁侯爷也算算命。生庚八字是能随便告诉别人吗？算命是谁都能算的吗？要是被扎了人怎么办？吕嬷嬷惊出一身的冷汗。她和红姑支吾了几句，匆匆离开了笔墨铺子。走出鼓楼下大街的时候，却看见个算命的摊子。吕嬷嬷心中一动，如果窦家四姐和济宁后八字不合呢？她迫不及待地去见了魏廷珍。魏廷珍听着又惊又喜，八字不合，有的是办法补救，可如果是窦昭的命太硬，那就由不得魏家了。若这话的是窦家人，那就更好了。他好好的把吕嬷嬷夸奖了一番，可待吕嬷嬷喜滋滋的退下之后，他又犯起愁来。这个点子虽好，但王映雪是继母，在京都又没有什么根基，他出来的话难以让人信服啊。若是窦氏叔的太太凡事能出面，就最好不过了。魏廷珍立刻让金嬷嬷把这话传到了静安寺胡同。王映雪听了差点昏过去，强忍着心头的怒火，低声在屋里吼道：他以为他是谁啊？竟然想指使武太太，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以为窦家的人都是傻瓜？胡嬷嬷劝道：魏廷珍不过是想找个话能让人信服的人罢了。话让人信服的人，那窦昭就会被魏家退亲。王映雪仿佛看到了窦世英又悔又恨的样子，她不禁哈哈大笑，笑得胡嬷嬷头皮发麻。她这才收敛了笑意，道：如果请了我母亲出面，大家应该会相信吧。王行仪的夫人这个头衔在京都还是有些分量的，但在窦昭的事上，王家是王映雪的娘家，窦家的六太太对窦昭的非议都比王许氏话更具杀伤力。可大舅太太那里，胡嬷嬷担心道：只怕到时候又会教训您。她什么时候不教训我了？自从高氏拒绝了王映雪的请求之后，王映雪和高氏的梁子就算是彻底的结下了。
他恨恨地道，上次就是他坏了明姐的好事，这次他若是还敢阻拦，我就算拼了一死也要让他从王家滚蛋。胡嬷嬷听得胆战心惊，什么话也不敢。王映雪去了王家居住的柳叶胡同，王许是对魏廷珍的话有些怀疑，他真的能做成这门亲事？王映雪咬了咬唇，总要试一试，就算是不能成，有了这样的人家亲，对明姐也是件好事。我不想她嫁回真定，在真定很多人都会非议窦明的出身，这让窦明活得很没有尊严。王许是明白的，窦明是他抱在怀里长大的，感情不同寻常，虽王映雪的事让他很烦火，但想到伶俐可人的外孙女，他还是心一软，点头答应了。魏廷珍就约了王映雪母女明天在大相国寺见面，利用大家都去大相国寺厅主持宣讲佛法的机会，当着京都的那些外命妇这么一，魏家再去退亲，理由就很正当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什么都安排好了，魏廷珍心里却始终觉得有些不踏实。他打发了金嬷嬷和吕嬷嬷这悄悄话，那王氏靠得住吗？这样一来，他可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到时候窦家的人会放过他吗？吕嬷嬷笑道，夫人，王氏可只有窦家五姐这一个女儿，她以后可是得靠着女婿吃饭的。魏廷珍恍然大悟，王氏这么大年纪了，已经不可能生出儿子来，如果能给女儿找个好女婿，以后不管是纳妾生子还是过继嗣子，她都有了话的底气，窦家人的责怪对她而言就只是件不痛不痒的事了。魏廷珍高兴起来，吩咐吕嬷嬷还是不要穿那件月白色的比甲了，太素净了，穿那件豆绿色宝瓶花的被子，看上去也精神一些。吕嬷嬷笑着亲自去找了那件衣裳出来，搭在了衣架上，然后仔细地检查了明天要用的首饰、鞋袜，听丫鬟来禀，张元明今天晚上歇在外院的书房，他服侍降魏廷珍歇下，这才退了下去。至于离景国公府大半个城的千佛寺胡同赵子书的宅子里，却正是丝竹不绝，语笑喧甜之时。容貌妩媚的雌雄莫辨的赵子书放下酒盅，两颊染驼，一双眼睛斜着朝季勇望去，水汪汪的，荡漾着春水般的柔媚。季大人，他的声音低沉，有些沙哑，配着清越的笙箫，仿若风吹竹林的婆娑声，出奇的和谐，透着股能安抚人心的宁静。我的酒已经喝了。他将酒盅倒了过来，滴酒未落。他们入席，赵子书先敬了何玉3杯，即拥其哄，赵子书3杯一人，已敬过4轮，这是第5轮。与刚才在醉仙楼的轻快中也透着几分居高临下不同，他们懒散地围坐在水榭中仿曲水流觞的汉白玉沟渠旁，高高的大红瓜形宫灯立在绿树丛中，映照着坐在不远处或抚琴或吹笛的少年伶人身上，让他们的面貌都变得清丽柔和起来，为这夜半的宴饮平添了些许靡靡之色。喝得有些燥热的汪清怀和何玉更是指着中医，一个医在个眉目清婉的女孩子膝头，由那女子帮着揉着太阳穴，一个怀里搂着个面带稚气却难掩秀美的伶人，都露出几分不羁的狂放。顾玉倒是衣饰整齐，却已脱了鞋，赤脚浸在那九曲18弯的沟渠里，一边自顾自地喝着酒，一边踢着流水，溅起来的水花打在水面徐徐流过的荷花上，使之顷刻间沉到了渠底。他却嘻嘻笑着，抬起手来，自有殷勤貌美的伶人给他斟酒。酒入肚肠，又正是仲夏，虽然穿着轻柔凉爽的杭绸直多，魏廷瑜还是热得汗流浃背。他望了望坐在对岸的汪清怀和何玉，又望了望坐在自己身边的顾玉，一时间不知道是应该学汪清怀和何玉把直多脱了的好，还是应该学顾玉的样子，把脚浸到清澈的渠水里更舒服。魏廷瑜正犹豫着，耳边传来季勇的声音：侯爷，这3杯酒你带我喝了吧。季勇衣襟半敞，支肘靠在旁边的黑漆罗钿香象牙君子3有的棚牙案几上，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魏廷瑜脑子一轰，舌头都大了。我不能再喝了。季勇脸色一沉。魏廷瑜再次求助似的朝汪清怀望去。汪清怀也喝得不少了，正闭目养神，享受婢女温柔的按摩，哪里顾得到他。何玉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你喝了又何妨？不过就是酒醉不醒而已，还正好可以避开季勇的攻势。窦四姐怎么就许配给了这样一个人？见明，何玉示意身边的伶人帮他倒酒，你要是喝不得了，这3杯我带你喝了。语气豪爽，欲替魏廷瑜解围。魏廷瑜刚才还在心里腹诽着何玉，只怕是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家伙，此时却立刻对他心生好感，望过去的眼神充满了感激。赵子书却不依了，那我也要请人带酒。他眼波流转，落在了顾玉的身上。顾玉面若桃花，带着几分慵懒之色，目光却清澈如泉。他想到顾玉的京都霸王的传闻，心中自凛，忙将目光移了过去，
落在了因为气质平和而让人倍感亲切的汪怀清身上。世子爷，等会你也带我喝一杯吧。汪清怀半眯着眼睛，呵呵的笑。一群人笑笑闹了半天，最终汪清怀、何玉和魏廷瑜各喝了3杯。顾玉冷眼旁观，觉得特没意思。他赤脚站了起来，道：你们继续，我先回去了。赵子舒不免有些忐忑，汪清怀却是知道他性子的，笑道：你别管他。然后喊了贴身的厮，送顾公子回去。顾玉摆了摆手，道：不用，我又不是不认识路。扬长而去。下风中，身后隐隐传来汪清怀的嬉笑。他还是个孩子。顾玉为之气结，本想折回去找场子，可又想到宋墨告诉他做事要问问是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如果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就什么后果都要自己咽下去，不要后悔自责，怨天尤人。如果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不过是跳梁丑，图惹人嗤笑的话，又觉得没这必要，吩咐车夫去英国公府。马车一路朝着英国公府所在的一条胡同疾驰而去。巡夜的官兵看见了，纷纷让路。半夜3更，顾玉畅通无阻地叩开了英国公府东边的侧门。宋墨已经歇下了，听顾玉来了，披衣起床，就在自己的内室见了他。出了什么事？宋墨担心道：你不是和汪清怀去应酬工部的那些主事了吗？顾玉挥了挥手，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道：没什么意思。遇见了何文道的儿子和工部侍郎寄送的侄儿，就是那个新科的探花季建明，大家又跑到赵子舒那里继续喝。季家和魏家是姻亲，季建明自称是济宁侯的舅兄，不要命似的，拼命地灌济宁侯的酒。到这里，他不由抱怨道：那个魏廷瑜也是的，怎么就像个田舍翁般没见过世面似的。季建明灌他也不敢拒绝，结果被季建明像耍猴似的戏弄，跟他走在一起都觉得丢脸。天赐哥，这次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抬举魏廷瑜？我瞧着那魏廷瑜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出挑的地方。宋墨却是脸色微变，道：你什么？你们带着魏廷瑜去了赵子舒那里？赵子舒和广联社的班主曾楚生是师兄弟，曾楚生一直以唱戏为生，赵子舒却不时给那些有龙阳之好的达官贵人做些拉皮条的生意，名声并不好。他不禁失声道：是谁提议去赵子舒那里的？季建明啊。顾玉嘟囔道：大家遇见了，汪大海又和他套近乎，总不能让我们和那些主事们在一个桌上喝酒吧。正好和季建明一起的何公子与赵子舒很熟，大家就去了千佛寺胡同。汪清怀，婊子大海。宋墨有些意外，既然和季建明同行的人与赵子舒很熟，显然季建明是知道赵子舒底细的。一般的人张台走马都是去青楼楚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去了赵子舒那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觉得赵子舒是伶人，就算怎么揪也不打紧。可他知不知道，万一魏廷瑜被传出好南风，对窦昭也是一种伤害。宋墨沉吟道：季建明是个怎样的人？顾玉道：很聪明，说话风趣，博学多才，开得起玩笑，也很会玩乐。宋墨脑海里慢慢勾勒出一副因饱读诗书而少年得志的无忧公子形象。这样的人通常行事都不太缜密。他不由问：汪大海也去了？这几个人里，只有汪清怀叫沉着稳健顾大局。去了。顾玉道：汪大海不仅去了，而且还和赵子舒很熟悉。赵子舒一看见汪大海，就叫了2个漂亮的婢女服侍他，可见赵子舒是知道汪大海喜好的。他调侃汪清怀，汪大海此时恐怕早就乐不思蜀，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又道：看来那个赵子舒也是个聪明人，知道做生意要齐全。现在去他那里的人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不过我不太喜欢那调调，明明是做皮肉生意的，偏偏学着那些江南的读书人家，把个院子弄得亭台楼阁，曲径通幽，还摆些什么梅兰竹菊的，事事处处都往清致淡雅上学，弄得和我家后花园一样。你说我是去寻欢作乐的，结果在那里就像待在自己家里似的，看的还是像的景致，旁边坐着的还是那些人，让人好生无趣。要不是看在汪大海的面子上，我肯定是不会去的。京都有名的风月场所、酒馆茶楼，顾玉基本上都去光顾过。宋墨默默的他唠叨，神色却渐渐凝重。此刻在千佛寺胡同丝竹已停，赵子舒陪坐在水榭里。汪清怀望着正推杯换盏、畅快好饮的季勇和魏廷瑜，不由笑着摇了摇头，对坐在他旁边的何玉笑道：我不过你们大5、6岁，却不敢像你们这样痛饮了，可见岁月不饶人啊。何玉虽然喝得少，但他酒量浅，早就喝得头重脚轻，闻言呵呵的笑着，也不知道听没听清楚汪清怀在说什么。赵子舒就抿了嘴笑道：
世子爷，您是有喝酒更要紧的事在心里，心思自然没办法全放在喝酒的事上了。他沙哑的声音显得很温和，起身用紫砂壶给汪清怀沏了壶茶。听说您今年不仅接了运河的疏浚，还接了黄河旧道的改造满京都，有几个能像您这样大手笔的？我在这里先恭喜您了。说着，他朝汪清怀拱了拱手。纪大人是新晋的探花郎，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纪宁侯刚刚除服，还不知道稼穑艰难，都是无事一身轻的人，怎得上世子爷？延安侯府都靠您支撑着。京都的达官显贵提起世子爷，谁人不夸赞一声？就是那顾玉，号称京都小霸王，不也要给世子爷几分颜面吗？我瞧着有阙词，倒也应景。他笑着低声诵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然后指了指汪清怀，又指了指纪勇和魏廷瑜，正说的是世子爷、纪大人和侯爷。汪清怀哈哈大笑，心中的感慨如被烫斗熨过似的，全都妥妥帖帖的了。赵子舒朝着服侍汪清怀的婢女使眼色，婢女会意，在汪清怀耳边妩媚低笑。汪清怀又是一阵大笑，由那婢女扶着离开了水榭。赵子舒松了口气。纪勇曾经跟何玉来过一次，魏廷瑜他是第一次见到。何玉和汪清怀却是隔三差五的会来他这里小坐，而且两人还有些不同。何玉多是朋友相聚，把地方定在这里，只要他服侍茶酒丝竹，其他的就随来客自己的意思了。汪清怀则每次都是请人来这里玩乐，自己却从不沾惹，只管付银子。说起来都不是好服侍的主，却又都是撒起银子来眼睛也不眨一下的豪客，是他最喜欢的主顾。见安抚好了汪清怀，他正想转身和何玉说两句话，回头却看见了纪勇俊朗的面孔。赵子舒吓了一大跳，忙换上副笑脸喊了声纪大人，却看见纪勇朝着他眨了眨眼睛，拽着他的衣袖就朝水榭外面走。赵姊妹脸色大变，她虽做艳质高张，却也不是遇到个人就上床滚的，否则她和那些私聊卖皮肉的有什么区别？又凭什么让那些豪门贵胄捧她？纪勇嘘了一声，在水榭外的太湖石旁站定。你要是今晚能把纪宁侯留在你屋里过一夜，他低声道，明天我让人送3000两银票给你。赵子舒顿时心中砰砰乱跳，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魏廷瑜是顾玉带来的人，只怕这3000两银子他有命赚没命花。可如果他不答应，这他纪勇会放过他吗？像他这种人，有些话听见了也是一种错。他骇然地望着纪勇，犹豫不决。皎洁的月光洒落在湖面，泛起丝丝的银光，倒映在纪勇清澈的眼眸中，让他的目光也如这月色般明亮、清冷，没有一丝的温度。赵子舒不由打了个寒战，这样的人难道仅仅是想让他和纪宁侯睡一觉？他不禁推脱道，只怕纪宁侯不喜欢。纪勇咧了嘴笑，所以才值3000两银子嘛。他的牙齿在月光中雪白雪白的，笨佛能是人一般。赵子舒头皮发麻，不由朝水榭里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何玉已经醉倒在了岸几旁，只有魏廷瑜一个人目光呆滞的傻坐在那里，嘿嘿的笑，一看就知道已经喝糊涂了。寂静无声的夜里，能听到渠水潺潺流淌的声音，他该怎么办？这显然是针对魏廷瑜的一个阴谋。答应了纪勇，就得罪了顾玉；拒绝了纪勇，纪勇会放过他吗？赵子舒踌躇不前，耳边传来纪勇的冷笑，还是先把眼前的局面应付过去了再说。赵子舒把心一横，走过去扶起了迷迷瞪瞪的魏廷瑜。水榭中只剩下了纪勇和沉睡的何玉。纪勇四肢大开地倒在了毡毯上，深蓝色的天空，月明星稀，明天应该会是个好天气。等到京都传闻魏廷瑜有龙阳之好，窦昭肯定会大为恼火，到时候窦昭就会一脚把魏廷瑜给蹬了。我看你魏廷瑜还怎么学别人喝花酒。想到这里，纪勇心情大好，一阵倦意袭来。忙活了大半夜，虽说把魏廷瑜给灌醉了，但他喝的也不少，又心思已了，全身松懈下来，他不禁打了个哈欠，挨着何玉睡着了。迷迷糊糊的，纪勇被一阵喧啾声吵醒，或者心里还惦记着魏廷瑜的事成没成，他一个机灵坐了起来。天空已经泛白，透过半掩半映的竹树，从水榭可以看见影壁。一群井然有序的青衣护卫簇拥着2个少年站在影壁前，隔得太远，纪勇看不清楚2个少年的相貌，却能感觉到他们来者不善。赵子舒的管事被人粗暴地推搡到了2个少年面前，哆哆嗦嗦的跪下，又被拽了起来，诚惶诚恐地领着那群人往赵子舒居住的屋子方向去了，显然是要去找赵子舒的麻烦。昨天的客人里有顾玉和汪清怀，还有自己和何玉，
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来扫他们的兴？吉永生出股不妙，只敢。他拍了拍何玉的脸，快醒醒，出大事了。夏脸赶在宋墨之前，啪的一下推开了赵子书内室的扇门。昏暗的屋子里弥漫着浓郁的龙涎香。赵子书惊恐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谁？他低声喝道，的身子纤细如柳，洁白如玉，带着楚楚可怜的羸弱。夏脸忙低下了头。宋墨一眼就看见了正躺在赵子书身边呼呼大睡的魏廷瑜。他脸色铁青，吩咐夏脸去打盆冷水，把纪宁后弄醒。夏脸应声而去。宋墨身后闪过顾玉清丽的脸庞。赵子书骇然失色。顾玉的人找来了。他慌乱地穿着衣裳，手指却僵硬发抖，不听使唤。夏脸以一盆冷水浇在了魏廷瑜头上。魏廷瑜嘟挠着翻了个身，舔了舔嘴唇，继续睡，手却搭在了赵子书的身上。赵子书想死的心都有了。宋墨眉眼间骤然多了些许的力气。他沉声喊着夏脸，再去打几盆冷水来。夏脸不敢迟疑，连着朝魏廷瑜头上浇了几盆水。魏廷瑜啊的一声坐了起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就看见了宋墨。宋世子。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道，您怎么在这里？我怎么在这里？宋墨气急而笑，我还想问问你，你怎么在这里？魏廷瑜下意识地朝周围瞥了一眼。他和那个女人还要漂亮的赵子书同盖一床被子，床头还挂着条星星红的汗巾。他惊呼着掀开被子，看见自己赤身。这是怎么一回事？魏廷瑜呆若木鸡地望着宋墨，声音都变了。宋墨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才压住了心头蹭蹭往上窜的怒火，貌似平静对魏廷瑜说了句先穿了衣服再说，转身离开了内室。魏廷瑜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慌慌张张地起身找衣服，却不知道被什么给绊了一下，咕噜噜地滚下了床，样子十分狼狈。可想到宋墨冷凛的表情，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赵姊妹更是吓得脸色苍白，一把抓住了魏廷瑜，哆哆嗦嗦地央求道，侯爷，我们没什么的，要不是他，自己怎么会落得如此境地？魏廷瑜只觉眼前的这个伶人面目可惧，让他作呕。他狠狠地瞪了赵子珠一眼，想也没想地推开赵姊妹，木然地穿上衣服，出了内室。宋墨端坐在中堂的太师椅上，举止悠闲地喝着茶。顾玉坐在他的下手，虽然端着杯茶，一双眼睛一会儿看看宋墨，一会儿看看魏廷瑜，满脸的好奇。看见魏廷瑜出来，宋墨指了指顾玉对面的太师椅，淡淡地道了声坐。魏廷瑜不敢看宋墨，低着头又羞又惭地坐了下去。有人给他奉了杯茶，汤色碧绿，清香扑鼻，一是上好的碧螺春。魏廷瑜不由喃喃地说了声多谢。那人恭谨地应了声不敢当。魏廷瑜就听见宋墨喊那人陈和道，你去把侯爷贴身的小厮叫进来。陈和微微一愣，躬声应诺，退了下去。魏廷瑜却是吓了一大跳，这种事难道还要嚷得人人都知道不成？他不禁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更有种怕惹怒了宋墨的心虑，让他如坐针毡，忐忑不安。魏廷瑜的小厮很快就被叫了进来。宋墨吩咐陈和，你陪着他去内室，看看侯爷还有什么东西落下了没有。虽然是怕有人拿着魏廷瑜的东西做文章，这是在给魏廷瑜善后啊。顾玉挑了挑眉，从前天赐哥对谁都冷冷淡淡的，只会帮他和天恩收拾残局。他是死皮赖脸贴上去的，差连点命都没了。天恩是天赐哥的胞弟，这个姓魏的凭什么让天赐哥对他这么好？他望着魏廷瑜的目光闪过一丝寒光，脸上再也没有刚才看好戏的事不己，而是渐渐便有些晦涩起来。魏廷瑜没有注意到顾玉的异样，他又惊又喜地抬头望着宋墨，喊了声世子爷，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放在了从属的位置，用上了敬语。宋墨闻言差点把茶盅给捏碎了，用得着这样窝窝囊囊的吗？不过是个伶人，就算是睡了又如何？收拾干净不就完了？这样诚惶诚恐的，窦昭怎么就摊上了个这样的人？他心痛难己。陈和和魏廷瑜的小厮拖着赵姊妹从内室走了出来。世子爷，陈和低声禀道，没什么东西落下。那小厮看着阵势，多多少少也猜出了点门道，吓得面如土色，不停地点头附和着陈和。赵子舒瑟瑟发抖地跪在宋墨的面前，咚咚咚，不停地磕着头。他一句话也不敢说，更不要把责任推到吉永身上了。保持沉默，这件事也许会被当成风花雪月就此接过，他还有条活命。供出了季勇，就演变成了阴谋和陷害。不要说眼前这个他虽然不认识，却举手投足间气势逼人，
明显维护着济宁侯的少年不会饶他，就是季勇也一样不会放过他。像他这种人，有时候知道也是错。宋墨却是看也没看赵子珠一眼，站起身来，轻描淡写地对魏廷瑜道：“走吧。”屋里的人都有些惊讶，事情就这样完了，没有责怪，没有质问，没有雷霆万钧，就这样走了。魏廷瑜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宋墨已起身朝外走，顾玉目不斜视地紧跟在宋墨的身后。魏廷瑜莫名的就松了一口气，急急跟着出了厅堂。赵子舒全身发软的瘫在地上，他宁愿那个少年打他一顿，踢他一脚，至少脾气发了出来，现在这样一声不吭的走了，等候他的又将是什么呢？想到这里，赵子珠心中一动，延安侯世子爷汪清怀昨天不是歇在了他这里吗？既然那少年是顾玉领来的，汪清怀就是不认识也能通过顾玉答上话吧。如今之计，只有求汪清怀出面了。他等宋墨等人出了厅堂，忙扶着太师已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从后门去了汪清怀落脚的院子。走出厅堂的宋墨却脚步一顿，微庭葱郁的大槐树下站着两个少年，其中一个衣饰华贵，精神萎靡地揉着太阳穴，另一个虽然蓬着头发，衣服凌乱，面色因宿醉而显得有些苍白，却身姿挺拔，一双眸子炯然有神，散发着自信的光芒，让人无法忽视，更不敢小瞧。宋墨眼中闪过一丝凌厉至极的真芒，那个身姿挺拔的少年，英谈就是季建明了，只有他才有这样的风度气质。吉勇却在心里冷哼，宋墨，英国公府世子，杀人不眨眼，凶残暴旷的勋贵子弟，就算如此又怎样？敢来坏他的事，一样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他直视着宋墨的眼睛，宋墨负手而立，一个站在树下，一个站在台阶上，静止不动。天空已经变成了浅紫色，大槐树上传来小鸟欢快的叽叽声，台阶旁的小草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空气中漂浮着的草木清香让这仲夏的早上显得格外的清新。宁静跟随在顾玉身后，魏廷瑜没有想到顾玉会突然停下脚步，他猝不及防，差点撞到了顾玉的身上。出了什么事？他困惑地抬头看见了树下的吉勇和张大了嘴巴的何玉，也打破了庭院的静谧。吉勇听着扑哧一声笑道：“英国公世子爷这天还没有亮就跑来把济宁侯从赵姊妹的床上拽了起来，难道是来捉奸的？”一双眼睛却全无笑意。宋墨指尖微寒，算计魏廷瑜的果然是季建明。他凝视着季勇，嘴角泛起一个冷冷的笑意。听说探花郎和济宁后是郎舅，没想到张台走马也会带上济宁后，探花郎真是好兴致啊。宋墨这是在讽刺自己没有兄长之尊吗？季勇嘴角微撇，流露出几分玩味，转身摘了几片嫩叶放在鼻尖嗅了嗅，一面在心里腹诽：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原先只是准备让赵子舒给魏廷瑜安个断袖分桃之名，你既然不知死活的凑了上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的把你给拉进来，让你们来个千佛寺里会灵人，争风吃醋为济宁。好了，一面道：怎么比得上英国公世子爷对济宁后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只是不知道赵姊妹现在怎样了，可别让济宁侯恨水东逝，抱恨终身才好，是吗？宋墨微笑，遥望着何玉温声问道：何公子，你看见什么了？何玉的脸色霎时变得有些难看，不论是亲疏还是远近，他都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季勇这边才是。可季勇做的这件事，栽赃陷害不说，还把宋墨给拉了进来。宋墨是什么人？脾气来了连自家护院都杀，而且杀完之后还整整齐齐地将尸体码放在院子中央，连他父亲无可奈何，皇上问起还得包庇隐瞒，为了出口气把宋墨这样的人拖下水，值得吗？而且他隐约觉得季勇的行为有些过分，好像不仅仅是为了出口气这么简单。何玉犹豫了有片刻，顾玉却唇边露出若有若无的讥讽，高声道：听说季大人介绍南风馆的相好给自己的妹夫，不知道翰林院的那些每天只知道知乎者也老儒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季勇望着顾玉，不屑地道：那也得看是谁说的这话，嘲讽顾玉没有资格。顾玉气得额头冒青筋，却也知道这种场合不是打人就能解决问题的。他的手紧捏成拳又松开，松开又捏成了拳，如此几次才觉得心气顺畅了些，笑道：季大人言之有理，这话的确要看是谁说的。如果是别人，那些大人们自然不像，可如果是我，他咧了嘴笑道：我姨母前2天还跟我说，让我以后少和那些只知道吃喝嫖赌的高粱子弟往来。说起来，我和季大人一起在醉仙楼里喝酒，又一起到千佛寺里听曲，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吧。季勇望了望天，无限鄙夷。
眼角的余光却瞥见含笑的宋墨，他心中凛然，自己怎么把这个正主子忘了，却和顾玉斗起嘴来。那顾玉不过是宋墨身边的一个跳梁小丑而已，自己和他一般见识，胜之不武。他微眯了眼睛，有凌乱的脚步声渐行渐近，众人的目光循声望去，汪清怀带着2个小厮神色匆忙地走了过来。世子，他先朝着宋墨拱了拱手，又给季勇行了一礼，季大人，然后道，全是场误会。赵姊妹不过是见庭瑜醉了，怕他着凉，所以扶庭瑜歇在了自己屋里，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这是场误会。季勇冷笑，宋墨以笑向汪清怀还礼，道，既然是一场误，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我邀了济宁侯到宣武门外的护城河边遛马，谁知道他却失了的，这才找来的。汪清怀装模作样的看了看天，笑道，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世子此时赶去宣武门还来得及。借世子吉言。宋墨和汪清怀寒暄2句，和顾玉带着魏庭瑜扬长而去。事后汪清怀贴身的随从问他，您就不怕得罪了季大人吗？汪清怀苦笑，得罪了季大人，我不过是多赔些笑脸，可要是让宋墨记恨上了，谁知道他会怎么对付延安侯府。宋墨并不知道自己的凶名让何玉和汪清怀都有所顾忌。他慢慢地走出千佛寺胡同，和魏庭瑜在千佛寺门前辞别。魏庭瑜已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十分感激宋墨，也非常的沮丧，问宋墨，季建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夫妻本是一体，吉勇是窦昭的表兄，败坏了他的名声，于窦昭有什么好处？于窦家有什么好处？于季勇自己又有什么好处？这其中可让人思量的东西太多了。魏庭瑜只是对人对事没有太多的想法而已，却并不傻。宋墨沉默半晌，低声道，我也不知道，语气十分的怅然。魏庭瑜眼神一暗，连宋墨都不知道的事该怎么办？他不由抓了抓头，如果吉勇把这件事传了出去，母亲知道了，只怕会被他气死。还有姐姐，最痛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想到这里，他顿时心急如焚，很想快点见到姐姐，让姐姐帮他拿个主意。魏庭瑜看着宋墨和顾玉的马车消失在人群中，立刻坐车去了景国公府。魏廷珍不在家，他去了大相国寺。大相国寺里人头攒动，除了来听宣讲的信众，还有提着篮子卖香烛吃食的小贩。魏廷珍有护卫开道，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宣场的偏殿已经坐了7、8成人，多是珠环翠绕的贵妇。他的姑子景国公府的大姑奶奶张氏在前排占了个位置，贴身的丫鬟正站在旁边东张西望。看见魏廷珍进来，他低头和张氏说了几句话，张氏站起来和魏廷珍点了点头，差了丫鬟请魏廷珍过去坐。魏廷珍点头，并不急着过去，而是一面和自己相熟的妇人打着招呼，一面打量着偏殿里的妇人。不一会，他就发现了在偏殿南边正和个妇人寒暄的王映雪。魏廷珍松了口气，这才随着丫鬟去了张氏那里。嫂嫂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张氏笑道，刚才遇到了长兴侯府的太夫人，要不是云阳伯夫人把她请了过去，这个位置就保不住了。长兴侯府的太夫人今年刚刚40出头，年纪并不大，不过是因为丈夫死得早，长子成爵之后长袖善舞，颇得圣心，又有个儿子上了公主，京都的簪缨之家提起来都颇为看重罢了。魏廷珍笑着道了谢，和姑子说起长兴侯府的家事来。他们家的16小姐也到了说人家的时候吧？张氏抿了嘴笑，然后朝着四周瞅了瞅，见没人注意到他们2人，这才和魏廷珍耳语。英国公想和他们家联姻。魏廷珍虽然有些意外，又觉得2家门当户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又因为魏廷瑜得了宋墨的抬举，参与了运河的疏浚，他觉得自己也和英国公府关系匪浅，自然很关心英国公府的事。英国公府世子还没有出府吧？这个时候说亲是不是早了点？而且16小姐好像比英国公府的世子大，你想到哪里去了？张氏低声笑道，是英国公想娶10家16小姐。魏廷珍吓了一大跳，道，这么说来，他们2家要联姻了。英国公虽说比16小姐大很多，却是正正经经的国公爷，又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倒也不失为良配。怎么可能？张氏巧声道，英国公世子那是什么人？杀了人眼都不眨一下。10家把闺女嫁过去了，生了女儿没依靠，生了儿子只怕还得看英国公世子高兴不高兴。一个不小心，恐怕就会得罪了英国公世子，10家怎么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16小姐是长兴侯太夫人的嫡幼女，也舍不得女儿去受这份罪啊。10家婉言谢绝了英国公，所以长兴侯太夫人愁得不得了，把女儿高嫁，有几家能比英国公府、长兴侯府更显赫的？
把女儿低嫁，有了英国公求亲这桩事，嫁给谁家好？听云阳伯夫人的口气，石家原是想把闺女嫁给英国公世子的，这可真是阴差阳错。魏廷珍想到了魏廷瑜，如果不是和窦家有了婚约，魏家就未必没有这个机会和石家联姻。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当务之急是解除魏窦两家的婚约，只要婚约解除了，什么样的名门闺秀娶不回来？魏廷瑜有些心不在焉地和张氏说着家长里短。偏殿响起几声清越的忠心之声，大家都安静下来。身披大红袈裟的大相国寺主持红光满面地走了进来，多谢诸位施主来大相国寺听讲佛法。几句开场白说完，大相国寺的主持开始绘声绘色地向众人讲起佛经里那些与人为善的故事，大家听得十分认真。半个时辰之后，第一场佛法讲完了，主持像往年那样坐下来喝茶。有妇人围上去和主持说话，也有人趁着这机会去上茅房，或是和身边的人窃窃私语。魏廷珍远远地和坐在偏殿南边的王映雪打着招呼，一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了亲家太太，偏殿里就有妇人支了耳朵听。王映雪点了点头，然后望了望身边一个穿着打扮颇为朴实、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笑道：我陪了母亲过来听佛法，果然请了王许氏出面。魏廷珍心中大定，笑盈盈地过去给王许氏问安。王许氏呵呵地笑，颇有长辈架势的拉着魏廷珍的手说了几句话，又叮嘱魏廷珍有空常去家里坐。王映雪又把身边的另一个妇人引荐给魏廷珍，这是我们府上的武太太，窦氏叔的太太樊氏。魏廷珍定睛一看，原来就是刚才和王映雪说话的妇人，她止不住咧着嘴笑了起来。这个王氏还真会办事，虽然没能让樊氏帮着来唱这出双簧，但能把樊氏牵扯进来，也算是个有手段的了。难怪他能被扶正了。魏廷珍忙笑着给樊氏行礼，这副认亲的场景顿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正是魏廷珍要的，他的笑容更盛。樊氏矜持的还礼热情，又不失大方地和魏廷珍打招呼，介绍身边的人给他认识。这位是内阁首辅梁大人家的夫人，这位是吏部侍郎林大人家的太太，这位是刑部侍郎王大人家的太太。首阁首辅，那就梁继芳的妻子罗。没想到梁夫人都这么给樊氏面子，也热忱地和他见礼。魏廷珍不由在心里感慨，像樊氏这样来往的都是些达官显贵的主妇，这才是真正的大户人家做派啊。如果窦昭是窦氏叔的女儿就好了。他笑吟吟和那些妇人们说了几句话，就照着原来和王映雪商量的，渐渐和王许氏聊了起来。您今天怎么有空来大相国寺？前几天去亲家太太府上拜访，说您有点不舒服，现在好些了吗？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我推荐个御医？多谢亲家姑奶奶关心，不过是年纪大了，天气热，一些老毛病，不足挂齿。王许氏谦虚了几句，然后叹气道：实不相瞒，我这次来大相国寺，除了听佛法，还请主持给我的一个老物件开开光。大家听着都有些好奇，王许氏就看了神色间有些不自在的女儿一眼，低声道：映雪年纪不小了，膝下却只有一个女儿，我前些日子拿着她父亲的名帖，请了龙虎山的真人帮她算了一卦。龙虎山的真人说，是因为家中有人八字和他相克的缘故，等那人嫁了就好了，还写了个秘方给映雪。可我还是不放心，就想请大相国寺的主持再为映雪加持，这样肯定更加有把握了。窦武太太樊氏听着脸色微变，窦家即将出嫁的姑娘只有窦昭，王氏母女是什么意思？她心中生警，忙笑对王许氏道：您难得出趟门，又逢着大相国寺的法会，如果能请动了主持帮着开光，最吉利不过了。趁着主持天师正歇着，不如我陪您一起去问问吧。说着，眼睛闪着寒光瞥了王映雪一眼，警告的意味浓厚，又起身要搀扶王许氏往主持身边凑。王许氏却摆了摆手，谢绝了樊氏的好意。我已经和主持大师约好了。他们身边的几位妇人一听，纷纷向王许氏询问生男育女的秘方之事，把樊氏丢在了一旁。樊氏急得心头火直冒。王映雪仿佛没有看见樊氏的告诫般，红着脸喊了声娘，满脸歉意地对林太太等人笑了笑，道：我母亲也不过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罢了，我这把年纪还谈什么生儿育女，把长女好生生嫁了，再给次女找个好女婿，也就心满意足了。旋即嗔怪般的推搡了母亲一下，低声道：这件事您别插手好不好？王许氏的脸立刻拉了下来，不悦道：难道那龙虎山的真人说的没有道理？他出生没2年就克死了自己的生母，接着祖父也去了，刚刚定亲，公公就突然暴病而亡。你和姑爷是因为寓居京都，离得远，这才保住了性命。
坐在王许氏身边始终没有出声的一位妇人听着就咦了一声，道：难道是府上的四小姐不成？我要是没记错，你们家四小姐2岁的时候生母病逝，9岁的时候祖父去世了。说着望向了魏廷珍，和四小姐定亲的是夫人的胞弟吧？凡事差点昏倒。定睛一看，认出那妇人是兵部武选司郎中郑安的太太，素来和王家交好，哪里还不明白那郑太太是受了王家所托，有意和王映雪一唱一和。宋墨的确想去真定，在他去千佛寺胡同之前，就让人去查了季勇的底细，只因怕魏廷瑜那边闹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没等到负责收集情报的杜维来报，他就急急地去了千佛寺胡同。回到仪志堂，他接到了杜维送来的消息，自从季勇3年前出来游历，顺道去拜访了自己的姑母窦家六太太祭事之后，就3番5次的在窦家长住，参加会试之前，更是借了窦昭祖父晚年静修之所贺寿堂读书，和窦昭过往从密。他的心顿时像翻江倒海，差点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季勇和魏廷瑜无怨无仇，为什么要陷害魏廷瑜？窦昭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如果他不知道，季勇有何用意？如果他知道，或者他是想和魏家退亲？宋墨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似的，不仅沉甸甸的，而且还没有办法呼吸。退亲有千百种方法，为什么要用这种通过残害别人方式来退亲？宋墨想到窦昭爽朗的笑声，端庄中透着几分妩媚的脸庞，想着他星子般明亮的眸子，入鬓的长眉，像在油锅上煎似的。窦昭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那个如清风朗般清冷，却又隐约中透着几分温暖的女子，那个让他觉得如凌寒盛开的梅花般坚韧美丽的女子，真的会做出这种事来吗？宋墨想想就觉得心如刀割，又有期盼、怀疑、失望、内疚等等情绪涌上心头，让他心乱如何，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在大兴的田庄又跑了大半个时辰，心才渐渐平静下来，吩咐陈和：我们去真定。从小大舅舅告诉他，如果你对一件事怀疑，与其在那里反复的猜测、反复的思量，浪费时间，不如以最快的速度去证实它，或是推翻它。陈和看了夏脸一眼，高声应着是，心里却在嘀咕，还真让这家伙猜对了，世子爷来大兴就是为了借口去真定。夏脸却没有半分得意，朝着陈和笑了笑，心情有些沉重的琢磨着要不要提醒宋墨别插手这件事。可惜直到真定，他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面色冷峻的宋墨提及。宋墨已经站在了窦家田庄后山的小河旁，夏天的后山绿树成荫，河水潺潺，清风生爽，这个地方真漂亮。宋墨凝视着河对岸3株枝繁叶茂的野生桃树，急躁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他想起窦昭说的，站在桃树上可以看到郎家庄庄头的老婆喝醉了酒打丈夫，村头在农闲时做挑货郎贴补家用的父亲，每次走乡串户回来都会给一对女儿买个烧饼回来解解馋。隔壁一户人家的媳妇常常被婆婆嫌弃，可生死关头，婆婆却四处奔波给媳妇治病，可那次除了袅袅的炊烟，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宋墨把衣角扎在腰间，爬上了桃树。郎家庄和窦家庄都如小小的盆景，一一展现在他的面前。窦昭爬上后山的时候，看到宋墨像上次一样背靠着树干站在树杈上眺望山脚的景象，不知道这家伙身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昨天他收到陈曲水的来信，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事无巨细全都告诉了他。前世2个互相看不顺眼的人，今生能走到一起，除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想不出2人为何彼此容忍。窦昭可以很肯定，王映雪和魏廷珍以狼狈为奸，他还可以肯定，有了王映雪的加入，他退亲的事将进行得更顺利。所以他的心情很好见，对宋墨突然提出来要见他也就不以为意了。他提着裙子，踏着河间的青石过了河，用手挡了射在脸上的阳光，仰头问宋墨：世子看见了什么？从前喊他梅公子，后来喊他世子爷，现在喊他世子，他从来都不曾在心底真正的害怕过他吧？就像京都的人因为自己杀了自家的护卫后，把人马放在院子中央，在面对他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战战兢兢一样，窦昭却始终没有质问过他。宋墨不由扬眉而笑道：要爬上来不就知道了，大热天的，谁有精神陪你玩？窦昭在心里腹诽着，笑道：我今年穿着件白色的挑线裙子，不想把裙子弄脏了。宋墨有些傻眼，这也可以成为拒绝的理由吗？他不由哈哈大笑，笑声惊动了随身的护卫，大家纷纷朝宋墨和窦昭瞥了一眼。陈和不禁感慨，世子爷遇到了窦四小姐，总是那么的高兴，下脸却暗暗叹了口气。宋墨跳下了树，窦昭问他：你的伤怎样了？
没什么大碍了。宋墨笑着，目光停留在窦昭的眉宇间，仔细打量着他，好像要看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子似的，表情却渐渐变严肃。我来是有件事想告诉你。他沉吟着，看到窦昭额间沁出细细的汗，想到树林比这边要凉爽，他一面往树林那边去，一面简明扼要地将季勇带着魏廷瑜夜宿千佛寺胡同的事告诉了窦昭。至于他拉魏廷瑜合伙做生意之类的事则一字未提，只说是偶尔听到顾宇提起，知道是窦昭未来的夫婿，觉得不对劲，这才赶过去的。窦昭骇然，怎么会这样？自己花了大半年的功夫布局，只差最后一步了，他冒出来干什么？难道像上次一样，自己略露端倪，他就亏得全冒？窦昭有些啼笑皆非。他虽然想退亲，却没有想过要伤害魏廷瑜。伤害别人得到的幸福，会让人永远不安。窦昭强忍着，才没有让微蹙的眉头紧锁在一起，但他的神色却渐渐地变得凝重。此事当真？宋墨认真地点了点头，道：就在3天前发生的。季建明并没有否认，难怪他不知道。那个时候陈曲水已经启程回真定了，这还真就是季勇的行事做派。窦昭苦笑，真诚地向宋墨道：多谢你来告诉我。宋墨3天就赶到了真定，而且是亲自来告诉他，可见也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这下可好了，他这么一插手，就算魏廷真一时看不出来他的用意，大智若愚的张元明多半会猜出几分。自己要退亲和魏家要退亲毕竟是两码事，前者是他不满意魏廷瑜，后者是魏廷瑜不满意他。魏廷真知道后肯定会觉得备受羞辱，自己也别想不受瞩目的退亲了。这个季勇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力不是一般的大，这件事恐怕得从长计议了。窦昭不由轻轻地叹了口气，而看着他由最初的惊讶到之后的苦涩、无奈、担心的宋墨，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窦昭果然不真知道，他依旧如他记中那样的磊落大方、真诚美好。宋墨情不自禁地说了声多谢，又说了句对不起。他要多谢窦昭，在他经历那么多的阴霾黑暗之后，没有让他失望。他要为自己之前对窦昭的怀疑和猜测向窦昭道歉。窦昭讶然，宋墨含笑不提，而是问他：你知道季勇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济宁侯吗？季表哥性情跳脱，窦昭只好含糊其辞地道：可能是看济宁侯不顺眼吧。宋墨听着心中一动，在他看来，季勇的性格与其说是跳脱，不如说是倨傲。而且季勇和窦昭的关系亲密，不可能仅仅因为看魏廷瑜不顺眼就谋划着让窦昭和魏廷瑜退亲，除非还有些其他的什么原因。以窦昭的聪慧睿智，说这话明显地是在隐瞒些什么。他不由道：你想不想和济宁侯退亲？窦昭被吓了一大跳，自己表现得这么明显吗？季勇知道了，现在宋墨也知道了。他不禁朝宋墨望去，郁郁葱葱的香樟树下，穿着一身月白色细布道袍的宋墨低垂着眼睑，有种让人说不清道明的隐忍。窦昭只觉得头痛，一个季勇已经闹得差点让魏廷瑜身败名裂，如果再加上一个宋墨，魏廷瑜还不得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啊。他连连摇头，不用不用，生怕宋墨也搅了进去。宋墨淡淡的哦了一声，抬起眼睑，变成了从前那个金贵而冷漠的英国公世子。窦昭不由抿了嘴笑道：看你风尘仆仆的，这一路赶过来也辛苦了，时间不早了，让陈和给你弄点吃的，梳洗之后好好睡一个来，这2天天气还算凉爽。语气很温和。宋墨突然有点不想走，他想了想道：我明年开年就要除服了，严先生提议让我获取了延安侯的嫡女或上万皇后所出的怡景公主。窦昭心里一酸，如果蒋氏还活着，或是梅夫人还在，他何至于会和自己说这些？他仔细地思考起宋墨的婚事来，不过还是颇为意外，汪清源也在宋墨妻子的候选人之中。延安侯家的汪小姐相貌出众，人品端方，又有汪清怀这样的胞兄，如果夫人还在，自然是桩极好的姻缘。只是他性情柔顺，若是令尊以后的续弦出身显赫，精明能干，你在内务上没有个得力的臂膀，做起事来会很不方便的。窦昭正色道：公主很好，不管令尊以后谁做续弦，都断然不可能压得过公主，而且让你的世子之位更稳，以后很顺利的成爵。不过景怡公主不太好，和皇上的关系太过亲密，太子又是吴后所出，容易牵扯到皇家事事之中去。最好找一位生母是分位较高又长袖善舞的嫔妃所出的公主，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陈妃所出的福元公主，淑妃所出的景泰公主与你都年龄相当，而且温柔敦厚，你不妨和严先生商量商量，从这2公主中选一位。
既然这一世宋墨保住了世子之位，没有被遂出家门，他也不希望他掺和到太子和辽王之争中去。毕竟不管是谁继承了大宝，都会对英国公府客客气气的，从龙之宫虽好，英国公府却未必需要。宋墨的确想去真定，在他去千佛寺胡同之前，就让人去查了季勇的底细，只因怕魏廷瑜那边闹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没等到负责收集情报的杜维来报，他就急急的去了千佛寺胡同。回到仪志堂，他接到了杜维送来的消息，自从季勇3年前出来游历，顺道去拜访了自己的姑母窦家六太太季氏之后，就3番5次的在窦家长住，参加会试之前，更是借了窦昭祖父晚年静修之所贺寿堂读书，和窦昭过往从密。他的心顿时像翻江倒海，差点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季勇和魏廷瑜无怨无仇，为什么要陷害魏廷瑜？窦昭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如果他不知道，季勇有何用意？如果他知道，或者他是想和魏家退亲？宋墨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似的，不仅沉甸甸的，而且还没有办法呼吸。退亲有千百种方法，为什么要用这种通过残害别人方式来退亲？宋墨想到窦昭爽朗的笑声，端庄中透着几分妩媚的脸庞，想着他星子般明亮的眸子，入鬓的长眉像在油锅上煎似的。窦昭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那个如清风朗般清冷，却又隐约中透着几分温暖的女子，那个让他觉得如凌寒盛开的梅花般坚韧美丽的女子，真的会做出这种事来吗？宋墨想想就觉得心如刀割，又有期盼、怀疑、失望、内疚等等情绪涌上心头，让他心乱如何，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在大兴的田庄又跑了大半个时辰，心才渐渐平静下来，吩咐陈和：我们去真定。从小大舅舅告诉他，如果你对一件事怀疑，与其在那里反复的猜测、反复的思量，浪费时间，不如以最快的速度去证实它，或是推翻它。陈和看了夏脸一眼，高声应着是，心里却在嘀咕，还真让这家伙猜对了，世子爷来大兴就是为了借口去真定。夏脸却没有半分得意，朝着陈和笑了笑，心情有些沉重的琢磨着要不要提醒宋墨别插手这件事。可惜直到真定，他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面色冷峻的宋墨提及。宋墨已经站在了窦家田庄后山的小河旁，夏天的后山绿树成荫，河水潺潺，清风生爽，这个地方真漂亮。宋墨凝视着河对岸3株枝繁叶茂的野生桃树，急躁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他想起窦昭说的，站在桃树上可以看到郎家庄庄头的老婆喝醉了酒打丈夫，村头在农闲时做挑货郎贴补家用的父亲，每次走乡串户回来都会给一对女儿买个烧饼回来解解馋。隔壁一户人家的媳妇常常被婆婆嫌弃，可生死关头，婆婆却四处奔波给媳妇治病，可那次除了袅袅的炊烟，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宋墨把衣角扎在腰间，爬上了桃树。郎家庄和窦家庄都如小小的盆景，一一展现在他的面前。窦昭爬上后山的时候，看到宋墨像上次一样背靠着树干站在树杈上眺望山脚的景象，不知道这家伙身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昨天他收到陈曲水的来信，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无巨细全都告诉了他。前世2个互相看不顺眼的人，今生能走到一起，除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想不出2人为何彼此容忍。窦昭可以很肯定，王映雪和魏廷珍以狼狈为奸，他还可以肯定，有了王映雪的加入，他退亲的事将进行得更顺利。所以他的心情很好见，对宋墨突然提出来要见他也就不以为意了。他提着裙子，踏着河间的青石过了河，用手挡了射在脸上的阳光，仰头问宋墨世子看见了什么。从前喊他梅公子，后来喊他世子爷，现在喊他世子，他从来都不曾在心底真正的害怕过他吧。就像京都的人因为自己杀了自家的护卫后，把人马放在院子中央，在面对他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战战兢兢一样，窦昭却始终没有质问过他。宋墨不由扬眉而笑道，要爬上来不就知道了，大热天的谁有精神陪你玩。窦昭在心里腹诽着，笑道，我今年穿着件白色的挑线裙子，不想把裙子弄脏了。宋墨有些傻眼，这也可以成为拒绝的理由吗？他不由哈哈大笑，笑声惊动了随身的护卫，大家纷纷朝宋墨和窦昭瞥了一眼。陈和不禁感慨，世子爷遇到了窦四小姐总是那么的高兴。夏脸却暗暗叹了口气。宋墨跳下了树，窦昭问他，你的伤怎样了？没什么大碍了。宋墨笑着，目光停留在窦昭的眉宇间，仔细打量着他，好像要看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子似的，表情却渐渐变严肃。我来是有件事想告诉你。
他沉吟着，看到窦昭额间沁出细细的汗，想到树林比这边要凉爽，他一面往树林那边去，一面简明扼要地将季勇带着魏廷瑜夜宿千佛寺胡同的事告诉了窦昭。至于他拉魏廷瑜合伙做生意之类的事则一字未提，只说是偶尔听到顾玉提起，知道是窦昭未来的夫婿，觉得不对劲，这才赶过去的。窦昭骇然，怎么会这样？自己花了大半年的功夫布局，只差最后一步了，他冒出来干什么？难道像上次一样，自己略露端倪，他就亏得全冒？窦昭有些啼笑皆非。他虽然想退亲，却没有想过要伤害魏廷瑜。伤害别人得到的幸福，会让人永远不安。窦昭强忍着，才没有让微蹙的眉头紧锁在一起，但他的神色却渐渐地变得凝重。此事当真？宋墨认真地点了点头，道：就在3天前发生的。季建明并没有否认，难怪他不知道。那个时候陈曲水已经启程回真定了，这还真就是季勇的行事做派。窦昭苦笑，真诚地向宋墨道：多谢你来告诉我。宋墨3天就赶到了真定，而且是亲自来告诉他，可见也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这下可好了，他这么一插手，就算魏廷真一时看不出来他的用意，大智若愚的张元明多半会猜出几分。自己要退亲和魏家要退亲毕竟是两码事，前者是他不满意魏廷瑜，后者是魏廷瑜不满意他。魏廷真知道后肯定会觉得备受羞辱，自己也别想不受瞩目的退亲了。这个季勇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力不是一般的大，这件事恐怕得从长计议了。窦昭不由轻轻地叹了口气，而看着他由最初的惊讶到之后的苦涩、无奈、担心的宋墨，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窦昭果然不真知道，他依旧如他记中那样的磊落大方、真诚美好。宋墨情不自禁地说了声多谢，又说了句对不起。他要多谢窦昭，在他经历那么多的阴霾黑暗之后，没有让他失望。他要为自己之前对窦昭的怀疑和猜测向窦昭道歉。窦昭讶然，宋墨含笑不提，而是问他：你知道季勇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济宁侯吗？季表哥性情跳脱，窦昭只好含糊其辞地道：可能是看济宁侯不顺眼吧。宋墨听着心中一动，在他看来，季勇的性格与其说是跳脱，不如说是倨傲。而且季勇和窦昭的关系亲密，不可能仅仅因为看魏廷瑜不顺眼就谋划着让窦昭和魏廷瑜退亲，除非还有些其他的什么原因。以窦昭的聪慧睿智，说这话明显地是在隐瞒些什么。他不由道：你想不想和济宁侯退亲？窦昭被吓了一大跳，自己表现得这么明显吗？季勇知道了，现在宋墨也知道了，他不禁朝宋墨望去。郁郁葱葱的香樟树下，穿着一身月白色细布道袍的宋墨低垂着眼睑，有种让人说不清道明的隐忍。窦昭只觉得头痛，一个季勇已经闹得差点让魏廷瑜身败名裂，如果再加上一个宋墨，魏廷瑜还不得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啊。他连连摇头，不用不用，生怕宋墨也搅了进去。宋墨淡淡的哦了一声，抬起眼睑，变成了从前那个金贵而冷漠的英国公世子。窦昭不由抿了嘴笑道：看你风尘仆仆的，这一路赶过来也辛苦了，时间不早了，让陈和给你弄点吃的，梳洗之后好好睡一个来，这2天天气还算凉爽。语气很温和。宋墨突然有点不想走，他想了想道：我明年开年就要除服了，严先生提议让我或娶了延安侯的嫡女，或上万皇后所出的怡景公主。窦昭心里一酸，如果蒋氏还活着，或是梅夫人还在，他何至于会和自己说这些。他仔细地思考起宋墨的婚事来，不过还是颇为意外，汪清源也在宋墨妻子的候选人之中。延安侯家的汪小姐相貌出众，人品端方，又有汪清怀这样的胞兄，如果夫人还在，自然是桩极好的姻缘。只是他性情柔顺，若是令尊以后的续弦出身显赫，精明能干，你在内务上没有个得力的臂膀，做起事来会很不方便的。窦昭正色道：公主很好，不管令尊以后谁做续弦，都断然不可能压得过公主，而且让你的世子之位更稳，以后很顺利的成爵。不过景怡公主不太好，和皇上的关系太过亲密，太子又是吴后所出，容易牵扯到皇家事事之中去。最好找一位生母是分位较高又长袖善舞的嫔妃所出的公主，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陈妃所出的福元公主，淑妃所出的景泰公主与你都年龄相当，而且温柔敦厚，你不妨和严先生商量商量，从这2公主中选一位。既然这一世宋墨保住了世子之位，没有被遂出家门，他也不希望他掺和到太子和辽王之争中去，毕竟不管是谁继承了大宝，都会对英国公府客客气气的，从龙之功虽好，英国公府却未必需要。
宋果侧身望着河对岸的野桃树，沉默不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妻子比自己地位高的。窦昭以为宋默是不想上公主，想了想，笑道：太宗皇帝的时候，永成伯冯建为永平长公子驸马，他不仅受皇上信任，做了宗人辅右宗人，还曾先后任大同总兵、武军都督府都督，平了妥德之乱，世人敬仰。仁宗皇帝时的广恩伯世子董麟是怀淑长公主的驸马，却因酗酒失言被夺了世子之位，贬为庶民，客死异乡。驸马未必不好，端看你怎么行事了。又道：世事之物从来是有利有弊的，又因个人际遇不同，利弊各异，就看是利大一些还是弊大一些。宋仪春年不过4旬，还有10几20年好活，一个孝字压着，宋默得用比平常2倍甚至是3倍的力气才能让宋仪春忌惮，这样的日子太难过了。窦昭觉得与其是睡觉都睁着一只眼，不如上了公主。反正公卿之家出生的子弟很难成为影响社稷的显赫权臣，不如想办法过得舒服点，过得自在点。宋默微微的笑。太宗时候的驸马能带兵打仗，成为手握权柄的显贵，而仁宗时候的驸马却只能犬马声色，醉生梦死，做个闲散的清贵，固然与皇权稳定，皇上不愿意看到勋贵之家掌握实权有关，也与勋贵之家的子弟娇生惯养，不是架强，日渐颓废有关。窦昭饱读史书，怎么会不懂这个道理？他不过是想安慰自己，让自己在父亲的打压之下不至于败得那么难看罢了。窦昭总把他当小孩子一样，每次见面不是哄着就是劝着，这种感觉很奇怪。他是英国公府的嫡长孙，自打记事起，耳朵里听到的就是责任、重担、光耀门楣、不忘祖宗之志之类的话，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甚至是大舅，都相信他的才能，相信英国公府在他的手里能摆脱权臣的烙印，成为纯臣，让英国公府成为真正的百年世家，不再受皇权的更迭。窦昭对自己始终有些担心，可你说这种担心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又不对，他对他决定的事从来不曾质疑过，可你说这种担心是相信也不对，他对他的事时时保特着一种让人不明白的警惕，仿佛下一刻钟他就会陷入泥潭无法自拔般，看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审视。可不管前者还是后者，宋默都觉得很有趣，甚至他隐隐觉得自己常常会在不自不觉中利用安昭的这种心态，或者说些明知会让他担心的话，或做些明知会让他担心的事，像幼稚的孩童，又乐不失彼。有时候他也会想，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完全没有平日的稳凤，他就会把这些归于他们第一次见面太惊悚，归于窦昭的为人太过冷静自制、理智自信，让他可以他的面前不必掩饰什么，也不必佯装什么。这一刻，宋默如往常那里遵循本心，道：你怎么知道几位公主的情景？连严先生都没有查到什么。我跟严先生说了，若是要上公主，一定要找个性格温顺的，我要纳妾。窦昭听着哈哈大笑，用一种挑剔的目光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调侃道：就你，若是铁了心要纳妾，就算公主性情刚烈，也未必能阻止你。不过你要小心，南平长公主的驸马年轻的时候素花棉柳，晚年瘫痪在床，南平长公主把驸马的妾室全都赐死了，并且派了贴身的嬷嬷给每天隔一个时辰就问他还敢不敢纳妾。宋默笑得不行，道：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皇家志士？窦昭笑着反问他：你平时时不叙书的吗？宋默再次大笑，笑声哪清越的泉水激荡在林间，惊得一群鸟叽叽喳喳纠愁不止。从后山回来，窦昭立刻去了陈曲水那里，将吉永赵害魏廷瑜夜宿南风馆的事告诉了陈曲水。陈曲水大惊失色，季边修是怎么知道的？宋世子还说了些什么？他自认为自己没有露出丝毫的马脚，其他的倒没有说。窦昭也比为头痛，但他在真定，宋默的话也很简明，以季永的行事风格，他们不可能通过宋默的话找季永的破绽。他另有担心，季表哥这么一闹，小事也会变大事，偏偏少有人能说服他。还有宋世子亲自跑来给我报信，10之8、9是为了报答之前我们对他的救命之恩。他还问我是不是想要退亲，我哪里敢承认。窦昭苦笑，多半是千佛寺胡同的事让他有所察觉，他要是也像季表哥那样自作聪明的帮忙，那可就糟糕了。京都是他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根本不可能绕过他，如果他插手，就不是像季表哥那样只是胡闹一番了。他沉吟道，事情的变化八经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再任其下去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我寻思着，我们是不是要再去趟京都？听说窦昭要去京都，陈曲水立刻反对，不行，如果事情败露，窦家的长辈和魏家的人都会责难小姐的。
然后又羞又愧地道：“都怪我没有把事情办好。”陈先生千万别这么说。窦昭感叹道：“季表哥加上宋世子，好比那百年不遇的风暴，有几个人能抵挡得住？如果不是和魏家的婚事关系到我的后半生，我肯定会避而远之，就这样嫁了算了。”可每当他想到刚嫁给魏廷瑜那几年背着人偷偷流下的眼泪，想到没人可说的委屈，就觉得周身发寒。他是绝不会嫁给魏廷瑜的。窦昭不止一次地感谢老天爷，让他回到了母亲没有去世之前，让他看见了母亲的脸，而不是让他回到了嫁给了魏廷瑜之后的日子。如果是这样，他现在只怕在殚精竭虑地想办法和魏廷瑜和离他说服陈曲水。你看，我们这样一番行事，那魏廷真不就跳了出来吗？红姑只能用一次，想再和魏家顺利的退亲，恐怕要从内宅上着手。先生只身前往，多有不便。陈曲水沉默，他觉得窦昭的话很有道理，又想到再不济还有宋墨，不由地点了点头。事情万一到了那一步，也就只好对不起魏廷瑜了。窦昭去向祖母辞行，六伯母让陈先生带信给我，让我无论如何也要去趟京都，说是济宁侯府的大姑奶奶，就是那位嫁给了景国公府做了世子大人的。她不止一次地向五伯母提起我，问我怎么还在真定。六伯母的意思是让我提前进京，这本是祖母一直以来的愿望，自然是连声应诺。窦昭给六伯母写了一挂信，说祖母催着让他上京。六伯母闻言之雅，立刻回信问他上京的日子。窦昭又拿着六伯母的信去见了二太夫人。二太夫人和窦昭到底在一起生活了10几年，若说没有一点感情，那也太绝对，不过是因为有时候感情敌不过理智，在没有了利益算计之下，感情就变得温情脉脉起来。为什么这女人都不喜欢自己的闺女远嫁？她拉着窦昭的手，对陪坐在身边的二太太感慨道：“寿姑这么一去，只怕我这辈子也见不着了。”二太太连声安慰二太夫人：“过2年，寿姑肯定会带着姑爷来给您做寿的，你说是不是？”窦昭听着年心中一动，宋墨能看出破绽，其他迟迟早早也能看出破绽。在之前的计策没能奏效的情况之下，只能改弦易辙，另谋出路。如果把水搅浑了，机会肯定比现在多。他也劝着二太夫人：“您不如和我一起去京都。我听人说，仁宗皇帝的时候，太后娘娘曾下懿旨，让内阁首辅梁卿的母亲进京面圣。那梁卿是南昌府人士，离京都千里之条，真定离京都不过4、5天的路程。您何不随我一起去看看武伯父？你巴京有些年没有见到武伯父了。武伯父如果是内阁大学士了，公务繁忙，越发走不开了。”二太夫人听着心动：“就是。”二太太在一旁凑去：“您还可以亲眼看着寿姑出嫁。”二太夫人不禁点了点头。窦昭忙笑道：“那就这样说定了，我去给六伯母和父亲写封信去。行船走马3分险，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家门。年迈的二太夫人到京都是件大事。”在京都的窦氏3兄弟得到了消息，商量着让窦昭陪二太夫人就住窦氏书府中，六太太暂时也搬到槐树胡同去住，猫胡同那边的钟馗由进门不久的韩氏打理。窦世恒连连点头，亲自送了记事到槐村胡同。五太太自打嫁进来就没有和二太夫人正经的一起生活过，心里正在打敲，记事的到来让她喜出望外，客气话说了一大摞，将正房腾了出来，拉着记事粉院子，布置房间，订菜谱，安排服侍的丫鬟、媳妇、婆子，联系真定那边要随行的名单，忙得团团转。他的2个儿媳郭氏和蔡氏也在一旁帮忙，韩氏也不时过来看看，没几日就把事情安排妥当。庚申年8月4日，窦昭随着二太夫人回到实际上即久别14年，在别人眼中却是从来不曾到过的京都。姊妹们，不好意思，写完文巴经凌晨3、4点了，困得不行了，迷迷糊糊的，没点发布。今天早上朋友发短讯问我为什么没发文。在窦昭的记忆中，槐树胡同的窦府是个4进3间带耳房的宅子，前院种着石榴，后院种着方竹，葡萄架下摆放着10桌10墩。武伯父一家住着还有些挤，却不失让人温馨的烟火之气。可这一世，他一下马车就发现窦家的宅院比他印象中的扩大了1倍有余。窦氏叔不仅将他家隔壁一幢3进3间的宅院买了下来，而且将后面一幢2进3间的宅院也买了下来，并将3幢宅子打通，重新修缮了一番，成了现在的槐树胡同窦阁老宅地，没有了从前的忍让慎谨，多了几分低调的张扬。这可能与前世武伯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王行仪压制，而这一世却在王行仪之前入阁，有很大的关系。窦氏书、窦氏恒、窦氏英等男丁在前，五太太樊氏、六太太季氏等女眷在后，
何府的丫鬟、媳妇、婆子几乎都出动了，簇拥着窦家众人，早早的就站在了门前等候，独独没有王映雪。见到二太夫人，窦氏叔上前几步就跪在了二太夫人面前，眼眶湿润的喊了一声娘。二太夫人顿时老泪纵横，要挟窦氏叔起身，窦氏叔却执意给二太夫人磕了3个头，额头上立刻沾上了尘土。窦氏恒等人忙跟着窦氏叔磕头行礼。二太夫人含着盐水的眼中满是欣慰和喜悦。走在二太夫人身后的窦昭看见人群中的窦明，犹豫了一下，这才随着个身材细条、皮肤白皙、相貌娟秀的年纪妇人跪了下去。窦昭认出那妇人是窦正昌妻子韩氏，他不由多看了2眼。韩氏和先是自己嫂子，后来是自己妯娌的继令，则关系非常的不好，以至于后窦德昌夫妻不得不搬到了京都外城宣北方永光寺附近的西街居住。感觉到窦昭的目光，韩氏善意地朝着窦昭点了点头。窦昭莞尔，窦明像要证明什么似的，忙挽了韩氏的胳膊，目光冰冷地瞥了过来。窦昭全当没看见，目光落在了韩氏身边的郭氏和蔡氏身上。郭氏虽然一如记忆中的纤细温婉，却肌肤白嫩，一双乌墨的眸子如小鹿般惹人怜爱，不像他最后一次见郭氏的时候，神情萎靡，皮肤蜡黄，像个久卧床榻的病人，透着股让不舒服的消沉。算算日子，明年那白氏就会进门。窦昭在心里叹了口气，想起了季令泽，借着及笄礼，季令泽有和窦昭有了往来。窦昭借口二太夫人请了龙虎山的真人为算命，自己悄悄求那真人为自己和季寒则有算了一卦，说季令则近2年有一道坎，能走过去以后就是端康大道了，如果走不过去，后半辈子只怕会有些苦受，最好能季红热闹喧哗，独善其身的吃2年斋。他和季令则说这些交情还太淡，把信送出去的时候，他自己都苦笑着摇了摇头。谁知道没多久季家就和韩家推迟了婚期，又过了些日子，传出韩公子病重的消息，窦昭不由得松了口气。就在他以为季令则可能会守望寡的时候，季和韩家却突然很快就定下了婚期，季令则有以冲喜的形式嫁到了韩家。3个月之后，韩六公子病逝。窦昭听到消息的时候，整整1夜没有合眼，他写了封信安慰季令则。之后2人常有书信来往，季令则始终没有提及他冲喜的事，出于尊重，窦昭也没有问他当时的情况。这次既然来了京都，肯定是要去探望季令则的，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是住在季家还是住在韩家。他忙打住了思绪，待二太夫人等人阔气完，上前给父亲窦世英娶妻行了个服礼。窦世英久未见窦昭，显得很激动，拉着窦昭的手直问他一路上是否太平，平时在家都做些什么，崔姨奶奶身体可好，像拉不断丝的莲藕般说个不停。还是窦氏横笑着打断了窦世英，孩子刚到，有什么话等会再说，寿姑又不会跑。自己却问寿姑累不累，让你六伯母给您做壶柚子茶去火，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窦昭忙给窦氏横行了个礼，高声笑着喊了声六伯父，然后挽了六伯母的胳膊，朝窦正昌和窦德昌喊着11哥、12哥，像是季氏的女儿，有些无礼，却更显亲热，让季氏心乐滋滋，揽了窦昭的肩膀笑道：别听你六伯父的，来见见你五伯母。说着把他带到了武太太的面前。武太太没窦昭开口，已拉了窦昭的手笑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我们家四小姐长得可真是漂亮，不愧是在太夫人膝下长大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对着二太夫人说的。二太夫人呵呵笑，高兴地接受了儿媳妇的恭维。窦昭笑着屈膝行礼。武太太招了自己的2个儿媳妇和孙子孙女，来见见你的四妹妹。郭氏和蔡氏带着孩子和窦昭见礼。窦昭示意素心将早已准备好的见面拿出来，赏了者侄女郭氏见窦昭给女儿是对赤金的小小如意手镯，觉得太贵重了，有些不好意思的连声道谢。蔡氏则仔细地将窦昭赏给自己2个儿子玉佩打量了几眼，这才笑着道了谢。茶室还是和上一世一样的势力。窦昭在心里撇了撇嘴，上前给窦氏叔行了礼。窦氏叔微微地笑道：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一眨的功夫已经长成了大姑娘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语气颇为感慨。窦昭见窦氏叔已有些发福，两鬓也添几根银丝，心中平添些许的怅然。季氏又向窦昭引荐了韩氏。韩氏之前已和他照过面了，又知道窦昭如同季氏的养女般，待窦昭像小姑似的，恭敬中不失亲热，让人心生好感。窦世英就呵斥窦明：你姐姐来了，你也不上前去打个招呼。窦昭还以为他会闹别扭或是冷着脸，不曾想他却笑嘻嘻地上前给窦昭行了个礼，道：谁让我的年纪最小，辈分最低，我排到最后一个。
众人哄堂大笑，倒让窦世英显得有些粗糙。好在窦世英2个女儿向来都宠爱有加，无奈地笑了笑，教训了她几句听话之类的老生常谈，大家这才拥着二太夫人去了正房。窦昭被安排在了西厢房，素兰带着小丫鬟服侍窦昭的梳洗，素心则指挥着媳妇们从真定来的窦昭惯用之物摆上。被武太太安排在这边服侍的小丫鬟和粗使的婆子们看了不由啧舌，交头接耳地道：真定来的这位四小姐排场可真大了。有小丫鬟道：这算什么？听说五小姐的排场更大，屋子里除了平常服侍的，还有7、8个护卫，2个浆洗的婆子，2个灶上的媳妇，4个针线上的丫鬟。七老爷是所有老爷里最有钱的。有小丫鬟听着就算了算账，道：四小姐只带了4个护卫，4个丫鬟，2个粗使的婆子，的确没有五小姐的排场大。进来请窦昭吃饭的郭氏听了不由一声呵，都在这里胡说些什么，还不去帮把手？小丫鬟们一哄而散。听到动静，素心忙迎了上来，恭谨的行礼，称着六少奶奶。郭氏待人像和善，柔声问她：四妹妹梳洗好了没有？素心将郭氏让进了厅堂，笑着请她坐下，还没来等即倒茶，梳洗一新的窦昭走了出来。郭氏忙站了起来，道：四妹妹，二太夫人都到了，就等你去了，就可以开席了。窦昭笑着道谢，和郭氏去了摆饭的花厅。而此时的宋墨却闭目养神般地盘坐在仪制堂书房禅椅上，听着顾玉和他的管事乔安算账。到时候户部的5万两银子已经到账了，银子倒不愁，就是这样吃独食要不会紧。乔安显得有些担心。顾玉冷笑：这算什么吃独食？比起沈清来，我们可就差着远了。他连顾福夫的银子都不愿意出，让沿途的卫所帮着他运食料，我们连工部的那些主事都得亲自招待他们喝花酒。说到这里，他不由抱怨起来：汪清怀也太小心了。照我说，我们做的就是这5本的买卖，你就是在客气，没有了这关系，人家不会把你当个事，你就是在不客气，有了这层关系，他们也只能忍着。他一句话没有说完，宋墨突然睁开了眼睛，道：魏家有多少钱在我们这里？顾玉吓了一跳，定了定神，道：有2万的样子。宋墨又道：结给了他们多少银子？顾玉撇了撇嘴，道：张元明的媳妇心挺大的，第一次结算的时候，我照你的吩咐，把他们的本金还给了他，谁知道他却将本金退了回来，说是算在股本里，我想着也没多少，大不了我的那份里拨点给他就是了，也就没跟你提。这2万两银子包括了魏家的本金3000两银子。宋墨点头，淡淡地道：把这银子全给我扣下来，我说什么时候给他，你在什么时候给他们结算。顾玉张大了嘴巴，半晌才高声地说了声好乐，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高兴。宋墨低头喝了口茶，想起那天回来，严先生告诉他关于大相国时发生的事。王氏母女在大相寺众贵妇人面前诋毁窦昭的名声。宋墨之前早就怀疑窦昭和王氏不和，否则不论是什么理由，窦世英也不可能把失去了生母的嫡长女安置在老家，自己却带着季氏和季氏所生的女儿久居京都，却不曾想窦昭和王氏的关系竟然差到了不顾窦家声誉的地步。而更让他觉得奇怪的，却是魏廷珍的态度。窦昭是他未来的弟媳，他又是个护短的性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不仅没有为窦昭说话，而且王氏想拖他下水的时候，他还犹豫了片刻，这太不合常理。再联想到千佛寺里发生的事，他派人去查了扎窦为2家联姻的事。宋墨这才发现，窦昭虽自幼和魏廷瑜定了亲，早年间2家却很少走动，直到何道文为儿子求娶窦昭，这桩婚事才重新提及。尽管如此，老济宁侯去世之后，魏家还曾提出让窦昭100日之内嫁魏府，其中轻视与不屑已是显然而见。或者窦家之所以重提窦魏2家的联姻，是为了婉言拒绝何家的提亲，而魏家之所以答应这门亲事，则是因为早年与窦家约，无奈之下的形势所迫。这样，吉勇为什么看魏廷瑜不顺眼？魏廷珍为什么会任由窦昭受辱？张元明知道他摆平了千佛寺胡同之事后，为什么会积极地带魏廷瑜来找他，也就都解释得通了。王氏母女是心思歹毒，魏廷珍是用心险恶，以至于现在满京都的人都在传说窦家那位即将嫁入济宁侯府的4小姐性格乖张暴烈，没有一点容人之量，还没有出嫁就和继母撕破了脸。宋墨不禁觉得有些头痛，偏偏窦昭一心一意想要嫁到济宁侯府去，不然略施小计，让窦昭毫发无伤地退了这门亲事，又是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呢？问题是窦昭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想到这里，他倏地坐直了身子，高声喊着陈和道：你跟朝先生说一声，
我有事出去几天。如果长时间不待在一制堂，宋墨就会让颜朝卿想个借口应对宋宜春。陈和应声而去。宋墨脱了鞋子，吩咐松罗服侍更衣。他的衣服刚刚穿好，颜朝卿神色匆匆地走了进来。世子爷，他一手给宋墨行了个礼，神色有些异样地道：窦家四小姐一刻钟前随着窦家的太夫人进了京，如今住在窦家吴老爷的槐树胡同。你怎么不早说？宋墨愣住，继而面露薄晕。既然是随着长辈上京，不可能立说立走，肯定会有所准备，他们有人在侦定，应该早就得了消息才是。颜朝卿愧色地低下了头，低声道：窦有的几位夫人甚至是姨奶奶多次让四小姐进京，四小姐都以这个那个借口推脱了。这次窦家的人也对外称是窦阁老接了太夫人到京都去享福，我们还以为只是太夫人进京，没有注意。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想到宋墨刚从侦定回来就又要去侦定，因而没有仔细的打听。宋墨想了想，道：以后有关四小姐的事，就让杜维直接报到我这里来吧。颜朝卿一愣，顿时满脸涨得通红。杜维收集到什么情报，通常都会一式两份，一份给颜朝卿，一份洪宋墨。这原是蒋氏在时定下的规矩，为着是锻炼宋墨分析情况的能力，之后就成了规矩。蒋氏去世之后也一直没有变过。又因是有颜朝卿帮着把关，这些日子宋墨为了压阵宋宜春，又一直忙着走亲戚，杜维地上的东西也就没有仔细看。颜朝卿以为这是宋墨对自己的不满，忙嗫嚅地应了一声是。谁知道宋墨却沉吟道：四小姐的事是我自己的私事，不必再列入一制堂的事务之中。我会吩咐杜维，让他以后不必再向一制堂报四小姐的行踪了。颜朝卿心中一震，错愕地望着宋墨，喊了声世子爷，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宋墨和窦昭走得太近，一点好处也没有。可如果阻止宋墨，他想到宋墨到窦昭之后那罕有的好心情，又觉得开不了口能让宋墨开怀的事，从前很少，现在就更少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应了声是。宋墨生平第一次不愿去细想颜朝卿的那片刻犹豫，他让陈和把话传了下去。很快杜维就赶了过来，他说的还是颜朝卿的那些话，宋墨却依旧仔仔细细地问了个清楚明白，好像这样心里才踏实似的。而在槐树胡同的花厅被安排紧挨着太夫人坐下的窦昭心里却暗暗奇怪，他没有看见王映雪。王映雪是病了，还是出了什么事？用过午膳，窦昭挽着季氏的胳膊不放。武太太打趣，这可真像是闺女遇见了娘，无事都要哭3场。虽说她待窦昭有抚养之恩，可到底不是亲生的。窦昭不愿意跟着季氏来京都，季氏心里是有点点失落的。现在遇到了窦昭，窦昭那么理智的一个人，还在他面前撒着娇，怎不让季氏心疼？他揽了窦昭的肩膀，笑道：这就是我亲生的。窦昭也嘻嘻笑道：我晚上要和六伯母睡。刚刚牙牙学语的十堂兄窦继昌的长子人哥学着窦昭说话：我晚上要跟六伯母睡。众人哄堂大笑。二太夫人则忙抱了重孙子，满脸宠溺地笑道：好好好，今天晚上就让你跟着你四姑姑一起去你六叔祖母那里歇息。人哥听着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到处找自己的乳娘。我不跟四姑姑，我不跟四姑姑。四姑姑说成了444，又惹得大家一阵笑。窦明却始终板着个脸。站在他身边的韩氏不免劝他，大家正高兴着，你就是看在二太夫人的面子上，也不能这样由着性子来。或许是因为窦昭和六房的关系非常的好，六房来了京都，特别是韩氏嫁进来之后，窦明待韩氏特别的亲昵。韩氏刚刚嫁到窦家，有个小姑子在自己面前凑去，欢喜之余带几分感激，两人一来二去，也就越走越近，关系越来越好。我忍不住。窦明嘟挠着，脸上勉强露出了些许的笑意。韩氏暗暗摇头。窦明时常不自觉地和他说起窦昭，句句都有些尖酸，可在他看来，窦明与其说是对窦昭不满，不如事事妒忌窦昭，加之又听说了很多当年的心密，他更觉得窦明可怜了，因而对窦明就有种非同寻常的怜惜与忍让。晚上，窦昭歇在了季氏的屋里，两人靠在了床头说着踢集体，话题就渐渐地转到了王映雪的身上。季氏犹豫了片刻，想着就算自己不告诉窦昭，窦昭迟迟早早也会知道，遂把大相国寺发生的事告诉了窦昭。你父亲勃然大怒，写了信去质问王巡抚。你五伯父也气得够呛，把你五伯母劈头盖脸的数落了一通，责怪你五伯母没能阻止王家老太太和王映雪。说到这里，他苦笑道：你五伯母满腹的委屈没有地方说，偷偷哭了好几回，你父亲知道了，
还专程上门赔了个不是。这次太夫人来，你父亲也没有带王映雪过来，说是病了。你五伯母不问，我也不好多问，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窦昭听了，在心里冷笑道：七太太说我不是的时候，景国公世子夫人是怎么说的？季氏还以为窦昭是怕魏家的人偏听偏信，忙道你不有担心，景国公世子夫人什么也没有说。虽然有些担心，事后你五伯母亲自去拜访了景国公世子夫人。据你五伯母说，景国公世子夫人说自己当时只是太惊讶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想找王映雪理论的时候，王映雪母女已经提前走了。不仅没有相信王映雪他们说的事，还主动问说起你们的婚事，听那口气，这几天就会派人来商量了。以窦昭对王映雪和魏廷瑜的了解，他大致上已经猜到了两人的打算，只是有点奇怪魏廷瑜为什么会临阵倒戈。要知道魏廷真并不是个好说话的人，他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季氏也不便多说这些事，宽慰了窦昭几句，问起真定崔姨奶奶，把这件事岔开了。窦昭则找了个机会把这件事告诉了素心，并叮咐他，你尽快早点把这个事告诉陈先生，说我会想办法找到七太太和魏廷真勾结产害我的证据，也让他想办法注意一下景国公府的动态，他就可以趁机闹一场，然后以不堪受辱的名字正大光明的要求窦家长辈为他做主退亲。凭王映雪和魏廷真所作所为，不管是窦家还是魏家，都没有办法拒绝他的要求。王映雪和魏廷真可帮了他的大忙了。窦昭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事情要灵活机变，看来他来京都还来对了。吉永的日子却有些难过，千佛寺胡同的事他算计得好好的，却被宋墨搅了局。搅了局不说，他想散播魏廷瑜夜宿千佛寺，宋世子半夜捉奸的事，不仅被何玉阻止，还不依不饶地追问他，你到底要干什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吉永自己也有些迷惑起来。按道理，能遇到一个像宋墨这样棋逢对手的人，他应该想办法先收拾宋墨才对。可他却念念不忘如何让那个不堪一击的魏廷瑜出丑，至于他和宋墨的恩怨，反而倒成了次要，觉得如果碰到了，再斗一场就是；如果碰不到，等他把魏廷瑜摆平了，再腾出手来和宋墨分个胜负也不迟。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欺软怕硬起来？季永养躺在自家后花园大槐树下的竹榻上，望着头顶郁郁葱葱的枝叶发着呆。子尚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低声禀道：公子，翰林院的杨大人拜见。杨大人是指杨云霄。前些日子，吉永准备散布魏廷瑜的谣言，时常和杨云霄、陈志纪等人出去喝酒，走得很近。而些时，他听到杨云霄的名字，却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吩咐子尚，就说我被曾祖父禁足了，过些日子再去他府上拜会。子尚愁眉苦脸的去回了杨云霄。子熙走了过来，季永眉头紧锁，很是烦躁。又有什么事啊？子熙忙道，窦家四小姐随着窦家太夫人来了京都。你说什么？季永愕然，继而满心欢喜的一跃而起，真的吗？四妹妹来了京都？子熙也不由笑了起来，倒是真的。姑太太那边已经递了信过来，两家是姻亲，二太夫人来京都，按理吉永的母亲和伯母都应该过去问候。同理，季老太爷来京都的时候，窦氏叔和窦氏叔、窦氏英都曾来问安。永下了榻，道：走，我们去看看四妹妹去。然后也不等子熙应答，风一般的出了花园。韩氏得了消息，急得不得了，想了想，去了季老太爷院子。季老太爷正在书房里作画，羽毛都已有些零落的老鹰，目光却依旧锐利，利爪抓着脚下的山岩，神色依旧威武，有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壮。听了儿媳的哭诉，季老太爷放下手中笔，仔细地打量了几眼自己的画作，这才不急不慢地道：你说建明去找窦家四小姐了？是啊。韩氏擦了擦眼泪，哽咽道：他一听说窦家四小姐来了京都就跑了出去，拦都拦不住。姑太太也说了，窦家四小姐这次进京是要和魏家商量成亲之事的。建明这样没有点忌讳的乱跑，要是被魏家的人误会了，可就麻烦了。建明最多不过是被御史弹劾，时间一长，大家也就忘了。可窦家四小姐怎么办？老太爷，这次说什么您也得管一管了，不然真的要出大事了。然后道：您上次说建明的婚事您有安排，不知道您相中的是哪家的姑娘？脾气好不好？人品怎么样？建明也到了成亲的年纪，如果相看的好，不如今年年底就把建明的亲事办了吧。亲事不急，只要建明有本事，什么样的媳妇娶不到？季老太爷呵呵的笑，依旧是一副不以为然的口吻。建明有我和他伯父、父亲看着，能出什么事？
他表妹来了，他又曾在人家家里戒毒，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就算是御史，也不能因此而弹劾建明吧。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就算你信不过建明，建明的姑母你总该信得过吧。建明和四小姐之间如果有什么异样，不等你发现，只怕姑太太就找上了门，你不要想当然的捕风捉影，自己坏了自己儿子的名声。韩氏脸色通红，季老太爷就道：好了，安安心心干你自己的事去，这件事有我呢。韩氏只得无奈地退了下去。季老太爷若无其事，继续地画着画，在老鹰爪下的岩石上添了几根小草。吉勇飞快地赶到了槐树胡同，窦昭正和窦德昌说着话。令则现在是住在韩家还是季家？窦德昌奇道：我怎么知道？窦昭骇然。与前一事相比，季令则不过是推迟了婚期，怎么窦德昌就对他一无所知了？难道自己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季令则的命理，而且是让他向不好的方向转变？他顿时冷汗淋漓，面孔发白。窦德昌不明所以，正好有小丫鬟来禀，说季勇来探望季氏。窦德昌大喜过望，忙拉了季勇问：令则表妹现在是在哪里？季勇莫名其妙道：自然是在韩家。你为这个做什么？窦德昌忙指了窦昭，是四妹妹要问。那边窦昭已经定下神来，听说季勇来了，心里嘀咕着，正愁找不到个借口去见季勇。季勇自己跑上门来，季勇愤然道：韩家太不是东西了，明知那韩六快要死了，还派人来催嫁。祖父也是的，前一刻还说要推着，后一刻就答应了韩家的人。他正说着，门口就响起一阵咳嗽声。窦昭等人望过去，就看见窦正昌夫妻满脸尴尬地站在那里。吉勇冷笑，目光直直地望向窦正昌家的韩氏。韩氏红着脸去西行里喊了声表哥，道：是我们家老太太心痛六哥。打住！吉勇讥讽道：你们家现在的老太太是窦家的二太夫人，她老人家什么时候有那闲心去心痛韩老六？韩氏脸红的仿佛能滴下血。窦正昌则瞪着季勇道：建明，你不要鸡头里面挑骨头，维护着韩氏。韩氏感激地看了窦正昌一眼。窦德昌忙在一旁打圆场：季表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探望我娘？我娘刚刚去了武伯母那里，说是要商量明天陪太夫人去白云关游玩的事，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你先坐会。因为二太夫人的到来，六房的人平时都在槐树胡同。吉勇冷哼一声，大大咧咧地坐在了下来。窦昭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事情与自己知道的全都不相符。旁边服侍的素心见窦昭脸色很差，忙重新沏了杯热茶。窦昭喝了几口茶，脸色渐渐好转，起身对刚坐下的季勇道：季表哥，我有话问你，能和你单独到院子里说几句话吗？因有之前的事，窦正昌夫妻虽然有些奇怪，但窦正昌却以为窦昭是要问季令则的事。见窦昭和季勇出了门，低声向窦正昌夫妻解释着。尽管这样，望着一言不发，乖顺的跟在窦昭身后的季勇，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什么时候季家那个嚣张跋扈的季建明这么好说话了？窦昭自然不知道韩氏的心情，他院子里的石榴树下站定，问吉勇：仙佛寺胡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咦？吉勇睁大了眼睛，你怎么知道的？随即想到一种可能，像吃坏了肚子似的，顿时心识泛起了酸水。他不由道：没想到你还挺关心魏廷瑜的，派人了时时注意他的动静。既然如此，你还问我干什么？直接去问魏廷瑜好了，看看他怎么说了，再来找我质问也不迟。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德性？莫非还真的准备嫁他不成？窦昭望着口不择言的吉勇，气得不行，想到那次窦明的事，他指责自己因为窦明是妹妹，所以向着窦明说话的事，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缓了缓情绪，道：这么说来，你破坏济宁后的名声还有道理了。我破坏他的名声？吉勇扬了扬汗，不屑地道：在京都他有名声吗？要不是搭上了英国公世子宋墨，你以为满京都的勋贵谁会认识他呀？怎么又扯上了宋墨？窦昭颇为头痛。吉勇更是心中不快，兴致冲冲来看窦昭，结果一句话都没说，两人先吵上了，而且还是为了那个蟑螂一样的魏廷瑜。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窦昭劝着吉勇：你以后别这样了，做了好事有好事在，做了坏事也有坏事在，你是宁愿大家者喜欢你，还是都恨你？我想要是人人都恨我，睡觉都会不踏实吧？那他也得有那个本事让我睡不着才行。吉勇嗫嚅道，但到底没有拂袖而去。窦昭管耳。吉勇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冲着窦昭喂了一声，道：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来京都干什么的？
窦昭真心不希望季勇再插手了，万一又引起宋墨的注意，继而让宋墨看出点端倪，那可就糟糕了。他只好道：我仔细想过了，我迟迟早早要嫁人的，不如嫁了魏廷瑜，至少他老实可靠。你找个丈夫，难道老实可靠就行了？吉勇暴跳如雷，这样的男人天下一抓一大把，有什么好稀奇的？再说了，魏廷瑜是老实可靠还是懦弱无能？你睁大了眼睛看一看好不？你就是想嫁人，也不一定要嫁个像魏廷瑜这样的呀。你都不知道，他看到赵子舒那熊样，眼睛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住。世上有几个人能像你季勇这样的强悍？大家多是普通人。窦昭苦笑，季勇却把这当成了妥协。他拂袖而去，迎面碰到了听说季勇来了赶回来的季氏。见明，他笑盈盈地喊着侄儿，季勇却面无表情地和他擦肩而过。季氏摸不着头脑，问神色无奈地站在院子里的窦昭：他这又是怎么了？谁惹着他了？季勇觉得窦昭太让人生气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竟然连魏廷真那样的人都瞧得上眼，他还是那个敢和他叫板的窦昭吗？季勇既失望又失落地回到了玉桥胡同。正在书房里给自己的画作题诗的季老太爷突然停下笔，抬头问服侍了他几十年的随从季福：建明回来了没有？两鬓已有银丝的季福很是意外，笑道：我这就去看看。季老太爷嗯了一声，把最后一句写完，仔细地端详了片刻，露出满意的笑容。季福折了回来，笑道：建明少爷已经回来了，只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气呼呼的，谁和他说话也不搭理，关了门在屋里生闷气呢。哦。季老太爷挑了挑花白的眉毛，笑道：看样子窦家的小姑娘挺有主见，没有被他忽悠。窦家好歹也是读书人家，窦四小姐幼承庭训，这点见识还是应该有的。几福笑着给季老太爷面前快要干涸的砚台里加了几滴清水，挽着袖子帮季老太爷抹起墨来，要不然当初您老人家怎么会答应和窦家结亲家呢？季老太爷摇头道：你难道还不知道吗？能不被建明牵着鼻子走的人太少了。窦家的这位小姑娘不简单啊。几福笑道：再不简单，能比得上您亲自教出来的建明少爷吗？季老太爷闻言微愕，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季福道：你这马屁也拍了几十年了，偶尔也应该歇歇了。季福笑道：瞧你老说的，我可是从不拍马屁的，偏偏你总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他表情认真，逗得季老太爷再次哈哈大笑起来。季福就笑道：您有好些年都不曾夸过人了，要不要让少夫人请窦家太夫人来家里吃个便饭？窦家太夫人来了京都，照理我们应该好好款待一番才是。你心眼倒挺多的。季老太爷拿起笔来在砚台里蘸了蘸，道：太夫人肯定是要下个帖子的，至于窦家来些什么人，我们就不要管了。季福笑着应诺。而一至堂的宋墨听说吉勇怒气冲冲地出了槐树胡同，眉头不由一锁。窦昭和吉勇刚刚见面就不欢而散，看样子实质是为了千佛寺胡同的事。他吩咐杜维去查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用过午膳，杜维来回禀，说是为季家嫁入韩家的一位闺名令泽的小姐起了争执。宋墨很意外，怎么又冒出个韩季氏来？念头闪过，他听到杜维道：今天晌午，窦四小姐去了鼓楼下大的笔墨铺子，应该是陈渠水和段公义等人都跟了过来。宋墨思忖着，窦昭已在笔墨铺子的账房里坐定，段公义守在了账房的门口，陈渠水则和窦昭说着大相国寺的事。魏廷真得了信，立刻改了口风，匆匆忙忙回了景国公府。这件事就这样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了。我就一直奇怪了，七太太怎么突然像得了羊癫疯似的，无缘无故的对我发难？原来早和魏廷真商量好了，魏廷真帮着窦明说门好亲事，他帮着魏家找到退婚的理由。窦昭冷笑道：原来是因为千佛寺事发，魏廷真才临时改变了主意，让七太太摔了个大跟头。陈渠水颔首，可惜道：要不是季边修冒了出来，这桩婚事恐怕早就退了。是啊，季勇办事总是那么的直截了当，这也算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吧。窦昭苦笑，把和季勇不欢而散的事告诉我，只盼着他不要再插手这件事，不然会越帮越忙的。陈渠水听着窦昭话里有话，不由道：小姐可是有什么主意了吗？窦昭点头，那位兵部武选司正郎中的太太不是被王许氏抬起来摔了一跤吗？想必心中十分不满，如果能从他那里着手，把魏廷真的因七太太陷害我的事宣扬出去，好主意。陈渠水没等窦昭把话说话，已是眼睛一亮，道：这样一来，不管太夫人他们怎么想，
两家也不可能结亲了。又因为把责任推到了魏廷珍的身上，戚太太为了脱罪，肯定会想办法让那位郑太太咬着魏廷珍不放的。窦昭含笑点头道：而且我受了这样大的打击，从此心灰意冷，不再嫁人，于情于理，窦家的长辈也不能逼我吧？不错，不错。陈曲水府长，窦昭嘱咐陈曲水。所以这次千万要防着季勇和宋墨。季勇只做他认为对的事，宋墨出手必是雷霆万钧。我只想把婚退了，不想闹出人命案来。陈曲水很赞同窦昭的观点。上次是我大意了，件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就回了真定。这次有小姐坐镇，我亲自出马，定能将这门婚事退了。那就烦请陈先生多多费心了。窦昭交代了几句，见时候不早了，回了槐树胡同。窦世英在槐树胡同等他。他身上还穿着官服，可见是下了衙之后直接过来的。窦昭亲自给窦世英沏了杯茶。窦世英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仿佛有把他看个清楚明白，烙在心底似的，让窦昭十分的不自在。他只得道：爹爹找我可有什么事？没什么事。窦世英笑道：就是我们父女这些日子都没能好好说一句话，我特意来看看你。然后道：听说你去铺子里去了，那边的生意怎样？顺天府学一直照顾着你的笔墨铺子，看来那个范掌柜还有点真本事。窦昭不由暗暗庆幸窦家所有的产业都由三伯父打理。他岔开了话题，说起魏窦两家的婚事，我觉得太不顺利了，您不如请个师傅帮着好好看看，最后能挑几个好日子选一选。婚期如果能拖后，对他的计划比较有利。窦世英听皱眉道：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你放心，这件事我会给你做主的。王氏那边我肯定不会就这样轻轻的接过，这次他做的太过分了，爹爹也不要听风就是雨的。窦昭道：你总得听听戚太太是怎么说的才是，说不定这是一场误会呢，他还需要王映雪对付魏廷珍呢。王映雪要是出了事，他的计划岂不是又有改变？你不用帮他说话。窦世英目露愤然，从前的事都是我的错，他不愿大归，我从钱财上补偿他一些也是应该的，可这件事太让人心寒了。面对总是不合时宜的父亲，窦昭有些啼笑皆非。他忙道：爹爹有没有想过，戚太太服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在真定，他在京都，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我又要出嫁了，到时候更是一年四季也难得回娘家2趟，他这样做与自己有什么好处？窦氏呆了呆。窦昭柔声道：你别总听风就是雨，不妨和戚太太好好说说，到底是谁让他这么做的？窦明年纪也不小了，您总得给窦明留几分颜面。他记得上一世高明珠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的事，到了次年开春，王行仪为窦明挑选了个寒门出身的少年举人刘清卓为婿，4年后刘清卓中了进士。尽管他才华横溢，品行端方，对窦明一直很敬重，但窦明却始终对刘清卓不冷不热的，而且百般挑衅把刘清卓抚养成才的寡母。刘清卓因此痛苦不堪。他重生前，刘清卓正闹着要休妻，不过那时候王行仪已经是内阁大学士，而这一世他不过是个云南巡抚，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知道刘清卓这个人，刘清卓有没有可能成为窦明的夫婿。窦世英听了窦昭的暗示，果然认真的思索起来。这些年来他大门不出二门迈的，今年却说受了景国公世子夫人之邀要去大相国寺听佛法。他说着想到了魏廷珍，继而又想到之前魏家待窦昭的态度，脸色忽然变得有些难看起来，在心里琢磨着，难道是魏廷珍？他顿时坐不住了，心不在焉的和窦昭说了几句话，就起身告辞了。窦昭松了口气，只求季勇和宋墨2个不要再添乱。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的，他一直陪着太夫人逛京都城。窦明却跑了过来，指着窦昭的鼻子大嚷：你对爹爹说了些什么？爹爹要休了娘亲，这下你得意了。素心冷嗯一声。窦昭眼底闪过一丝惧意，随后像要掩饰什么般，变得更加趾高气扬。你可别忘了，你马上要嫁人了，继母因你被休，你也一样没脸，到时候我看看魏家还认不认你这媳妇。联姻是为结2家之好，到了窦家这个层面是不可能休妻的，最后把人圈禁在安堂里。窦昭根本不相信窦明的话，但他还是去见了二太夫人，并把窦明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二太，委屈地道：我这才来了几天，静安寺胡同的门朝哪里开都不知道，这件事就赖到了我的身上，我可不愿意受这样的委屈，您派人护送我回真定吧，我直接从直定嫁就是了。小姑娘家的，什么嫁不嫁的？二太夫人宠溺呵斥着她，这件事自有长辈做主，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以后再也不许说这样的话了。窦昭低低地应了一声，
二太夫人把窦明叫来，窦明已不是当年那个遇到二太夫人心里就先有了几分惬意的孩子了。窦世英花了大力气给他请的嬷嬷教会了他怎样成为一个符合大众期许的名门闺秀。他跪在二太人面前，哭得伤心欲绝。子不言负过，我母亲纵然再不对，我这个做女儿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辱。父亲一向怜惜姐姐自幼失性，姐姐又自幼跟着崔姨奶奶长大，我不求姐姐能帮母亲说句好话，可好歹也应该劝劝父亲才是。口我是个火爆的脾气，说起话来没个轻重，这是我的不是，可父亲每见了姐姐就要和母亲闹一场，姐姐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姐姐到了京都，既然不去拜见母亲，又不去给外祖母请安，她说着，眼泪婆娑地望向了二太夫人。老祖宗，我从小您总告诉我要守规矩，您说这可合规矩？窦昭在旁边听着，心情复杂。王映雪是他的继母，王许氏也就是他的外祖母，按理他应该去磕头请安，而二太夫人一心一意要打王许氏的脸，自然不会让他去给王许氏和王映雪问安的。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把握，窦昭也不会跟着二太夫人住到槐树胡同了。可看着窦明懂得了利用崔姨奶奶来激怒二太夫人，懂得了用和不合规矩的话转移二太夫人的视线，他心里隐隐又有些安心。至少窦明知道了怎样用脑子，不再是那个受到打击就只会大嚷大叫或是要躲到王许氏、王映雪怀里的任性孩子。这对于他以后要走的路会轻松很多。二太夫人果然气势微弱，没有开口训斥窦明，可碍着身份地位，也不好和一个小辈辩解。柳嬷嬷见机，笑着上前几步走到了窦明的身边，一面弯了腰去携他，一面道：五小姐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您还是在太夫人炕上学会的走路，手心是肉，手背难道就不肉？太夫人疼爱四小姐，也一样疼爱五小姐。正是五小姐说的，子不言负过，有些事太夫人才不好跟你们这些小辈说罢了。要不然你姐姐没去给你外祖母问安，你外祖母为何却毫无怨言？又道五小姐如今也大了，遇事也要多想想才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以窦明的年纪，虽然懂得这样那样的道理，但让他们控制情绪却有难。他含怒而来，可当窦昭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时，他不由在心里暗暗叫了声糟糕。苦苦思索之下，这才想了个脱身之计。柳嬷嬷来栓，他略一迟疑，就抽泣着站了起来。二太夫人想以窦世英给窦家惹的麻烦，顿时有些怏然，失去了管束的。他挥了挥，对窦明道：你母亲的事我会跟你爹爹说的，你先回去吧，好好的跟着嬷嬷学规矩，不让你父母再为您操心了。说的窦明好像顽劣不堪似的。窦明不由咬了咬唇，但想这么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在窦昭面前全身而退，还是忍不住以挑衅的目光瞅了窦昭一眼，这才跟着柳嬷嬷退一下去。窦昭并不在意窦明对自己的态度，窦明没办法指使窦家的管事、护卫，就像被剪了爪子的猫，再凶狠也没有杀伤力。他看出二太夫人的倦意，说了几句还请太夫人劝劝我父亲不要再闹腾的话，就退了下去。过了2天，太夫人才把这件事告诉窦世书。窦世书立刻找了窦世英过来说话。窦世英余怒未消，对着自己十分的信赖的堂兄，心里的话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全倒了出来。王映雪虽然糊涂，可那魏家的大姑奶奶更可恨，竟然诱导着王映雪羞辱受姑。他们家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不满意这桩婚事，当初就明说好了。何家也户不错的人家，现在倒好，受姑苦苦等了魏家3年，眼看着要婚期在即，魏家却生出这样的歪心思来，以至于受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白白让魏家拿捏。窦世书闻言面色凝重，王氏的话可信吗？他话里透露出来的怀疑让窦世英脸色通红，他不禁低了头，喃喃地道：我仔细审过王氏身边的人了，他没有说谎。而且这些日子除了魏氏，没有第二个人来家里拜访，王氏被拘在家里好些日子了，不可能突然间想到这桩事。他也说了，是因为魏氏答应帮明姐说门好亲事，头里头摇，他不好拒绝魏氏，这才答应的。窦世书自从入阁之后，公务繁忙，应酬也多，连自家儿女的事都全交给了武太太，更不要说是堂弟次女的婚事了。明姐的婚事怎么了？他道：不顺利吗？窦世英低声道：也不是不顺利，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魏氏说的那户人家是长兴侯石瑞兰的侄儿。窦世书眉头微蹙，道：将相本无种，只要孩子有本事，万贯的家业也能赚来。如果孩子品行不端，金山银山也会挥霍一空。我们这样的人家，还是找个读书的女婿比较好。当初我之所以反对受姑嫁到济宁侯府去，也是这个道理。他说完，想了想，
道：“我看这样好了，我跟辅之说一声，让他帮着关心关心，给明姐儿找个品行端正、家风清白的读书人家。”辅之是他的亲家蔡璧的表字。蔡璧八面玲珑，长袖善绣，称号知己满天下，有他出面帮着做媒，肯定会事半功倍。窦世英忙向窦氏书道谢，气虽消了一半，却并不准备就这样放过魏佳怡受姑，这还没有嫁过去呢，魏家就敢打这样的主意，这样是嫁过去了，还不得被魏家吃的骨头都不剩。他第一次认识思考子嗣的事，而魏廷瑜在张明远带着他匆匆地找宋墨帮着善后，就知道了姐姐的打算。他把魏廷珍好好的埋怨了一番，又对母亲田氏道：“我不愿退亲，窦家四小姐很好，人长得漂亮，又是从小定下来的亲事，断色没有随随便便就退亲的道理。”田氏对这件事本来就心中不安，婚没退成，他反倒松了口气，见儿子不愿意退亲，就更不想勉强了，找了魏廷珍来劝。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你弟弟他不愿意退亲。魏廷珍怒其不争，却被张元明训斥了一顿。窦家五爷现在贵为阁老，进士举人就有好几个，以后只会越来越显赫，就算是嫁妆少一点，又有什么打紧的？靠着这棵大树，你还怕济宁侯府没有好日子过？你不要鼠目寸光，只盯着脚尖过日子。相克这样的借口是用不成了，而且已经起了窦家五太太的警觉，想从这方面着手退亲是不可能了。而且母亲和弟弟还不领情，魏廷珍也有些潸然起来。可嫁妆也太少了些，他又不甘心地嘀咕了两句：“你怎么在这件事上犯起糊涂来？”张元明道：“长兴侯家算得上是家大业大了吧？可你看他们家的小姐出阁，宫中一例出3000两银子，多的一分也没有，这还得算上嫁妆和婚宴的开销。你再看年前江南巨贾胡氏嫁女儿，仅陪嫁的银子就有5万两，嫁妆多少？不看门第高低，而是看父母对孩子的疼爱。”魏廷珍潸然不再说什么。魏廷瑜就寻思着要不要上门给窦世英赔个不是，可一想到姐姐所做的事，他又有点胆怯，这样一来二去的，却等到了窦昭进京的消息。他再也坐不住了，提了上好的茶叶酒，登门拜访。窦世英正在气头上，根本没有见魏廷瑜。魏廷瑜迥然地离开了静安寺胡同。田氏则劝他：“到时候我们重重的备下聘礼，给寿姑一个体面就是了。重重的准备聘礼，得银子才行啊。”魏廷瑜想到了顾玉一直没有给他结算的2万两银子，又出了门。顾玉的小厮却道：“我们家公子和延安侯世子去子开封，几年后过些日子再来找公子吧。”魏廷瑜又去了2趟，都没有见站人。他没有办法，去了英国公府求宋墨，还请世子爷给顾公子递个话。宋墨沉默了半晌，道：“这么说来，婚期定下了。”魏廷瑜赧然道：“就是这几天的事了。”宋墨哦了一声，道：“你放心吧，这件事我会跟顾玉说的。”语气与平时相比，明显的有些兴味阑珊。魏廷瑜不解，京都早就传开了，英国公想续弦，略有家底的，碍着宋墨不愿将女儿嫁过来，想攀龙附凤的，英国公又瞧不上眼，以至于满京都城，英国公竟然找不到一门合适的亲事。宋墨顺风顺水的，应该过得很惬意才是，怎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不过他自己还有一堆的心事，没心情关心这些口。魏廷瑜和宋墨闲聊了几句，就起身告辞了。顾玉的确是去了开封府。宋墨吩咐自己的账房霍礼：“你准备2万两银子，过2天我要用。”霍礼开始还怕宋墨的收入不足以应付一制堂的开支，没想到宋墨的办法挺多，一制堂不仅比从前宽裕，而且还颇有结余。他也知道宋墨有些开销是见不得光的，因而恭谨地道：“是准现银，还是准备银票？”“准备银票吧。”宋墨落寞地道：“到时候你交给陈和就行了。”霍礼应声退下。宋墨望着大朵大朵的凌霄花，心乱如麻。玉桥胡同的季勇也心乱如麻。自从和窦昭不欢而散后，他翻来覆去，总也睡不好。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窦昭嫁给魏廷瑜那个模样猥琐、才学品行一无可取的家伙不成？吉勇从床上一跃而起，高声喊着呼上，道：“我要去看猫胡同探望姑母。”子上打着哈欠的嘴巴久久没办法合拢，望了望窗棍，道：“公子，京都宵禁，是不是等到天明以后再去？”吉勇这才惊觉得自己失言，他冷哼一声，掩饰着自己的失言，板着脸道：“我当然知道现在是半夜3更，我是说明天去猫胡同探望姑母。可明天早上您要去衙门啊？”可这话子上却不敢说，在心里嘀咕了几声，再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服侍季勇去了翰林院，刚想找个地方打个盹，季勇大步走了出来，道：“我们去猫胡同。”
子尚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带吉勇坐上马车，他跳上了车辕，吩咐车夫去了猫胡同。六太太刚刚送了窦世恒出门，见吉勇一大早的就赶了过来，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没什么事。吉勇道，想着明天要去房师那里，得找本前朝沈西所著的轩辕农氏，怎么也没有找到。我记得在姑父这里看到过一本，姑母您帮我找找。季氏忙叫了窦正昌、窦德昌兄弟帮着找书，三个人忙活了半天，也没看见那本书的影子。季勇嘟囔道，难道是在七叔家看到的？也有可能。窦正昌负责对照藏书册，窦德昌负责找书，累得瘫坐在禅椅上，道，四妹妹最喜欢看这类的书，七叔父有时候在旧书摊上淘到了，必定会写下送到真定去。只是不知道你说的那本书现在是在真定还是在七叔父府上。窦正昌忙道，我陪你去吧。自从季令泽的事之后，吉勇对自己的外家韩氏很瞧不起，连带着对自己的表姐韩氏也没什么好脸色。窦正昌不想韩氏尴尬，借此想缓和与季勇的关系。吉勇好像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拉着窦正昌就去了静安寺胡同。窦世英不在家，王映雪据说身体不适，去了窦家在宛平的田庄小住。高升出面招待吉勇和窦正昌，也没别的什么事，就是来找本书。窦正昌对窦世英身边这位大总管还是比较客气的。高升恭敬地把窦正昌和季勇领到了窦世英藏书的厢房，又安排了2个机敏的小厮在身边服侍。吉勇在那里胡乱翻了会书，道，我去外面透透气，显得心浮气躁的。窦正昌了一声，继续低头找书。吉勇则拉了个小厮问清楚了窦明的住处，大大咧咧直接闯了进去。窦明正在给自己的琵琶调弦，看见季勇，吓得跳了起来。你怎么跑了进来？说话间，几连退5、6步，贴在了身后的花窗上，高声喊着来人。季勇嗤的一声，脸上满是讥讽之色。我忘了，你看见一男一女在一起，就觉得别人是有私情的。他说着，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窦明，怎么，轮到你自己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窦明一口气没有上来，声音被憋在了嗓子眼里。吉勇就瞥了他一眼，一面起身朝外走，一面吩咐窦明，过来，我有话跟你说。他傅仙尊降贵的口吻，气得窦明脸色发白，可一想到莫二姑那绿豆似的小眼睛，他就心底发寒，咬着嘴唇跟在了季勇的身后。吉勇在院子中间站定，这样一来，窦明屋里服侍的人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可谁想听他在说什么，却没有办法靠近。他低声的在窦明耳边说了几句话，你说什么？窦明跳了起来，惊骇地望着季勇，表情有些呆滞。你听得没错。季勇冷冷地道，只要你帮我办成了这件事，你我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不然2笔账一块算，可就不是把人卖到烟花之地这么简单了。窦明不由打了个寒战，看着季勇的目光闪过一缕的恨意，狠狠地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声音嘶哑，好像很激动，又像很害怕。你不用知道。季勇轻蔑地瞥了窦明一眼，冷冷地道，你只要把我交代的事做好就行了。窦明垂下了眼脸，神色晦涩难明。吉勇扬长而去。窦昭很快就知道吉勇和窦明单独碰过面了，他很担心，对陈曲水道，这2个人，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是绝对走不到一块的，2个凑在一起，事情绝对不简单。既然怎么也探听不到吉勇和窦明说了些什么，那就只能紧盯着2个人了。陈曲水微微合手，魏廷瑜再次提了贵重的礼品登门拜访，窦世英依旧没见他。魏廷瑜站在窦家花厅的中台阶上，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眼看着就要立冬了，婚事再不定下来，那就只有等到明年春天。有钱没钱，娶个媳妇回家好过年。今年是他除服后的第1个春节，家里除了他就是母亲，如果窦昭能早点过门，母亲也有个作伴的，大年初走亲串也热闹些。怎样才能让岳父消气呢？魏廷瑜思忖着，身后传来一阵银铃般的欢快的笑容。他回过头去，看见个秋药般风姿绰约的女孩子，穿了件桃红色的列子，油绿色的香裙，眉目如画，仿佛早春含苞待放的一朵桃花，让他眼睛一亮。您是济宁侯吧？女孩子主动地和他打招呼，我在家里排行第5。她的眼睛忽闪忽闪的，让人觉得很聪明。我父亲为难您，您有没有觉得很委屈？原来她是窦家的5小姐。魏廷瑜连连摇头，窦明却不待他说话，挤道，古有3顾茅庐，你这才来第2次，还早着呢。魏廷瑜大喜过望，忙道，多谢5小姐指点。窦明抿着嘴笑了笑，在一群丫鬟簇拥着和魏廷瑜擦肩而过。第3次，窦世英终于在花厅里见了他，虽然只是短短的2句话客气的话，
但八让魏廷瑜长长的松了口气。走出窦世英的书房，他又遇见了窦明。一群丫鬟婆子簇拥着他，正往书房里去。窦明朝他眨着眼睛，他拱手作揖，做出感激涕零状。窦明抿了嘴笑，魏廷瑜善然地摸了摸头，两人再次擦肩而过。魏廷瑜得了窦世英的2句话，觉得这件事巴金过去了，遂去了景国公府，让魏廷真帮他请媒人和窦家商量婚期。魏廷真知道弟弟刚去了静安寺朝童，忙道：窦大人怎么说？魏廷瑜笑道：也没什么，就是说了些百年修的同船渡，以后的日子还长着，要学会彼此尊重的过日子之类的话。魏廷真皱眉：没有提嫁妆的事吗？这不是媒人的事吗？魏廷瑜奇道：我提不太合适吧。魏廷真气结：窦昭年纪几经不小了，魏家有退亲的意思。窦世英生气，谱也摆了，不是应该说些嫁妆什么的，补偿一下魏家吗？他看着弟弟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懒得跟他多说，跟母亲田氏商量后，请了延安侯夫人帮忙，带着官媒去窦家商量成亲的日子。媒人则是延安侯和景国公府的二爷张继明。窦世英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心里隐隐为长女可惜，怎么就嫁了个这么不搭调的？又埋怨起来赵古秋来过早的为女儿定下了这门亲事。他对己氏道：婚期不急，我请了钦天监的帮着看日子，等那边回了信再说。窦昭出嫁，窦世英一早就请了季氏帮着主持。窦家请着说媒的是蔡璧的太太，媒人是杨森和蔡璧。杨森和窦氏叔的私交很好，季氏和蔡太太商量，我们家七老爷的意思，等钦天监的日子出来了再说。这样也好。蔡太太和丈夫一样，也是个热衷于权势之人，窦家有喜事，她很乐于两边递话。魏家就等着窦家选的日子，这一等就等到了立冬。魏廷瑜急起来，魏廷真则恍然大悟，感情人家根本就没忘记当初的事。他顿时恼羞成怒，道：他们不是让我们等着吗？我们等着好了，然后就是腊八。窦昭的计策奏了效，满京都人都在传魏家不满意窦家这门亲事，要退亲。窦家四小姐来京都快半年了，婚期都没有定下来，就是证明。而当事人通常都是最后一个听到消息的。窦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是春节。武太太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差点闭过气去。大风大雪的，她站垂花门口，一直等到了亥时，才等到了大年夜进宫陪皇共庆佳节。初一一大早还要上朝给皇上恭贺新春，然后主持了一系列打春牛等庆典的窦氏书。疲惫不堪的窦氏书揉了揉太阳穴，道：明天一早我就请了七弟过来说话。武太太心中稍安，二太夫人却不屑地道：她那个性子，说了等于没说。武太太和窦世英并没有什么接触，闻言心弦又绷了起来。她请二太夫人拿主意。二太夫人叹气道：要是别的事还能和寿姑商量，这件事只能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可若是让京都的人这样说，窦家还有什么脸面可言？总得做点事挽回一下窦家的声誉吧。武太太默然。天寒地冻，窦昭和窦世英在窦世英的书房里烤红薯吃，红彤彤的火光映在窦昭的脸上，平日爽朗的面庞此时显得有些忧郁。窦世英用火钳拨了拨银霜炭，笑道：怎么了？兴冲冲地跟着我跑了回来，又样样不乐的，是不是觉得家里不好玩？你也别怪明姐，她就是这个性子，你就当是陪我好了。因有二太夫人在，大年30，他们在槐树胡同吃的年夜饭，又一起守岁，听了京都9981寺的报春钟声之后，这才打道回府。窦明却打着哈欠说太累，回房歇息去了，把窦昭撇在了垂花门口。窦世英就拉了窦昭到书房里烤红薯，还美其名曰你小的时候，我常常和你在书房里烤红薯。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他的记忆出了问题。窦昭在心里暗暗嘟囔着，长长的叹了口气，道：我在想我们家和魏家的婚事。窦世英拿着火钳的手一僵，表情也多了几分凝重，道：你都听说了些什么？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女儿不可能完全不知道，但如果说槐树胡同的人把什么都跟窦昭说了，以五嫂治家之言，那也是不可能的。窦昭正色地望着窦世英：我听说魏家要退亲。胡说八道。没等他的话说话，窦世英已沉着脸呵斥一声：是谁告诉你的？前几天魏家还请了平安侯夫人来商量婚期，不过是没有挑到好日子，这事就一直拖了下来。爹爹何必骗我？窦昭冷静地道：七太太去了哪里？就算是生病，这大过年的也应该接回来吃顿团圆饭才是。王家前些日子来送年节礼，派来的人怎么问也没问七太太一声。爹爹不要以为我还是个7、8岁不懂事的孩子，这事就一直拖了下来。爹爹何必骗我？窦昭冷静地道：七太太去了哪里？就算是生病，这大过年的也应该接回来吃顿团圆饭才是。王家前些日子来送年节礼，派来的人怎么问也没问七太太一声。爹爹不要以为我还是个7、8岁不懂事的孩子，
窦世英哑然。窦昭趁机道：我也不想嫁入魏家。窦世英大惊失色，那怎么能行？我不过是气魏家对你不敬而已，魏家又没有大错，就算是有些异样的心思，那也是景国公世子夫人从中捣乱，与济宁侯府有何关系？济宁后又三番两次的来家里道歉，你不要听那些妇人怂恿，两家结亲，哪怕是得意亲家，也会为了嫁妆彩礼之类的事有些不快的，哪有说不拢就退亲的道理？你不要胡思乱想，这些都是爹爹的事，你到时候只管高高兴兴的嫁过去就行了。对了，你出嫁的时候是喜欢让11背你还是12背你？又后悔，如果你有个兄弟就好了。窦昭才不会被窦世英乱了思绪，他笑道：人家蔡大人年过4旬，还给石嫂添了个弟弟，你现在给我添个弟弟也不迟啊。然后道：爹爹也不要岔开话题，我是真心不想嫁给魏家。窦世英听着急了起来。窦昭忙道：爹爹您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窦世英微愣。窦昭已道：我仔细想过我和魏家的亲事，总觉得倒和他们家没有缘分。早些年老济宁侯在世，对我们家冷冷淡淡的，我们家也没有把这件事当个事，直到我13岁，两家的婚事也没有个说法。后来何家来提亲，我们家不想卷入何家兄弟的纠纷中去，这才拿了魏家的亲事做借口，魏家惹着情面，勉强答应了。结果老济宁侯去世了，好不容易济宁侯除了福，我也守了3年。如果拨云见日，终于到了商量婚期的时候，却又传出魏家要退亲的谣言，这一波3折的，我就想起您从前说过的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不强求。或许我就是嫁到了魏家，日子也会过得很艰难。既是如此，又何必强求，毁了自己的一生？要知道，说出这话可是魏家的大姑奶奶，济宁侯府又是向以这位大姑奶奶马首是瞻的。窦世英知道女儿说的是实话，可退亲，他还是犹豫道：话虽如此，可这日子也是人过出来的，嫁到谁家没有个矛盾的。魏家的大姑奶奶是有些不靠谱，可毕竟是嫁出去的人，济宁后是独子，又已经成了绝，没有手足萧墙，妯娌之争，比起那些高门大户，已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你要往好里想才是。两世为人，窦昭当然不会天真认为仅凭自己的一席话就能让打动父亲出面帮他和魏家退亲，要不然他又何必以柔克责，从魏廷真身上下手呢？在父亲和长辈们的眼里，魏廷瑜不成才，好难封，甚至是没有成亲就整出个庶长子来，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错，要紧的是对与窦家结亲重视不重视，对自己这个结发妻子敬重不敬重。所以只要魏廷瑜表现出浪子回头的诚意，打发了娈童和小妾，低眉顺目的上门道歉，给足了窦家面子，这门亲事就还得将就。这也是为什么窦昭怕季勇插手的原因。季勇看重个人的感受，他计策往往以人为根本，这是帝王之术，也是臣子之术。因为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立刻改变格局，所以他能算无遗漏。可这婚姻之中，女子的感受从来都不是阻碍联姻的重要因素，让他对魏廷瑜反应没有任何作用。窦昭暗暗摇头。季勇虽然只和窦明说过一句话，可以季勇的能力，以窦明对他的忌惮，只怕这一句话就足以改变窦明的态度。他到底要窦明干什么呢？季勇善自人心，自己应该从这方面去想才是。那窦明最渴望的又是什么呢？打倒自己。窦昭心中一震，难道季勇让窦明去因魏廷瑜？他暗叫一声糟糕。如果真是这样，魏廷真也承受不了这个丑闻，窦魏两家只可能联手把这桩丑事压下去，尽早安排他和魏廷瑜的婚事。这个混蛋就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窦昭要窦世英给他许诺，魏廷真如果不亲自登门道歉，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把我嫁过去。抬头嫁女儿，低头娶媳妇。这个时候他们魏家都不低头，我要是嫁过去了，还能有个好日子。只要女儿不吵着有退亲什么的，窦世英都好说，何况窦昭和他想到一起去了，他连连点头，笑道：你以为爹爹是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啊？就算是懂，恐怕也懂得有限吧。窦昭嘻嘻的笑，和父亲吃着红薯，陪着他聊了会天，直到一放未眠的父亲神色间露出些许的疲惫，他这才起身告辞。窦世英送他到了大门口，叮嘱他注意添减衣裳，让他没事就回来玩。窦昭眼眶一湿，强露出个笑脸，和父亲挥手作别。马车拐到了鼓楼下大街，陈曲水上了马车。窦昭把自己担心告诉了他。陈曲水瞠目结舌，半晌才道：不会吧，五小姐应该也没这么糊涂吧？一旦事发，她恐怕处境堪忧。她要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就不是现在的窦明了。
窦昭道：“你一定要安排得力的人注意他的动向，免得闹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来。”我知道了。陈曲水郑重地点了点头。窦昭问他，那边的事进行得如何了？既然知道父亲不可能为了他出面，他自然还有其他的安排。他之所和父亲谈心，是希望做个铺垫，事到临头，父亲不要太慌乱。陈曲水笑道：“进行得很顺利，武太太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了。”窦昭微微点头。只有让窦家下不了台，窦家才可能会一怒之下和魏家解释婚约。汪家和华家说亲的时候，他让陈曲水收买了汪清怀身边的一个婆子帮着传话。汪清怀果然派了梯级的人去魏州仔细地打探了华家长子的底细，发现华家的长子虽然女色上很干净，脾气却十分的暴虐，动辄就打伤打残人，甚至连自己的乳娘一言不合都打得瘫痪在床。他怎么会同意自己的胞妹嫁给这样一个人？以汪清怀在汪家的影响力，这件事自然也就黄了。窦昭在买通平安侯夫人身边的一个婆子，装着说漏嘴的样子，向魏廷珍身边的人抱怨汪家相中的实际上是济宁侯，只可惜晚了一步，济宁侯已经定了亲，夫人左挑右选，看来看去没有一个能和济宁侯相提并论的。联想到汪家刚刚拒绝了华家，魏廷珍肯定会心动。只要他有所举动，窦昭就让人在武太太耳边嘀咕，说魏家早和汪家商量好了，只等和窦家退了亲就和汪家结亲。因之前魏家要和窦家退亲的消息传得人尽皆知之事，窦家才听到只言片语。武太太在听到魏家要和汪家结亲的传言，就会想当然的以为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不过瞒着窦家的人罢了。窦家受了这样的羞辱，难道还会自己到处嚷嚷不成？这样一来，不管魏汪两家的亲事最后成不成，对汪清源都没有什么伤害，窦昭也达到了退亲的目的。只是没想到和魏家会请了延安侯夫人帮着说媒。前一世魏家请的景国公府二爷张继明的妻子，或者是因为这一世窦氏输入了阁，说媒人的身份也跟着水涨船高了吧，那就只好委屈廷安侯夫人了。明明知道窦魏两家要订婚期了，就算是遗憾女儿和魏廷瑜没有缘分，他也不可能说出只要魏窦两家退亲就把女儿嫁给魏廷瑜的话来的。但汪清源不用嫁给华家的长子，也算是一种补偿吧。窦昭思忖着回了槐树胡同。二太夫人由六太太季氏陪着，正和武伯父的两个儿媳妇郭氏、蔡氏和窦正昌的媳妇韩氏打叶子牌。看见窦昭进来，六太太忙起身，笑着朝着他直招手：“快过来，给你叔祖母看看牌。”二太夫人的眼神不好，打牌的时候必须得有个人站在她身后，巧声的帮她报牌，然后在关键的时候帮她打几把。窦昭知道这几年季氏的眼神也不太好了，想必像这样帮太夫人看牌，对季氏也是件吃力的事。他笑盈盈地坐到了太夫人身边，太夫人就和窦昭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郭氏几个则在旁边听着。见到你父亲了。见到了。怎么没在家里多待一会？翰林院里的几个后辈来拜访父亲，邀了父亲一起去静安寺听主持讲经，我就先回来了。二太夫人点头。窦昭忙指了桌上的牌，叔祖母孔乙乙，然后帮二太夫人抽了一张孔，一张乙丢在了牌桌上。蔡氏则乖巧地在二太夫人面前凑去。还是四妹妹眼明手快，我们想讨老祖宗一个巧都讨不着了。二太夫人呵呵地笑。大家的注意力终于放到了牌桌上。待到要用晚膳的时候，窦昭帮二太夫人赢了10几两银子。蔡氏挽了窦昭的胳膊，没想到四妹妹还是个高手，帮着老祖宗把我们的银子都赢了去。就你皮，不过几天的功夫，太夫人就喜欢上了这个活泼的孙媳妇，说起话来既亲昵又随和。季氏和韩氏都笑了起来。郭氏不由得眼神一暗。武太太走了进来。娘，您看晚膳摆在什么地方？二太夫住进槐树胡同之后，不管多忙，武太太都坚持晨昏定省，服侍太夫人用膳，恪守媳妇的本分，让太夫人非常的满意，也因此对武太太十分的宽和，免了武太太服侍用膳，武太太却十分的坚持，最后改为了只服侍晚膳。为此，太夫人不止一次的叮嘱窦氏叔要对武太太好一点。武太太今天的脸色有点难看，笑容也很勉强。窦昭猜她正为魏家要退亲的谣言烦恼。她虽不是窦家宗妇，但在京都，窦氏叔的官做得最大，妻贫夫贵的同时，也有责任和义务，这件事就落在了他的头上。窦昭就找了一个机会吩咐素心：“你去季公子说一声，我有话跟他说，让他有空就过来一趟。”心里不免感慨，在真定的时候，虽然上面有很多的长辈，但他和祖母住在西窦，有什么事大家都来禀了他，他一言九鼎，什么事都能自己说了算数。
来了京都。虽然上面的长辈少了，但他却住进了槐树胡同，有什么事大家或禀了窦氏叔，或禀了武太太，再不济也会禀了六太太，没他什么事，就算想见见陈先生也变得很不方便，更不要说见季勇了。说起来还是真定好啊，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季勇过了5、6天才来见他。这个时候武太太已经听说了魏廷真相中庭安侯府小姐的消息，正气的和六太太关了门相对策。季勇大大咧咧地坐在了炕边的太师椅上，问窦昭：你找我干什么？不会是想跟我说要和魏廷瑜退亲吧？语气里带着几分嘲讽。看样子季勇对自己坚持嫁给魏廷瑜还是梗含混场。窦昭问他：你让窦明帮你干什么？季勇微微一愣，道：你知道了。然后有些好奇地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窦明被你捉住了小辫子。又叹道：我就知道窦明靠不住，没想到这么快他就露馅了。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窦昭静静地盯着他的眼睛，不说话。季勇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起来，大声地道：好了好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不就是想知道我让窦明干了些什么吗？我告诉你就是了。我看着魏廷瑜那小子没什么定力，就让窦明哄魏廷瑜陪他去逛大相国寺。说来说去还是要造成窦明和魏廷瑜私相授予的样子。窦昭不由闭上了眼睛，好一会才平复了情绪，问他：然后呢？什么？季勇有片刻的狐疑，但很快就反应过来，笑道：不过是想看看魏廷瑜会不会上当罢了。窦昭望着他的眼睛，打断了他的话：我以为你会尊重我的决定。季勇的声音戛然而止，不以为意的嬉笑渐渐褪去，露出些许的凝重。或者你是不相信我的判断？窦昭继续道：所以我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只要你认为是错的，你都会想办法帮我去纠正，直到我按照你的愿意行事为止。不是这样的。季勇下意识地想去反驳，可话到了嘴边，他又觉得不管自己怎样辩解，好像显得不够铿锵有力似的。季表哥，窦昭真诚地凝望着他，我希望你能对我多一点信心，不要再插手我的婚事了。如果我需要你帮忙，会向你求助的。他说着，嘴角微翘地朝着季勇笑了笑。季勇笑不出来，生平第一次，他觉得好像有块大石压在他的心上般，让他喘不过气来。外面突然传来了阵喧哗声，这里是窦家的内院，怎么会有这样的响动？窦昭眉头微蹙，素心慌慌忙忙地跑了进来，也顾不得季勇在旁边，急急地道：不好了，武小姐要和济宁侯去游大相国寺，被高总管发现，堵在了大门口。虽然知道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可事到临头，亲耳听见，还是让窦昭脸色一变。窦明是有意闹出这么大动静的吧？如果和魏廷瑜去同游大相国寺，不仅他的名字完了，就是窦家的名声也完了。二太夫人是不会放过他的，可他要是没能和魏廷瑜同游大相国寺，又没办法向季勇交代。只有这样，最好既堵住了季勇的嘴，又不至于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他看了季勇一眼，季勇的脸色非常之难看。他认为浅薄无知的窦明，认为只有一下唬就会乖乖就范的窦明，却在关键的时候摆了他一道，而且还是完全遵照他的要求行事，让他挑不出任何的不是。窦昭吩咐素心：我们去看看，把季勇一个人留在了花厅。早春的午后，透过玻璃窗洒脱在花厅里的阳光，虽然让人感觉到温煦暖人，可风吹在身上却依旧带着几分刺骨的寒意。季勇望着空中乱舞的尘埃，失魂落魄地离开了窦家。没几日，他就得到了消息，魏家再次请了媒人到窦家商量婚期。躺在床上不想起来的季勇不由狠狠地骂了一句。季老太爷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宠溺地道：听说你不舒服，我看你精神挺好的，是谁惹我们家建明不高兴了？要不要曾祖父帮你打他？一副哄小孩的口吻。季勇觉得很烦，他看了曾祖父一眼，懒懒地道：您今天怎么没有和堂兄他们一起出去玩啊？言下之意是让季老太爷哪里好玩哪里玩去。季老太爷嘿嘿笑着坐在了季勇身边，道：听说窦家和魏家已经开始商量婚期了，看样子你的计策没什么用啊。季勇骇然，腾地一下坐了起来，睁大了眼睛望着季老太爷。季老太爷笑得更欢畅了：你想坏了济宁后的名声，从而让窦家对济宁后不满而和魏家退亲，结果却把英国公世子给牵扯进来了，济宁侯的名声没有坏成，还和宋墨结了梁子。然后你又教唆着窦明诓了济宁后同游大相国寺，结果窦明没有出门，事情就败露了。窦家不仅没有和魏家退亲，而且彼此冰释前嫌般的坐了下来商定婚期。建明，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啊？
他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颇有些幸灾乐祸味道。吉勇的脸一下子变得铁青，季老太爷就道：我说建明啊，你小时候披着快步就从屋檐上跳了下去，说是要学鸟飞，后来烧半边祖屋，说是要练长生不老丹，再后来你说要做佞臣，这样就能在30岁以前拜相入阁，给季家一个交代了。虽然荒诞不经，但好歹总有个理由。你看你现在，人家窦家四小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想嫁到魏家去，可你倒好，非要把人家给拆散了。你倒说说看，你到底是为了哪一桩？仿佛听老师出题，吉勇立刻进入了战备状态。既然所有的事您老人家都知道了，那您说说看，魏廷瑜这种人配得上四妹妹吗？四妹妹要是嫁给了魏廷瑜，还不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好比是狼毫配了青花瓷的笔杆，看着好看，用起来却不好用，就算这样又如何？季老太爷脸的笑意渐渐收了起来，因为时时带着几分好奇而神采奕奕的眸子平添了几分肃然，而显露出几分锋芒。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你和敏根儿。吉勇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此时的槐树胡同几经乱了几天了。武太太领着长媳郭氏潜了窦明身边服侍的，反反复复地询问窦明魏廷瑜为何要邀他同游大相国寺。六太太则领着儿媳韩氏照顾被气昏了的二太夫人，蔡氏主持着家里的大局，一会指使丫鬟给默坐在书房的六老爷和七老爷奉茶送点心，一会指使贴身的嬷嬷去打探把自己关在厢房里谁叩门也不开的窦昭怎样了，一会指使小厮去大门口看看吴老爷从衙门里回来了没有。虽然忙得团团转，却面色红润，满脸光泽，显得神采奕奕，十分的精神。很快大门口传来一阵喧嚣，蔡氏贴身的嬷嬷忙道：石奶奶，老爷回来了。蔡氏点头，正了正衣襟，快步迎了上去。窦氏叔神色严肃，不怒自威，问蔡氏：寿姑怎样了？窦世恒和窦世英可以请了假在家里处理这件事，他却不能丢下公事不管。蔡氏闻言神色一暗，轻声地道：谁敲也不开门。窦氏叔皱眉道：这可不行，你怎么也要劝他吃点东西，再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的。又问魏家的媒人来怎么说？窦昭谁也不理，自己有什么办法？蔡氏在心里嘀咕着，脸上却谦和恭敬地道：说3月初2是好日子。七叔心里虽然很难过，但也没说什么。说话间，两人已经进了正院，就看见郭氏扶着武太太面带倦色的从东厢房里走了出来。看见窦氏叔，武太太微微一愣，和郭氏上前给窦氏叔行了礼，道：老爷怎么这么早就下了衙？窦氏叔叹了口气，苦笑道：哪里有心思坐在那里听他们摆龙门阵，找了个由头就回来了。然后看了看关着窦明的东厢房，明姐怎么说？武太太没有作声。郭氏和蔡氏会意，屈膝行礼退了下去。武太太这才低声道：说是之前魏廷瑜来家里赔礼道歉，他遇到了，就帮着说了2句好话。这次窦家一直不允诺婚期，魏廷瑜急得不得了，就邀了他在大相国寺城碰头，想让他帮着探探消息。我查过了，他没有说谎，两人之间应该没什么。窦氏叔冷哼一声，刻薄的道：我看是还没来得有些什么吧。武太太不敢吱声，丈夫最恨这种事，自己也恪守自律，不仅没有通常待妾之类的，就是她怀孕的时候，也是睡在书房里，有小厮们服侍着。窦氏叔这么发泄了一番，心情好多了，对武太太道：我们去看看寿姑去。武太太应诺，和窦氏叔往窦昭住的西厢房去。西厢房的窗棂就机不可见地动了动。素兰所立的转身跑回了内室，急急地道：小姐，吴老爷和武太太过来了。窦昭忙将口中的酥饼咽下，喝了口水，这才道：除了吴老爷和武太太，还有谁？就他们2位。素兰说着，素心已把炕桌上的糕点利索地收进了旁边的高柜里，转身帮窦昭拍了拍衣襟，拿了个大迎枕放在窦昭的身后。窦昭刚刚虚弱地躺下，外面就传来叩门声：寿姑，我是你武伯母啊，我和你武伯父来看看你。素心用的纸沾了点温热的茶水涂在窦昭的眼角，这才高声应了句来了，示意素兰去开门。素兰会意，迎了武太太进来。窦氏叔不好进侄女的内室，站在门外。窦昭正有所无力的由素心扶着下炕，武太太3步并作2步的上前扶了窦昭，忙道：快躺下，快躺下。又没有旁的人，让武伯父和武伯母担心了。窦昭气若游丝地道：我没什么事，过几天就好了。武太太望着他有些苍白的面孔，不由在心里暗暗摇头，这孩子命运也太不济了，婚事一波三折的，到现在也没有个定数，还说没什么，人都瘦的只剩下骨头了。
武太太心疼地道，就要搀她到炕上坐下。窦氏叔还站在门外，窦昭自然不能坐下，他强打起精神般的给窦氏叔行了个礼，还没有说话，眼泪先赖落下。武伯父，我不想嫁到魏家去，求您给我做主。武太太不禁叹了口气。窦氏叔沉默半晌才道，你年纪也不小了，先前有何家求娶之事，现在又和魏家退了亲，以后只怕姻缘上会有些艰难。你武伯母已经问过明姐了，那济宁侯不过是想求明姐帮着在你父亲面前说几句好话，又怕你父亲烦他，这才约了明姐在外面说话，并不是像别人传的那样，和明姐有什么大相国似。瓜田李下的，我也知道你心里难过，不过我向你保证，他们两人再也不会如此了。明姐儿，我会让你武伯母好好管教的，你只管安心嫁过去就是了。窦昭就知道会这样。武伯父，我不会嫁到魏家去的。他语气斩钉截铁决然，再次道，我丢不起这个脸。魏家要娶也可以，让他们抬着我牌位进门好了。窦氏叔和武太太默然。远在城东的英国公府，宋墨披着件猞猁孙毛斗篷，坐在窗前书案前，认真地看着手中的笺线。初春的余晖照在他的身上，让他的面庞仿佛玉雕冰雕似的莹润中透着几分清冷，显露出高华的气质，以至于站在他面前的杜维眼角的余光忍不住飘了过去。这样说来，济宁侯的婚期定在了3月初4罗。宋墨清越的声音回荡在书房里，让杜维心神凛然，忙收敛了心思，恭谨地应了声是，道：魏家已经开始修缮新房。窦昭去年秋天就到了京都，魏家这个时候才开始修缮新房，早干什么去了？宋墨抿了抿嘴，朝杜维挥了挥手。杜维忙躬身行礼，退了下去。宋墨重新拿起桌上的笺纸，发起愣来。窦昭的婚事很奇怪，他刚把魏廷于夜宿南风馆的事压下去，大相国寺的事就传得无人不知无不晓。他警告了张元明几句，魏廷于立刻醒悟过来，亲自到静安寺胡同赔礼道歉。好不容易窦家的态度有所缓和，京都又传出魏家相中了延安侯的消息，而且连魏廷真说了些什么，去了汪家几次，都带了些什么礼品，平安侯夫人见魏廷真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招待魏廷真的时候上的什么茶，都被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这还不是让最惊悚的，最惊悚的是他派了杜维去调查这件事，竟然发现那些传闻全都是实真。窦家和魏家的关系再次降到了冰点，窦昭和魏廷瑜的婚事搁浅。接着一风突起，窦明突然和魏廷瑜搅到了一起，魏家被迫向窦家低头，再次遣了媒人去商量婚期。窦家为了掩饰窦明和魏廷真的丑闻，很快就答应了婚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刚烈的窦昭又怎么会答应嫁入魏家？如同有双无形的手，暗中操控着窦昭的婚事，让窦魏两家关系不断的恶化，最后甚至一度走到了退亲的边缘。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窦昭是否觉察到了？还有季勇，他在这其中又扮演了个什么样的角色？宋墨只要一想，就觉得人像被架在火炉上烤似的，片刻都不能安生。不知道窦昭现在怎样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窦家如果愿意为窦昭出头，就应该退婚，而不是应答什么鬼婚期才是。宋墨好像看到了躲在无人的角落暗暗哭泣的窦昭，他的心像被刀剜了一块似的。陈和，陈和！宋墨站起来，高声喊着自己的乳兄。陈和晓跑着进了书房，你去烫谷楼下大街窦家的笔墨铺子，就说我要见4小姐。陈和愕然，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应声而去。宋墨他在书房里来回的走着，说不清自己的心情是激动还是兴奋还是悲伤。既然窦家不管窦昭，那他来管好了。只要窦昭答应，他就帮窦昭退了这门亲事。他可不会像吉勇那样上蹿下跳的，尽做些不靠谱的事。魏家要退亲的谣言还得继续散播，这样就可以遮盖窦明和魏廷瑜的丑事。只要无损窦家的声誉，窦家就会在退亲的事上保持沉默，这样一来就少了一层阻力。然后和魏廷真谈条件，看他是想为魏廷瑜谋个好差事，还是为魏廷瑜结门好亲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有一样能让魏廷真心动。魏家要退亲，窦昭不肯嫁，这门亲事自然也就黄了。宋墨琢磨着的跟顾玉说一声，让他在丰台大营、金吾卫之类的皇家亲卫里给魏廷瑜腾个好点的位置。至于亲事，托父亲的福，京都适龄待嫁的小姐他几乎全都知道了。公主、郡主娶不到，嫁妆丰厚、品貌端庄的伯侯千金，由他保媒，却不是什么难题。宋墨越想越觉得可行，而季勇却眼神茫然。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窦昭变得如此与众不同？他明明知道窦昭要嫁给魏廷瑜，他还设计让魏廷瑜上了赵子舒的床，
想以此让窦昭从此对魏廷瑜不屑一顾。他明明知道窦昭对窦明有心结，还让窦明与魏廷瑜私相授受，想以此让窦昭从此无法忍受和魏廷瑜在一起。窦昭说他不尊重他的决定，那是因为他认为窦昭的决定是错误的。可他明明知道窦昭聪明又能干，为什么会怀疑他的决定呢？季勇站在那时，额头的汗泪越来越多。季老太爷却嘿嘿地笑了几声，捏着胡须悠哉悠哉地走出了季勇的内室。季勇引入沉思中，韩家老六快死了，家里人还是应韩家的要求把令泽堂姐嫁了过去。他知道后也不过是嗤之以鼻地冷哼了一声，因为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所做的选择承担后果。既然令泽堂姐明明知道嫁过去就意味着守寡，还是嫁了过去，这就是她的选择，其他的人不应该干涉。窦昭从小就和魏廷瑜定了亲，她想嫁给魏廷瑜，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她有什么可指责的？她又凭什么觉得她的选择是错的？因为和魏廷瑜和别人喝花酒吗？她自己不也会参加了吗？因为魏廷瑜看赵子舒的眼神色迷迷的，她自己不也在千佛寺胡同过了一夜吗？因为魏廷瑜竟然上了窦明的当。这点很重要，如果换成是自己，就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这可是踩了窦昭的底线，窦昭是绝不会原谅他的。这次窦昭不就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魏廷瑜了吗？季勇想到这里，有点小小的得意，可下一刻中他又觉得泄气。这也不是因为魏廷瑜不知道窦家的事吗？自己到底对魏廷瑜有什么不满的？就算魏廷瑜再不好，关自己什么事？祖父从小告诉他，看事情不要只看表现，要多问一声为什么。只有知道了缘由，才知道想到的到底是什么，才知道能把握住这个人的心思，让这个人甘为自己所用。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季勇摒弃那些杂念，第一次认真地问自己。他想让窦昭讨厌魏廷瑜，他想让窦昭和魏廷瑜退亲，他想永远和窦昭像现在这样吵吵闹闹，斗嘴嬉笑。只要是和窦昭在一起，就算他的讥讽冷嘲，就算他的莫名其妙，就算他的鄙视敷衍，他都觉得有趣，他都食之如甘。季勇大叫一声，抬头却发现曾祖父不见了。他拔腿就朝曾祖父的书房跑去。季老太爷正敲着腿躺在醉翁椅上看书，看见季勇进来，忙将书塞进了一旁的花瓶里。季勇忍不住小小的鄙夷了一下，曾祖父又看那些坊间的私印的课本了。季老太爷忙端容咳了一声，道：怎么想通了？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了？季勇点头道：我要窦昭退婚。季老太爷强忍着才没翻白眼，感情你原来干的那些事都不是想让窦昭退亲啊？季勇正色道：我原来只是想让窦昭讨厌魏廷瑜，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管那个该死的魏廷瑜干了些什么，我应该和魏廷瑜交好，利诱他退亲。他的脑子快速地转了起来，熙熙攘攘，皆为名利。我曾经去过魏家，破破烂烂的，海上生意利润最大，风险也大，我应该让他合伙走船，让他血本无归，然后趁机帮他保媒，给他介绍一个陪嫁丰厚又愿意帮他东山再起的岳父，他肯定会退亲。季老太爷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季勇愕然，难道不行？自己的这个重孙终于有点少年人的影子了。行。季老太爷笑眯眯地道，然后呢？什么？我是说窦家和魏家退亲之后呢？季勇摸了摸脑袋，果然是金无足金，人无完人啊。季老太爷叹了口气道，窦昭小年纪，总不能因为被退了亲就守在家时再也不嫁人吧。就算如此，你呢？等你哪天成了亲，总不能像现在这样天天地往窦家跑，想什么时候见窦昭就窦昭吧。季勇撑大了眼睛，不以为然地道，那我娶她好了。语音一落，他脑子里轰隆隆如雷鸣，这才是自己真心的心意吗？他望着季老太爷，眼睛撑得更大了。季老太爷哈哈大笑，总算开窍了，不然前头白折腾了，现在该知道怎么做了吧？还有做什么？季勇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惊里，没有反应过来。傻蛋！季老爷抽出本书，狠狠地拍了拍重孙的脑袋，你想娶别人就一定要嫁吗？何况窦家和魏家还有婚约在身，岂是说退就退的？你平时不是自诩天资聪明，无人能及吗？怎么到这个时候却成了榆木脑袋？季勇的脑子终于恢复了正常，忙道：现在窦昭不愿意嫁魏廷瑜了，以他的脾气肯定是不会嫁的。窦家现在要窦昭嫁，不过怕把窦明的事牵扯出来，坏了窦家的清誉，只要魏廷瑜自愿退婚，窦家能给外人一个交代，这婚事自然也就黄了。我这就去找魏廷瑜，想办法先把婚期拖一拖。
京都天天不知道发生多少事，过些日子又会有新鲜事给大家议论，到时候再退亲也不迟。季老太爷恨不得拿把斧子把吉勇的脑袋劈开，道：魏廷瑜是个什么东西？你都能设计他，别人难道就不难设计他？他同不同意退婚有什么用？我从小是怎么教你的？擒贼先擒王，不要管那些细枝末节的事，要抓住能影响大局的人和事。你好好反省反省这次的事，先是没明白自己真正的心意就动手，动手之后又没有看清楚谁是能影响事件进程的人，现在呢，脑子还像浆糊似的。你既然设计那魏廷瑜和窦明勾搭上了，窦昭也不嫁给魏廷瑜了，窦家为了掩盖窦明的事，才勉强认了这门亲事。魏家怕窦家追究魏廷瑜的失德，只好请了媒人，匆匆定了个日子，万事齐全，只欠东风。你不因势利寻，却要四处找借力，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说着，季老太爷腾地站了起来，狠狠地瞪了季勇一眼，道：走，看我怎么帮你摆平这件事。然后又抱怨道：你给我学着点。季勇张口结舌，季老太爷不以为意，大丈夫快意恩仇，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像你这样又想夺又不敢出手，最后只会两不着实。你要好好的记往这次的教训，庙堂之上亦如此。你到底想干什么？谋服天下，还是只求自身？脸皮有厚，心要黑，才能成就大事。一味的清高，那是翰林院的学士；一味的迎逢，那是六部的小吏。要胸怀天下，指点江山，不拘一城一府得失。季勇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季老太爷扬眉吐气，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了长者的尊容。看样子有些事还真就不能太讲究。窦昭虽然和魏家定过亲，可能管住季勇，这就是良配。念头闪过，季老太爷的胡子都翘了起来。有窦昭看着吉勇，吉勇以后就会像正常的人一样生儿育女，谋求仕途了吧？季老太爷带着吉勇去见了窦氏叔。窦昭很快就觉察到事情有了变化。首先是强颜欢笑的武伯母，她的笑容变得真诚愉悦起来，不仅不再追问窦明的事，而且开始主持槐树胡同的钟会，还有心情偶尔和身边服侍的丫鬟媳妇们打趣几句。其次是二太夫人，她的病很快好了起来，每次她去给二太夫人请安，二太太看望的目光都充满了慈爱和宠溺，还常拉着她的手上下打量着，对柳嬷嬷等人道：寿姑太素净了些，得添几件像样的首饰才是。然后就会让柳嬷嬷抱了自己的净莲，或打赏她一只金簪子，或打赏她一串碧玉手串，对她异似寻常的喜欢。再就是六太太，前2天还困惑地问她：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窦明被送回了静安寺胡同看管，魏家来商量聘礼，你武伯母竟然说你年纪还小，婚礼的事等过些日子再说。我问你武伯母发生了什么事，你武伯母支支吾吾的，什么也不肯跟我说，让我只管安心等着喝喜酒就是了。这2天就像变了个人似的，魂不守舍不说，好像有点怕面对他似的，看见他了也不像从前那样亲亲热热地挽着他说话了，而是躲着他，甚至目光都不敢和他直视。整个槐树胡同就像狂风巨雨过后重新收拾一新了似的，大家又恢复了从前的安静从容，悠闲地做着自己的事。在什么情况之下，六伯母会觉得无颜面对他呢？目前看来只有他的婚事了。他嚷着要和魏家退亲，六伯母是赞同的。虽然武伯父和父亲都希望自己能嫁过去，但这件事还没有最后的决定，而且这件事也不是六伯母能做主的，她不可能为了这件事就觉得愧对自己。那是什么事呢？不知道为什么，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季勇的影子。他亲手导演了窦明和魏廷瑜的私相授受，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不合理呀！难道……窦昭的心砰砰乱跳起来。不可能！季家对吉勇寄予很大的希望，不可能让他娶自己这样一个有瑕疵的女子为妻。而吉勇如果没有季家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打动窦家。六伯母又一向认为，只要像乌善那样待自己真挚赤诚，品德才学都有可取之处的人才是自己的良配。吉勇虽才华横溢，却性格跳脱，没有个定性，谁嫁给他都会很辛苦，不是丈夫的好人选。窦昭高声喊着素心：你去帮我仔细查查，武伯父这2天都见了些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如果自己猜得对了，这件事肯定得到了窦家上上下下的认同，要不然武伯母也不会如释重负，二太夫人也不会每次都用一种赞赏的目光打量自己了。窦昭眉头紧锁。过了2月2，风吹在身上就没有了寒意，花树冒出嫩芽，青草从地上冒了出来，迎春花蓬蓬勃勃的恣意怒放，花的漫枝漫坡，整个天空都跟着明亮起来。
窦昭穿了月白色杭绸小袄，青色八幅香裙，安静地坐在后花园八角凉亭的美人椅上，安宁的如一泓山涧潺潺流淌的泉水。季家老太爷亲自出面，以支持武伯父的主父吏部彦封青司使郎中方舟出任浙江布政司为条件，和武伯父达成了默契，只等和魏家退亲，就为他和纪勇订婚。季家怎么会突然看中了他，而且还在他罗夫有君之时？这件事如果传了出去，季家还怎么立足江南？也难怪知道这件事的人都秘而不宣。窦昭从不妄自菲薄，也从不盲目自大。论人品，相比那些贤明远播的孝女、烈女，他差远了；论出身，他生母早逝；论相貌，他离倾城倾国还差得远；论门第，窦家虽然借着武伯父的入阁，成为了北直隶属的尚属的名门望族之一，可武伯父毕竟刚刚入阁，根基尚浅，江南百年世家林立，季氏也是其中一家。季老太爷不可能为了家族利益与季家联姻，何况季家和窦家已经是姻亲了。娶了季家姑娘的六伯父和武伯父是同胞兄弟，比起他这个出了武父的堂侄女要亲得多，季家根本不用多此一举。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季家希望通过他来约束季勇。窦昭思忖着，目光就落在了不远处的贴梗海棠上，大红的花儿开了一束，艳丽如霞，灼灼如火。季勇知道季老太爷的真正意图吗？他又是怎么想的呢？窦昭觉得自己应该和季勇见上一面，只是没等他吩咐素心，陈曲水拿了账册来见他。世子想见您一面。他一面拨弄着算盘，一面道，听那口气，好像知道您不愿嫁给济宁侯的事了。窦昭头痛，魏家的事还没有解决，季勇搅和进来，现在又冒出个宋墨。他道，你跟世子说，我的婚事自有长辈们做主，请他不要插手。陈曲水很是迟疑。窦昭把季老太爷来访的来告诉了他。陈曲水大惊失色，怎么会这样？相比魏家，季家这门亲事可谓是门当户对了。我要退婚，默许宋墨出手，这算是怎么一回事？窦昭道，何况宋墨的为人你也是清楚，他不出则己，若是出手，一准成能。可之后呢？只怕我前脚和魏家退了亲，季家后脚就会来提亲，季家可不比魏家，他们能在庙堂上助武伯父一臂之力，若这门亲事定下来，可就没那么容易退了。我要是抵死不嫁，不要说二太夫人、武伯父了，就是父亲、崔姨奶奶和六伯母，只怕也不会由着我，再闹下，大家说不定以我疯魔了。事情到了那个地步，就是个死局了。难道我还真的嫁给季表哥不成？那还不如嫁给济宁侯，至少济宁侯好唬弄，季表哥那得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我这辈子就想舒舒服服的过过小日子，寿终正寝的驾鹤西去，没打算辅佐丈夫封王拜相，名垂青史，做梁红玉之流。陈曲水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一把年纪了都没要死要活的，小姐年纪轻轻的，说起话来却老气横秋的。不过小姐的话不无道理，纪建明虽然才高八斗，可也性情倨傲，不好相处。而且季家嫡支6房，旁支13房，加上依附他们的姻亲，加起来有100来户人家，嫁给季建明还就真不如嫁到济宁侯府去。能理解他想独善其身的人只有陈曲水。得到了他的肯定，窦昭心情大好。他道，我看这件事还得从魏家入手，只要魏家不同意退婚，窦家就不可能和季家议亲。到时候季家肯定会因魏家退亲的，只要我们抓住了魏季两家的把柄，我们就占了大义，武伯父就休想把我嫁到季家去。陈曲水沉吟道，你的意思是指责季家破坏您的姻缘，这样一来，就算是吴老爷想和季家联姻，也背不起这狼狈为奸、迫害侄女的名声。不错，窦昭笑道，魏家背信忘义，季家恃强凌弱，我就能以此为借口，从此古佛青灯，再也不论婚嫁。看在西窦一半财产的份上，我相信二太夫人会说服武伯父把我留在家里的。陈曲水却担心道，如果季家和魏家这样拖下去呢？济宁侯年纪不小了，家中又没有主持钟馗的人，魏家不可能这样耗下去，最多今年秋天，这桩婚事就得有个着落了。窦昭笑道，那你觉得季家会这样和魏家耗下去吗？陈曲水不解，拖着只可能对季家有利，毕竟他们没有道理的一方。季家的人要是这么想，又不会做出这种夺势事来了。窦昭冷笑，季建明长成这样，你以为季家的人没有一点责任？陈曲水苦笑。窦昭道，你帮我邀请济宁后到家里一见吧。是这里还是静安寺胡同？自然是静安寺胡同。窦昭道，这里毕竟是武伯母主持钟馗，行事多有不便。又道，你顺便给宋墨透个口风，最好让他觉得我虽然伤心欲绝，却还是希望能挽回自己的婚事，
免得他掺和进来，让事情变得更复杂。陈曲水点头，两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窦昭送他至垂花门，却碰见了季勇。季表哥，窦昭和他的招呼，他脸色通红，支吾着应了一声，目不斜视，昂首阔步地和他擦肩而过。窦昭又好气又好笑，问送季勇的小厮：季表哥来做什么？小厮笑道：吴老爷今年难得木修，季编修特意过来给吴老爷问安，说了些学问上的事。窦昭嗯了一声，回了正院。季氏正和武太太说着什么，脸色有些不好看。看见他进来，两人齐打住了话题，不约而同地朝着他笑道：回来了。窦昭笑盈盈地上前给两位伯母行了礼，挽了六伯母的胳膊。六伯母身子深僵，五伯母却笑道：你看，你们这样站着，就像一对亲母女。六伯母没有作声。窦昭嘻嘻笑，代管事进来请五伯母示下，他拉着六伯母进了西厢房，端了自己做的桃酥招待六伯母。六伯母表情显得有些晦涩，他拿着桃酥，轻轻地拍了拍窦昭的手，低声道：寿姑，若是六伯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一定要原谅我。窦昭明白，一边是他，一边是娘家的长辈，他夹在中间很为难。如果季勇不堪还好说，至少六伯母有反对的理由。偏偏季勇少年中第，是世人眼中前途无量的探花郎，六伯母的那些理由根本不是什么理由。他笑着靠在了六伯母的肩头，嬉笑道：儿不嫌母丑，您放心好了，就算你把说好了留给我的金项链给了11嫂，我也不会怪您的。你这孩子。季氏抚着窦昭的头发，心中更是酸楚，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若是季勇敢有丝毫慢待窦昭的地方，他就是和嫂嫂撕破了脸，也不能让窦昭受委屈。他不由喃喃地道：你别担心，你会过得很好的。窦昭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魏廷瑜知道窦昭要见他，忙赶着做了件京都时下最流行的青竹色杭绸香蛙云纹的直朵，去了静安寺胡同。这是重生后窦昭第一次正眼打量魏廷瑜，年轻的脸庞，唇边还可见细细的绒毛，正襟地坐在那里，显得十分拘谨，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喝茶。窦昭指了指茶几上的碧螺春。多谢。魏廷瑜红着脸喃喃地道，端起茶盅来喝了一口。或者是太紧张，或者是喝得太猛，他一下子被茶水呛着了，咳嗽起来。窦昭忙让素心递了个帕子给他。魏廷瑜迥然的道谢，神色到底比刚才轻松了些。窦昭就道：你想退亲吗？没有。魏廷瑜闻言连连摆手，神色慌乱，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窦昭道：我也相信你和我妹妹没有什么。四小姐。他的话还没有说话，魏廷瑜已是满脸的震惊。自从被人发现他和窦明约了在大相国寺见面，姐姐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弟就给了他一耳光，母亲更是哭个不停，就是向来待他如手足的姐夫也目露失望之色。汪青海就更过分了，幸灾乐祸地问他，是姐姐长得好看还是妹妹长得好看些？只有窦昭相信他和窦明没有私情。我和令妹真的没什么。他激动地道，当初是令妹让人带话给我，说有急事找我，是关于我和你的婚事，让我悄悄去大相国寺，他的丫鬟在那里等我。窦昭是真的相信，窦明又不是傻瓜，你不用辩解。窦昭道：我相信你的话，多谢四小姐。魏廷瑜满脸的感激。只是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我身心俱疲，家里的长辈们心中不愉。窦昭道：我们的婚事是不是过些日子再说？大家都喘口气，也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想想以后的事。魏廷瑜愕然，窦昭是什么意思？说相信他，又要把婚期往后拖一拖。花厅的窗扇四开，仲春的姹紫嫣红映入眼帘，魏廷瑜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喜悦。看见魏廷瑜的样子，窦昭只能叹气。前世今生，他就很少有动脑筋的时候。窦昭只好道：大家现在的心情都不好，这个时候商量婚期，只怕没有什么好言语。好在只是口头上定了个日子，没有正式下请帖，不如把婚事往后拖一拖，等到两家人都心平气和的时候再说也不迟。的确，母亲请了姐姐回去商量布置新房的事，姐姐就为了博古架上是摆一对天青色汝窑花菇，还是摆一对实心的粉彩梅瓶发起脾气来，还说婚期定得太急，来不及准备，然后又抱怨她不应该和窦明定下大相国寺之约，要不然魏家和窦家早就退了亲，她也可以帮他求娶汪家的汪清源了。以至于现在他不得不出尔反尔，和窦家坐下来重新商定婚期，不仅和汪家的婚事再无可能，还枉费他千方百计地找人把自己的行踪泄露出去。想到这些，魏廷瑜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虽然不想退婚，但姐姐总是这样挑三拣四的，他也很无奈。
把婚期往后拖一拖也好，这样一来也免得姐姐整天烦躁不安，拿她说事。魏廷瑜笑着点头应好。窦昭见他一副无心无肺的样子，忍不住摇头，想嘱咐他几句，与其整天无所事事，不如请个师傅在家里教授骑射。皇上向来注重秋闱，如果能娶个好名次人，就可以进京无畏，封台大营了，令堂也不整日替你担心了之类的话。又想到前一世他鼓励魏廷瑜参加秋闱，却被魏廷瑜讥笑，说什么我弟弟好歹也是个侯爷，总不能和那些连世子资格都没有的人一起争京无畏，骑守卫的小旗总旗吧。魏廷瑜听了他姐姐的话，果然就这样玩了大半辈子。他把临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请素兰送了他出门。素兰却回来禀道，我把侯爷送到了垂花门，正犹豫着要不要去厨房里看看午膳好了没有，却看见侯爷跟着个婆子折了回来。我忙躲到了树后，待他们走远了，才派了个小丫鬟跟过去。那小丫鬟说，侯爷跟着那婆子进了五小姐的院子。窦昭抿了抿嘴，没有作声。他是真心相信魏廷瑜没有打窦明的主意，可他也真心相信魏廷瑜不可能忍心拒绝窦明的眼泪。可有些事还真的要靠自己的机缘造化，别人跟他急也急不来。回到槐树胡同，武伯母正领着2个儿媳妇送客。窦昭定睛一看，送的竟然是蔡璧的太太，武伯母的亲家，石堂嫂的母亲。他上前去西行礼打招呼，蔡太太上前一步就携了他的手。哎呦，四小姐这也太客气了，一面说还一面笑盈盈地打量着他，十分的热情。窦昭不动声色，和蔡太太寒暄了2句，和武伯母及2位堂嫂一起送走了蔡太太。郭氏就悄悄地对他道，母亲请了蔡太太过来商量和魏家退亲的事。窦昭愕然，父亲知不知道这件事？他想到前几天自己和父亲说要找魏廷瑜问2句话，父亲还劝他说什么心里有事，说开了也好之话的嘞，怎么不过几天的功夫，情况就全变了呢？窦昭想问问父亲，父亲好像很忙，连着几天都在宫里值夜，而蔡太太则频繁往来于窦魏2家之间。窦昭很快就探到了消息，魏家一开始不同意退婚，蔡太太找到了魏廷珍，魏廷珍说了一大堆话，不外乎是窦家早去干什么去了，把魏廷瑜拖了这几年，婚事也被耽搁了，现在才说退婚，魏家的颜面往哪里搁，也不同意。武太太错愕，随即冷笑，对蔡太太道，不就是想敲我们窦家一笔吗？几年后的事，我们家还没有和他理论，他们家反倒和我摆起谱来了。既然如此，那这件事就先放一放，等到大家的气都消了再说。蔡太太笑着应了。宋墨那边得了消息，知道窦魏2家暂时不举行婚礼，婚期待定，觉得窦家还是看重窦昭的，不由松了一口气，加上得了窦昭的话，知道他自有主意，把心事放在了自己的事上。他既然出了福，就得为自己谋个差事了。这样父亲就算是想残害他，也没那么容易了。皇上之前虽然提到了让他骑守卫或是丰台大营，这2处都是京都勋贵子弟想去的好地方，可对他来说，骑守卫的事太琐碎了，丰台大营要驻营都不适合他现在的情况。最好是去京无畏，既是天子禁卫，有什么事又可以随时走开。宋墨怕父亲知道他的真正意图，没找3公主，也没找顾玉，而是找到了汪渊，让他服侍皇上的时候给皇上递了个话，就说他已经除服了，已经递了折子进宫叩谢之前母亲祭祀时的赏赐。皇上随口就问了一句，英国公续弦了没有？没有。汪渊笑道，英国公府如今就3个男丁，只怕是连个母苍蝇也没有。皇上哈哈大笑，下了朝，召宋墨去说话，赏了他一个金无畏前卫右都指挥使不说，还赐了他表字燕堂道，你父亲只有你们兄弟2人，你母亲又早逝，你虽未及冠，但我还是赐你一个表字，你要争气，撑起英国公府的门庭才是。消息传出来，宋宜春脸色铁青，他防着顾玉，防着3公主，甚至连明德长公主那边也早有安排，没想到一向桀骜不驯的宋墨却走了阉党的路子，他忍不住鄙视道，我看他迟早要做佞臣，就算是做佞臣，那也是以后的事。陶器重忍不住在心里嘀咕，现在是世子爷打了您一个措手不及，顺利的入了仕，接下来只怕要对付世子爷就更困难了。他不由道，国公爷，您看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世子爷的婚事了？我听人说，自有了皇上的这句话，那些有女儿待字闺中的人家就常常邀了世子爷去家里做客，昨天世子爷就是在长兴侯家喝的酒。如果没有汪渊之事，宋宜春肯定会对这种法嗤之以鼻，可现在陶器重的话音未落，他已勃然大怒。他自认与10岁兰私交甚密，10家却拒绝了他的求娶，现在却打起了宋墨的主意，10家真是不要脸。宋宜春不禁道，
还有哪些人家请他去喝了酒的？淘气众爆出了一大串的名字。宋宜春倒吸了口冷气，有脑变精。你快去打听打听，这几家的小姐都是什么品性？不能给宋墨娶庶女，这样大面上过不去，更不能娶嫡长女，那样内宅的事就完全掌握在了宋墨的手里。最好是看上去父兄都十分能干，但性情懦弱，没有什么主见的。宋宜春在心里琢磨着。顾玉却问宋墨：你到底有什么打算？不知怎的，宋墨突然就想起了窦昭的话。也许窦昭是对的，他既然对妻子没有太多的期许，就以门第为重吧。宋墨道：除了怡景公主，还有哪位娘娘的公主在适婚的年纪？顾玉错愕地望着宋墨：你不会是想上公主吧？宋墨看着有趣，调侃道：如果公主不行，郡主也行啊。顾玉张了张嘴，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宋墨笑着揽了顾玉的肩膀：好了，和你开玩笑的。我刚到金吾卫，有些事还没有理顺，现在不急着说这个事，看看我父亲的反应再说。然后问起金吾卫都指挥使高远华来，听说他是你的表姐夫，这个人如何？顾玉撇了撇嘴道：什么表姐夫，都不知道拐过几个弯了。不过他这个人挺会钻营的，上次在会昌伯家喝酒，听沈清说他差点拜了汪渊做干爹。窦家要晾着魏家，魏廷瑜恨窦明搅了他和汪夫人的交情，也不搭理窦家，转眼间就4月底，要送端午节的节礼了。田氏有些为难了，这节礼送还是不送呢？自然是要送的。魏廷瑜一句话没有说话，被魏廷真瞪了一眼，道：都要退婚了，有什么好送的？倒是汪家那边，听说汪夫人受了风寒，有些不好，你应该去看看才是。这段时间魏廷真的火气特别的大，他不敢多说，乖乖去延安侯家探病。好在两家常来常往，延安侯家也没有放在心上。魏廷瑜出了汪家的大门，在街上应景般的买了些雄黄酒、茶叶、粽子之类的，送到了静安寺胡同。窦昭陪着二太夫人去了三圣庵游玩，窦世英奉诏进宫讲言，都不在家。吴小姐呢？她来送礼，总得知会窦家的人一声吧。高升有些意外，但还是笑道：五小姐和太太去了柳叶胡同。魏廷瑜微愣，他听窦明说，因为他母亲不满意窦昭进京后没去给他的外祖母问安，在外祖母面前抱怨了几句，外祖母心中不满，当着外人的面说了几句窦昭不是，惹怒了他父亲，他母亲如今被送到了窦家在宛平的田庄。岳母，他老人家回来了。他问高升。魏廷瑜毕竟是窦家的姑爷，知道这些也有可能。高升没有多想，道：王大人在云南又立了大功，皇帝上嘉奖，因封了王家的大舅爷为世袭的千户，王家大摆宴席，王家老夫人特意派人来请太太过去庆贺，老爷就接了七太太回来。原来如此。魏廷瑜哦了一声，让随从把礼单交给了高兴，路上又反复的叮嘱随从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魏廷真，这才回了济宁侯府。窦明和王映雪回来，看见堆放在厅堂里的礼品，随口问了一句：是谁送的？高升恭谨地道：是大姑爷济宁侯。想想又觉得这样的回答对魏廷瑜不够尊敬，补充道：是大姑爷亲自送来的。王映雪听了微愣，他今天回柳叶胡同，除了恭贺大哥因封世袭的千户之外，最主要的是母亲给他带信，父亲托大嫂高氏的父亲翰林院学士高远正给窦明说了家亲事，要他去商量。男方姓刘，名弼，字清浊，今年22岁，是个举人，比窦明大8岁不说，而且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靠舅舅资助才学业有序。高老先生虽然口口声声称这个刘清浊才学出众，品行端方，以后必定前程无量，可这种事谁又说得清楚父亲当年还是少年及第呢？结果怎样？母亲跟着他半生跌宕，子女差点都没能保住，好不容易父亲东山再起，成立封疆大吏，却是一南一北，几年也见不到一面，他想想都替母亲难过，又怎么舍得让明姐儿去过这种日子？何况像父亲这样能望着发妻的辛苦，富贵之后不忘糟糠之妻的又有几个？那些10年寒窗苦的举人们一旦金榜题名，哪个不是争先恐后的先那个小？难道让明姐年轻的时候供那姓刘的读书，等到那刘清浊得志了，明姐姿容已老，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刘清浊逍遥快活不成？这门亲事王映雪没一处满意的，可看到母亲那满心欢喜的样子，她又不好意思直言反对，只得含含糊糊地说了声明姐的婚事的和她父亲商量才行，暂且搪辞过去了。想到这里，她不禁埋怨大嫂高氏，不就是她娘家的老爷子帮着明姐提了门亲事吗？她却像是自己要娶媳妇似的，把那刘清浊夸成了一朵花，
哄得母亲喜笑颜开。要不是他用话当着，母亲恨不得他当场就写了明姐的八字就好，至于那么热心吗？此时看到魏廷瑜送来的东西，又听说是魏廷瑜亲自送来的，他心里不由得一肚子火，半晌才道：我们家的这位大姑爷倒是有心。窦明却冷哼了一声，转身穿过中堂，去了自己的院子。王映雪不解，急急地跟了过去。你这是怎么了？他望着板了脸坐在镜台前玉妆的女儿，是不是你大姐又欺负你了？你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去找你父亲去。你找父亲有什么用？窦明冷笑着把牙书丢在了镜台上，你只会同爹爹争吵，哪一次把话说清楚了，把事件办妥当了的？王映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窦明看了又有些不忍，语气缓了下来，道：外祖母和您说了些什么？我看着您从外祖母屋里出来，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外祖母又教训您了？他老人家年纪大了，说您什么您听着就是了，别往心里去。你难得回来一趟，我让周嬷嬷帮您捶捶腿吧。田庄的丫鬟会不会服侍人？要不要我送你2个丫鬟带去田庄？一句句的暖到了王映雪的心里。她连连摇头道：不用不用，你父亲虽然冷酷无情，在钱财上却从不曾克扣我，我在田庄也挺好的。说到这里，他语气微顿道：说起来你也不小了，过几天我就要回田庄去了，你的事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你二舅母家的堂哥待你比自己还好，这次我们去柳叶胡同喝酒，你也看见了，只要你多看2眼的东西，他立刻为你取了来。娘亲，你别说了。窦明声音骤然间变得无比的尖锐，我是不会嫁给王谭的。你这孩子，王映雪不由皱眉，王谭虽然比你小1岁，可对你却没话说再说了，你要去的是你外祖母家，难道还能亏待了你不成？啊！第一声，猝不及防的，窦明捂着耳朵尖叫起来，我不嫁给王谭，我才不嫁给王谭呢！王映雪吓了一大跳，忙上前搂住了窦明，急急地道：你小声点，你小声点，小心让人听见了。窦明才不管这些呢，他大声嚷着：我才不嫁到二舅母家呢！二舅舅看见了二舅母，就像老鼠见到了猫似的。王谭整天只知道玩乐，既不好好读书，也不好好习武，别人拿了个青铜器哄他，说是商周的古物，他就傻兮兮的付银子，当冤大头，还到处夸耀说他捡了便宜。他说着，声音低了下来，神色也渐渐变得由此失落起来。我要嫁，就嫁个好人家，公公严厉，婆婆慈爱，还有疼爱晚辈的祖父、祖母，相公敦厚老实，小叔活泼可爱，小姑温柔善良，一家人亲亲热热，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没有姨娘，没有庶子，没有整天盯着我钱袋子的三姑六眷。我走出去，别人会说这是谁谁谁家的媳妇，会因此而用一种和善友好的目光望着我，和我扫招呼，而不是在我背后窃窃私语，说这是谁谁家的女儿。王映雪掩面痛哭，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女儿从小就喜欢跟着王楠玩，还说要做高氏的女儿？那时他以为女儿从小在外祖母家长大，亲近自己的舅母，现在才知道，原来女儿是羡慕那样的出身。王映雪很快知道了大相国的事，她惊愕地问周嬷嬷：这么说来，四小姐就是为这件事不吃不喝的闹绝食了？那四小姐现在怎样了？武太太没有出面管管吗？具体的情况周嬷嬷也不知道，更加不好评判，道：前些日子老爷还兴致勃勃地准备给大小姐的添香，这几天却没了动静，我也只是听到一些风声。五小姐住槐树胡同，有时候也会过来，看上去却与平时没什么两样，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女方主动退亲，就要把当初小定的东西加倍的还回去。王映雪沉吟道：当初魏家送来的东西还在吗？周嬷嬷明白她的意思，低声道：还在，也没有人提还东西的事，那就是觉得被窦明打了脸，哭哭泣泣的要找回面子罗。王映雪嗤笑道：你看着好了，过些日子老爷又会兴致勃勃的准备嫁女儿了。随后想到窦明怎么会和那魏廷瑜搭上话，眉头紧紧的锁了起来。明姐也是，掺和窦昭的事做什么？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怎么也不拦着他一点道？周嬷嬷苦笑，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等他知道的时候已经闹腾起来，他怎么防患未然啊？晚上窦世英回来，见魏家送了节礼，吩咐高升加倍还了回去。魏廷真知道了，得意的对田氏道：我早说过，窦家哪里舍得和我们家退亲，他们就是想吓唬吓唬我们田氏，听着松了一口气。退婚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在一亲时，对方肯定会仔细的打听退婚的缘由，一个不好，婚事就告吹了，甚至有可能传出什么有深有暗疾之类的流言蜚语，到时候就不好一亲事了。魏廷瑜在一旁不敢作声。魏廷真吩咐济宁侯府的人，
不用理他们。济宁侯府的人等窦家的不免就有些怠慢。王映雪听了心中一动，她问周嬷嬷，那天大相国寺大姑爷去了没有？应该是去了吧。周嬷嬷也不敢肯定，当时他们这些窦明身边服侍的全被叫去问话，差点被人牙子卖了。如果没去，武太太又怎么会如此生气呢？王映雪就对周嬷嬷道，你派个丫鬟去给大姑爷送个口信，就说武小姐有事找他。周嬷嬷骇然。王映雪笑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是我要见见他，又不想让他知道。周嬷嬷隐隐觉得有些不妥，但王映雪已面露不愉，她还是照王映雪的吩咐给魏廷瑜递了句话过去。不过半个时辰，魏廷瑜就赶了过来。济宁侯府离这里也不过半个时辰的路程。王映雪暗暗点头，吩咐周嬷嬷，人我已经见着我，你找个借口打发他走吧。周嬷嬷如释重负。魏廷瑜又莫名其妙地回了济宁府。王映雪去了窦明那里。窦明正歪在炕上看书，见母亲闯了进来，他抬了抬眼睑，道，您来干什么？不是说这几天外祖母找您有事吗？又低下头去看书。王映雪一把抽了窦明手中的书，道，你可知道你父亲这些日子为何未不管我进出？他把王行仪找高征远为窦明说了门亲的事告诉了窦明，那刘家倒是清清白白的，可你得想清楚了，这可你的终身大事，一个不慎，你姐姐就是高高在上的侯夫人，你就是那乡间劳作的农妇。窦明毕竟还年纪，闻言满脸涨得通红，一本书被他翻来覆去的卷着捅。王映雪也不作声，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窦明憋了半天才沉沉的道，我不嫁给那刘清卓，可我也不愿意嫁给王谭。王映雪笑了起来，道，傻孩子，谁让你嫁给谭哥了？你看你姐姐什么也不放在心上，什么也不看在眼里，知道了大相国寺的事下了不了台，只好一哭二闹三上吊，最后还是想着要嫁入济宁侯。我这些年来被你父亲禁足，不知道上面的事，可我知道，若是你姐姐都觉得好，你五伯母、六伯母都觉得好的事，肯定很好。窦明困惑地道，娘亲，您到底要说什么？王映雪微微一笑，笑容有种说不来的味道，把刚才魏廷瑜赶来的事告诉了窦明，道，你姐姐不是觉得你泼了她的面子，哭着喊着不愿嫁到济宁侯府吗？那你嫁过去好了。窦明跳了起来，您疯了。他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不敢置信地望着王映雪。王映雪冷笑，你看我像疯了的样子吗？然后把自己借他之名请魏廷瑜过府的事告诉了他，你若不是仗着他随叫随到，敢约了他去大相国寺吗？窦明尖叫起来，有你这样做母亲的吗？你是不是看不得我好？你竟然唆使着我干这种事。又想到自己被季勇威胁，却是谁也不敢说，一时间又是害怕又是委屈，声音更加尖锐，你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也不知道，整天就只知道盯着脚尖过日子，我的事你从来都不管。女儿的话刺痛了王映雪，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怎么就整天只知道盯着脚尖过日子了？若不是为了你，我会忍气吞声地留在窦家吗？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会去试探那济宁侯吗？如果不是为了你，我现在会这样被你指责吗？这么多年了，你总是责怪我不像别的母亲那样能给你尊荣，可你想过没有，要不是我，你能在窦家站得稳脚吗？要不是我，你能成为窦家的嫡女吗？我让你嫁给济宁后怎么了？婚姻本是维结两性之好，现在你姐姐哭着喊着不愿嫁，难道我们还不能捡个漏吗？你怪我说话难听，你去找跟你说话不难听的去呀。你大舅母说话倒不难听，可你知道他们高家给你保的是门什么亲事吗？那男子2岁就死了爹，一个寡母，依靠着自己娘家的兄弟把他拉扯大，现在不过是个举人，还要考进士，还要全选，还要应酬上司打点下属，你是不是准备把自己的嫁妆全部倒贴进去呀？要是只贴补那个寡母，我没话说，你可别忘了，他还有个舅舅，一家人眼睁睁地等着这个外甥飞黄腾达，好报当初的养育之恩呢。你外祖母说话倒不难听，可她想把你嫁给谭哥，凭着你的嫁妆，只要不让谭哥拿了银子去赌大小，你和谭哥看着南哥的眼色，可以一辈子吃喝不愁。你二舅母说话也不难听，可人家每次见到我都问我，明姐的姐姐得了西窦的一半财产，你膝下又没有儿子，与其留给庶子或是四子，不如留给明姐。我听说寿姑名下每年有5万两银子的出息，明姐出嫁，姑爷怎么也要给她准备10万两银子的陪嫁吧。他那是告诉我，你的嫁妆若是少于10万两，他可不答应这门亲事。您别说了。窦明伏在床上大声地哭了起来，您别说了。王映雪看着伤心欲绝的女儿，又有点后悔自己刚才的话说得太重了。
他不由走过去，坐到了床边，轻轻地抚着女儿顺滑的青丝，低声道：明姐儿，我是你母亲，我不为你好，能为谁好？他若是对你一点情意都没有，我也不会打这主意，说这话。你要相信我，娘亲这辈子看错了你父亲，是我太看重他，还没有行事，先偏了心，自然就少了下乘。可这一次，我不会看错的。我自有办法让你妥妥当当的嫁过去，风风光光的做济宁侯府的宗妇部，我不要。窦明抬起头来，泪水斑驳，我不要姐姐看不上的东西。傻孩子，你姐姐是什么人？她要看不上济宁侯，早就收拾一个他了，还用得着这样弯弯绕绕的吗？那庞坤白到今天走路还要人扶呢。王映雪又怜又爱地望着窦明，可你看现在，济宁侯和你私下在大相国寺相见，他竟然都忍了下去，可见他有多看重济宁侯了。窦明一下子呆了，他想起前些日子家里的小厮们传得沸沸扬扬的魏廷瑜夜宿南风馆的事，还有魏家实际上是相中了延安侯家的嫡，姐姐都忍了。女儿那带着几丝恍然的表情让王映雪心中一定，她放缓了声音，柔声地道：我是你的生母，难道还会害你不成？你不是想嫁个好人家吗？济宁侯太夫人温柔敦厚，济宁侯相貌堂堂，人品端正，唯一的姐姐嫁给了景国公府的世子爷，你嫁过去就是济宁侯府的侯夫人了，走到哪里不是昂首挺胸的？这不正如了你的意吗？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窦明好像又听见了那早就被他深深地埋在了心底的郎八小姐的尖叫声。你不过是个妾生子罢了，竟然还敢在这里冒充大小姐，不要脸！仿佛魔怔了般，他问王映雪：您准备怎么办？是啊，他准备怎么办？王映雪在女儿面前自信满满地拍了胸，待走出窦明的内室，她又有些茫然无措起来。代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先不说窦世英答应还是不答应，就是想瞒过窦昭也不大容易。何况还有窦昭出阁时肯定会来观礼的赵家舅太太，来帮忙的武太太和六太太，被请来当全夫人的蔡太太，来吃喜酒的姻亲。不要说她现在被剥夺了主持钟会的权利，就算她是正正经经的窦家七太太，做起来也不容易。想到这里，她一时间头痛欲裂。首先，她得留在静安寺胡同。父亲不是托高家给明姐许了门亲是吗？自己这个做母亲的肯定得相看相看，关系到女儿，窦世英向来好说话，就用这个做借口好了。出嫁的时候要辞别父母，可以借口再不走就过了吉时，让窦明匆匆给窦世英磕个头就走。当着那么多的宾客，窦世英就算是发现了，猝不及防，手心手背都是肉，也断然不会在那种场合下发作的。再就是窦昭，待嫁唯一的机会就是在梳妆打扮好了之后，等花轿来的这一刻。到时候洞房里除了武太太、六太太、赵家舅太太之外，还有全夫人和陪嫁的丫鬟。陪嫁的丫鬟好说，到时候窦昭肯定会回静安寺胡同出嫁，这边全是他的人。窦昭的贴身丫鬟又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拿了什么风俗礼仪的做借口，略施小计就能把那些丫鬟支开。武太太那里就说有客人要见她好了，想办法把她拖在花厅，麻烦的就是六太太和赵家舅太太，他们定会寸步不离地守在窦昭的身边。王映雪沉思道，如果全夫人蔡太太能帮自己一把就好了，到时候就可以找借口把六太太和赵家舅太太支开。还有窦昭出嫁前要喝莲子百合羹，煮碗加了蒙汗药的莲子百合羹，灶上有他的人，哄了高升媳妇端进去就行了。王映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半天，觉得这件事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可若真的依计行事，却又有很多的漏洞，让他一时也下不了决心。正好柳叶胡同那边带信来，说是高氏明天请了那刘清卓到家里吃饭，让他带着窦明过去看一眼。王映雪的心情一下子烦躁起来，懒懒地答了声知道了，又去了窦明的屋里。窦明正抱着把琵琶坐在临窗的绣墩上发着呆。王映雪轻走轻手地走了过去，低声道，你大舅母让我们明天过去吃饭，说是到时候那刘清卓也会去，让你看一眼。窦明抱着琵琶的手指节发白。王映雪就叹了口气道，这件事你自己拿主意，我总是站在你这一边的，纵然是刀山火海，娘也会帮你担着的。窦明没有作声。王映雪走了出去，不一会，他身后传来铮铮乱响的琵琶声。窦世英回到家里，听王映雪说高家给窦明介绍了门亲事，男方不过22岁，已经中了举，心里十分的满意，吩咐高升拿了300两银子给窦明置装，并让王映雪给窦明带话。男才女貌，男子只有才学过人才能鼎立门户，相貌家世都不是最要紧的。窦明垂着眼睑应了，却翻来覆去一夜未眠。
他知道自己这一答应，亲事就算是定了下来，自己的前程也就定了，再无反悔的可能。刘清卓中等的个子，体态健壮，相貌憨厚，穿了件崭新的宝蓝色行绸直多，乍眼看上去像个乡下进城谋生的小子，没有半点读书人的斯文儒雅。窦明很是失望，王映雪更是拉着窦明就离开了花厅后的屏风，借口这件事还要和窦家的人商量，用过午膳就匆匆回了静安寺胡同。窦明没等王映雪开口，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王映雪在屋里冷笑，凭什么他的名节儿就要许佩己这样的人？王南娶的高明珠就明眸皓齿的讨人喜欢，他绞着帕子想心事。蔡太太既是武太太的亲家，主持钟会多年，丈夫贵为翰林院学士，交友广博，官都官宦人家多半都和他相熟，他本人又是个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人，在京都的官宦世家里颇有威望。而自己不过是窦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妇人，既不能帮蔡璧升官发财，又不能让给他长脸，他凭什么帮自己的呢？王映雪想到了京都关于蔡璧势力的复言，不由怦然心动。这世上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就看你出多少价钱了。王映雪的目光不由落在了窦世英给他帮着窦明制装的300两银子的银票上。京都一进入5月，天气就变得早晚凉爽，中午炎热。蔡太太笑盈盈地送长兴侯府太夫人上了马车，这才用帕子蘸了蘸满是汗珠的额头，转身吩咐儿媳妇丁氏：“我们也回府吧。”她敛了笑容，神色间露出几分疲惫。丁氏忙上前扶了婆婆，体贴地道：“天气这么热，长兴侯太夫人要给病逝的老侯爷做法事，不过是偶尔遇见了您，问了您一声万明寺的哪位师傅经诵的好，您就陪着过来了。我们家和长兴侯家又没有什么来往，您又何必如此的礼遇他们家？”说着，接过丫鬟手中的团扇，使劲地朝着蔡太太扇了扇：“娘，您的年纪也大了，宝善跟我说过好几次了，让我好好照顾您，有什么事您只管吩咐我就是了。”宝善是蔡璧的长子。丁氏看了簇拥在身边的丫鬟婆子们一眼，丫鬟婆子们都很有眼色的散开了。蔡太太这才道：“什么事都要未雨绸缪才是，现在没有来往，你敢说以后就没有来往？我这次陪太夫人来万明寺，不就有了来往？眼光不要这么短浅。”然后压低了声音道：“长兴侯在任上胡作非为，不知道有多少人弹劾，他却能巍然不动，这岂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结交石家的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又道：“你还记得从前和我们家过往甚密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林观澜老先生不？林大人3年前病逝，他的孙子在江南犯了事，结果林家一封信写到江南巡抚陶泽宇手里，林家少爷不仅没事，还揣着陶泽宇送的1000两银票的诚意回了京都。你道这是为什么？不过是因为当年陶泽宇刚刚入选庶吉士，陶老太太随儿子来京都寓居，说一口带着福建腔的京都话，被从清代，那林太夫人曾经出头为他说了几句话而已。然后叮嘱丁氏，你要记住了，与人方便即是与己方便，就算是不能帮人，也万万不能得罪人。我今天带来你来，也是想让你和长兴侯家结个善缘。娘亲的话我记住了。”丁氏连连点头，亲自搬了靠在车辕上的脚凳，服侍蔡太太上马车。直指蔡太太一只脚刚刚踏上脚凳，停靠在旁边的一辆马车里，突然有人伸手撩开了车帘，一位珠环翠绕的妇人探出头来笑道：“蔡太太，您是蔡太太吧？”婆媳俩回过头去，丁氏满脸的困惑，想不起自己在哪里见过这妇人。蔡太太却略一思忖，笑道：“是窦家七太太吧？我就说长得这样标致，我怎么能不记得呢？”说着收了脚，在马车旁站定，果然是很势利。王映雪腹诽道：“这要是打招呼的是武太太，她恐怕早就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吧。”王映雪抛开心中的那点不快，笑着下了马车，迎上前去和蔡太太婆媳见了礼，彼此寒暄了几句。王映雪见气氛很好，亲热地挽了蔡太太的胳膊，蔡太太和丁氏都有些意外。王映雪以笑吟吟地道：“蔡太太，相请不如偶遇。我本想着这几天去府上拜会，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您，我也就不客气了，有件事想求您帮忙。”示意他到旁边说话。这种事丁氏见得多了，不以为意地笑着带着丫鬟婆子们退到了一旁。王映雪请蔡太太到自己的马车里坐，蔡太太想了想，笑着跟王映雪上了马车。丁氏在外面等了大约1个时辰，期间不时隐隐听到马车里有哭声传出来。蔡太太贴身磨磨，有些担心地问丁氏：“不会有什么事吧？”丁氏笑道：“就算有什么事，窦家还有武太太，怎么也轮不到我们出头啊。”随后猜测道：“可能是受了什么委屈，
想请武太太帮他出面，又不好直接跟武太太说，就想让娘帮着传个话吧。那嬷嬷想想，觉得丁氏的话很有道理，神色松懈下来，悠闲地站在那里等着。又过了大约1刻钟的功夫，蔡太太下了王映雪的马车，王映雪要送，被蔡太太拦住了，道：戚太太先回去吧，这件事我仔细考虑考虑，再给你答复。王映雪忙道：多谢蔡太太了，眼睛红肿，神色哀婉。丁氏一面想也不知道戚太太找婆婆什么事，上前搀了蔡太太。蔡太太的脸色紧绷，看上去有些凝重。她一上车就吩咐马车夫：快回去。丁氏吓了一大跳，急急的道问：娘，什么了？蔡太太好像没有听见她说了些什么似的，神色恍惚，帕子在手里揉成一团又展开，展开又揉成了一团。丁氏知道这是婆婆遇到了大难题，气都不敢喘，静静地坐在一旁。马车一路疾行，很快就回到蔡家住的纸马胡同。蔡太太却坐在车里不动。外头的婆子久等不见人下车，撩了帘子正要说话，却被丁氏一个眼神拦在了外面。太阳渐渐偏西，胡同里吹起了凉爽的风，马车里却燥热难耐。丁氏觉得背心背都要被汗水湿透了，拿起团扇帮蔡太太扇几下，自己也可以趁机解解暑。蔡太太却突然回过神，低声问他：你说，若是我们有个机会赚1万两银子，我们做还是不做？丁氏大惊失色，道：只怕风险也不小吧。蔡太太颔首，欲言又止。丁氏也顾不上闷热，一过去挨着蔡太太坐下，悄声道：与窦家的事有关。蔡太太和丁氏耳语了几句。丁氏吓得脸色发白，手中的团扇趴地落在了脚下，引得外面跟车的婆子匆匆撩了帘子，急声地问怎么了，被丁氏呵斥一声，又退了下去。娘，您有什么主意？丁氏声音有点打颤，只怕事后会和槐树胡同那边有下戏。我也这么想。蔡太太道：虽说可以唬弄过去，可出了这么大的事，起码我一个敷衍失责的名声是逃不脱的。槐树胡同的人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会怀疑。何况你妹子还在他们家，我算来算去，这个事都不好办。婆婆说的是不好办，而不是不能办。丁氏立刻看穿了蔡太太的心思，既想着那1万两银子，又不想得罪槐树胡同那边。她沉吟道：要不我们就当没这事的。糊涂！蔡太太呵斥道：她既然把话说出来了，还许了我，算是王家欠我一个人情，就已经下了决心。我们这边走不通，她肯定还会想其他的辙，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到时候不管成不成，都会闹出轩然大来。我们事先知道了，竟然不知会槐树胡同那边一声，你说窦家的人会怎么想？那您的意思是？丁氏隐隐有点明白婆婆的打算。蔡太太悄声道：这个事我寻思着还是得跟窦家说。那1万两银票呢，我们也接过来，到时候把银票往武太太面前一递，只说是形势所迫，不接下来没办法交代。武太太说起来也是个爽快人，人家戚太太都出了1万两银子了，她总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吧。我们既做了好人，又能名正言顺地赚笔银子。至于戚太太那里，武太太既然知道了，断然没有把我们交出去和戚太太对峙的道理，武太太也不可能任由戚太太行事，我们到时听武太太的安排就是了。丁氏忙奉承道：姜还是老的辣。我一听这事就慌了神，没想到娘这么快就有了主意。行了行了，蔡太太道：我们这就去槐树胡同。脸上却因媳妇的话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丁氏却道：娘，这么大的事，您看要不要先和爹爹商量？而且过几天就是人哥的生辰了，我看与其这个时候去，还不如等几天再去窦家戚太太做得出这样的事，想必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言下之意是怕王映雪派了人注意他们家的动向。你说的有道理。蔡太太欣慰地拍了拍媳妇的手，不过这种事还是别让你爹爹知道的好，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推说你爹爹不知道，有个退路。然后由丁氏服侍着下了马车。王映雪派去注意蔡家的人连着几天都回来报说没什么动静，蔡太太又派了儿媳丁氏把那1万两银票拿走了，王映雪这才觉得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开始安排灶上的婆子、心腹的丫鬟、媳妇。窦世英连着2天都被留宿宫中，对家里的事全然不知。等到了窦世书的长孙窦启仁生辰那天，蔡太太穿戴一新，去了怀村胡同，吃了长寿面，赏了人哥贺礼。蔡太太拉着武太太去了武太太的内室说话。武太太看着桌上的那1万2件票集对没有记号的银票，又惊又急，半晌才缓过神来，气得额上青筋直冒，想骂2句，话到了嘴边，又怕被蔡太太看笑话，硬生生地忍了下去，还要感激涕零地向蔡太太道谢，要不是亲家，我们窦家可就成了全京都的笑柄了。
就是我这个做伯母的，只怕也难逃其责。您可真是救了我们全家呀，哪里还有半点葛老夫人的尊容？武太太恨不得唾那王映雪一脸的唾沫才好。蔡太太既然做了好事，自然是要做到底的，别人才会从心底真正的感激。她忙握了武太太的手，宽慰武太太道：谁家还没有个坑坑坎坎的，好在这事还没有旁人知道，我们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有什么帮得上忙的，您尽管吩咐就是。这么大的事，自然是要通知老爷和两位小叔，与他蔡太太有何干系？念头一闪而过，武太太心中一滞，等一等，王映雪想换亲，也就是说想让窦明嫁给窦昭，而他们正想让窦昭和魏家退亲，魏廷珍却不知天高地厚的想要挟窦家，还有那王映雪自己把他当妯娌，他却没有把自己把窦家放在眼里，先是不顾身份诋毁受姑，让人觉得窦家兄弟不和，又想出这等狠辣的主意，置窦家的声誉于不顾，自己若是就让他这样为所欲为，岂不是让人小瞧了自己？想到这里，武太太嘴角紧抿，眼底闪过一丝寒光。窦家之所以没有大张旗鼓的退亲，是因为退亲的理由实在是说不出口。魏家之所以敢和窦家叫板，也是算准了窦家不敢和他们硬碰硬，同是伤风败俗的一对男女。男子认错，那是浪子回头；女人认错，那是不知廉耻。窦家吃了男女有别的亏。既然魏家不同意退婚，那就不退好了。反正事后有替罪之阳，有何不可？武太太的笑意更深了，她倾着身子，低声蔡太太道：这件事恐怕还得麻烦蔡太太。窦氏叔望着书案上的杨之玉卧虎镇纸，没有吱声。20几年的夫妻，武太太早已摸清楚了丈夫的脾气。她轻手轻脚地给窦氏叔续了杯茶，坐到了书案旁的太师椅上。窦氏叔又沉默了一会，道：可这望貌为婚，打起官司来，这婚事就会无效。窦家是要和季家结亲，可也犯不着和魏家结了死仇，成为京都的笑柄。武太太自然是明白丈夫心意的，笑道：虽然换了人，可王氏是窦赵两家都同意，立了文书扶正了的，明姐也是嫡女。婚姻本为两性之好，明姐儿带受姑嫁过去，并不是嫡庶不分，身份上配得起魏家。法事不外乎人情，不告不究，只有魏家认了这门亲事，难道衙门里的人还硬生生的把人拆散不成？再说了，既然是代嫁，明姐心里应该清楚吧。之前受姑又嚷着不愿意嫁到魏家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又是七太太的主意。我们虽然待这两个孩子好，可毕竟是伯父伯母，隔着一层，婚姻大事只能从旁着悄悄编鼓，却不能当家。明姐得偿所愿，受姑是个聪明的，想必两个孩子都能够体谅我们的难处。而且受姑和建明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建明学识渊博，前程远大，季家老太爷亲自前来求娶，对他如此的看重，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季家看中窦昭，就是因为窦昭能管得住季勇。如果窦昭心怀怨对的嫁了过去，季勇说不定因此和槐树胡同这边疏远起来。窦家之所以冒着背信弃义的名声和季家结亲，就是看中了季勇的前程。季勇要是和槐树胡同这边有了嫌隙，季窦两家结亲还有什么必要？要紧的是受姑这边满意。窦氏叔缓缓地道：那就得想个办法让魏家认了这门亲事，不然那魏廷瑜觉得受了蒙骗，拜过天地，掀了盖头就闹腾起来，虽然麻烦，可若是那魏廷瑜装傻作愣，等洞房花烛之后3天回门的时候闹腾起来，明姐儿岂不是白白吃亏？武太太听着掩袖而笑道：可见到老爷也不是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手到擒拿的，这件事老爷还得求我才行。语气轻快，带着几分调侃。窦氏叔很是意外，想起早年间房师曾一分被迫致仕，他前程不明，困于侍郎之位，常常像现在这样呆呆地坐在书房里，妻子就进来给他倒杯茶，语气轻快地和他商量着家中的所获，偶尔还会借着他的话打趣他两句，他就会生出知足常乐念头，心中的郁气也跟着渐渐散去，心境变得平和起来。可自从房师重掌权柄之后，他整日忙忙碌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妻子说过话了。他猝然起了促侠之心，笑着朝妻子拱手作揖，佯作出傅恭敬的样子，道：愿闻其详。武太太呵呵的笑，好半天才收住了笑容，正色道：这事既然是王氏的主意，明姐儿就算是吃亏，难道还能赖到我们身上来不成？又道：何况这事又不是我们一家之事，季家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出把力才对？窦氏叔若有所思。武太太就道：我们把人送过去了，能不能把人留下来，能不能让魏家承认这门亲事，那就是季家的事了。任什么我们费心费力，季家的人等在一旁摘桃子，他们也应该拿出点诚意来才是。窦氏叔目光闪烁，
武太太知道丈夫已经同意了自己的主意，遂笑道：这个事老爷就装作不知道吧，我去跟季家的老太爷交涉好了，若是谈不拢，再请老爷出面也不迟。那就这样吧。窦氏书道，最终得利的终归是他们季家。武太太想到了窦昭名下西窦的一半产业，重重地点了点头。吉勇从翰林院回来，听说窦家武太太和曾祖父在书房里说了半天的话，刚刚才走，他心里一急，闯进了季老太爷的书房。季老太爷正和几福说着话，见状不由哈哈大笑，道：你担心什么？吉勇不以为然地道：武太太过来干什么？季老太爷佯装无奈地摇头，笑着叹道：别人说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倒好，这媳妇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你就先维护起你媳妇的娘家人来。吉勇才不上当，冷哼道：武太太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来见您，是不是窦昭他生平第一次生出众近乡情怯之感，生怕听到武太太带来什么坏消息。季老太爷这次是真的叹气了，道：夫妻之道亦如上宾之道，你要沉往气才行。然后把武太太来的意告诉了季勇。就是吉勇也被吓了一跳，道：那王氏不会这么愚吧？窦明又不是嫁不出去了，犯得着这样作践自己吗？季老太爷却笑道：窦家四小姐和窦家七太太10几年来不见面，可见积怨已深，多半是一时怨恨，并不想理会窦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而是道：你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那就是傻瓜了。吉勇说着，想到曾祖父说起这件事的口吻，仿佛把这次求亲当成了他的另一场试炼，他觉得很不舒服，但还是道：这有什么难得？窦家不就是怕背这个责任吗？到时候我们出手就是了。窦昭出嫁，窦正昌和窦德昌肯定是要去送嫁的，到时候把魏廷瑜灌醉了，让他稀里糊涂的进洞房，第二天一大早，新房里一有声音就让陪嫁的嬷嬷们冲进去，先发制人的先追究魏廷瑜的过错，他又不是不认识新娘子，明明知道新娘子换了人，却还是和新娘子洞房，居心何在？然后把窦家的人叫过来，把这门亲事认了。说到这里，他想到上次窦明竟然摆了他一道的事，冷哼了一声，如果那魏廷瑜不认，不还有窦明吗？他既然敢做出这种事来，就应该有被退亲准备才是。到时候我们只要嚷着要和魏家去见官，魏家难道还真的和窦家打官司不成？只要魏家不闹腾，这件事也就成了。季老太爷道：如果魏廷真闹起来呢？事情闹大了，归根到底还是对窦家不利。吉勇笑道：这还不好办，到时候给魏家一些赔偿就是了。季老太爷欣然点头。此时窦昭也正和陈曲水说着话，高家给窦明说了门亲事，他去相看之后，不是和父亲商量，不是去找武太太，却千方百法打探到了蔡太太的行踪，想法办和蔡太太见了一面。而蔡太太呢，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待了好几天，才因为人哥的生辰去了槐树胡同。他沉思道：我总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在京都，他的人甚至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窦家，对于很多事物的掌控也就没有了从前的力度。他问陈曲水：七太太那边有什么动静？陈曲水道：七太太好像奉了七老爷之命，在准备小姐出阁之事。不对啊，王映雪早就被夺了主持钟会的权利，就算是父亲不知道槐树胡同这边正帮他出面和魏家解除婚约，也不可能让王映雪准备他出阁的事。就算是上一世王映雪占尽了人时地利人和，但在他出阁的时候，父亲还是请六伯母来给他讲的梯计话，没道理这一世父亲反行其道。但也有可能父亲又变卦了，前世父亲就经常变卦。想到这些，窦昭心头一动。上一世高氏发现高明珠之死与窦明有关，勃然大怒，跑到静安寺胡同来和王映雪大吵了一顿。父亲又急又气，托了五伯母和六伯母帮着窦明找婆家。那个时候他和魏廷瑜的婚期已经定了下来，魏廷瑜带了人来送聘礼，不知怎地被窦明看见了，窦明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嫁给魏廷瑜，王映雪竟然就听他的，和父亲商量让窦明嫁给魏廷瑜。父亲当时好像也有点犹豫，他跑到父亲面前哭了一场，父亲这才拒绝了王映雪的请求。他也因此而一直防备着王映雪和窦明，从下聘到出嫁，他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或是得了其他什么病不能上花轿，让甘露给他煮了整整一篮子白壳鸡蛋，始终没有沾家里任何吃食。窦昭不由冷笑，没想到时至今日，王映雪还有这样的胆量。从前倒是自己小瞧了他。他问陈曲水：如果七太太想让窦明带我嫁入济宁侯府，他会做些什么？不会吧？陈曲水非常的震惊，半晌都没有合拢嘴。这世上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窦昭神色有些冷漠，您就照着我说的话去查吧，应该会有所收获。陈曲水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出于对窦昭的信任，他没再多问，抱着账本离开了槐树胡同。窦昭呆呆地望着窗外郁郁葱葱的老槐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或者是因为有了明确的方向，不过2天功夫，陈曲水那边很快就消息传过来。父亲根本不知道槐树胡同帮他和魏家退婚的事，但因为两家的婚期拖了又拖，改了又改，他的婚妆也早就准备停当，并没有让谁筹备他出阁的事。而王映雪这些日子不仅把自己的丫鬟、婆子安排到了灶上和正院当差，而且还频频地帮着窦明置办衣服首饰，美其名曰是因为窦明快要及笄了，不能让窦明失了颜面。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美，让父亲都觉得太奢华，还因此而说了王映雪几句。王映雪不仅没有像从前那样有所收敛，反而和父亲大吵了一架，指责父亲对窦明苛刻。父亲向来在钱财上待人不薄，加上这些日子常常奉诏进宫演讲，要好好准备讲席，耐不住他吵闹，索性关门不理。高升尽管忠心耿耿，精明能干，但到底只是家里的管事，也不好拦着。王映雪水泼般的使着银子，家里进进出出的不是银楼的人，就是京都赫赫有名的绸缎铺子的大掌柜。窦明的及笄礼还有1年，京都的人已经在猜测窦家五小姐及笄礼的奢华了，而五伯母则在人歌生辰的第2天就去了玉桥胡同。他没有去拜见季勇的伯母或是母亲，而是去拜见了季勇的曾祖父。从玉桥胡同出来后，他立刻去了纸马胡同，和蔡太太密谈了很久，留在蔡家用了晚膳才回打道回府。窦昭陷入沉思，看样子槐树胡同已经打定了主意，让窦明带自己嫁入济宁侯府了。既然可以解释自己和魏家的婚约，还可以打击一下魏家，让王映雪来背这个黑锅。这么好的机会，五伯母不可能放任不用。带自己出嫁并不难，难在出嫁之后。窦明不清楚后果，王映雪不可能不清楚。上一世她是窦家正经的妻太太，父亲是强势的内阁大学士，她有这个底气去承担换亲的后果。这一世她自顾不暇，凭什么让窦明带自己出嫁呢？窦昭耳边突然想起那道素兰对自己说的话。我把侯爷送到了垂花门，正犹豫着要不要去厨房里看看午膳好了没有，却看见侯爷跟着个婆子折了回来。我忙躲到了树后，待他们走远了，才派了个小丫鬟跟过去。那小丫鬟说，侯爷跟着那婆子进了五小姐的院子。或者还有什么事是自己不知道的？窦昭手紧紧地攥成了拳。上一世知道王映雪想让窦明代替自己嫁给魏廷瑜时，那种孤零无助的感觉又漫过他的心头。你们既然想代嫁，那就嫁好了。我倒要看看你窦明怎么咽下我曾经吃过的苦，你王映雪怎么收拾这场烂摊子。槐树胡同又凭什么锁我嫁到季家去？打定了主意，窦昭深深地吸了口气，吩咐素心，你去问陈先生一声，上次那笔钱的去向查清楚了没有？如果实在是查不清楚，就请窦家的大掌柜帮着查一查吧。这是窦昭和陈曲水约定好的，如果他有什么事找陈曲水，陈曲水就用为借口登门拜访。素心应声而去。下午陈曲水就过来了。窦昭低声道，能联系上严先生吗？陈曲水有些意外。窦昭道，我想让严先生帮我安排家人离开北南吏，不知道严先生对哪里最熟悉。陈曲水神色一震，正色道，小姐您这是？窦昭正是要和他商量这件事，自然也不会瞒他，低声道，宋彦堂这个人有多厉害，你是知道的。我原想他欠着我们一个人情，这人情能不用就不用，留着紧要关头防身保命。可现在看来，却是留不住了。王映雪的计划虽然漏洞百出，可若是槐树胡同和季家联手帮他从中调停，说不定这件事就真让他办成了。如果这样，自然最好。可若是他失手了呢？您可别忘了，到时候我舅母肯定会来京都送我出阁的门。这么大的事，我们不能全指望别人，所以我们得有2手准备才行。王映雪的计划成功了，窦家和季家一亲的时候，我就有借口不嫁了王映雪，让窦明代替我嫁入了魏家。槐树胡同的人不管，又有什么资格再管我的婚姻大事？父亲那里，我自有办法让他把我留在家里，我们就可以回真定去了。王映雪的计划万一被识破，情急之下，窦家有可能无奈之下让我嫁入魏家，那时候我们就只能背水一战，让段护卫等人护了我的周全，然后我们再和窦家讲条件，逼着他们答应我从此不再嫁人。说到这里，窦昭不免有些虚息。事情到了那个地步，他就和窦家撕破了脸，恐怕需要花很多的情力，付出很大的代价来修补和窦家众人的关心。要知道，西窦那一半的财产
是以陪嫁的形式划到他名下的。东豆完全有理由一直帮他打理着那一半的财产，直到他出嫁才拿出来。他现在的所谓的自在，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却是叫不得真。陈曲水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他不由道：那你有什么打算？窦昭道：我准备让槐树胡同的马车夫出来作证，窦家之所以让窦明带我嫁到济宁侯府，是因为窦家已经和季家说好，等窦明出嫁之后，窦家就会正式和季家结亲，然后才拿出季家送给窦家的季建明的更帖为证。难怪小姐说要让严朝清扶着安置一个人。那马车夫如果出面为窦昭作证，不要说在窦家待下去了，就是能不能活命还得两说。陈曲水动容：小姐是怎么说动那马车夫的？小姐又是怎么拿到季建明更帖的？又觉得槐树胡同行事有些鲁莽，您和魏家还没有解释婚约，他们就敢接受季建明的更帖。窦昭咧了嘴笑道：季建明的生庚八字，只怕还要请陈先生费心。倒是季家老太爷的笔记，我曾在季建明的一本书上见到过，老人家写的是馆阁体，虽然字迹清秀娟丽，却并不难模仿。陈曲水骇然失声道：那个马车夫，自然是我让他说什么他就会说什么了。窦昭不以为然地道：只要他说的是事实，有没有无意间听到武伯母和蔡太太之间的对话又有什么要紧的？陈曲水摸了摸额头上的汗。从榆树胡同出来，第二天他去拜访了严朝清，听说窦昭让他帮着安顿一户人家，他什么也没有问，只是道：是北直隶的人吗？安排到天津行吗？如果太远，口音、生活习惯多有不同，反而正容易让发现。天津离京都比较近，有个什么事，我们也是好及时处理。陈曲水也是做人幕僚的，自然听得清楚他言下之意，忙道：我们小姐没别的意思，就是这人帮过我们小姐一个忙，所以想保全这家人而已。严朝清心笑道：我明白了，会把人安置好的。陈曲水连连道谢，约好了联系的方式，起身告辞。严朝清的贴身随从则道：先生，这件事要不要跟世子爷说？不用了。严朝清道：世子爷陪着皇上去避暑行宫，这种小事不用惊动世子爷，何况我还欠人家一份人情呢。随从笑着点头。严朝清闭目沉默，寻思找谁帮那户人家安排户界。窦昭静等着看好戏。没几日，郭氏就悄悄告诉他，娘在之前七叔父请亲天监挑的几个日子里又选了几个，请了蔡太太过来，说是让魏家要么在这几个日子里选一个日子成亲，要么就立刻退亲，不然就要去问问延安侯夫人是什么意思。明明知道魏家和窦家有婚约，还像闺女嫁不出去似的，非要往魏家栽。既然如此，早干什么去了？这次魏家肯定再也不敢使什么坏了，明姐的事你也不要放在心上了，嫁过去了，好好和济宁后过日子就是了，把之前窦昭的所作所为都当成一场闹剧，这恐怕也是很多人的感觉吧。窦昭淡笑不语。延安侯夫人也是个十分要强的，如果听到这话，只怕要气疯了。魏家和汪家可以说是患难之交，汪家在魏家最困难的时候都不曾怠慢过魏家，要是真的被蔡太太这么一问，恐怕魏、汪两家就要绝交了。甄庭瑜也好，田氏也好，甚至魏廷珍肯定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窦昭问素心：那个马车夫愿意作证吗？素心笑道：一边是欠下来的赌债，一边是重新开始做人的机会，他是个聪明人，自然知道应该选什么。窦昭点头。